重回高三，你把买给校花的早餐喂了狗，还向她索要这3年来你买的502次早餐费用。校花当场就傻眼了，因为你知道再舔下去什么也得不到。你和安妙薇本是青梅竹马，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你们会在一起时，高考前夕安妙薇却被人捷足先登了。可那时的你还没有放弃，于是在高考后你放弃了重点大学，选择了安妙薇所在的3本。开学时给她搬行李，每天早上5点起来给她买早餐。可你没有尊严的挽回，换来的只有厌恶。而当你醒悟时，却已经晚了。如今重回高三，你发誓为自己而活。就在你走进教室，刚准备坐下时，一道高傲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林墨微微的早餐呢？”闻言，你抬头看着安妙薇的同桌龚丽丽，皱着眉有些不耐烦：“什么早餐？”听到你的话，安妙薇脸色一变，龚丽丽也是愣了片刻，随后立刻怒斥：“你不是天天都给微微带早餐吗？今天的早餐呢？”你回头看着两人。我为什么要给他带早餐？他给钱了。闻言，两人同时愣住，他们没想到你竟会说出这话。安妙薇咬着牙关，眼中充满难以置信。此前你还对他百依百顺，怎么突然就变得如此陌生了？这时回过神的龚丽丽从兜里掏出10块钱，这是微微的早餐费，你快点去给她买早餐吧。见状，你自然的接过钱，可却没有丝毫要行动的样子。见你这样，龚丽丽有些生气：“林墨，你还不去买早餐？”闻言，你却表示这钱不够。这些年你给安妙薇带了502次早餐，所以她还倒欠自己2500块。顿时，龚丽丽脸色涨红，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就连安妙薇也惊住了。没想到只是早餐你就为她花了那么多。龚丽丽气愤地说着：“林墨，你难道不知道不吃早餐对微微的学习会有多大影响吗？”你瞥了对方一眼，她学不学习跟我有什么关系？闻言，龚丽丽睁大双眼：“林墨，微微那么喜欢你，你竟然这么对她？”听到这，我笑出了声：“喜欢我？把我当牛做马，这叫喜欢我？”安妙薇抿着嘴，眼中更是充满羞愤。丽丽，别说了，林墨没错，他并没有义务给我送早餐。此时，安妙薇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好像她才是受害者一样。林墨，你变了。安妙薇沉默开口，话语中透露着失望。我变了？你嘲讽地看向安妙薇，我有没有变？安同学应该比我更清楚。安妙薇不敢置信地看着你，她抿着嘴唇开口：“林墨，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闻言，你笑出了声：“安同学，难道你有喜欢过我吗？”这句话如同利刃直插安妙薇心口，她眼神复杂地看着你，因为安妙薇确实没喜欢过你，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享受闺蜜们羡慕的眼光，但这句话她自然不会说出口。我们还小等高考后再谈论感情之事。安妙薇极力维持自己的形象，如果没有前世记忆，你可能真就信了。安同学昨天已经过去，永远不可能回来。我的意思是，有些东西错过，便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听到你的话，安妙薇有些不解：“林墨，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回过头，嘴角带着嘲讽：“没有什么，只是告诉你一些事实罢了，一切都结束。”安妙薇假惺惺的开口：“林墨欠的早餐钱我会还给你，请给我点时间。”她嘴上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却笃定你不会让她还。但出乎安妙薇意料的是，你点点头，随意的应了声恩。此时，同桌顾晓生正双眼崇拜的看你：“墨哥，今天你太帅了。”看着顾晓生，你心中很是高兴，这是自己一生的兄弟。前世他一直劝说你远离安妙薇，可你非但不听，还和他断绝了关系。而在你最落魄时，只有顾晓生这个好兄弟陪着你。在得知安妙薇还没吃早餐后，一个男生讨好的将早餐递到他的面前。安妙薇本想拒绝这个不认识的家伙，可当看到你将目光移过来时，他一把接过了那盒包子，并对男生甜甜的一笑：“谢谢你，同学。”这一笑差点没把男生眼睛晃瞎，随后他傻乐的离开了。安妙薇看着你扬了扬手中的早餐，脸上更是充满得意。见状，你有的只是嘲笑当初那愚蠢的自己，给安妙薇送过几百次早餐，却从没听她说过一声谢谢。另一边吃包子的安妙薇差点吐了出来，因为这是她最讨厌的韭菜馅。但为了不在你面前出丑，她还是硬着头皮吃完了这些包子。就在这时，班主任带着一个少年走了进来，所有人都在欢迎新同学，只有你看着苏然露出讥笑。前世正是他害得你输得那么惨。苏然正在台上做着自我介绍，常年霸榜班级第2。看着学霸的苏然，女生们尖叫不已，而男同学却非常鄙夷：“这不就是个万年老二吗？在那儿装什么呢？正好全区第1就在我们班。”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向了你和苏然。这时，苏然走过来和你打招呼，伸出手向你示好。前世你就是从这一次开始走了下坡路，从此一直败给苏然。后来你才知道，苏然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你，如今的你自然不会再被对方牵着走。随后你站起身，刚好比苏然高一点，这个举动让你掌握了主动权。同学你好，我叫林墨，是这个班的班长。苏同学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你笑着与苏然握手，给对方来了一个漂亮回击，用班长压制苏然这个普通学生。果不其然，在听到你的话后，苏然脸色立马变得僵硬，还没等他回过神，你再次开口：“苏同学，我不知道2中的校规是什么，但在1中每位学生都要穿校服。今天苏同学第1次来就算了，明天记得穿校服，不然我们班级评比可要扣10分。”你看着苏然的白色运动服微笑开口。前世苏然正是因为他的穿着，迅速引起了异性注意，而你这句话直接将苏然打成了异类。见你搬出校规，班主任也不好说什么，如今主动权掌控在了你的手中。此时苏然已经皮笑肉不笑，他发现这场交锋中自己被压制了。班长校服都是上学期发的，现在应该没有多余的校服吧？你哪会看不出他的想法？闻言，你嘴角微勾：“苏同学，正好我是发校服的，上学期还剩2套175的校服。”你顿了顿，靠近苏然，比了下自己和苏然的身高：“我180，你比我矮点，175的校服刚好。”
等会下课我去拿给你。你这一波绝杀让苏然说不出话。这时教室的女生议论纷纷，她们将你和苏然对比，但无论成绩还是身高，你都完爆苏然。见同学们议论，你笑着坐了下来。命运将从此刻开始改写。此时的安妙微皱着眉，她忽然感觉你一下子变得很陌生，刚才说话的气质根本不像个高中生。刚下课你就将校服放在苏然桌上，看着苏然那僵硬的脸，你不由得心情大好。今天或许是你俩是最开心的日子，放下了那段不属于你的感情。晚上放学，你开心的轻哼着小曲回家，没想到在路上碰见了安妙微。以前放学都是你跟她回去，如今一个人回家，安妙微却有些怕了，站在小巷子前不敢走。你没有理会她，而是自顾自的继续走。安妙微看到你如同见到救星，她紧跟在你身后2米处，一起走出小巷子。这么多年里，你们都是这样回家，一起经过这条漆黑小路，但在安妙微心里，只有这次你的存在让她感受到心安。可以想到如今你对自己的不理睬，安妙微又低下了头。她不知道你为什么开始讨厌自己，明明你一直都很喜欢她，为何这次却突然变化这么大？林默，最终安妙微还是开口叫住了你，可你听到后却并没因此停留。这是你第一次不理她。一瞬间，安妙微感觉到了落寞，就好像自己操控的物品突然有了想法。林默喜欢我的人从这里排队到法国，你这样会失去我的。安妙微不甘心的再次开口，可是你却像没听到一样径直的往前走。不，我不相信你会这么无情。林默，给我一个解释。听到安妙微的质疑声，你停下脚步看着她。安同学，以后回家记得带手电，要不就让阿姨在路口接你，我可没空一直送你回家。还没等安妙微说话，你便推开门走了进去。听到动静，唐素素走了出来，看到外面的安妙微，她想让对方进来，而你却抢先给老妈披上了衣服。妈天冷，快进屋吧，明天还要上课，就不要影响人家休息了。闻言，唐素素点头，随后对安妙微摆摆手，微微快回家吧，别着凉了。话音刚落，房间门直接被你关上。见你这样对安妙微，唐素素忍不住皱起眉，妈可警告你别欺负微微啊，我怎么敢欺负她呀？妈，你快去休息吧，反正自己跟安妙微划清界限了，至于其他的怎么样关我屁事。另一边的安妙微则是彻夜难眠。第二天，她顶着2个黑眼圈走进了教室。高3下学期基本没课，除了复习还是复习。临近中午，班主任走进来宣布，明天将举行全市第一次模拟联考，也是第一次全市联考。前世你联考依然是清泉一中的第一，但在市里却只考了11名。这次联考对你打击很大。随后，安妙微与苏然走在一起，更是让你的成绩一落千丈。而今重生归来，你的目标是全市第一。这时，苏然突然走到你身旁，林默，这次联考我要超越你，成为第1名。苏然冷冷地盯着你开口，闻言你嘴角露出微笑。这是你与苏然的第2次交锋。苏然眼神挑衅地看着你，对此你却是摇摇头。见你这样，苏然愈发得意，怎么不敢接受挑战吗？你的目光落在苏然身上。苏同学，我为什么要跟你比？这话直接给苏然 CPU 给干烧了。挑战是你的权利，但接不接受是我的事。如果你非要如此，那我接受你的挑战。这次考试我不写作文，只要你超过我，以后班长你来当。闻言，苏然愤怒地瞪着你，但你却早已离开。我靠，班长这也太帅了吧！底下众人窃窃私语，看着苏然的目光都暗爽不已。林默，你太自大了，你会后悔的。苏然咬牙切齿，紧握拳头。平常的考试你最多拉苏然30分，而以苏然的水平，作文可以拿50分。你这太不理智了。你有些诧异地转过头，没想到说话之人是安妙微，这让你有些惊讶。我根本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你是在担心我的实力。闻言，安妙微连忙摇头解释，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我自有分寸。你说完便不再跟他聊下去。见你绝情的样子，安妙微紧咬着牙，看来他是真讨厌自己了。最后一节晚自习下课，你刚准备回家，就撞见了凑过来的安妙微。见状，你直接往后退了一步。你在我旁边干嘛？你皱着眉问。等你。安妙微轻咬嘴唇开口，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敢一个人回家。应了声后，你便直接从他的旁边走过，仿佛眼前的是个陌生人。顿时，安妙微呆愣住，跟昨天一样，安妙微跟在你身后回了家，而你却没跟他说过一句话。联考第1场语文，当收卷老师看到你试卷时，整个人都惊呆了。林默，你作文怎么没写？闻言，全场寂静，所有人都没想到你竟真没写作文，大伙都以为你只是在跟苏然开玩笑。如今最开心的便是苏然，他差点笑出了声。这林默真是个蠢货。没事，老师您正常收卷就行。见你态度坚决，监考老师也不好再说什么。江城市2012届高3第1次统考结束，出成绩这天，所有人都激动万分，因为往年第1次统考的成绩基本和高考时的出入不大。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就比如此时的安妙微，她坐在位子上沉默寡言，因为她知道自己这次考砸了，不仅是失眠2天的影响，更因为你的转变让安妙微心绪不宁。平常她都能考580分左右，但这次起码倒退50分。第1节课语文课，首先出的就是语文，可当语文老师夹着卷子进来时，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心情不好。语文老师放下试卷扫视班里所有人，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安妙微在听到语文老师公布成绩后，她下意识地看向你，这是她第1次看到你语文没有拿第1。这么重要的考试，林默真的不在乎吗？当你察觉到有人看自己后，潮起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但当看到是安妙微后，你的笑容瞬间收敛。她真就如此讨厌自己吗？这时安妙微都不知道，从小青梅竹马的你为什么跟她闹翻，因为她从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没错。此时苏然正挑衅地看着你，她脸上挂着喜悦。没写作文的你，苏然自认为可以碾压。随着成绩不断公布，除了不写作文的你之外，竟然还有一个语文不及格的。这人赫然就是安妙微。底下的同学们窃窃私语，难怪语文老师脸色这么难看，没想到这次竟有2个不及格的。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你身上，语文老师更是神色严肃地开口，为什么不写作文？能给我个解释吗？闻言，你不想多解释什么，自己和苏然的事，语文老师肯定也知道。一瞬间，教室的气氛跌至冰点。但当看到你的语文成绩时，全班都忍不住惊呼出声。你作文没写，竟然考了88分，所有人对你有的只剩敬佩。不愧是班长，真是出乎意料啊！就连苏然也被你惊讶到了。
震惊归震惊，但苏然还是很开心，因为他现在超了你42分。他根据你过去的成绩预估，即便你超常发挥，也不会超过自己。然而当数学成绩出来时，苏然却开始慌了。你的数学150分，甩了第2名12分，是全市唯一数学满分的学生。此消息一出，直接引爆了清泉一中。讲台上数学老师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恭喜林墨同学，顿时引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班长牛批，莫哥牛批。而苏然全校第2的数学成绩，显然已经不够看了。在公布完你的成绩后，数学老师便没再多说，因为这一次除了你，大家都考得不好。到了公布英语试卷时，所有人又被震惊了，你竟然再次考了150分满分。在看到你2科满分后，苏然笃定你之前故意隐藏了实力。他用了1节课的时间推理试卷，发现即便你2科都满分，但还是和自己相差了22分。想到这，苏然的心安定了下来。可当班主任咧着脸进来时，苏然察觉到了事情不妙。班主任深吸了口气，随后看着我露出了笑容。首先让我们恭喜林墨同学，以总分688分的成绩取得全校第1。此言一出，全班沸腾。听到我的成绩，所有人都被惊呆了。在没写作文的情况下，你竟然能考到这个分数，那要是写了作文的话，得恐怖到何等地步？到时别说全市第1了，全省第1都绰绰有余。震惊过后，全班同学都非常高兴，同学们纷纷开始鼓掌，有甚者更是兴奋地喊出了声，而老师也难得没有阻止，因为他内心也为你感到高兴。相比于同学们的激动，你倒是非常淡定，这种自信全都来源于实力。此时的苏然却显得很狼狈，当听到你是全校第1后，他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苏然紧咬着牙死死盯着你，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凭什么你能够3科满分？这不科学，一定是林墨作弊。对，一定是这样，林墨你绝对是作弊，我早就把你研究透了，以你的水平不可能3科满分，你绝对是提前看了答案。老师，我请求清除林墨本次考试的成绩，并且彻查此事。当听到苏然的话后，全班同学都笑出了声，比不过就想诬陷，真是笑死我了。此时班主任看向苏然，苏同学，你是否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闻言，苏然双目赤红，老师，这有什么好解释的？林墨一定是作弊，他怎么可能考这么高分数？班主任被苏然的话打断了心情。此前他以为苏然是班里的得力大将，却没想到他只会挑起同学矛盾。要不是因为你跟苏然打赌，这次你肯定就成了全市第1。此事之后，苏然彻底沦为了笑话。这次他考了687分，比你只差了1分，这还真是千年的老二啊！很快又到了晚自习放学的时间，安妙薇背着小书包突然叫住了你，林墨，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闻言，你停下脚步看着安妙薇，随后你苦笑着摇头，回到以前。回到什么以前？你太了解安妙薇了，她这压根不是什么回心转意，因为她就没喜欢过你，即便是普通朋友的那种喜欢也没有。你非常清楚这一点。如果今天与苏然对决败的是你，安妙薇会毫不犹豫选择苏然。你知道她只不过是缺少个依靠罢了。早点回家吧，安同学，明天还要上课。随后你便毫不犹豫转身离开，自己都主动开口了。林墨，为什么你还是不愿理我？那好，我现在跟你说，我错了，你能原谅我从前的任性吗？此时安妙薇的手都在抖，安妙薇满脸委屈地看着你，然而你在顿了2秒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你没有错，不需要向我道歉，到此为止吧。见状，安妙薇再也忍不住怒吼出声：林墨，我都跟你认错了，你还这样对我！此时江城一中高3某班教室内，一个女生正饶有兴趣地看着这次联考成绩。她是这次的联考第1，却盯着你的名字看了很久，因为你的出现打破了过往的定律，以往前10全都会被江城市一中包圆，却没想到这次你竟然冲进了前10，而且还是在不写作文的情况下。要是你写了作文的话，必定甩他这个第19分。这是女生第一次体会到有对手的感觉，她也非常好奇你是怎样的人。第2天早上，你来到校门口的时，安妙薇才刚出家门，看着空无一人的院子，她心中非常落寞。今天是高3最后一次家长会，一大早唐素素和安妙薇老妈王璐就准备出门，两人非常熟络地打着招呼。突然王璐惊讶地发现你居然不在，唐素素摆了摆手，这臭小子是班长事情多，一大早就去学校了。这样啊，那咱也快走吧，别一会迟到。就这样，俩人一路走一路说，在双方父母看来，他们注定会是亲家。只有走在前面的安妙薇脸色尴尬。此时学校里人头涌动，全都是在谈论你的。所有人都知道清泉一中出了个天才，不写作文还考了688分。当你妈妈3人来到学校后，本来是要直奔教室的，但听到了太多人在议论，于是2位大人临时起意决定去看看。安妙薇被迫带路走向荣誉墙，此时荣誉墙前挤满了人。这次第1听说叫林墨，我还听说他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是满分，以688分的成绩打破了清泉一中的记录。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王璐开心的大喊道：好姐姐，这好像是你家林墨呀！此言一出，所有家长都看了过来，随后2人便被包围了。唐素素见状有些手足无措，她也是第1次遇见这种情况，而旁边的王璐却异常开心。没错，这位就是学霸林墨的妈妈，也是我的好姐妹，我家闺女和林墨也是好朋友。唐素素和王璐都非常开心，只有安妙薇低着头，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见你如此优秀，众多家长纷纷说起眉来。你家林墨还是单身吧？我家有个丫头。见那么多人介绍对象，王璐却急了。我家微微可是和林墨青梅竹马。随后他还推了安妙薇一把。见状，安妙薇只好硬着头皮开口：林墨很优秀。当你找到自己妈妈的时，刚好听到了安妙薇的这句话，这话竟从她口中说出来，真是可笑又戏剧。林墨，我怀疑你脑子是不是傻？我说了不要再跟着我了。林墨，你有病吧？前世你从未听过安妙薇夸自己，而今却听到了。可你优秀与否已经跟她没关系了。你挤进人群，带出2位妈妈，将2人带去教室。在去教室的路上，你自始至终都没看安妙薇一眼。当你带着人回到教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你身上。1.8米，还是个超级学霸，最重要的是长得还那么帅，所有家长都非常羡慕。此时安妙薇心情非常不好，
因为这次他是全班倒数第一。当王璐拿到成绩单时，当场痛批了女儿一顿。随后他又走到你的身边，小莫呀，你小子真棒，这次还考得那么好。对于安妙薇妈妈，你不知道怎么说。前世的王璐对你确实不错。听到他的话后，你挤出一丝微笑。阿姨您过滤了，我哪有啥出息啊？见你那么谦虚，王璐笑得更开心了。随后广播响起，让家长们都移步到操场开会。当你们来到操场时，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此时角落里，苏然正冷笑地盯着你。林默，你以为就这么完了吗？苏然拿着你的演讲稿，满脸阴沉的笑容。当演讲稿不见的那一刻，你便知道这是自己与苏然的第3次交锋。但有没有稿子对你来说并无差别，即兴发挥反而效果更好。见你走上讲台，苏然忍不住笑出了声。林默，你就等着出丑吧。可随后他的笑容就僵住了。大家上午好，我是高3一班的林默，很高兴能作为代表在这发言，也很荣幸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学习方法。你的演讲掷地有声，在场所有人都被深深吸引了。或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演讲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火遍华夏。此时苏然愤怒地看着你，他将稿子揉成一团。林默走着，瞧我们势不两立。苏然便转身离开了会场。你的演讲也在几分钟后收尾。一瞬间，台下掌声如同雷鸣般久久不停，而你演讲的视频也冲上了热搜，成为了各大高中鼓励学生的榜样。2周之后，一个女生的到来打破了清泉一中原本的宁静。此时楚依依站在校园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少女这次前来的目的，便是为了你这个清泉一中的传奇。刚来还不熟悉环境，楚依依对着众人一笑：“你们好，请问高3一班怎么走？”在场的男同学都还没缓过神来，只有一个女生开口：“同学，高3一班在后边的那栋楼1楼，进门后左拐第1间。”少女笑着道谢后，便背着书包朝后边的那栋楼走去。等她离开后，才有人说话：“去高3一班不会是找林默的吧？”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那个班除了林默，还有安妙薇、现校花和钱校花，绝对是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此时楚依依来到了高3一班，见到少女的一瞬间，班里所有人都惊呆了。世上竟会有如此好看的女子。身为班长的你第一时间走上去：“同学你好，请问你找谁？我是新来的转学生，已经报过到，就分在你们高3一班。”你点了点头，却疑惑地问：“你怎么自己来了？没去找班主任吗？”一般来说，转校生第1天上学都需要先去见班主任，然后分配座位。我刚来还没见过班主任，所以就先来教室了。你没见过班主任，那怎么办的入校手续？你有些疑惑地问。闻言，楚依依笑着开口：“是我家人帮我办的手续，那我带你先去见班主任吧。”说着，你做了个请的手势。然而少女却让你等下。我想问咱们班里有没有叫林默的同学？听到这话，你愣住了。坏了，这是冲自己来的。你心中满是疑惑，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人，而与你相比，教室里其他人表情各异。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你询问开口。我叫楚依，依依不舍的依，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这难道是江城的天才少女楚依？她来我们班不会是冲林默来的吧？听说她父亲还是江城首富，看来我们学校捡到宝了。说不定今年的华东省状元就在2人之间产生了，真是便宜林默了。楚依既是女神又是学霸，楚同学，你找林默有什么事吗？你并没直言自己的身份，习惯性的让自己处在主动位置。楚依从容的开口：“我听闻清泉一中有位林默同学，在没写作文的情况下总分高达688，所以我很好奇，这位林同学是个怎样的人？有机会的话，我想和他交流心得。”楚依没有直言，他就是奔着你来的。好吧，我就是林默，交流学习可以，但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优秀，希望你不会白跑一趟。我先带你去见班主任吧。你说完，你就在前带路。闻言，楚依依笑着跟在你身后。当你们离开后，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当得知楚依依来自己班后，班主任也非常激动，但他还是镇定地带着2个回教室。此刻教室里瞬间安静了。班主任站在台上宣布：“同学们，我介绍一下新同学楚依。”说话间，他脸上止不住的喜悦，就连隔壁老师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一班真是好运气，有林默和楚依依这2个学神。此时台上的楚依依笑着跟众人打招呼，他直奔主题询问我：“这次联考为何没有写作文？因为如果你写了作文，这次的联考第1肯定是你，而不是楚依依。”班主任看着气场强大的楚依依，顿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你却直接迎上了楚依依的目光，因为这是就转学来找我，未免也太草率了吧。前世的剧情已经彻底改变，未来将被搅乱。前世的你跟楚依依从未有过交集，你们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林默同学，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如果可以，还请你回答下我的问题。我很好奇你为何会放弃写作文，但你却在回忆前世的事情。终于找到了关于楚依依的事。前世楚依依老爹楚千和因为公司破产，父女双双跳楼的事，在前世可谓是轰动一时。所以在确认楚依依的身份后，你看他的目光多了些同情和怜悯。对于楚依依的问题，你也没什么好回避的，但你还是不理解他这种行为。没写作文是因为某人和我打赌，我如果考得比他低，就把班长的位置让给他，仅此而已。你淡然的说完后，将目光落到了苏然身上。楚依依也看向苏然，但眼神是非常的淡漠，因为他见过太多优秀的人。苏然根本引不起楚依依的注意，但你就不一样，你是第一个让他感觉到不同的人。此时班主任却犯了难，他不知道怎么给楚依依安排座位了。这时你的好兄弟顾晓生站起身：“老师让楚同学坐着吧。”说罢，他便抱起书走到了最后一排。顾晓生转身时向你眨眨眼，仿佛在说：“莫哥加油。”看着顾晓生的表情，你有些苦笑不得。不得不说，顾晓生真是好兄弟，这种事第一时间就想到我。见状，班主任喜笑颜开，安排座位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顾晓生同学非常好，今天我在这里提出表扬。既然如此，就先这样吧。楚依依莞尔一笑：“谢谢顾同学和林同学。”楚依依高兴地走下台，来到你面前：“林默同学你好，以后我们就是同桌了，希望相处愉快。”看着楚依依伸的出手，你有些迟疑了。见此情形，全班男生都哀嚎起来，只要顾晓生在偷笑。你迟疑片刻后，将手握住：“你好，楚依依同学，希望我们相处愉快。”说完，你将自己的凳子往前挪，尽量腾出空间让楚依依走进来。楚依依在江城一中都是单人单桌，这样与人并排，
对他来说也算是种新的体验。即便你把凳子往前挪了，但还是避免不了身体的接触。楚依依几乎贴在了你的后背上，对此你有些手足无措，后脑勺更是紧绷着。男同学都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林默，我恨你！女神才第一天来，你就跟她亲密接触了。台上班主任为了缓和气氛，轻咳2声，说了些鼓励的话后便转身离开了。楚依依来的第一天，她就被各科老师轮流点着回答问题，作为同桌的也跟着沾光。点完楚依依后，老师们往往下一个就叫你，对此你颇为无奈，自己只想安静的好好学习。课间时你没有离开座位，而是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研究起来。回到座位的楚依依见此很好奇，她眨巴着大眼睛看向你手中的本子。你将笔记本放进抽屉后，便起身离开位置，让楚依依进去。谢谢。楚依依笑着开口。回到位置后，她不自觉地看向你抽屉，终于还是忍不住好奇开口问：“这笔记本你好像很珍惜。”你轻轻点头：“这是我爸送的第一件礼物。”其实楚依依并不八卦，但对于你的事，她实在管不住好奇。林默同学，你一般用这笔记本来干嘛？闻言，你随便敷衍了几句，因为这上面写的内容你是万万不能说。上面记录着你前世的回忆，以及日后关于各行业的赚钱规划，这对你来说介绍绝密。随便跟楚依依聊了几句后，你就朝着教室外走去。只是你还没走出教室，苏然却突然冲进了教室。林默，你敢和我再比一场吗？面对苏然的挑衅，你很无语。你有大病吧？天天比有啥好比的？说完，你就朝着门口走去。听着全班同学的嘲笑，苏然的脸当即拉了下来。林默，你不就赢了我一次吗？有什么好牛的？有种就跟我再比一场！苏然冲着门口怒吼，而你根本就不想理会这家伙。此时班里同学纷纷起哄，楚依依也站了出来，反正也闲来无事。林同学，不如我们比比，不知道林默同学意下如何？你没想到楚依依竟掺和挤进来了。楚同学都这么说了，就比一比吧。见你答应，楚依依非常开心。光比试太过无趣，不如我们加一点彩头。不知道楚同学想怎么玩？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个小要求，怎么样？面对这条件，你直接答应下来。那就这样吧。这场终极对决的消息传开，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很重视。不过相比楚依，你反倒显得轻松很多。每天只用一班时间复习，其他时候都是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有时还会陷入沉思。这个时候你就会十分认真。从来到学校，楚依依就对你有着莫名的好感。还有就是对你那笔记本非常好奇，但却一直不知道答案。因为就算是上厕所，你都会将笔记本带在身上。越是了解你，楚依依就越加好奇。你不仅学习好，其他各方面都非常棒，尤其是你的演讲视频，让她眼前一亮。在好奇的驱使下，楚依依跟同班同学了解你的过往。当她知道你为安妙薇送了2年早餐，还被对方嫌弃的时候，楚依依非常不理解这个女孩为何嫌弃如此优秀的你。第二天，刚楚依依来到学校时，却碰见了安妙薇。她此时手里正提着一袋子东西，简单思索过后，楚依依便知道她这是在等你。因为楚依依的到来，让安妙薇彻底有了危机感，于是她今天一大早就提着一袋早餐来校门口等你。可让安妙薇没想到的是，你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走进了学校。林默，你等等我。这次安妙薇直接追了上去，但你却头也不回地走着，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林默，我买了你最爱的豆沙包和小米粥，你就吃2口吧。前世你就是这样追在安妙薇后面给她送吃的，可结果呢？如今看到安妙薇这样，你只觉得可笑。看见这一幕，楚依越发好奇，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这个样子？因为通过昨天的接触，他知道你并非无情的人。刚进教室，不少人就瞳孔巨震。安妙薇居然给林默送早餐，这是什么情况？此时安妙薇正将一袋早餐递给你，林默，你快趁热吃了吧。你只是瞥了眼对方，你不必如此。我们如今只是普通朋友，你现在根本就不想理会安妙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面对你的再次拒绝，安妙薇非但不沮丧，反而一把将早餐放在你桌子上。你现在不饿就等饿了再吃吧。你见状，刚想将早餐还回去，就看见了突然出现的楚依。我还没吃早餐，林默同学，你不想吃的话，可以给我吗？此时楚依笑得像只老狐狸。闻言，安妙薇瞪对方，咬牙切齿地说：“楚依，这是我送给林默的，你送给林默了，现在就是林默同学的了呀。”你自然能看出楚依是在帮自己解围，只是这方式就……此刻安妙薇看向楚依的眼神带着敌意，仿佛是在宣示主权。楚依本就对我没什么想法，但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她也不妨继续玩下去。楚依心思转动，看向安妙薇，不知道你对我这同桌了解多少？安妙薇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开口回答：“我跟林默青梅竹马，一起玩到大。”楚依若有所思，随后笑着说：“原来如此啊，难怪你那么用心的给林默带早餐，真是让人羡慕。”他话音刚落，你就站出来，将早餐还给了安妙薇。在你转身的瞬间，安妙薇直接哭了，她有的更多是悔恨。见状，楚依也有些懵，她本是想替你出口恶气，却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子。林默，你也太绝情了吧，快去安慰一下她。此时楚依向着你招手，闻言，你第一次冷漠地对楚依开口：“你要去就自己去好了，不要带上我。”这是楚依第一次见你如此冷漠，她有些不知所措，随即撇嘴：“不去拉倒，我才懒得管呢。”安妙薇哭过后，就趴在桌子上看着你，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她都一直在盯着你，这搞得楚依很尴尬。她一回头就能看见安妙薇的眼神，爱林默，安妙薇都盯着你看2节课了，她爱这么看就怎么看，这跟我有关系吗？你头也不回地说着。此时安妙薇却是满脸笑容，她拿出你送给自己的笔记本，走到你面前：“林默，我这道题不会，你教我一下呗。”安妙薇想借此来找你说话，而你却是头也不抬：“我没空，你不懂就去找老师问。”楚依见状只是瞥了眼，便重新低着头看书。安妙薇还想缠着你讲题，却被你冰冷的话打断：“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没空。”见你已经不耐烦，安妙薇只好退去。既然你现在心情不好，那我就等你心情好了再来问。说完，他就回到了的座位上。此对你却是摇摇头，没有过多理会。你每天回去都在研究放假后赚钱的路子，所有作业只在学校写。现在你就趁着空闲狂干作业。见你奋笔疾书，楚依好奇地问：“你平时这么喜欢写作业吗？”“我从来不写作业，老师也管我。”你被他这话逗笑了。
谁又会喜欢写作业呢？你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敷衍。本以为今天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你还是低估了安妙薇。晚上放学后，她就在门口等着你。旁边的同学见状都站着准备吃瓜。就在这时，楚依依走了出来。林默，你们还没走啊？看见是楚依依，所有人都给她让出一条路来。看见这架势，路人一副吃瓜模样，不知道这两大女神会不会因为林默打起来啊？想到这，众人脸上更加兴奋了。你被安妙薇缠着就很烦了，没想到现在还出现个楚依。如今这场面太混乱了，你是1分钟也不想多待。楚同学，天早点回家。说完，你便转身快步离开。楚依也明白了你的意思，他冲安妙薇一笑，安同学你也早点回家。说完，他也转身走了。安妙薇见你离开，随即追了上去，他一路小跑跟在你身后。林默，你等等我。而你对此却充耳未闻。再回到家后，你研究着未来行业的走向，思考该如何赚钱。对于安妙薇的纠缠，你决定在高考结束后跟他父母讲清楚。如今不说，只是为了不影响他高考，毕竟双方父母关系还是不错的。如果安妙薇还是如此，那你也将不会再讲情面，只希望他能认清现实，别再纠缠。第二天，你准备去学校时，却碰见了堵在路口的安妙薇。早上好，林默哥哥，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是烤红薯和你最喜欢的红枣豆浆。安妙薇提着早餐跑了过来，那叫一个热情，钱是求而不得的待遇，这一世你压根就不想要。安同学，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大家都快成年了，做事也该成熟一点。当初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只是同学关系，今天我再说一次，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可能。希望你今后只把我当做普通朋友。你不想再看被安妙薇纠缠，希望安妙薇知难而退，而你也不再停留，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见状，安妙薇急忙追了上来，然后将早餐递到你手里。你停下脚步看着他，想起了前世在5年后安妙薇对自己说过的话，如今你将其还回去。安妙薇，你知不知道你很烦，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的，请你离我远一点。说出这句话后，你大步流星的离开了。与其整天被纠缠，不如快斩乱麻。在你走后，安妙薇蹲在原地，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你决绝的话在他耳边不停回响。此后的几天，安妙薇没再给你送早餐，也没缠着你讲题，她只是默默跟在你身后，你干啥她就干啥，就如同当初的你一样。但不一样的是，过去安妙薇心安的接受你的好，而你却拒绝她的一切。时间一天天过去，第2次联考也即将到来。为了明天的考试，所有人都在认真备考。这一次，在校长的动员下，同学们比起上次多了几分干劲，所有人都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此外，所有人都期待你和楚依依的比试。原本你和楚依依将会是接下来几天的主角，但苏然却凭一己之力扭转了。他让自己在几小时之内一跃成为了江城的风云人物，也将清泉一中推到了风口浪尖。他竟然潜入了市教育局，偷了一份二模的答案。眼看林默和楚依依的第一次正式对决就要来临了，老师和同学们皆是期待无比。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苏然居然因为偷到二模答案而上了当地的新闻。消息一出，全江城都为之震动。高考恢复多少年了，江城市从来没有出过这样性质恶劣的事件。这个嫌疑人这次不光是打了江城市治安管理处的脸，也是打了江城市教育局的脸。然而这件事情的主犯，据说还是平时成绩相当不错的一位学生，名叫苏然。这让听到这件事的江城的大部分人都很不理解，他们实在想不通，既然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还要去做偷答案这样的事情？他有这个必要吗？这样的行为不是自掘坟墓吗？谁说不是呢？可惜了，本来成绩还不错，这一下把自己作死了。可惜什么？他活该。事情传出后，市教育局在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和当地的媒体渠道发布道歉视频，并紧急将江城市二模的统考时间后调了1周。本次是二模答案被盗事件事发突然，好在我们反应迅速，嫌疑人在作案现场被我们当场控制，以至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过这件事还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今后我们将继续完善保密制度和保密管理流程，争取将嫌疑人的违法侥幸心理消灭在萌芽状态。苏然事件在江城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消息很快传回了清泉一中，班主任大为震惊。他在办公室从其他老师口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被气得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这个苏然真不让人省心，我当初就不该要他来我的班级，一天天净给我惹事，平时调皮也就罢了，这次居然借口看病跑去偷二模的答案了。苏然，老子这小庙容不下你，你今后爱去哪去哪吧！班主任在办公室气得破口大骂。身为老师的他可是知道，在这样级别的考试中偷答案，其后果有多严重，禁止参加这一届高考那是必然了，搞不好还得坐牢。看事情的严重程度等因素定。可现实还有，不止苏然要受罚，就连作为班主任的他也要受到牵连。而网上还有教导主任、校长，他们或许也要挨教育局的批。事情真的很严重。消息很快在清泉一中不胫而走。清泉一中里众说纷纭，听说了吗？苏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偷到了全市二模的全科答案，真的牛逼 plus。 这么炸裂的消息当然听说了。话说苏然那家伙到底怎么做到的？这个我知道，听说他提前1天请了病假，谎称在家养病，然后伪装成新来的学校老师，以交付档案的名义去教育局踩点。找到试卷答案存放的档案室之后，他又藏在教育局大楼厕所里等了好久，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出手偷答案。可没想到他的灯光吸引了巡逻的保安，最终被当场抓了。牛逼！苏然真他妈是个勇士，他要是身在战乱年代，怎么着也能混个间谍当当。关于苏然的传说一时间漫天飞舞，而那因此一战成名的苏然还久久没有出现，他恐怕回不来了。同学们几乎一致认定苏然要被开除了。我估计是上次输给林默恼羞成怒了，这次想赢回来。这家伙真的傻，为了赢林默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这下好，自己的一生都毁了。谁说不是呢？就在所有人都在议论苏然的时候，网络上、报纸上开始出现大量媒体从报道的多个关于苏然的消息，更有媒体声称这是他们采访到的苏然的一手资料，绝对真实。不少人出于好奇买了他们的报纸。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那些消息中不仅有关于苏然，还有一个江城不少学生都听过的名字——林默。哎，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苏然居然说自己去偷答案，居然是一个叫林默的指使的，离大谱啊！没看报纸，但我看新闻了，林默不就是差不多1个月前在网上大火的那个清泉一中的高中生吗？他当时的演讲视频我还看了呢，讲得很真实，我都听得感动了。那你先别急着感动，听说林默上次的一模中每写作文都考了688分，其中数学、英语和理综都是满分。当时听说这事，我就觉得蹊跷。现在结合这次的偷答案时间来看，我觉8成这个林默上次也是偷了答案，否则他怎么可能考那高分？有道理啊，细思极恐。传言一旦有了莫名其妙的依据，便会发展成3人成虎的态势。苏然的热度还没过去，很快林默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而此刻的苏然还蹲在警察局里，他自己的事情败露，眼看再无翻盘的希望，便趁着一些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刻意将林默的名字提了出来，妄图将林默拉下水。其心思不可谓不毒，他这次是真的想和林默同归于尽。此时的苏然宛若一条疯狗，还是得了狂犬病的那种，口中大喊着林默。林默也看到了新闻，不过对于苏然的污蔑，他毫不担心。轻者自轻，欲加之罪虽然可怕，但没有证据又有何担忧？林默这天还是照常上学，只是教室里2位警察叔叔早已在等待。林默不出众人所料的被带到了楼上的音乐教室接受调查，同去的还有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林默被带走之后，整个楼层的同学都围了上去。审讯室门口的同学静静的竖起耳朵听着，而离得远一些的同学则在七嘴八舌的讨论。完了完了，林默不会真的偷了答案吧？亏我之前还那么喜欢他，偶像他防了，你还好意思哭？之前就警告过你别喜欢林默，你就是不听。你说说，被你喜欢的哪个没他防？坤坤、妍妍、峰峰，现在又多了个默默，请无视这句话。在场不少人本来对林默还有一些信任，毕竟那是他们清泉一中传说级别的人物，可面对这样的场景，他们又忍不住对林默产生了怀疑。毕竟连警察叔叔都来了，越来越多人不看好林默。可这时候的安妙薇却表示绝对相信林默，林默绝对没有偷答案，林默绝对没有偷答案。安妙薇也没想到他能在这种场合有勇气面对这么多人大声说出这句话，就连一直和他关系最好的龚丽丽也十分惊讶地看着他。安妙薇似乎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她现在的状态是真的喜欢林默，这种时候了还帮林默说话，只可惜林默已经不喜欢他了。对于安妙薇的话，平时认可回应他的，顺着他的声音挺多的，但今天似乎不同以往，就连他自己也深有感触。自己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明显有些人看他的眼神都似乎充满了讥笑。咱曾经的大校花为林默说话了，呵呵，西西啊，我记得似乎你以前说过不喜欢林默吧？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但是好像晚了点呀，现在的林默好像不喜欢你哦。一些曾经对安妙薇喜而不得的人不断出言讥讽安妙薇，安妙薇一直默默承受，没再说话。不远处楚依依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局面，她在细细思量。林默还没出来，而人群中不和谐的声音还在继续。安妙薇，你现在为林默说话，将来可别后悔。上次全校几乎所有人的成绩都多多少少有退步，但林默的成绩提升太恐怖了，这件事大家都有目共睹。现在细细想来，一切或许都是苏然和林默合作骗所有人的一个局。对，一定是这样。苏然明面上和林默势不两立，但背地里俩人合作，一起偷答案作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什么学生之间的 PK， 原来都是幌子啊！我靠，细思极恐。不少同学在这样的言论影响下渐渐沦陷，在相信林默没有作弊和相信林默作弊之间，选择后者的人越来越多。毕竟3科满分的成绩实在太过炸裂，尽管林默再优秀，他们也不再相信这样的分数会出自清泉一中一个普通学霸林默的手中。要知道楚依依都没考过那样逆天的分数呢。就在不和谐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楚依依灵动的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我也相信林默。果然他一开口，周围渐渐就安静了下来，紧接着这种安静扩散开来。我相信林默没有作弊，他不是那样的人。楚依依郑重其事地说道。本来只有安妙薇为林默说话，那些对林默不满的同学还随口污言秽语地对待安妙薇无话可说，但楚依依一说话就不同了。她不仅是现在的校花，喜欢她的男生起码能从这教室排到清泉一中校门口去，她还是来自江城一中的学神，老师们面前的红人，她更加是江城首富之女，要是可以娶了她，未来3辈子都可以躺平了。楚大校花，你才来清泉一中多久呀？你对林默了解不够多的，听我们一句劝，早点远离林默，免得被牵连。就是你看林默如今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吧，他压根就赢不了你的。这些人不断的劝说着楚依依别多管闲事，但楚依依何其聪明，何等有原则。我说了，我相信林默，我们做同桌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通过我的观察，他的人品没有问题，他的实力也没有问题，他以前的成绩只是他不想那么高调罢了。我相信一模的成绩就是他自己的真实水平。楚依依的话铿锵有力，不断的在场中回响，有同学开始动摇了，他们开始窃窃私语，交流林默到底值不值得相信。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男生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听到你们在这议论林默，哥们实在忍不住了，厕所我也不上了，今天就跟你们在这掰扯掰扯，告诉你们，我顾小生自打认识林默以来，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他太牛逼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次数学150分，英语150分，理综300分吗？为什么？因为试卷只有那么多分啊！要是数学有200分，我甚至毫不犹豫地相信默哥有实力考200。楚一来之前，我和林默做了那么久的同桌，他的性格我一清二楚。之前他为了低调，一直在隐藏实力啊。顾小生一来就冲着人群一顿输出，这场面与当年诸葛先生舌战群儒可谓不相上下了，场面那叫一个精彩。而下一刻，林默面带笑颜推门走出来后，众人的脸色更为精彩。他们看着眼前林默和警察叔叔相处和谐的画面，满脸的不可置信。就这么结束了，林默没事。感谢林默同学配合调查，希望你在今后的学习和考试中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加油，未来的省状元。门口拿着一张试卷的警察叔叔与林默寒暄2句之后，在众人的目视中缓缓离开。直到此时，原本门外的众人才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林默经受住调查了。楚依依见此，终于松了口气。安妙薇的脸色也露出喜色，但目光不自觉地瞥向楚依依的时候，她还是显得不开心。顾小生连忙朝林默迎了上去：“默哥，没事吧？放心。”林默依旧那样淡定从容。就在林默和顾小生交谈的时候，方才那质疑林默的人当中，还有人不甘心地问道：“老师，林默真的没事？”班主任笑笑说：“那当然。”刚刚警察带来了一张全新的理综试卷，林默不仅仅再次考了满分，而且只用了1个小时。这次的事件不过就是苏然为了报复林默，所以朝林默泼脏水罢了。好了，谣言不攻自破，都各自回去吧，聚在这里像什么样子？班主任说完就走了。林默的事情告一段落，但还有苏然这个刺头的事情还没处理呢。不久后，江城市教育局联合公安局发布了对苏然的处理结果。关于苏然的处理通告，苏然18岁，现就读于清泉一中高3 1班，成绩优异。本次事件，他的行为对全市同学和老师极不负责，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然，考虑到苏然本次的行为虽恶劣，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加之平时学习成绩优异，实为不可多得的人才，经组织慎重研究决定，对苏然处以1年禁考，并留级休学处理，禁止参加今年的高考。对于苏然的处理通告已经发出，在社会上立刻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干得漂亮，就是得治治这帮总想着走捷径而不顾及他人感受的家伙。大多数人对于官方对苏然的处理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苏然被剥夺本届高考资格，并严令其退学之后，他就再也没在清泉一中的校园里出现过。他的所有物品都是他的家人帮忙收拾打包带走的。他的道歉最终以视频的形式出现在清泉一中。关于苏然的处罚处理结果通告，全校大会上也出现在江城市官方媒体报道中。视频中，面色蜡黄、毫无精气神的苏然表现得唯唯诺诺，甚至不敢看镜头。这样的场景看得同学们纷纷拍手称快。坏种，让你猖狂，遭报应了吧？哈哈哈哈！就是活该，活该啊！这家伙就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看着苏然最终狼狈的下场，当初为林默鸣不平的人纷纷拍手称快，但那些曾为苏然说过话的少数人，此刻也对苏然充满了怨恨。哎呦，别看我啊，我当初不也是听信了苏然的鬼话吗？这才冤枉了林默，现在想想都觉得气愤，都怪苏然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就是要不是苏然误导我们怎么会不相信林默呢？他一直都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呢。不是，你还看我干嘛？你不相信我，要不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看。至此，苏然事件渐渐平息，但此次事件产生的余波却还未消散。教室、操场、街头巷尾依然能听到议论苏然事件的声音。不过，是热点就都会有时效性，所以现在关注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没有波澜的生活注定无味，或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苏然终于黯然退场。现在清泉一中的聚光灯完全落在了林默和楚依依的身上，大家的目光逐渐的转移到了林默和楚依依身上。林默，清泉一中常年霸榜排在第一的学霸，是一模的时候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楚依依，江城市一中常年霸榜排在第一的学神，突然转校去了清泉一中，这两人的第一次正式对决一定很有趣。而这件事在苏然事件之后，以清泉一中为中心迅速传播开来。楚依依在积极的备战，林默还是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二人的状态虽然有些差别，不过所有人对这二人之间的 PK 依然充满了期待。到底是楚依依会继续延续不败神话，还是会由林默创造新的传说？此刻没人知道，所有人都翘首以盼，而支持林默和支持楚依依的声音各占一半。新的一天终于来临，是二模最终启用了备用的2类卷。这样的备用卷每次大型考试的时候都会有准备，只是却从来没有类似今天启用过。而这一切也似乎冥冥中早就注定，这次考试不同寻常，题目不是一般的难。一般来说，备用卷都比较难，出卷的老师们也没有想到会用这套试卷。当语文考试结束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生开始抱怨，这套卷子简直太变态了，谁说不是呢？靠，该死的苏然，我这次恐怕都不会及格了，要被我爸妈混合双打了。可不，这题真 TM 变态，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这才仅仅只是开始。当数学考卷发下去，仅仅1分钟，考场瞬间陷入安静之中，几秒后才响起惊呼：卧槽，怎么回事？
这最后一题文字就这么多行，不知道的还以为考的是语文，这是什么变态试题？这道题，众位同学都震惊了。数学考试结束之后，同学们几乎是一个个虚脱一般的走出了考场，他们需要好好休整脑细胞，才能恢复如初。这题太难了，我感觉这辈子的智商都耗费在他身上了。我连选择题倒数第3题都解不出来，这最后一题是人可以写出来的。特别是1号考场，本来考完之后，考场的各个学霸都会对一下最后一题答案，但这次却没有人说了，因为最后一题根本无从下手啊。就连楚依依都是皱紧眉头思考着，很显然最后一题也难到他了。林默，这最后一题你画了几条辅助线？楚依依忍不住凑到林默旁边问。楚依依的话瞬间吸引了1号考场的各位学霸的注意，纷纷围了过来，希望听到林默学神的答案。6条辅助线，这题对于高中来说已经超纲很多了。林默淡淡的回答4。听到林默的答案，一群学霸纷纷抽了口冷气。6条辅助线，我勒个去，6条辅助线居然有6条，这题也太牛了！我擦，这么厉害，我连4条辅助线都没画出来呢。我感觉这次考试肯定惨了。哎，算了，反正这次我是拿不到前10名了。我也是，你们只震惊需要6条辅助线，就不震惊一下林默学神竟然做出来了，我服了。林默威武，林默无敌，学神永远是学神。就连楚依依都是有些钦佩的看着林默，这最后一题他都没有解出来。林默，我只画出了5条辅助线，你可以教我一下这道题怎么解吗？楚依依眨巴着眼睛，期盼的盯着林默看。卧槽，天才校花找学神请教问题了！哎呀呀，林默牛逼，林默无敌，林默学神牛逼！周围又爆发一阵欢呼。林默抬眸看向楚依依，眼里带着笑意，点头好。随即从头开始讲解这道题。当林默的第6条辅助线画出来之后，楚依依眼中立刻绽放出明亮的光芒。她很聪明，如今看到第6条辅助线的位置，立马便知道了接下来的步骤。林默，谢谢你，我已经懂了。楚依依抬起头，嫣然一笑，如盛世美颜一般耀眼迷人，让周围男同学顿时看呆了。楚依依不愧是天才校花，长得漂亮不说，成绩还那么优秀。门口，安妙薇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眼眶逐渐湿润了起来。曾经，林默也是这样跟他讲题，那个时候他的眼中只有他。可现在，如果说是一模的结果让江城市的高中学子们记忆犹新，那么是2模的过程，足可以说是江城市所有高中学子的噩梦。本来2模第1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以为语文和数学就已经够难的了，谁曾想第2天的英语和理综已经不能用难来形容了。用他们的话说，这题出的真 BT， 不少人的试卷英语的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压根都读不懂，而理综不少重点班同学的试卷后面大题都是空白的，其难易程度可想而知。考试结束后，有些心理脆弱一点的同学甚至都哭了，那是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即便这只是一次2模，但谁又能轻松的接受10年寒窗却换来这样的结果呢？而且不要忘记了，到时候成绩发了，还有家长那一关啊。家长可不会在意你是第几名，只在意孩子考了多少分，怎么比上次低了这么多。虽然有些人名次可能没有降，但是总分少说要掉好几十分，甚至有些科目还会不及格。那到时候家长知道分数之后，是男子单打还是女子单打1，或者是男女混合双打呢？考试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晚自习，下课了，高3、1班也没有人离开，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埋头学习。班主任来巡查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场景都懵了，以前可遇不到这盛况，不说放学了，一下课那家伙一个个瞬间就来了精神，争着抢着往教室外跑。而现在他们表现出的样子似乎非常热爱学习。班主任看着挫败的学生们，心中不由得感慨，不得不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模拟考的时候经历挫败打击，总比真的到了战场上再经历要好得多。虽然他也是出2模试卷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当初出这个试卷的时候是随意的态度，他站在门口劝了一下大家早点回家吧，争取3模考得更好。班主任走后，教室还是没有人离开，只有林默和楚依依在默默收拾自己的书桌。楚依依看了一眼那始终古井无波的林默，心中不由得有些敬佩。这次考试连他都感觉发挥受阻，考得不好，但林默却并没表现出任何的情绪波动。楚依依不禁暗自佩服，因此他更相信林默之所以如此淡定，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这在考数学那一堂的时候他已经见识到了，他请教林默问题也是有这个私心的。林默，你说这次咱俩谁会赢？楚依依虽然表面云淡风轻，但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林默就知道了楚依依信心不足。如果自己有信心取胜的话，压根就不会问出这句话。这场考试在交卷的时候，结果已经注定，不管最终如何都无所谓了。这场比试已经结束，我现在要面对的是高考。林默依旧没有正面回答。结合楚依依现在的情况来看，他这次9成是要赢了。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给自己留余地，另一方面也给楚依依留点余地。这就是高手，保全自己的同时给别人留了余地。楚依依冰雪聪明，当然能听到林默的言外之意。别问了，我的心中已经没有对手。他没有多说什么，认可了林默的实力。他知道自己来清泉一中来对了，林默真的不简单，他以前果然是在隐藏实力。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楚依依很高兴，眼前这个总是充满神秘的男孩，总是云淡风轻的面对这一切。他的容貌虽然才18岁，但他的气质却不是这个年龄孩子应该有的。他的身上仿佛有着一个深深的谜团，让人忍不住去探寻。楚依依看着林默离开的背影笑了，
他笑自己终于找到了对手，也终于有了朋友，一个十分简单的朋友，而不是因为他的美貌与家境而交的朋友。而这样的一份友谊却让楚依依感到了满足，他来清泉一中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隔壁的安妙薇看着这一前一后离开的同桌俩人，心中别提多羡慕嫉妒了。但他不是楚依依，也不是别人，他永远也靠近不了林墨了。他不甘心。之后的2天是二模的阅卷时间，同学们的悲伤和那阴郁的心情却还是如顽疾一般萦绕在他们头顶。即便拥有神奇魔力的时间，也没有让他们脱离痛苦。教室里比以往安静了不少，也几乎没有几个人对答案，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结果公布。考完之后，之前废弃的试卷也发下来当作业了。看到上面的题目难度，所有的同学都哭了，因为要不是苏然，这次也不会启用2卷，也就不会有这么难的题目了。苏然，我恨你！苏然，你自己想死别坑我们啊！同学们都将矛头指向了苏然。如果不是苏然偷试卷，又怎么会启用难度逆天的备用卷？第2天，第1节课是语文。当那个一身中山装、戴着眼镜的男人夹着一沓试卷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低着头，沉默不语。上课，起立！林墨喊道。老师好！一起喊道。全班56人，此刻声音却有气无力。语文老师诧异地看着眼前仿佛丢了魂的这56位同学，怎么都没吃饭啊？年轻人要有点朝气，学学林墨。这一声起立喊的还是铿锵有力的。大家再来一遍，大声点！上课，老师好！哎，这就对了吗？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缓缓坐下，却依旧低着头，只有林墨和楚依依和平常一样。干嘛？大早上一个个垂头丧气的，都打起点精神。不就是这次考试很难吗？实不相瞒，老师自己也做了一张，结果才刚刚及格。噗嗤！听到语文老师这么说，很多同学都笑了起来。原来连老师也才刚刚及格呀！这下班里也算是重新恢复了欢乐。好，既然大家都清醒点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二模大家的成绩吧。终于到了这一刻，所有人脸上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这次考得太差，让很多人一度不想面对，也不敢面这一刻。但同时还有很多同学想知道林墨与楚依依2位学霸的成绩啊！同学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林墨同学和楚依依同学以146分的成绩并列语文单科第1名！鼓掌！随着语文老师铿锵有力的声音落下，教室里轰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林墨与楚依依集中过去。而这2位学霸比试的第1场语文成绩已经揭晓，林墨和楚依依并列第1，这实在太让人震撼了。这结果一出，全班所有人没有不对林墨由衷佩服的。上次林墨没有写作文，不是他写不出来，而是真的不想写啊！林墨真的太不简单了，没想到他以前隐藏的这么深。是啊，谁能想到林墨以前常考第1的成绩，还是放水之后的结果？这实在太打击人了。放水？那放的是海吧？大海啊，你为什么全是水？语文老师此时看着楚依依的目光中有赞许，但他看向林墨的时候，眼中更多的是欣喜与欣慰，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看向林墨的时候，他为林墨感到高兴，因为林墨是他一直教导的学生，是真正由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他对林墨更喜欢，同时也为林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高兴。楚依依对他而言，虽然同样是他的学生，但楚依依转到他们班里的时间太短了，他对楚依依并没有太多了解，所以对于楚依依，他只有欣赏楚依依的能力，同时也为自己高兴，因为江城市语文分数最高的2人在他的班级，2个人竟然还是相同的分数，这件事听着太震撼了，值得他在这清泉一中吹个20-30年的。林墨淡定地走上讲台去领取试卷。林墨考得不错，继续努力，谢谢老师夸奖。楚依依跟在林墨身后，她的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她曾预测过林墨的语文成绩，但她也没想到林墨居然和自己考了同样的分数，这着实让她意外又惊喜。如果林墨上次一模的时候语文也按照这个水平发挥，那么他一定会是第1名。楚依依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林墨真的不简单，他以前一直是在隐藏实力，为的就是高考一飞冲天。他到底能飞多高呢？楚依依，你也考得很好，继续加油！谢谢老师，我会的。楚依依接过试卷的时候，所有人都盯着他和林墨，他们仰望林墨和楚依依的眼神，看上去就像是在仰望一座高峰，那么让人震撼，让人向往。尤其这2人往那讲台一站，一个1.8米的阳光开朗帅气的学神，另一个1.7米大长腿的天才校花，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天生一对啊！怎么看都怎么般配。面对这样的场景，有人羡慕，自然也有人嫉妒。就像那坐在不远处的那对好闺蜜安妙薇和龚丽丽，她们看着楚依依的眼睛都直了。林墨，你真的喜欢楚依依了吗？安妙薇自言自语，神情忧伤。微微，我们2个，不对，是你，你真的得好好努力了，不然只会离林墨越来越远。尤其高考之后，如果你和林墨分数差距太大，他肯定不会和你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搞不好都不能在同一个城市。真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再想见他一面都难。而楚依依的成绩，恐怕未来他们2个会在同一个学校，到时候就更难了。龚丽丽一边劝导安妙薇，一边暗自叹气。以前林墨喜欢安妙薇的时候，他可没有少占林墨的便宜，现在好了，什么便宜都没了。安妙薇自然知道龚丽丽说的没错，但她也清楚自己现在和林墨的差距现在有多大，特别是林墨身边的楚依依，她太优秀了，让安妙薇唯一的优势都压下去了，她可能永远也无法像现在的楚依依那样站在林墨的身边。唉，除了羡慕嫉妒恨还能做什么呢？安妙薇也很不甘心，但也很无奈。她想，
或许大学不能和林默在同一个学校了，但至少得在同一个城市。他不断的给自己打气，一定要考到燕京的大学，一定可以做到。语文成绩公布之后，结果还是像大部分人预料的那样，果然平均分低到让人绝望。可以说，这是他们一班几乎所有人有史以来语文考过最差的一次。150分的卷子，平均分92.3分，谁能接受这个结果？高三一班要不是因为有林默和楚依依这两尊大神在，估计语文平均分就不及格了。好在林默和楚依依确实是给力，以一己之力扛起了一班的大旗，成为了学校10个班中唯一一个平均分及格的。而林默和楚依依语文以146分的成绩并列第一的事情，也因此迅速在清泉一中传播开来。随着消息不胫而走，清泉一中的同学和老师们再次感到了林默实力的可怕。他不但在题目如此难的情况下考了146分，远远超过学校的语文第3 128分，甚至还和楚依依分数一样并列第一。要知道，那可是曾经蝉联江城市第1名的美女学神楚依依啊！几年了，无人能与她争锋。如今突然杀出来的林默，一来就直逼楚依依第一的宝座，这样的盛况还真是振奋人心。现在，所有人都真的开始对林默和楚依依的其他科目的成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有人都翘首以盼。1天后，所有二模的成绩全部公布，而在那清泉一中那面传承多年的红色荣誉墙上，林默的照片依旧稳稳扎在最高的位置，而第2的位置已经被换上了一张灵动可爱的女神照片。楚依依，她居然仅仅是第2名，我靠，什么情况？楚依依第2，林默第1，林默到底考了多少分？她居然超过了美女学神楚依依，让一下，靠！别挡着我看林默楚依依的分数啊！逆天屠神，林默恐怖如斯，我靠！林默到底考了多少分？在一片的震惊声中，林默的名字再次响彻清泉一中。然而，就在那些因为荣誉墙上排名而震惊的时候，林默和楚依依的成绩开始在人群中流传开了。这次考试太难了吧？全校第3竟然只有620多分，估计全市第3都上不去700分了。同学们，清泉一中的天要塌了，江城市的天要塌了，惊天大事啊！林默和楚依依的最终成绩公布出来了，楚依依总分706分，高全校第3，足足80分，牛逼！不愧是楚依依，不愧是美女学神，沸羊羊！哦不，哥们，你先听我说完。楚依依考了706分是很牛逼，但是默哥总分746分，牛逼！社会我默哥人狠话不多。什么？林默总分746？卧槽，真的假的？同学，你确定你没搞错？我靠！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到的分数，我拿我的坤坤发性命誓，林默的总分就是746。林默除了语文考了146，其他3科全都是满分。天哪，林默这也太逆天了！这次他居然甩了楚依依40分，这不得是妥妥的全市第一呀！牛逼，真牛逼！谁说不是呢？上次一模他就是语文除过作文丢了2分，其他都是满分。本来以为够逆天了，没想到这次题目难出天际了，其他3科还是满分。难道他的极限就不在这里？依我看，是数学、英语和理综这3张试卷的总分太低了，否则他甚至能考更高。对，一定是这样。随着所有科目的成绩公布，这场备受瞩目的江城市2模落下了帷幕。但林默和楚依依的故事仿佛才刚刚拉开序幕。这场考试带给了清泉一中太多惊喜，也带给了江城市太多惊讶。谁也没想到，在清泉一中还隐藏着这样厉害的一尊学神，居然超了楚依依40分，简直恐怖如斯。没有人能理解林默到底是如何在题目难度如此大的情况下还考了3个满分，这是怎样的水平？这样的分数，即便放在高考的时候，那也是绝对的炸裂。全国第一，在清北那样的顶尖学校里，也绝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位置。可就是这样厉害的一个神人，他以前居然默默无闻的在清泉一中待了这么久，这着实让人惊讶了一把。而林默的事迹不止给当地的部人带来了震惊，也让不少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话说了。别跟我说这次考试难，你们全校第一不是考了746，别人可以考这么多，你就说难。你看看人家林默，你再看看你自己，我们花那么多钱供你上最好的学校，上次都有630分，结果这次你就考590。当那些孩子在面对父母这样的斥责时，他们也常常背对的哑口无言，只能仰天长叹。苏然，我恨你。而林默面对这个成绩很淡定，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的自己之所以这样牛逼，除了本来天赋就不低之外，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重活了一世。而在上一世，他就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再加上后边大学4年的积累和这一世的超强记忆，他对于高中阶段的知识点的认知以及答题方向的把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现在的他在看那些试卷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光只是一张张纸，而是真真实实存在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语言文学、数字学术、英国语言、物理想象、化学反应、生物特征。所以在面对那些题目的时候，他几乎信手拈来，就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那些考到的知识点。林默的优秀被楚依依看在眼里，虽然他这次输了，但他输得心服口服。即便从神坛跌落，他也毫不后悔自己来见了林默，因为从他这段时间对林默的观察来看，他心中早已料到了这次考试的结果。他庆幸自己对林默的判断是对的。接下来的时间，他想好好的跟林默讨教学习，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同时，他将履行当初和林默的约定，可以答应林默一件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那就看林默怎么说了。林默，恭喜你成为了江城市第1名。楚依依笑颜如花地看着林默说道。林默回以微笑，谢谢，这次不过是侥幸罢了，你就不必谦虚了。这次题目这么难，你都考了746，这样的实力，
考全国状元应该都没多大问题，我和你压根没法比。果然，题目难一点，差距就很明显了。楚依依说着轻叹一声，林默随即安慰道：“每个人都有长处，也许我不过是擅长考试罢了。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对了，林默，之前我们约定，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个要求，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楚依依郑重地说道。林默仔细思索了一下，楚依依能帮到他的地方似乎还真有，但现在还不到时候。如果可以等的话，2个月后高考结束了，我有个几个亿的项目，嘎嘎赚钱的那种，大小姐要不要了解一下？算了。也不知道到时候人家同意不，别被当成骗子送进去吃国家饭了。楚依依的话吸引了全班同学的围观，尤其是男生纷纷竖起了耳朵，他们可都知道楚依依是谁啊，江城市的天才校花，也是他们的偶像。现在他居然说要答应林默一个要求，那么林默会提出什么要求呢？哇塞，想一想就好激动。什么要求？林默自己都不知道要提什么要求，而楚依依正带着微笑看着他，静静等着他的回答。亲一个，亲一个。突然教室后面传出这么一道声音，让所有人愕然。林默回过头去，只见顾晓生给他使了一个眼色。这家伙安静片刻之后，顿时让整个教室都沸腾了起来，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叫嚣着要亲一个。即使楚依依性格再温婉恬静，此时听到同学们这样起哄，脸蛋也忍不住红了起来。林默哭笑不得地看了眼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好了，大家不要闹了。林默制止大家，让他们安静下来。楚依依同学，对不起，这件事下次再说吧。林默对楚依依抱歉道。楚依依望着林默脸上的歉意，心中对林默的好感再次增加了一点。下次再说吧。看见林默与楚依依没有发生想看的事情，周围的同学们发出一声遗憾的声音，就连顾晓生都为林默着急。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就不会好好的把握呢？而此刻在光荣榜面前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戴着黑色帽子的身影，他看着光荣榜第一上面的名字，双手不由得握紧了。林默，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我又怎么会被同学嘲笑？如果不是你，我又怎么会去偷答案？如果不是你，我又怎么会被剥夺高考资格？帽子下那张有些俊朗帅气的脸庞，此时变得扭曲狰狞起来，一双阴沉的眸子闪烁着怨毒的光芒。他恶狠狠地盯着林默的名字，仿佛要用目光杀死他一般。他是苏然。夜晚，班级门口，林默与楚依依一起离开的时候，再次遇到了等候已久的安妙薇。林默，安妙薇刚朝着林默走去，林默直接无视走开。现在是晚上10点多，校园里的灯早已熄灭，同学们也已经走了，只有稀疏的树木和昏暗路灯投射的斑驳影子照耀在林默和楚依依的身上。安妙薇刚刚追上来，一遍遍发声了。突然，一旁的大树背后窜出一个全身穿黑衣服的人，他跑得飞快，在他的手中寒光闪烁，似乎是一把利刃，而他奔去的方向是林默。楚依依意识到不妙，他突然惊叫：“林默，快躲开！”楚依依大喊提醒林默的同时，自己也冲了上去，拦在了林默和那手持利刃的人之间。一切来不及思考，完全都是他下意识的行为。而被突然出现的黑影吓了一跳的安妙薇，则是下意识的后退了好几步。而就在此时，林默也意识到了危险，眼看着那手持匕首的人冲到跟前，举刀就不顾朝楚依依捅了过来。林默眉头紧皱，楚依依这丫头这么危险，挡在自己面前干嘛？他也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一手拉住楚依依，猛地朝自己一拽，顺势一个转身，将楚依依揽在自己怀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默将自己的后背露给了那人，那人的刀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朝着林默刺去，而楚依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黑衣人持刀冲过来。林默！楚依依惊叫一声，但林默距离那手持短刀的歹徒太近了，这一击他根本不可能避开。而那戴着黑色口罩、穿着黑色冲锋衣的人，眼看自己的目的就要得逞，他的嘴角在路灯的映射下划出了诡异的弧度。林默，你给我死！他举着刀奋力一刺，刺了，短刀划破空气，捅在了林默的右肩处。因为就在那刀子就要捅进他后背的瞬间，他下意识地朝左边跨了一步。就是这小小的一跨步，让他躲过了致命一击。一击扎中林默，虽然未直接对林默造成致命伤，但那歹徒似乎更兴奋了，他猛地拔出刀子就要冲上去再行凶。林默虽然右肩处剧痛，但反应能力更快了，他现在每个神经现在都在高速运转，所以就在那歹徒就要再次下刀的瞬间，林默松开左手怀中的楚依依之后，立刻朝后猛地蹬了一脚。虽然这一脚力度不大，但那人对此根本没有丝毫防备。加之林默比这人高出了半个头，林默在这危险关头下意识踢出的这一脚，竟直接命中了那人的胸膛，那人被踢得往后踉跄了好几步。而在他的身后，那黑衣人见一击未果，又疯狂地朝着林默冲杀过来。林默，你给我去死！这黑衣人撕心裂肺地嘶吼着，宛如来自地狱的魔鬼。他奋力冲向林默的时候，义无反顾。林默眉头紧锁，眼神犀利，砰！找到机会，他用尽全身力气，狠狠踹出去一腿。那黑衣人没料到林默还能反抗，硬挨了这一击，身体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一棵树上。嗨！黑衣人躺在地上，捂着肚子爬不起来了，似乎是听到了动静。校门口的保安大叔与一位西装革履的寸头男一起跑了过来，将那个黑衣人制服了。楚依依连忙上来搀扶住林默。林默，你没事吧？没事。林默摇了摇头。楚依依看着林默校服上红红的血液，眼泪止不住的涌出眼眶。她强撑着自己没哭出声，一边急忙脱下自己的校服外套，帮林默扎住右臂的伤口上方止血。
而那西装革履的寸头男在制服黑衣人，将其交给保安之后，迅速朝着楚依依走了过来。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快准备车，我同学受伤了，我要送他去医院。是。西装男朝着楚依依重重点头，然后快速朝着校门口的一辆黑色的奔驰跑去。林默知道这人绝对是楚依依的司机兼保镖，他很想感叹一句有钱真好，但伤口的疼痛让他保持了清醒。楚依依，我没事，我自己。林默，你别说话，保持体力，你的右臂都被扎穿了，失血过多，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这次无论如何你也得听我的，我送你去医院。林默没有再说话，此时他的脸色已经开始泛白，这是失血过多的征兆。看着林默鲜红的血液不停地从肩膀涌出，楚依依满脸尽是担忧的神色，她不断地祈祷着，她好不容易才有了林默这样一个朋友，她不想失去林默。方才千钧一发之际，她本来下意识地去为林默挡刀，但最终却被林默护在了怀里。楚依依从未有过这种被人拿命保护过的经历，所以当她的脑海里每每回想刚才被林默护在怀里的瞬间，她的心中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安全感。林默，你没事吧？这个时候安妙薇终于反应过来了，连忙跑了过来，她伸手试图想要去摸林默的额头，但林默却避开了她的手。安妙薇同学，林默受伤很严重，我要带他去医院，麻烦你告诉林默妈妈一声，别让他担心了，谢谢。好。安妙薇点点头答应，看了看受伤的林默，一旁楚依依关切的眼神，咬着唇，心里五味杂陈。她知道在黑衣人突然出现，她被吓得后退，而楚依依勇敢地挡在林默面前的时候，她就彻底没有机会了。她比不过楚依依，不管是身材、容貌、成绩还是家境，楚依依都比她强得多，而现在楚依依的勇气也比她强得多。不过他心中也有最后一个疑问，如果刚刚黑衣人刺的是他，林默会不会为他挡那一刀？不远处的司机已经将车开了过来，楚依依连忙扶着林默坐到了车的后排。林默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脸色越来越苍白，楚依依焦急的不得了。林默，你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去医院。楚依依慌乱的说着，眼睛却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林默虚弱的笑了笑，轻轻拍了拍楚依依的手，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可是打不死的林默，还逞强，你都这样了。楚依依擦掉眼泪，努力扯出了一抹微笑，却笑得比哭还要苦涩。开车的司机忍不住通过后视镜看着这一幕，神色有些怪异。自家的大小姐似乎有些过于关心这位受伤的同学了吧？莫非大小姐一定要转学，就是因为这小子？看来这件事情务必要让老爷知道了。他被派来大小姐的身边，除了保护大小姐，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打听让大小姐转学的原因。如今看来，多半就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家伙了。林默醒来的时候，他正在躺在一张星空蓝色的大床上，天花板上是星星点点的星空壁纸，在屋顶的中间静静悬挂着一盏水晶流苏大灯，整个场景极具梦幻色彩。而环顾四周，他更是惊讶地发现，这间足有普通人客厅那么大的卧室，全屋竟然都是用浅粉色乳胶漆打造，四面还设计了花纹壁纸，就连地面都铺着刻有各种花纹的浅粉色地毯。离床最近的地方是一张梳妆台，同样也是粉色，比他的课桌都宽敞。镜子在中间，两边的3层小格里，从低到高依次放着由大到小的一套极为精致的盒子。梳妆台斜对面还摆放着2个浅米色的沙发，上边摆满了迪士尼的毛绒玩具，另一个角落则摆放着几盆含苞待放的兰花。他挣扎地从床上坐起身，抬手揉了揉太阳穴，只觉得自己的思维还有些混沌。这样的房间不用想，主人肯定是女孩，而她的家境也一定极好。林默也是瞬间就猜到了这是楚依依的房间，看了看已经被包扎好的肩膀，林默心中也大致有了猜测之事。这结果还是让他有点意外，楚依依竟然会让他睡在他的房间之中，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正当林默靠在床头若有所思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推开门走了进来。林默望去，只见来人身高约莫1.8米，这一身棉麻质地的黑色唐装，脚踩一双布鞋，脸型方正刚毅，虽眼角鱼尾纹密布，但他目光炯炯有神，不苟言笑，而且他看向自己的时候，眉宇之中闪烁着一股来自上位者的威严，压迫感极强。此刻他正缓缓向躺在床上的林默走来。你醒了。那人看着林默淡淡说道，他的声音非常浑厚，声调虽然不高，但一开口似乎就带有某种力量，在房间内回荡开来，加上他那宽阔的身躯，刚毅的脸庞，整个人顿时气场极为强大。眼前这人林默认识，前世不知道在新闻上看到他多少次了，不愧是江城市首富楚千和，这气势一般人还真遭不住。不过林默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更何况两世为人，重生的事情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事能让他无法保持内心平静呢？他的心境早就已经远超这个表面上的年龄了，所以在面对气场如此强大的江城市首富楚千和时，他依然保持着一份平静。林默看着来人，轻轻点头：“楚伯伯，您好。”楚千和诧异了一瞬，随即笑道：“林默不愧是未来的江城市高考状元，有那么点聪明。俗话说得好，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单看这一点，你有和依依做朋友的资格。”楚千和说这话的时候，单看这一点，几个字声调却是相对而言高了一点。林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没想到楚千和一上来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是的，就那么短短的一句话，10几个字，就是这位江城市能翻云覆雨的这位人物对他林默的态度。若非因为你林默学习好，你压根就没有资格做楚依依的朋友，即便你有些能耐，你也最多只能做楚依依的朋友，仅此而已。他在告诉林默，他与楚依依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事实上林默此前从未往那方面想过，现在被楚千和这么一说，他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不过
既然人家没有明说，他也不想多解释什么与楚依依之间的事，俩人本来也没有啥，这又不是啥秘密。楚伯伯谬赞了，能和楚依依这么优秀的同学成为朋友，我很荣幸。林默随便的一解释，却没想到楚千和听到这句话之后，却脸色微冷。不过转瞬他又笑对林默：昨晚休息的怎么样？我家依依不懂事，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他没有让你住在医院，差点耽误了你的伤情。我过去太宠他了，没有教他对待客人的方法，照顾不周之处，请见谅。听到这些话，林默不禁感叹，楚千和不愧是江城市首富，老谋深算，句句暗藏深意。他的话语表面上听似乎是对林默非常关心，但若观察其表情和说话的语气，就会发现楚千和其实是在说两人不合适。因为楚依依是大小姐，她不会照顾人，即便是将来嫁人，她嫁的也会是门当户对之人，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商业巨头。她小小林默配不上楚依依，楚千和这是想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啊，他就差直接对林默说离我女儿远一点了。聪明的林默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尽管如此，林默自问与楚依依没有别的什么，对于这个女孩，他只有钦佩与怜悯。他微笑着对楚千和说：楚伯伯言重了，这次还得多谢楚依依同学能救我，实在感激不尽。楚千和见林默连续2次都不接招，一时间也拿不准林默的想法了。他是真的听不出他话中的意思，还是装傻？他又试探道：呵呵，依依这孩子就是热心肠，且不说你和他是同桌，就即便是普通同学，他也会顺手救你的，因此不必多说感激的话。好了，你醒了就好，好好休息，我已经吩咐管家安排人照顾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上课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人为你们请假了，你父母那边我也派人通知他们放心了。楚伯伯费心了，我记下了。林默应道。见林默还没有反应过来，楚千和终于有点沉不住了。或许在心中他已经认为林默只是一个书呆子，情商低的离谱，花费了这么多口舌，简直就是浪费他宝贵的时间。想到这里，他有些轻视林默：你跟依依真的只是同学与普通朋友关系？楚千和再次确认：真的，我和楚依依同学只是普通朋友，我想您误会了，我们并没有其他的关系。林默解释道。听到林默如此斩钉截铁的说辞，楚千和的脸色总算是稍微好看了一点，不过还是有些阴郁，继续道：依依是一个有洁癖的孩子，如果你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他会让你住在他的卧室。林默愣了一下，随后才反应过来，原来楚千和说的是这个，他忍不住露出一抹苦笑。这些他也不知道啊，我跟楚依依同学只是普通朋友。走廊处，楚依依手中捧着一个笔记本，站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听着房间中林默的声音，明明与林默只是同学，但他心中不知道为什么升起一抹失落与黯然。难道自己在他心中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吗？脑海之中闪现昨晚林默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将他护在怀中的一幕，楚依依咬紧嘴唇，心里五味杂陈。至于为什么会将林默安排在他自己的卧室，也是因为昨晚为林默包扎好伤口已经很晚了，他心中下意识的这样做了。等他想起来自己没有地方睡觉时，林默已经躺在他床上睡着了，再将林默移到客房，不是他的风格。兴许是昨晚睡太晚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过来看林默，他生怕自己老爹看到林默躺在自己的床上会把林默赶出去。好在那预想的最坏的结果并没有发生，而且林默此时也已经醒过来了，但是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自己的老爸跟林默在说些什么。咚咚咚，在门外站了颐和园，楚依依敲了敲房间的门，走了进去。林默，今天感觉怎么样？好点没？不知道是不是少女心中的反叛，楚依依关切地看着林默问道，忽视了一旁的楚千和。托你的福，还活着。林默调侃地说的。楚依依莞尔一笑，好，你没事就好，我昨晚已经联系老师跟阿姨了，让他们不用担心，你这几天安心养伤就好了。谢谢楚依依同学。好啦，你好好养伤就行，其他的都不用担心。怎么，是不是担心几天没复习，后边的3模输给我啊？输给你那也不丢人，没什么，反正我已经赢了1次了，让你赢1次又如何？哼，你这话说的，我真想踹你2脚。楚依依和林默2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自然，就在他们聊得正开心的时候，楚依依的父亲脸色却是越来越难看了。他可是了解他的宝贝女儿，不可能对一个外人这么关心。看来眼前这个林默还真想把他女儿拐走啊。依依来了啦，你手上的是什么？楚千和随口说道，打断了自家女儿与林默的交谈。然而楚千和和林默的目光却集中在了他手中的笔记本上。楚依依心头一怔，她没想到这个笔记本会被自己的老爸看到。楚依依此时手中拿着的那个笔记本，正是林默的那个笔记本。楚依依扶着晕倒的林默下车的时候，那个笔记本从林默身上掉了出来。楚依依知道这个林默保管很神秘的本子，她知道林默很重视这个笔记本，因此便收了回来。爸，这是林默的笔记本。楚依依回答道，这居然是他的笔记本。楚天和突然来了兴趣，既然带了锁，自然很重要。那么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有没有关于他宝贝女儿的事情？楚千和的细微神色变化全部被林默收入眼中。眼前这个江城市首富果然不是一般人，掌控欲十分强。但就是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后世却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楚千和怎么样，林默不想管，但想起楚依依未来的结局，林默还是有些不忍心。昨晚楚依依下意识挡在他面前，说明楚依依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姑娘。林默真不希望她出事，如果可以改变楚依依的结局，林默会很开心。想到这里，他心中有了思量，而且他如果要表现得强势一点，就必须要给楚千和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找了一个借口将楚依依支开。房间之中，
楚千和的手中正拿着林墨的笔记本，双眼微微一眯，看了看一旁闭着眼养神的林墨。如果上面有关于他宝贝女儿的事情，他可不会轻饶林墨。可他看着看着，神色就变了，越往后看，他越感觉心惊，因为这个笔记本上的内容不是关于他宝贝女儿的事情，但是却比他宝贝女儿还要重要，实在是太过震撼。从前往后翻，不难发现，这个笔记本上记载的内容是从2012年至2018年这个世界上一些行业的重大变局和对应的大概时间节点。提示一下，记载也是只记载部分与关键词，并不会因为让别人看到就一切都懂。林墨这么聪明，当然不会将底牌全部暴露，后面会写，不会降智，写在笔记本上就代表他是准备用这个跟某个大佬谈判的。楚千和已经是绝对的大佬了，当然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其中包括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其中记载最细的也是最多的是便是房地产行业似乎是首要选择，还有一些比如让楚千和摸不着头脑的词语，但只出现一些词语，没有具体的解释，所谓直播、直播带货、电商、短视频运营、AI 人工智能，这些在现在的楚天和看来只能算是未来的设想，而且仅仅只有一个名字而已。他现在正准备进入的房地产行业，林墨的笔记本上就有提到，而且详细许多，但其中的描述却让他颇为意外。2012年，此时正值上升期，楚千和当然清楚这一点，但未来几年，这几年间，房地产的利润将翻几番。对此，楚千和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以他的经验以及和同行业内其他的大佬交流的结果来看，房价上涨是必然的，可是根据通货膨胀，一年涨8%，很强了，涨几倍是不是太过夸张了？可是上面却写得很详细，好似真的可以涨几倍一样，这些他不相信。短短几年，房价涨一半不过是天方夜谭。但是下面有一个简单信息，却让他很震惊：投资新成立的米忽悠公司，回报率超100倍。米忽悠成立时间2012年2月，这个米忽悠公司他听说过，前几天还找过他，希望他可以投资一点点资金，被他拒绝了。一个小小的新公司也想拉他投资，但是林墨却对这个米忽悠公司报有极大的期待。林墨一个普通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小公司？带着疑惑他继续看，可越看越心惊，甚至捧着这个笔记本的手都有一些发抖。他很难想象林墨是如何写出这些内容的，他只是一个出生于普通底层家庭的一个普通高中生啊，他为何对很多行业的商业格局以及世界经济的走向如此了解？甚至可以说他提前预测了10年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太疯狂了。林墨如何做到的？难道仅仅靠分析吗？不可能的，因为里面很多认识与分析，就是以他的目光去看，都太过完美了。楚千和发觉自己对林墨的认识还是不够，仅靠调查来的那些资料根本不足以认识这个书呆子的1/10。曾经他也有过和林墨一样的想法，对于很多行业的机密也有自己的揣测，没想到一个高中生竟然和他的想法如出一辙，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对他的想法进行了补全。林墨果真是个天才。楚千和忽然产生了一种想法，能不能拉拢林墨为自己做事？虽然林墨现在还不成熟，但以林墨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天赋而言，他成长起来也就是时间的问题。只要现在他投资林墨，将来林墨一定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到时候有了这个左膀右臂，他或许还真的能更进一步，投资各个领域，挤上福布斯排行榜前列，成为华夏首富，甚至是真正的世界级商业大亨，也不是没有希望。楚千和细微的变化自然逃脱不了林墨的眼睛，只是他并未说什么，继续默默观察着。我想知道你该用什么办法来证明这些内容是正确的。片刻之后，楚千和抬起头望着林墨，沉声说道。此刻的楚千和压迫感极强，仿佛一座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作为白手起家的富一代，楚千和的气场绝非普通人可以抵抗的。他看起来儒雅随和，但其实骨子里充满了侵略性，尤其是对待敌人更加冷血残酷，毫无怜悯，不然他也不可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林墨尽量保持着平静，他必须要掌控主动权，否则将一败涂地。这将是他最危险的一次交锋。肃然在其面前就跟一个未成年的婴儿一样弱小脆弱，因此林墨无视楚千和的压迫，直视他的双眼。1秒、3秒、5秒、10秒，看着林墨坚毅的眼神，楚千和动容了。林墨真是只是一个高中生，还是普通家庭的高中生，一般人面对他站都站不稳，但是林墨却能镇定自若地直视他，单单这份胆量就足够加分许多了。楚伯伯，那您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证明我写的都是错误的呢？林墨笑盈盈地反问，丝毫不惧楚千和的威严。闻言，楚千和眉毛一挑，他没想到林墨竟然用这种方法来解开他的问题，而不是急着辩论一大堆。有意思，有意思啊！其他的我先不谈，我们来谈谈房价。你凭什么认为房价会在未来几年内上涨几倍？要知道，现在江城很多地方就是送车位都没有人买房，还翻倍涨价，你怕不是疯了？再者，即使要涨，也是按照现在的市价小幅度上涨，而不是像你写的那么夸张。楚千和摇摇头，这是他最不理解的一个问题。楚伯伯，这个问题恕我不能回答，因为这个答案价值万金。林墨摇头，脸色淡然，没有丝毫犹豫。林墨不傻，信息就是他的筹码，筹码提前说了，什么好处都没有，那他才是真傻。哈哈，有趣有趣，这张卡里有1万块钱，就当买你这个答案。见状，楚千和倒也爽快，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桌子上，示意林墨去收下。可是林墨神色无动于衷，甚至连看都不曾看楚千和递过来的卡。楚千和也是聪明人，自然知道林墨的意思，他呵呵一笑，小家伙胃口倒是挺大的，不过看在你救了依依的份上，
这10万块钱够了吗？他再次拿出一张银行卡推给林默，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林默扫了眼那张银行卡，然后把他又推了回去。10万都不够，你的胃口是不是太大了一点？楚千和皱起了眉头，神色有些不悦了。他刚才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诚意了，没想到林默却还是执迷不悟。这下他的耐心全部耗尽了，将笔记本丢在一旁，冷哼一声就准备离去。楚伯伯，商场如战场，最贵的东西不是物品的价值，而是信息差。一个小小的信息差可以让人占据先机，身价暴涨1000倍万倍。同样一个看起来小小的信息差，却可以让投资者倾家荡产，甚至走投无路自杀。我现在掌控的消息差价值万金，说的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有这个价值。至于楚伯伯是想成为身价暴涨的那个，还是走投无路的那个，选择在您。林默慢条斯理地说道。闻言，楚千和脚步一顿，回过头来，深深地看了眼林默。林默没有任何退缩之意，坦然与楚千和对视。楚千和盯了林默数秒钟，似乎想从林默的眼眸之中看穿点什么，但是最终他失望了。林默那清澈的瞳孔之中，只有坚韧、自信与智慧。年轻人，你赢了，说吧，你想要换什么？沉吟了一会，楚千和重新坐回椅子上，语气中带着一股钦佩。林默嘴角扬起一抹弧度，露出一抹笑容。楚伯伯，我什么都不需要，这个答案就是晚辈送给楚伯伯的见面礼。哦，楚千和愣住了，他都准备好了。林默狮子大开口了，结果林默说免费的，那之前的那些算什么？看着楚千和眼中的目光柔和了起来，林默心中松了口气。这场最激烈的交锋，他赢了。为什么林默明明赢了，却又放弃条件，选择免费送？看起来是白费一场口舌部，这是最难处理的心理战术。如果一开始免费告诉楚千和，那么楚千和必然不会对他多么重视，因为回答的太简单，会让他下意识认为这个消息也没有什么可信度。而要是林默用财物换信息，第一是现在的他没有资格要求很多钱，几10万撑死了，意义不大。第二就是会让楚千和心中不舒服，让一个小人物压到他的头上，他肯定对自己不会有好脸色。而交锋结束之后，自己选择免费告诉楚千和，意义就完全变了。第一既让楚千和重视他的答案，第二又让楚千和对他刮目相看，第三便是让楚千和欠自己一个人情。江城首富的人情可比几10万块钱要珍贵得多。楚千和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看不透林默的心思？这个计策一环扣一环，昔日他往上爬的时候可没有少用啊。越是这样，他越是对林默评价更高，也就越觉得他是可造之才。这样有能力又有野心的孩子，前途无量啊。楚伯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房子不好卖？楚千和被问的一怔，他知道不好卖，可为什么会这样，还真不知道。林默见楚千和这副模样，就知道他肯定不知道，所以干脆自己说了出来。现在房子不好卖，是因为房子不是必需品，没有捆绑生活，居住在农村也是生活，租房也是生活。楚千和点点头，赞同林默的观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房价很低，都没有多少人买。租房1个月才几百块钱，10年才几万块钱租金，为什么要一次花几十万上百万去买一套房子？既然你明白，为什么还会认为未来几年房价会涨几倍，这么离谱的事情？楚千和疑惑地问道。林默轻轻一笑，后世的他自然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可现在即使是楚千和这样的人物都无法理解。楚伯伯，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只是普通人家，那么您希望你的未来女婿有没有一套新房？废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套新房，希望他们过得更好？楚千和直接脱口而出。下一刻他神色一凝，聪明的他自然想到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未来要结婚，新房几乎是必需品，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还要跟对方父母挤在一起住。也不对，即使这样也无法做到短短几年暴涨几倍啊。楚千和摇了摇头，虽然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这个解答不是关键原因。的确，这个无法让房价短时间暴涨，可是如果当房子成为普通人的必需品呢？林默缓缓说出这句话，目光落在楚千和的身上，刹那间楚千和浑浊的双眸猛地亮了起来。如果房子成了普通人的必需品，如果成为必需品，那么买房的人数量会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2012年，华夏还有1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这么多人都是买房的主力，房子不是大米，价格这么高，怎么可能成为必需品？楚千和问出了关键性问题，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其实很简单。在华夏一直有一句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只要把房子与孩子教育绑定在一起，那么房子就会成为必需品。林默沉重地说出这句话，不可能，绑定教育绝对不可能。楚千和果断地摇了摇头，林默的心中也是充满了复杂。还记得前世他听说房子与教育绑定之后，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不可能，因为这样做，那么农村的孩子就注定无法接受市里好的教育了。可是这却是真的，楚千和的想法也是不可能，与昔日林默一致。楚伯伯，您别激动，我说的是如果，不是一定。林默解释了一下，楚千和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孩子、教育、房子。楚千和咀嚼着林默的这番话，脑海里灵光一闪，豁然开朗。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那么房价的确有可能翻倍，甚至更多。楚千和深吸了一口气，认可了林默所说的。如此一来，整个房产业将迎来一波暴涨，到时候房价的涨幅将超过任何一个行业，利润达到100%，足够冒险拼一把；利润达到300%，很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犯罪。而如果提前中标一块地皮，等房价上涨之后建房卖出去，那么利润会超过300%。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合法的。
激动过后，楚千和逐渐冷静了下来。可是，如果事情的发展跟你设想的要是不一样呢？那么这样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楚千和皱眉，林默淡淡一笑，显然早有准备，道：即使事情发展与我说的不一样，那么楚伯伯现在进军房地产行业也不会亏本不是？而且现在地皮便宜，楚伯伯可以多购买一些地皮，等2年不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正确的？不然到时候房价涨了，地皮价格也水涨船高，再想要进入就没有多少机会了，还容易被套牢。可以说不管怎么样，对楚伯伯来说都不会亏。但真如我所说，那么短短几年时间，楚伯伯的身价可以翻好几倍，不是吗？林默说完，楚千和陷入沉默。林默的话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他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桌面，眼底露出金光，他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开始实施了。的确如林默所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亏本，即使未来房价没有翻倍涨，以现在的价格卖出去依然还有利润。而且历史上房价翻倍不是没有过，4、5年前便出现过短时间的房价暴涨过程。他要做的就是赌林默说的是真的，赌对了，他不仅仅是江城首富，同时还可以成为华东首富。赌错了，对他没有什么损失，甚至依然还可以小赚一笔。思考着林默一环扣一环的计划，楚千和心中大为赞叹，妙啊！他忍不住感慨，这小子的脑袋瓜太聪明了吧，这样都能想到。楚千和心中很清楚，眼前这个妖孽般的林默未来必然会惊艳世界，他现在只是缺一个机会，缺一个可以展现他能力的机会。他想的比林默还要多，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这个家产只能让女儿楚依依继承。可很显然，楚依依虽然很聪明伶俐，但是她不喜欢商场，无法掌控浩大的楚氏集团，她需要为自己的女儿铺路，需要为女儿找一位得力的助手。林默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他的宝贝女儿似乎对眼前的林默也有特殊的感情。想到这里，楚千和再次打量着林默，暗忖着林默这小子不仅长相出众，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最重要的是他懂得谋划布局，拥有极强的商业头脑，而且这小子还很聪明，很懂得审时度势，从而判断事态的发展趋势，并且做出最恰当的处置和决策。他心中越发觉得林默和自己女儿楚依依很配，简直就是天生一对。短短1个小时不到，楚千和对林默的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就在林默以为一切都搞定的时候，楚千和却突然呵呵笑了起来。我承认你很聪明，但是我已经知道你的成果了，你说你对我还有什么用吗？楚千和盯着林默的眼睛，脸色平静的开口，语气中却透着一丝威胁。听到这句话，林默表情平静，但内心已经在疯狂吐槽了。这个楚千和不愧是一步一步爬到这个位置的老狐狸，真是难对付。不过林默早有准备了，他那个笔记本就是特意写的。他现在记忆如此强大，还需要用笔记本记录什么东西？不，并不是。林默很清楚一件事情，如果等他慢慢积累实力，可以投资了，很多机会全部已经晚了。他一个普通家庭的学生，前期有什么资格投资？所以想要早一点投资，他必须先与一位大佬联合起来，这个笔记本便是筹码。因此虽然里面的确写了很多商业信息，但都十分模糊，模棱两可。即使对方拿到了笔记本，想要毁约，对方也拿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他林默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把底牌轻易的暴露？商场如战场，没有底牌与后手，会被吞的渣都不剩。本来他的想法是跟一个1000万身价的商人联手，这样不至于他被完全压制，他也可以掌控有一定的话语权。但现在楚依依的出现，让林默见到了楚千和这位100亿身价的顶级大佬。这样的大佬虽然更加可以展现林默的商业头脑，可是他的话语权也几乎为零了，因为2人身份地位差距太大了，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林默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楚依依的关系，他绝对会被楚千和吃的渣都没有。他知道楚千和还在试探他，这场他与楚千和的交锋才刚刚开始。撕了！在楚千和惊讶的目光中，林默将笔记本里面的纸一张一张撕碎。你把它撕了，你知道它的价值吗？可值万金，你疯了不成？楚千和怒喝一声。林默毫不理会楚千和的怒吼，而是看向窗外，悠悠道：楚伯伯，珍贵的不是这个笔记本，而是这里。林默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楚千和顿时愣住了，随后反应过来，他眼神微眯。是啊，笔记本里面的东西是林默写的，重要的是林默这个人，而不是一个笔记本。就算你撕了又如何？我已经看过了，不需要你。只要我现在进军房地产，不照样可以大赚一笔吗？楚千和冷声道。林默摇摇头，不，您错了。哪里错了？楚千和疑惑地问道。商人逐利，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楚伯伯知道了未来房价会上涨，可是楚伯伯知道什么时候房价最高吗？楚伯伯知道江城哪块地皮最好吗？楚伯伯又知道哪个城市房价会涨得最多吗？楚伯伯又知道哪一年的房价会突然崩盘，从此被套牢，血本无归吗？一连3问让楚千和彻底呆滞了。他正愣地望着林默，一双阴眸闪烁着异彩。这个孩子竟然如此恐怖，如此厉害。楚千和深吸了一口气，他缓缓道：这些你都了解吗？林默点了点头，他的确了解。楚千和的眉宇舒展开来，脸上带上了微笑。林默是吧？毕业之后成为我楚氏集团的投资顾问，我可以给你100万年薪，税后100万年薪。楚千和抛下的诱饵可谓是非常优厚了，换成别人恐怕会直接疯狂。可以，林默摇了摇头，100万年薪的确无比吸引人，但还不能让他答应。楚伯伯，你觉得有我的帮助，要赚一个小目标需要多久？林默笑着问。楚千和皱了皱眉头，一个小目标是多少？100万。林默拍了拍脑袋，他却是忘记了
现在还没有一个小目标的概念。1个亿，林默伸出一根手指，淡淡道。嘶！闻言，楚千和倒吸了一口凉气。1个亿说成一个小目标，真是狂妄自大，还是真有这个实力？就是以他如今的身价，想要赚1个亿也不简单啊！商场可不是纸上谈兵，你知道1个亿是什么概念吗？楚千和沉声问道。林默点点头，我当然知道，但我有把握在3年之内让投资回报率超过100%。至于多久可以赚1个亿，取决于楚伯伯愿意给我多少资金去投资。闻言，楚千和陷入了沉默，他思考了良久，这才抬起头来。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年轻人，也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年轻人，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话的年轻人。你让我想起了30年前，我用全部家产去搏一个未来，那个时候的我也有你这股疯狂劲，我欣赏你。那我就拿出一个小目标来陪你玩玩。楚千和哈哈大笑了起来，整个人显得无比豪迈。拿出1亿来玩玩，普通人想都不敢想，也只有楚千和这样的人物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豪言了。我给你专门设立一家投资公司，启动资金1个小目标，你可以随意使用，但有2个要求。第一，只能用于公司名义投资；第二，必须经过我的审批同意。如果1年之内公司的市值提升了1倍，我不仅给你100万年薪，还给你楚氏集团1%的股份。不要觉得离谱，主角1年为楚千和赚至少1亿，1%的股份就可以让主角为楚千和继续做事，并不夸张。而且如果成功了，楚千和是相当于把林默当成女婿培养了。当然，如果你做不到，那么我希望你离我女儿远一点，否则后果你知道的。楚千和说的云淡风轻，但其中的威胁意味却丝毫不掩饰。林默听后却毫不畏惧，反而嘴角扬起一抹笑容。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这个投资公司需要安排上楚氏集团的招牌，除此之外，事成之后我还需要那个投资公司的全部股份。哦，楚千和微微挑眉，眼睛半眯，打量着林默，似乎想看穿他的内心。林默坦然与之对视，许久后，楚千和笑道：年轻人，你似乎觉得你赢定了，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楚氏集团的股份就没有了，你可愿意？楚伯伯，成交。林默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年轻人，你到底了解楚氏集团的实力吗？你知道1%股份价值有多少吗？见林默答应的如此快，楚千和呵呵笑道。林默点点头，我知道，但我的选择不会变。笑话，简单的账，林默还是会算的。虽然楚氏集团1%的股份可以让林默身价瞬间好几亿，可是不要忘记了，1%的股份，楚氏集团可没有他林默说话的分量，他就躺着收分红就是了。而且，要是楚氏集团倒闭了，那啥都没有了。而林默完全掌控一家小公司，虽然看起来身价比不过楚氏集团1%股份，但林默可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啊！到时候以他的目光去投资，他可以将1亿资金变成10亿、100亿，甚至是1000亿。楚千和走了，去办理新投资公司的事情，对他来说，1亿也就洒水了。如果林默真的有能力，他不介意继续培养林默，让其成为自己的女婿。如果林默没有能力，那他也就可以让女儿看清这个人。反正这1亿在投资公司的账户里，林默可带走不了，主动权还是在他手上。楚千和离去之后，楚依依走了进来，她一脸紧张的道：林默，我爸没有为难你吧？林默笑了起来，放心吧，楚依依同学，我跟楚伯伯聊得挺好的，他怎么会为难我呢？真的吗？楚依依满脸怀疑。林默笑道：当然是真的，那就好。楚依依松了一口气，随后她美目看着靠在床上的林默，眼中露出一抹感激之色。林默，昨天晚上谢谢你救了我。楚依依的面庞之上浮现一丝绯红之色，昨天林默将她护在怀中，她现在想想仍旧心脏砰砰直跳，像是小鹿乱撞一般。在那样危险的时刻，林默却愿意用他的身体去为她挡刀，这让楚依依心中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楚依依同学，你难道忘记了，是你先挡在我面前的？林默摇了摇头，笑着说了起来。所以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欠谁的关系。房间之中安静了下来，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奇妙的氛围之中。林默，突然楚依依开口，俏脸之上满是纠结。林默转头看向他，楚依依咬着嘴唇，仿佛鼓足勇气一般，开口道：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吗？楚依依的脑海之中还回想着之前在门口听到的林默话语，我跟楚依依同学只是普通朋友，好朋友当然可以啊。那楚依依同学，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林默笑了，眼神柔和。从认识楚依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时间，对这个十分优秀的同桌，林默很是钦佩。更何况昨晚若不是因为楚依依的提醒，他恐怕就不会只是受伤这么幸运了。这样优秀的女孩主动与自己成为好朋友，林默怎么可能会拒绝？听到林默的话，楚依依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眼神之中更是闪烁着异彩。林默看着楚依依，她笑得很好看，笑起来弯弯的眉毛，长长的睫毛眨动着，就像是精灵一般动人心弦。她的笑这样纯净，没有任何杂质的笑颜，真是令人忍不住想要亲近。不得不承认，楚依依是林默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安妙薇比起来差了不止1个等级。最重要的是，她的人品与性格，林默都无法挑出任何的问题。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楚依依眨了眨双眼，也是发现林默的目光一直落在她的身上。要是别的男生将目光一直盯着她，她会觉得很厌恶，会别过脸去不看。但不知道为什么，林默注视着她的时候，她非但不觉得厌恶，心中竟然还隐隐产生了一些喜悦之感。楚依依不明白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或许是因为林默跟其他男生不一样，又或者是因为林默的眼眸太干净、太清澈了吧。书上说，当异性之间对视超过10秒之后，爱情的种子便会逐渐发芽。林默想说，书上说的真他妈准确啊！前世自己被安妙薇伤透了心之后，他一个人在职场摸滚打爬，
再也未对别的女孩子展露过柔情。他将破碎的心冰封了起来，一次次的将自己伪装的强硬冷漠。他不允许自己再次心软，再次被伤害。但是现在重回少年时代的他，那坚硬的冰层似乎在逐渐融化了。不仅仅是冰层，他连心都好像正在融化。人若无情枉少年，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想在青春之时遇到一个喜欢并且喜欢自己的人，谈一场永生难忘的恋爱。然而对于林默来说，这个梦却早已破灭了。因为在那段本应该少年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里，他遇到安妙薇，他的心彻底破碎了。青春回忆的甜美成为了暗淡而孤寂的岁月。可现在他重来一次了，他可以为暗淡而孤寂的青春重新点缀一份绚丽的色彩。他可以在青春岁月之中绽放出夺目的光芒。比起林默，楚依依只觉得脸上有些发烫。他虽然很聪明，但这种奇异的感觉却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终于他败下阵来，微微低下了头。此时他的俏脸已经变得很红了。我到底是怎么了？楚依依在心中喃喃自语。这种奇怪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陌生的同时，却又有一丝期待。楚依依同学，你真的很美。林默开口了，他轻声赞叹着。楚依依俏脸更红了，他偷偷抬眼瞄了林默一眼，心中却是升腾起了一丝窃喜。他的心跳也加快了一些，他的脸颊已经变得火辣辣起来。林默，你可以称呼我的时候去掉同学2个字，叫我楚依依，或者跟我爸一样直接叫我依依，好吗？楚依依开口，声音细如蚊蝇。她的心中有羞涩，也有一丝期待。她希望林默可以喊她依依，可以将她视作好朋友，因为林默是她唯一的好朋友啊。林默愣了一下，旋即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轻声道：好，依依，你真的很美。阳光透过窗户照耀在房间之中，林默看着眼前这个漂亮女孩那泛红的脸蛋，他的内心深处悄然升腾起了一股暖流。这样的女孩真的很好呢。糟糕，是心动的感觉。林默心动时间1，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喜欢的人，他也同样喜欢你。林默在楚依依家整整休息了5天，在这5天之中，可以说他与江城市的顶级富豪一家同吃同住，这是多少普通人一辈子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即使前世攀爬到了一家公司经理的林默，也是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尽管两世为人的他也算有些见地，但面对楚依依家的这栋位于江城市虹桥古北的谭宫别墅，他也只有仰望。要是在上一世，别说在里边吃饭睡觉了，就连进来转一圈拍个朋友圈他都不敢想。这是真正的顶级豪宅，那宛如古堡一样的超级大别墅，是普通人一辈子也进不到的地方。里边奢华的更是不用多说，除了楚依依的房间之外，其余地方全都是意大利风格的装饰，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具和墙上的油画，无疑不再显示着这个家庭的地位和实力。而且这栋别墅占地3000平米，足足有10几个仆人。是的，只是仆人，还没有算保安、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据说这栋别墅造价在10亿以上，不是价值，而是成本造价。后世有这么一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充分说明了楚千和的绝对实力。楚首富家别墅的保安大叔与保洁阿姨是异地恋，而与这些相比，更让林默感到惊讶的是，他在楚依依家只休养了5天，他的伤就被楚依依家请来的私人医生治好了。要知道，一般的贯穿伤去医院治疗的话，伤口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愈合，而那位被请来给林默治伤的那位医生，只给林默的伤口涂了一种药水，他的伤口居然就在第5天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只留下一条已经结痂的短短的疤痕。这里是作者曾经的亲身经历，就人家有一种药水滴在伤口上，半个小时之内伤口就会自动长起来，并且不留疤痕，不需要缝针，一般来说2-3天就完全好了。不严重的刀伤一般也就5天，尽管那伤口之处还隐隐有些作痛，但这样的恢复速度已经堪称神奇了。林默这还是第一次亲身体会超能力的强大效果，心中不免有些惊讶。他不知道这种神奇的药价格到底会贵到什么程度。他问了楚依依，楚依依对此闭口不谈，林默也没有追问。虽然没有问到答案，但他心中明白，肯定是楚依依心里有负担才没有说，这个价格恐怕要以万为单位。这短短几天的经历，还是让林默不禁再次感叹，有钱在一定程度上真的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是有钱办不到的，如果有，那一定是你的钱还不够多。经过5天的休养，林默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他想回家去看看老爸老妈，5天不见他甚是想念，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很担心他。尽管楚千和告诉他已经安排人和林默的父母联系过了，但林默还是放心不下。他与楚千和道别之后，本想独自回家，却没有想到换上一条新裙子的楚依依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林默，我还没有去过你家呢，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楚依依看向林默，她有些紧张，而且她今天特意换上了最喜欢的这件裙子。看到楚依依这副模样，林默哪里还忍心拒绝，那岂不是太遗憾了。当下他笑着点了点头，好啊。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了林默家的门口，林默和楚依依一同走向林默的家。楚依依的心情有些小激动，她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她去过的豪华别墅不知道有多少，都无法让她的心有所波动，但来到林默这个小小的家，楚依依却感受到了紧张与忐忑，以至于她心里已经开始在预想，接下来林默的爸爸或者妈妈迎接他们的时候，她该怎么说。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林默的同学，我叫楚依依。不行，听着太生硬了，再自然一些。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林墨的同桌，我叫楚依依。不行不行，总感觉差点什么。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林墨的好朋友，我叫楚依依。楚依依心里不断的预想着，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然而林墨推开门之后，却发现家里没有人在。楚依依心里一下泄了气，但林墨却突然紧张了起来。门没有锁，一般来说，家里门没有关的时候，肯定是有人在的。而他们家的人早就形成了习惯，人出门的时候肯定会锁门。但今天家门是半掩着的，家里却没有人在。林墨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他在卧室、厨房和厕所都找过了，家里没有一个人。不仅如此，他们家放存钱罐的那个衣柜也敞开着，家里显得有些凌乱，似乎还少了一些东西。难道家里进贼了吗？林墨越发担心，奇怪，爸妈去哪儿了？爸妈，你们在家吗？林墨在家里喊了2声，又站在门口朝外边喊了2声，老爸老妈，你宝贝儿子回来了。楚依依还是头一次见林墨这么紧张，她心中也跟着紧张起来。她不知道林墨家里发生了什么，但她能意识到一定有事情发生了。就在2人在林墨家门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突然隔壁安妙薇家小院里传来了声音，是林墨回来了。听到妈妈的声音，林墨松了口气，但心里依旧泛起了嘀咕。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朝着安妙薇家的小院跑去，3步并作2步，不出几秒，林墨就出现在了安妙薇家的小院中。而当他到门口的时候，却看见自己的妈妈手中拿着一沓100元钞票，泪眼婆娑的正和安妙薇的妈妈拉拉扯扯。林墨心中暗道不妙，连忙朝着妈妈跑去。楚依依意识到问题似乎有些严重，连忙紧紧跟上林墨的脚步。王姐，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吧，要是没有这笔钱，老林这次真的就在劫难逃了。哎呦，好姐姐，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真的拿不出来10万啊，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这次我真的帮不了你。林墨离2人越来越近，就听到了这番对话。什么情况？老妈怎么会来安妙薇家借钱？还一借就是10万，难道是因为她的事？王姐，我不借10万，你能多少借我多少都可以，哪怕1万都可以，真的，你相信我，等我们家这次缓过来，我立马还你钱。哎呦，好姐姐，这次我真的帮不了你，我哪有1万块钱呀？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口子和你家那口子一样，都是跑车的，每个月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钱。我们家微微也是高3了，马上上大学了，平时花销也挺大的，家里根本剩不了几个钱。真的，我真的帮不到你，我也求求你放过我吧。你看，你们家小莫回来了，你赶紧去问问小莫，他那么聪明，说不定他有什么好办法能借到这10万呢。安妙薇的妈妈说着，一把扯掉拉住她衣角的唐素素的手。唐素素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林墨一步跨上去，连忙扶住。没事吧妈？林墨关切地问道。楚依依也连忙跑过来，在另一边扶住了唐素素。唐素素此时伤心的不能自已，她还在不断地对王璐说着软话。现在她只能寄希望于她的这位好朋友闺蜜，希望王璐能借她点钱，帮助自己一家渡过难关。然而王璐的态度依旧坚决，没钱没法借。唐素素伤心欲绝，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遇刺受伤的第3天，她的丈夫在跑车的时候也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导致全身多处骨折，脏器受损。虽然现在儿子已经回来了，但她的丈夫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等着钱做第2次脏器创伤恢复手术。这手术做一次就得20万。可怜林墨的老爸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攒将来读书买房娶媳妇儿的钱，没日没夜的工作。没想到啊，这次事故竟直接掏空了他们家的积蓄，甚至要将这个家拉向深渊。重症是每一天都需要花费高额的费用。唐素素拼尽所有凑出来的所有钱，现在已经花完了。今天如果再想不出来办法，借不到钱，那手术就进行不了，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老公林墨的爸爸林国栋死在自己的眼前，这太过残忍。唐素素已经厚着脸皮向能走动的亲戚家、朋友家都借过了，然而她仅仅从10几家亲戚手中借到了几万块钱，对几10万的手术费完全是杯水车薪。他们给出的理由几乎很统一，没钱，真的没钱。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他们想的是林墨的老爸这次真的没救了，以至于要在短短的3天之内做2次脏器恢复手术。这手术做一次就得20万，2次就是40万呀。这个年头，普通家庭有多少能凑出来20万来啊？更不要说40万了。所有人都想的是，即便唐素素答应还钱答应的再好，他们这钱只要借出去，只怕是还不回来了。为啥？因为林墨的父亲即使抢救过来了，也是一个半废之人了，不仅赚不了钱，还要拖累家里。即便能还，那也得7、8年之后，林墨大学毕业了工作，也许才能还上。可谁又能想到7、8年之后，一切都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人愿意去赌这个不确定的未来。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残酷，如果不是亲兄弟姐妹之间，一般的亲戚很少会借这么多钱，甚至有些人哪怕是亲兄弟都不会借。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林墨的亲戚也都不是什么富裕之人。妈，不哭不哭，儿子回来了，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面对伤心欲绝、痛哭不停的唐素素，林墨一边安慰，一边将妈妈的肩膀搂在怀中，给予依靠。他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母亲这样伤心？难道是老爸出事儿了？林墨心中隐隐已经有了猜测。妈，没事的，一切有我，一切有我在。林墨一边出声安慰，一边轻拍着母亲的后背。楚依依看在眼里，心中满满的感动。林墨此时的温柔中蕴含着男子汉的担当。好在随着林墨的安慰，唐素素的情绪渐渐缓和了许多。事实上，当林墨过来的时候，唐素素这2天所有的委屈和绝望就已经爆发了。方才面对儿子，她很想克制，但当那种绝望涌上心头的时候，她终究没有克制住。情绪缓过来之后，唐素素首先看向了林墨受伤的地方。
儿子，你的伤没事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休息几天应该就痊愈了。这次多亏了依依救我。林默说着，轻微活动了一下右臂，而他的目光落在了身后楚依依的身上。唐素素顺着林默的目光望去，只见那位宛若天仙的少女蹲在自己旁边，满脸的担忧之色。唐素素还是第二次见林默将女同学带回家，而且这姑娘居然如此漂亮。他已经知道楚依依是林默同桌，这次也是他救了林默。唐素素冲楚依依勉强一笑，说道：“你就是依依姑娘吧？这次多谢你救了我们家林默，非常谢谢你。不好意思啊，你刚来就让你看笑话了。”唐素素略显局促，楚依依却轻摇了摇头，用温柔的语气说：“没事的，阿姨，这次林默也救了我，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唐素素轻点了点头，她对这知书达理的姑娘第一印象很不错，可眼下这情况，她实在分不开心去见别的人说别的事。唐素素轻拂去脸上的泪痕，欣慰地看着林默，目光流转，又看向林默肩膀上的那条疤痕，满眼的心疼。没事了就好，没事的就好，以后一定要好好谢谢你的这位同学，知道吗？好嘞妈，我知道了。林默说着，看了一眼唐素素身后的楚依依，楚依依淡淡一笑，然后眉头温柔看着林默的妈妈，然后给了林默一个眼神示意。林默连忙问道：“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爸出事儿了？”林默紧张地看着唐素素，然而唐素素却半天了没有回应。这件事对他们家而言太残忍了，唐素素终究还是难以说出口。就在气氛陷入僵局的时候，安妙薇的妈妈王璐轻叹了口气说：“好姐姐，你说不出口，那就我来帮你说吧。小莫呀，你先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事情是这样，你出事后的第3天，这次是听说你出事了，他急急忙忙从省外回来，没想到你妈也是怕影响你，马上高考了，才没有跟你说。”王璐将他所知道的事情经过全部给林默讲了一遍，因为这件事情周围早就已经传开了，所以他说的也并无差错。听的事情全部经过之后，林默心头一沉，他怎么也没想到老爸居然会遭受这样的意外。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人一直在默默用力支撑着这个家。这次他出车祸的时间是在凌晨6点半，以往他从来不在凌晨这个时间段开车，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最容易犯困。很显然这次他一定是因为林默受伤破了这次例，然而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一次他竟然发生了意外。老爸，林默心中十分悲痛，父亲都是为了他，眼下老爸正躺在重症监护室，急等着用钱。可现在他们家里的情况也确实拿不出钱了，他的母亲已经求遍了能求的人，他实在很难想象母亲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心情经历了怎样的起落。妈，没事的，放心吧，老爸治疗的钱就交给我了，走，咱先去医院。说着，林默扶起唐素素。唐素素看林默眼神坚毅，他顿时觉得有些欣慰。儿子，不知不觉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知道你这是在安慰妈妈，但是眼前这个现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唐素素眼里满是绝望。一旁的王璐此却说：“哎呀，好姐姐，你就让林默说呗，说不定他真有什么好办法呢。”王璐虽然这样说着，但他的目光之中却透露着些许的不幸，似乎在说：“一个还在上学的小子，拿什么去弄到10万块钱？”王阿姨，不好意思，这次打扰您了。林默转头看了一眼王璐，他不想与安妙薇家的任何一个人有过多的牵扯，扶起母亲，转头就走。妈，咱回家，相信我，我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唐素素虽然心中也不相信林默有什么办法能在短时间内凑够这10万块钱，但她看着儿子似乎胸有成竹的样子，莫名有些放心。只是就在他们没走几步的时候，却听见身后的王璐语重心长地说：“小莫啊，我也去看过你父亲了，那种情况，就过来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就过来了，也是废人一个了。我看要不还是放弃算了吧。家里出了事，今天林默本来心情就不好，他的怒火顿时就压不住了。人有逆鳞，触之必怒，那是我的爸爸，即使花100万，我也要救他。我尊你年长，称你一声王阿姨，那是给我妈面子。”林默突然的转头，狠狠地盯着王璐道。王璐和唐素素对视一眼，皆是愣了愣。楚依依也怔怔地看着林默，她也是头一次看到发怒的林默，但是这并没有让她反感，反而更加认可林默。就自己的父亲，如果是他，同样也会跟林默一个选择。而面对林默突然的发难，王璐也生气地叫了起来：“嘿，你个臭小子，还对我发火！我也是好言相劝，唐素素，你看看你这好儿子会不会说话？”王璐说得很大声，林默在听到之后，他更气愤了：“王阿姨，你平日里和我妈表面上关系好的不得了，现在我们家遇到困难了，你一丁点儿都舍不得帮就算了，还在一边说风凉话，你安的什么心？你还有理了？我告诉你，我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就你那半死不活的老爹，我借给你们钱，你们也就不活他。你都不知道他受的伤有多重，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他能活得过来吗？我这钱借出去，不就打水漂了吗？”林默多年来在安妙薇这受的委屈，也在此刻瞬间爆发了。王阿姨，我爸妈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这扇面底下包藏的自私心呢？难怪能教出那样的女儿。而他的盛气凌人，也让唐素素微微一愣。林默真的长大了，他早已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单纯。旁边的楚依依此刻也看懂了这两家的情况，林默和他们家的关系看上去也并非传言那么好吧。而林默的话刚骂出口，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林默，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妈说话？”安妙薇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此时一脸怒气地瞪着林默走来。他刚放学回来，没想到就听到院子里在争吵，走近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林默和他的妈妈以及旁边的楚依依。而安妙薇刚跨进家门，见到了刚才的一幕，林默在骂自己的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见到自己妈妈被骂，安妙薇也有些愤怒：“林默，你是什么意思？我到底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你，要你这样欺负我？你骂我也就算了，你还骂我妈，我真是瞎了眼。
还给你带早餐，还期望你能回心转意，你现在怎么这样？安妙薇一进门就叭叭个不停，神色愤怒地盯着林默。看见安妙薇，林默只觉得越发好笑。前世他已经在他身上吃过无数的苦了，只怪他没有看清自己。冷静冷静，林默没有理会安妙薇，扶着自己妈妈就朝门外走去。微微，对不起。只有林默的妈妈唐素素轻声地开口了。她也知道今天过后，他们家和安妙薇家两家的关系就此破裂了。小莫跟微微恐怕是无法走到一起了。哎，楚依依一直没有说话，教养很好的她知道，她一个外人，尽量不要插手别人的家事。可她不说话，不代表安妙薇没有注意到她。看着楚依依牵着林默妈妈的一只手，安妙薇却是又吃醋了起来。被林默无视，安妙薇就已经很难受了，再加上之前因为被林默拒绝而受的心理创伤，此时她所有的委屈也在一瞬间爆发了。林默，你个混蛋，你就会欺负我，你欺负我也就算了，你还欺负到我们家来了，你还带着楚依依来我们家，你什么意思啊？是向我炫耀是吗？你觉得是我配不上你是吗？那你又配得上楚依依吗？楚依依神色一愣，什么情况？怎么扯到她身上来了？楚依依是谁？虽然在林默面前她一直表现得很温柔，但在别人面前她都一直很强势的。安妙薇，我现在发现你确实配不上林默。林默 emo 时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看起来亲戚朋友一大堆，当真正急需借钱的时候，才知道又有几个人会伸出援手。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过年红包都收不到一个，而富人家的孩子过年可以收上万的红包。不要问作者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哭泣。楚依依看着安妙薇，露出失望的神色。经过这些天与林默的相处，楚依依对林默好感度很高，而对比安妙薇却是有一些无理取闹了。我怎么配不上林默了？安妙薇气得浑身颤抖，指着自己的鼻尖质问楚依依：“你胡说，我哪儿配不上他？我家境比他好，人漂亮，还喜欢他，他凭什么嫌弃我？”楚依依看到安妙薇的样子，有些哭笑不得。以前的林默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竟然会喜欢安妙薇这样的女孩？或许在别人眼中，安妙薇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喜欢她的人很多，但是楚依依是谁？不说她身边的名媛千金，就是她之前所在的江城一中的一班，里面比安妙薇漂亮，家境比安妙薇好的就可以找出来10几个，而且安妙薇的成绩还要被一般成绩最差的学生甩开几十分。在楚依依眼中，安妙薇不仅不优秀，甚至还有一点土。而现在安妙薇的无理取闹，更加降低了她心中的印象。你又是谁？为什么这么说我家薇薇？安妙薇的妈妈王璐也是一脸警惕地看着楚依依，眼前这个女孩确实很漂亮，而且身上的气质看上去不俗，她也不由担忧起来了。我是林默的同学楚依依。楚依依也没有隐瞒，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名字报了出来。你就是微微说的那个超级有钱的富二代。王璐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显然印象很深刻。随后他将目光看着林默，好啊，难怪你小子的态度变了，原来是攀上了富家千金，就不要我家微微了是吧？王璐说完就伸手去推搡林默。楚依依站在一旁没有动，林默的妈妈唐素素却挡住了王璐。你干什么？你们母女俩还有没有良心？我们家小默从小是什么性格，你们都不知道吗？林母护着林默，而王璐也毫不退让。林默，你给我一个解释，你是不要微微了是吧？好，那你以后不要想着跟微微结婚了。林默突然笑了起来，笑声之中有些许悲凉以及解脱。以前他看清了安妙薇是什么样的人，而今天他再次看清了安妙薇的母亲又是什么样的人。果然到了损失自家利益的时候，他的本性才暴露了出来。你笑什么？想道歉，我们就会同意让微微嫁给你吗？做梦！王璐的态度很坚决，安妙薇是他唯一的女儿，他一定不能让她嫁给一个林默，否则他这辈子的希望都毁了。林默的父亲都这样了，家里需要砸锅卖铁，甚至后续的治疗还需要卖房，能不能治好先不说，治好了之后也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废人。就算林默成绩好，考到了清北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可等还清了家里的债，就需要好几年，还要买房买车，几十万彩礼什么的。难道要35岁才能娶自己女儿吗？如果林默父亲没有出事，他自然不会看不起林默家，等林默有出息之后，几年就可以买房攒够彩礼。但现在不一样了呀，他女儿如此有姿色，说不定可以攀上一个富二代呢。想到这里，王璐更加坚决，不能让林默和安妙薇在一起。你们，林母看着王璐，满脸的愤怒，正是患难见人心啊。王阿姨，请你记住今天的话。妈妈，我们走吧。说完，林默拉着自己的妈妈，大步走出了安妙薇家。楚依依轻轻地摇了摇头，看着王璐的眼中露出不理解与一丝可怜之色，跟着林默一起离开了。这个地方大概是他与林默都不想再次踏进来的地方了吧。黑色奔驰车旁，林默与楚依依站在旁边，等着林母收拾东西，准备去江城人民医院。现在林默父亲还在医院重症室等待钱救命呢。林默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从刚刚母亲的口中知道，为了救父亲已经花了20万的积蓄了，现在又需要20万手术费，母亲东拼西凑，只凑到了10万，还差10万块钱。没有钱，手术就无法进行，多拖一天，父亲的生命就多一份危险。10万块钱，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弄？林默突然，他感觉腰间软肉被一个东西轻轻地顶了一下，同时耳边悄悄地传来楚依依的声音。他微微侧头，就看到楚依依那双明亮的眸子正闪着狡黠的光芒盯着自己。林默轻哼一声，疑惑不解。楚依依笑了笑，没有说话，但继续用什么东西又顶了林默腰间软肉一下。林默低下头看去，只见自己的腰间在楚依依白嫩的小手上正拿着一张黑色的银行卡。看到黑色银行卡的瞬间，林默惊讶地转过头看着楚依依，依依你这是？诺。楚依依笑盈盈的伸手递给了林默银行卡。林默一脸的不解，给我干嘛？这
这张卡是我借你的。楚依依笑眯眯地看着林默，我知道你肯定缺钱，这张卡是我存的零花钱，现在借给你了。林默愣了愣，看着自己手中的银行卡，一时之间居然有些不知该如何反应。拿着吧，又不是送给你，以后还是要还的哦。楚依依俏皮地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副调皮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心情挺开心的。林默看了看楚依依的脸蛋，再看了看手中的银行卡，犹豫了片刻，终于缓缓握紧了拳头，眼睛里露出一抹坚毅的光芒。依依，谢谢你，我会记住的。林默郑重其事地向楚依依道了声谢。林默是真的感激楚依依，虽然两个人只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楚依依却帮助了他太多。密码是我的生日，你之前看到过，卡里的钱应该足够救叔叔了。啊！林默瞬间呆住了，足够救父亲了。他再次看着手中的银行卡，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楚依依说这是他的零花钱，在林默眼中，一个高中生的零花钱，即使是富家千金归来，几万应该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了吧？可听楚依依的语气，似乎远远超过了林默的想象，似乎是知道林默在想什么。楚依依又轻笑一声，道：“卡里有多少钱我忘记了，应该是7、80万吧。先发一张，后面还有。作者正在拼命码字中。林默 emo 时间，不要拿你的年薪去挑战别人的零花钱，不要拿你的想象力极致去挑战富人的生活。7、80万零花钱，林默又一次被震惊到了。这也是他又一次对别人的财力产生一种缺乏想象力之感。超越想象力的超级别墅，7、80万的零花钱。如果楚依依是大学生或者进入了社会，别说几十万，就是几百万、几千万，林默都不会怀疑。可是他知道楚依依还没有成年。是的，楚依依的18岁生日是在今年暑假，一个未成年高中生零花钱大几十万，不得不说林默被震撼到了。怎么了？楚依依奇怪地看着一言不发的林默。林默深吸了口气，平静一下自己内心波澜壮阔的心神。如果我知道有这么多，我就不会接受了。林默轻叹一声。林默这句话倒是实话，他才认识楚依依多久，他就借给自己几十万，这份恩情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要知道楚依依可不知道他与楚千和的约定，也就是说，在楚依依看来，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成绩优秀的高中生罢了，7、80万，多少人10年都赚不到。但是楚依依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给了他。楚依依笑了笑，道：“林默，我们是好朋友呀，好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不是吗？”好朋友，林默的双眼有点酸，称得上好朋友的，他以前只有一个，那就是顾小生。还记得前世，自己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他又不想让父母担心，便给顾小生发了一个信息，在吗？在这之前，他与顾小生已经绝交了，有半年没有联系过了。然而下一刻，顾小生直接转账2000块钱，并且道：“莫哥，够吗？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些。”兄弟间的感情就是如此，上午可能吵架绝交，下午就是一起快乐吃饭。很多时候，有几个好的兄弟与朋友，比很多亲戚还要强得多。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好朋友楚依依。我们是好朋友。林默也笑了，笑容温和，像是春风吹拂般温暖舒服。好了，快把卡装好，别被我的司机看到了，不然我爸又要说我了。楚依依提醒道，催促林默赶紧将卡塞进自己衣兜里。林默点了点头，将卡揣进裤袋里。而这时唐素素也收拾好了东西，带着一个大包，急忙地走了过来。阿姨，我扶您上车。楚依依连忙跑了过去，搀住唐素素，并扶着唐素素慢慢往车旁走去。而林默也走了过去，将妈妈手中的大包提了过来。这辆黑色奔驰车的后座空间挺大的，坐3个人完全没有问题，因此林默与楚依依一人坐在林默一边。妈，手术费的事你不要担心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林默安慰道。闻言，唐素素顿时欣喜，眼角溢出泪珠。儿子，唐素素哽咽，忍了许久，终究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阿姨，别哭，林默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老天不会亏待任何善良努力的人。楚依依连忙安抚道。林默也点了点头。妈，放心吧，一切交给我，你不要再担心了。唐素素擦了擦眼泪，重重的点了点头。半小时之后，江城人民医院门口停下来一辆黑色奔驰车。江城市人民医院45号重症监护室内，唐素素正泪眼婆娑地趴在病床边，眼前这个浑身上下缠满绷带的男人还插着氧气管。孩子他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不是说你想儿子了吗？现在他就在你的面前，咱儿子已经平安回来了，你快睁开眼看看啊！唐素素越说越激动，她的脸上泪光闪烁。林默在一旁也是看得心里难受，肚子慌。父亲受伤，他和母亲同样难过，只是现在他并不能表露太多，因为父亲倒下了，他必须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的脊梁骨，接下来的事情都需要他来处理。妈，您先在这陪老爸，我去交手术费。唐素素微点了点头。林默转身朝门口走去，楚依依连忙跟了上去。去交手术费的时候，林默没想到在那缴费窗口吸引了一大票人的注意。我的天，那是黑金至尊卡！黑金至尊卡那是什么东西？据说身价要超过用亿才能拥有的黑金至尊卡。卧槽，那小伙子年纪轻轻的竟然拥有亿万身价，我去，这也太牛逼了吧！一群人议论纷纷，看向林默的目光充满敬畏。黑金至尊卡，无论是谁见到都得低眉顺眼的叫一声爷。不要以为这不可能，亿万身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存进银行吃利息，一天都足以有1万收入。为了1万块钱，有无数人愿意跪下叫爷爷。特别林默还如此年轻帅气，这更加凸显出他身份的特殊。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林默再次感受到了有钱的重要性。没看到他拿出卡之前，没有一个人多注意他一眼，一拿出银行卡便成为了全场最耀眼的那个。特别是缴费台的小姐姐，
神色瞬间就拘束恭敬了起来，态度简直热情到极致。黑金至尊卡，一声惊一声传来，一位老教授走了过来。王主任来了。众人见状，立即让开一条道路，恭敬道：王主任是医疗领域非常德高望重的神经学教授。老教授看了一眼林默与他手中的黑金至尊卡，眉头皱了皱。眼前这个青年看起来不像是拥有黑金至尊卡的人，但下一刻他双眼猛然一亮，看到了一旁装透明的楚依依。别人不认识楚依依，可是他认识啊。看到楚依依，他便不怀疑这黑金至尊卡的真实性了。不过他目光在林默与楚依依身上扫了扫，神色有些许怪异。楚家千金跟眼前这位小伙子是什么关系？小伙子，可以给我看看你的缴费单吗？王主任对着林默问道，态度颇为客气。当然。林默递了过去。王主任接过林默的缴费单，仔细查看了一遍，点了点头。两位，跟我来我办公室谈吧，这场手术刚好是我主刀。林默小课堂开课了。林默学长，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林默，周末约他出去吃个中饭，如果拒绝2次以上，在朋友圈说自己不舒服，看会不会收到关心，直接跟他表白。啥？你是网恋？办公室之中，经过楚依依介绍，林默才知道此人居然是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王建国教授。这位王主任虽然他没听说过，但楚依依似乎很了解。听他说，这位王主任医术高超，也曾被请去他的家里，给他的家人看过病，也给他们家保镖治过伤。而这位王主任对楚依依也印象非常深刻，他热情地与楚依依以及林默攀谈，对这位江城首富的女儿，他言谈之间更是给足了面子。依依姑娘，你放心，我们必定会竭尽全力救治的。听到主治医生说出此番话，林默连忙补充道：那就麻烦王主任了，还请王教授给我的父亲用最好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您尽管放手去做，需要补多少费用都可以，只是希望王教授可以最大可能保住我父亲的安全。楚依依也在一旁附和道：王教授，您就放手去治疗吧，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听到楚依依和林默都这么说了，王建国也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有楚家做后盾，那自然不担心医药费了。笑话，楚家是什么存在？买下他整个医院都绰绰有余。既然如此，他也自然会全力以赴。同时，他对眼前这个少年同样多了一丝钦佩。在他的视角看来，似乎已经将林默当成了楚家人。是的，正常人看到这样的俊男靓女在一起，怎会不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想复杂？何况这楚家的千金还如此看重这年轻人，连黑金至尊卡都给了眼前的年轻人。这年轻人多半就是楚依依喜欢的人，未来的楚氏集团接班人啊！小伙子有些手段，这个病人他也知道，听到只是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凑手术费还需要到处借钱，没想到他的儿子这妖牛逼，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穷小子逆袭记呀！好的，既然是这样，事不宜迟，我马上安排进行手术。那就谢谢王教授了。对了，除此之外，还麻烦您再给我父亲安排一次全面的检查，特别是心脏方面的。方才林默在细想有关于父亲的事情时候，突然想起上一世的父亲就是心脏不好，而且发现的晚，说不定父亲这次出车祸也和他心脏出问题有关系，只是上一世没有表露出问题。早点发现，早点治疗，重生一世，林默亏欠最多的就是家人啊。好的，我来安排，两位一切尽管放心。王教授照做，而他对于眼前的年轻人更生出了一种赞赏之情。这样富贵之后还能想着自己父母的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啊！有这样的孩子，做父母的可以享福了。楚家别墅，正在书房看书的楚千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信息内容，顿时愣了愣。医院消费记录，自己的女儿去医院了，还一次性支付了20多万。下一刻，他打电话给司机，片刻之后，他放下手机，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之中。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女儿与林默的关系啊！混蛋小子，你就这么把我养了18年的鲜花给摘走了？楚千和喃喃自语，神情却带着几分玩味，仿佛遇上了什么好玩的事情。要是你有能力还好，要是没有能力，别说我不帮你。追求依依的富家公子可是不少哦。江城人民医院手术室的门口，唐素素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她满脸担忧，一直紧紧盯着那扇已经关上半个小时的门。林默和楚依依一左一右，静静陪坐在唐素素的旁边。林默虽然表面镇定，但心里一直在为父亲祈祷，期待着父亲的好消息尽快传来。父亲为了他辛苦了一辈子，还没有享一天福。楚依依时不时地望向林默，他看得出来林默此时是故作镇定。从林默看向手术室，那眼神中透露出的担忧之色，他就明白了林默心中对父亲的挂念和担忧。好朋友的父亲在手术，他也同样为其祈祷。楚依依双手合十，林默似乎有微妙的感应，他看向楚依依，心中对于楚依依充满了感激。这次真的得多谢他了，如果不是楚依依的提醒，5天前的晚上林默自己会受伤严重，估计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搞不好有生命危险。而5天后的今天，如果不是这个女孩借给了他几十万，帮助他的父亲用最好的药看病，他都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挺过今天。这份恩情，林默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而对于这重生之后接二连三的蝴蝶效应，林默心中也越发的心惊。楚依依转校、刺杀、父亲车祸，这些都是前世没有的。看来很多事情脚步都得加快了。依依，已经很晚了，你先回去吧，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了。林默站起身，温声劝楚依依离开。王教授之前就说了，这次手术一切顺利都需要6小时，到时候恐怕天都黑了。不嘛，你父亲还没出来，我等他平安了再走。楚依依摇了摇头，拒绝了。可是等下就天黑了。林默眉头微皱，林默，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林叔叔没有脱离危险，我不会走的。楚依依坚持留了下来，
林默见状无奈叹气，看到林默这副模样，楚依依扑哧一乐：“你别担心了，林叔叔一定会没事的。”林默重重点头，又重新坐回到椅子上。就这样，3个人静静地在手术门口足足等了7个小时。终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3个人同时被惊醒，紧张地走了过去。王教授满脸兴奋地朝着林默3人走了过来：“恭喜恭喜，手术非常成功！”听到这句话，3人同时松了口气。谢谢王教授，谢谢王教授。楚依依道：“林默，我就知道会没事的了。”看着身边陪着自己等了足足7小时的女孩，林默眼中流淌着暖暖的光芒。身为首富千金，却一点也不矫情，属实难得。依依，谢谢你。楚依依摇了摇头，客气啥？我们是好朋友嘛。一辈子的好朋友。虽然手术很成功，但病人还需要静养，接下来是恢复的关键时期，一定要严加看护。具体的注意事项，后续会有人告诉你们。另外，如果需要专门护工的话，也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们联系。凑上来的王教授和他身后的几名护士都笑容灿烂，而这个好消息同样让林默和唐素素以及楚依依激动得不能自已。唐素素和林默听后更是连声道谢，拉着王教授的手就不松开。王教授，您真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真是太感谢您了。王教授，谢谢您救了我的父亲。林默和唐素素不断道谢。王建国虽然开心，但7个小时的高强度手术已经让他很疲惫。再次向唐素素和林默交代了几句之后，他就离开了。而唐素素和林默则随着其他护士将自己的父亲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林默叔叔已经脱离危险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如果有什么事，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啊。楚依依冲着林默甜美一笑，便跟唐素素挥挥手，走出了重症监护室。傻小子，你还站着干嘛？快去送他！一旁的唐素素瞪了瞪站着不动的林默，恨铁不成钢的道：“真是钢铁直男啊！”闻言，林默一怔，随即恍悟过来，他刚才的确为父亲没事的消息而兴奋，竟然忘了送人。他连忙跑出去，刚好看到了走到拐角处的楚依依。依依，等我一下！林默叫住了楚依依，快步走了过去。听到声音，楚依依转过头，疑惑问道：“还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就是送送你。”林默轻笑着回答。听到这句话，楚依依突然笑了，她笑得很灿烂，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好啊！林默愣住了，楚依依笑起来的样子真漂亮。走了，楚依依招呼着两人肩并肩慢悠悠地往外面走，两人的背影在灯光照耀下被拉长。林默老爸林国栋的伤势随着手术的成功逐渐稳定了下来，于是唐素素便提出要林默赶紧回学校去继续复习，因为林默已经整整半个月没有去上课了，这对于即将要高考的他来说形势有点糟糕。虽然林默学习好，但长时间不接触课本，不接触试卷，谁敢说自己不会手生？何况唐素素也知道江城市第3次模拟考试就要开始了，这场考试比前2次模拟考试更为重要，他不想让林默在高考前这次最重要的考试中遭遇滑铁卢，于是便催促林默赶紧返回学校去学习，去备考。虽然林默再三表示自己没有问题，他想留在医院和母亲轮流照顾父亲，但在唐素素的再三要求下，林默只好返回了学校。恰好这天，楚依依也在医院看望林默的父亲，于是两人一起回到了学校。当林默和楚依依不是上学时期，还一同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清泉一中所有的目光便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这两人的身上。快看快看，江城女神楚依依等等，他身边的男生是林默。卧槽，林默学生回来了，欢迎欢迎。他们2个好像走得有点近啊，不会是林默真的和楚依依要成了吧？这有啥好惊讶的？当初楚依依转校过来的时候，我们不就猜到这个结果了吗？不过话说，林默不是被苏然扎伤了吗？据说心脏都给捅了个窟窿，这么快就好了，这也太逆天了吧！心脏？为什么我听说是腰子被割了呀？别这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行吗？楚依依是啥人？他老爹要是出面，那还不得给林默请个好医生，再用点好药，这不是合情合理。林默和楚依依一起来到校园的时候，立刻就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这2位本来就是清泉一中的风云人物，当他们同时出现在校园里，还肩并肩走在一起，那吸引眼球的效果不必多说。阳台上探出的那一排排整齐的脑袋，就足以说明现场的盛况。他们的目光不断的在林默和楚依依的身上来回流转，羡慕这个词已经被他们喊烂了。林默和楚依依2个人真的太般配了，简直郎才女貌，天生一对。而且这俩人一个是高帅学神，另一个是白富美天才少女，往这一站怎么看都怎么合适。相比以前林默追在安妙薇后边的画面，此时的场景看着虽然梦幻了些，但舒服多了。这个时候的林默仿佛才是真正的林默，这个场景才和他超级学神的光环相符吗？林默回班里之前先去找了班主任说明情况，班主任对于林默的回归感到惊讶，同时也非常欣喜。这不仅是为林默度过劫难高兴，也为他们的班级感到高兴，因为3模就在1个礼拜之后了。这次3模不同以前的1模和2模，3模之后再过不到1个月就是高考了，而且3模的试题难易程度更接近高考，这次的考试他们完全可以当作高考来对待，这也是高考前最后一次考试了。而这次的考试结果也将决定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如何复习，以及保持怎样的心态，这非常重要。如果这次考试失利，那么当事人的心态必定会受到影响。如果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那么1个月后的高考中，说不定也无法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到时候一旦高考失利，那就真的完蛋了。寒窗苦读12年，就是为了今朝跃龙门啊！虽说有复读的机会，但是又有几个人愿意再多花这1年时间去复读呢？同时
班主任还告诉了他，那个伤人的黑衣人的结局是苏然，他妒忌你，一时失去了理智。因为楚依依也差点受伤，楚千和震怒了，亲自下场，表示严惩不贷，恐怕几年牢狱之灾是免不了了。听到这个结局，林默也是有些唏嘘不已。惊讶的是，那个黑衣人会是苏然，在前世他可是挺风光的，考了一个好大学，毕业之后，在他父亲安排下，进入了江城一中当老师，前途无量。而现在，在林默一次次打击之下，心态崩了，从而持刀伤人。几年牢狱之灾，加上得罪了楚千和这个庞然大物，苏然这辈子恐怕废了。这个钱是他最大的敌人，如今已经彻底的成为了他林默的踏脚石，未来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在这之后1个礼拜，放学之后，楚依依每天都将林默送到医院后才离去，而林默则每天都在医院照顾老爸。林国栋也是在唐素素的悉心照顾下，第3天就已经醒了，第5天就已经能开口说话了。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安然无恙，林国栋也感觉心安了。而在听说了楚依依帮助他们家的事情后，他感激涕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太过善良，以至于很多时候都不顾自己。林默时常劝老爸多为自己考虑考虑，但这样的劝说完全没用。性格使然，教养使然，经历使然，多说无益。想要改变太难。林国栋知道林默马上要考试了，他也同唐素素一起劝林默这几天都不要来了，专心备考。林默拗不过二老，只好答应。接下来的2、3天里，林默和楚依依一起稳步备战3模，有题不会，楚依依就直接问林默，而林默总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楚依依的问题。他在被林默影响着一步步往前走，而那总是烦人的安妙薇最近也没再找林默，他甚至不抬头看林默和楚依依一眼。自从校花的光环消失后，他在班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因为他成绩也一般。现在的他逐渐沦为了小透明。此时的龚丽丽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时常不与安妙薇联络了。安妙薇似乎已经成了孤家寡人。现在班里的氛围也一片和谐，时间总是在忙碌中一晃而过。这场极为重要的3模，终于在众多高3学子的期盼中悄然来临。3模考试正在紧张的进行，林默的回归虽然同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与以前相比，一直将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的人却只占了极少数。因为3模实在太重要了，大多数人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克制自己，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眼前的考试之中。第1堂语文考试很快结束，所有人似乎都答得很轻松，整个答题节奏很顺畅，很多同学对于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也因此他们对于之后的考试充满了信心。尤其高3、1班的同学们，他们本就是清泉一中的顶流，在林默和楚依依的影响和班主任的鞭策下，他们这段时间的突击终于看到了成果。尤其下午的数学考试，第1天考试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所有同学都围着林默和楚依依一块对数学答案。林默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答案分享出来，供同学们参考。而对于这位行走的标准答案，同学们的回应也很是热烈。班长，你真的太帅了！刚对了一下成绩，我这次数学能考120分，相比平时能提升10几分呢。多谢班长平时给我们讲题，我也对完了，我能考130分呢，也提升了10几分。班长，我真的太爱你了，有你是我的福气。这位同学，你克制一下，少看点广告吧。就是虽然你的数学成绩还不错，但是我猜你的语文只能及格。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扇你。林默在班里的受欢迎程度堪比演唱会现场的明星，对此林默也已经习惯了，他甚至能在众人围着他尖叫的时候，静静地坐在那画一幅画。没错，将这也当成人生的一种修行。而旁边的楚依依看着波澜不惊的林默，嫣然一笑。他是聚光灯下长大的孩子，又怎么会不清楚成为焦点人物时候那种令人苦恼的不自由的感受？尽管从小到大已经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景，但楚依依却还是无法做得像林默这样气定神闲。别看我了，抽时间眯一会，养精蓄锐，明天还有考试呢。林默头也没回，却放下手中笔，单手撑着脑袋倚在桌子上，对楚依依说着：“好，听你的。”说罢，楚依依也学着林默单手撑着脑袋靠在桌子上。此时他和林默面对面，林默闭着眼睛，而楚依依却看着林默好半天才缓缓眯眼。这样的举动放在平时午休的时候倒还没事，但在其他任何时候，谁看到这样的场景不迷糊？谁家糖洒了？怎么空气带着一丝丝甜味嘞？同学们看着那正闭目养神的俩人，皆是露出暧昧的笑容，一个个的和同桌藏在抽屉后窃窃私语，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这些话传进安妙薇的耳朵里，却将这早已处在崩溃边缘的女孩内心搅得天翻地覆。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与林默已经一刀两断。她不停地刻意提醒自己那天林默来她家闹事的事情，可她越是刻意地去想这些，她的脑海里越是会蹦出从前林默和她一起玩的快乐画面，那些林默送她早餐、送她礼物的画面，还有林默和她一起回家的画面。安妙薇的心里感觉到一阵阵撕裂的疼痛，最终她从内心放弃了对林默的抵抗。爱与恨此刻在她的灵魂里紧紧交织，将她的灵魂撕碎又拼合。她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逐渐陷入崩溃，她已经迷失了方向。3模考试的第2天，天空很蓝，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在5月份还不算很热。坐在窗边感受着微风习习，别提多惬意，整个人都精神了。在这样的状态下考试，能发挥不好吗？上午的英语就不说了，会的人没有什么压力，不会的人除过转橡皮和抓阄之外还有什么招数嘞？值得一提的是，理综虽然相比之前的1模和2模难度低了不少，但是
最后的2道大题，一道运动分析，一道电场分析，确实让同学们感到焦头烂额。不会啊，完全看不懂，完蛋，我的满分只有250了。哦吼，不愧是你，250，不像我，虽然我也不会，但是我随便写了几个公式上去，想必怎么也能蒙对几个公式吧。嘿嘿，不愧是我，得了吧，写几个公式就想让阅卷老师可怜你几分，你还真是屁股上描眉画眼，好大的脸面。别说出来嘛，人家也要面子的。2天的考试落下帷幕，所有人心中的一口气却一直提着，现在就等2天后出成绩了，就看这次能考多少分了。如果考得好，那就继续努力，争取高考再创辉煌；如果考得不好，那就赶紧调整心态，抓紧时间复习。所有人都清楚，时间真的不多了，成败就看这最后的1个月了。12年寒窗究竟是奔向霓虹，还是回归田间地头，全看18天后的那场考试了。林默单身 emo 时间，我难过的不是你和别人好了，是看到别人那么简单容易就代替了我在你身边的存在。对我来说，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但对你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替代我。3模考试结束后的这2天，同学们久违的迎来了2天的假期，所有人欢呼雀跃，各自规划着自己这宝贵的假期，有出去玩的，也有继续复习的，还有人准备半个月写完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林默则是去照顾他老爸楚依依，他一如既往的先将林默送去了医院，将林默送到医院，又看望了林默的父亲之后，楚依依才回家去了。而林默就在医院照顾自己的老爸。林默在学校的这几天都是他母亲唐素素一个人在照顾林默的父亲。经过这么多天的连轴转，唐素素的脸色看上去很是疲惫，其辛苦程度显而易见。妈，我这2天休假，这2天就由我来照顾父亲吧。你已经辛苦这么多天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唐素素知道林默这是关心他，可一想到儿子半个月后就要参加高考了，他就果断拒绝了林默。林默好话说了半天，又讲道：妈，你要这么想，要是您在这个时候因为过度劳累病倒了，那咱家就剩我一个能活动的了，到时候我就得请假回来照顾你和老爸，那样我高考不考了。所以说现在我正好有假期，正好可以替换一下你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爸和你自己，不是吗？林默的一番话听得唐素素心中非常感动，她当然知道儿子说的有道理，她也觉得自己很累，但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子，为了丈夫，她必须得坚持住。高考必须考，高考必须考。终于在林默的劝说下，唐素素终于答应回家去休息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每日到了饭点就带着精心准备的营养餐来看林默和自己的丈夫。这次的磨难虽然险象环生，但最终却更加加深了林默一家人的情谊，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看清了安妙薇一家小气的一幕，可以同富贵，却不能共吃苦，珍惜当下，珍惜一切。除此之外，这次的遭遇还帮助林父驱除了身体的隐疾，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林国栋虽然伤得严重，但是经过这些天的治疗，他的伤情已经趋于稳定恢复的状态，这还要得益于楚依依经济上的帮助，以及王教授治疗上的照顾。因为有楚依依和林默的嘱咐，王教授这次给林国栋用的药都是进口的特效药，贵是贵了点，但效果那是没得说。林默2天的假期结束的时候，林国栋已经搬出了重症监护室，转移到了普通病房。虽然全身多处还缠着绷带，但他的面色已经红润了许多，看上去恢复得很快。唐素素和林国栋深知这次多亏了楚依依的帮忙，才让他们这个遭受大难的家庭挺了过来，所以他们特意在林默返回学校的当天，对林默再三嘱咐，一定要向楚依依传达他们的谢意。林默走后，二老相视而笑，言谈之中感慨命运变幻之莫测。作为普通人的他们，何曾会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会有这样的人生机遇，能得到江城市首富千金的青睐，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梦啊！虽然不知道将来这2个孩子能走到什么程度，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他们之间早晚会更进一步，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只是没有想到安妙薇那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却没想到长大之后却闹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世事无常啊。不过或许一切都是天意吧。林默回到学校的当天，就将父母的话转达给了楚依依。楚依依听后心里也很开心，这次3模的成绩出来之后，清泉一中一改往日风格，竟然直接大肆宣传了成绩单，而这张成绩单上还有每个人的成绩与去年高考分数对应的排名，全年级同学的分数都能看到。似乎每一个人都知道，12年寒窗真的马上就要到了决战紫禁之巅的时候了。而这个时候，一切与他们真实水平无关的花哨手段都是多余。老师们也清楚，与其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好好考试，认真对待，不如直接让他们感受一下高考真的出分的时候是怎样的感受。而他们此举也确实有效，这些青涩的少男少女也在面对这份成绩单的时候终于明白，1分之差刷掉1000人真的是客观事实。不过尽管如此，不少人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一切，看得出来所有人都成长了。这还表现在当他们看到林默依旧是以惊人的满稳分居于全国第1的位置时，他们虽然惊讶激动，但已经很少有人像一模的时候那样为此尖叫咆哮，他们只是会在自己班里和同学聊天的时候喊几声林默牛逼，并与那些羡慕的不能自已的同学们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林默是不是有外挂这件事。完事之后，他们在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兴奋地描述一下林默到底有多牛逼。不过同学们相比，那些早就守候在校门外的媒体显得更为夸张，他们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等待放学之后，楚依依和林墨一起走出校园的时候，他们扛着摄像机突然冲出来，话筒对着楚依依和林墨就是一顿问。林墨同学，据可靠消息称，这次考试你考了750满分，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楚依依同学，你这次只考了740分，比林墨同学低了10分，可以请你谈谈自己此时的感受吗？几位记者七嘴八舌，恨不得一口气将自己所有的问题全抛出来。不得不说，不愧是新闻专业毕业的，真会制造舆论，真会抓热点。只考了740分，666。路过的学生听到记者的问题，纷纷吐槽。对于这些问题，林墨和楚依依只是笑嘻嘻的回答，无可奉告。采访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不得不佩服一些媒体人们的聪明，他们还是利用了林墨3模满分的事情做噱头，并企图引导舆论。有几家媒体跟风，发出了以下几篇报道：震惊，是3模答案再遭泄露，高3学神全科满分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传说中的清泉学神竟然考了满分，这是社会的扭曲还是道德的？18天也不过2个多礼拜的时间，放在平常时候几乎没啥感觉就过去了，但高考前的这18天似乎过得相当的慢。或许是因为这场考试对所有人而言都太过重要，以至于所有人的潜意识中都开始注重每天的过程。这既是一种心境的转变，也是所有同学对待高考那种既期待又紧张的外在表现。而除此之外，老师们似乎也和以往不同了。现在的课堂上，所有老师都是一副笑脸盈盈的模样，就连以前非常严肃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和化学老师，现在在课堂上也一改往日严肃的表情。尤其是面对那些3模考试失利的几位同学时，老师们更是显得极为热情。大风，别难过，填饱你的肚子尚且需要5碗米饭，一次成绩怎么会决定你的人生呢？好好复习啊，高考加油！大浪，你也别伤心，你还年轻，可以向往牛津，或者多看1经，就算没有1样经，至少你还是个人精。面对老师们突然的热情，同学们还有些不太习惯。不过大家都明白，在这最后的时刻，鼓励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强心针。保持好的心情，在考场上好好发挥，交出完美的答卷，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没了老师们的催促和监督，同学们也都极其的自觉，自习课和课间也没有了吵闹声，所有人都在认真的复习，当然也包括林墨和楚依依。尽管之前的考试中他们一直发挥得很好，成绩也都名列前茅，但那毕竟还是模拟考试，到时候就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所以这最后一战不容有失。虽然现在的他们自信有实力能在高考中取得一个极为不错的成绩，可是更好的成绩不是更好吗？重活一世，林墨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将自己所有的愿望变为现实，如此才不枉这两世为人的经历。楚依依自从有了林墨这个对手，便早已将他视为了自己的目标，奋力追赶，也因此他3模的成绩又提升了，第一次突破740分大关。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和林墨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但他也不想认输。就算不能超过林墨，那至少也要追上他的脚步才好。林墨如果考了全国第1，那他也要争取全国第2。高考已经是这个阶段他们2个之间的最后一战，他不想留下遗憾。至于选学校的事情，他丝毫不担心，因为以他和林墨的分数，到时候绝对是学校招生办上门来找他们，到时候就看林墨想去哪个学校了。不过楚依依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好奇，林墨，你想上哪个大学？我吗？我想先保密。这么神秘啊？那好，我也保密。不过到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哦。好，到时候一定告诉你。楚依依和林墨聊得开心，可这声音却像一只只飞来的箭雨，不断地往安妙薇的耳朵里钻，他不听也得听，搅得他心神不宁。实际上3年前林墨就和他谈论过这个话题，当时的林墨很是大方地告诉他，他安妙薇去哪个学校，他林墨就去哪个学校。当时的他还不以为意地嫌弃林墨是个粘人精，谁曾想到时光荏苒，3年后的现在，他听到林墨在和其他女孩子谈论这个问题。不过那最终的答案却不曾听林墨提起，或许林墨是怕他安妙薇听到，又或许林墨担心以后的楚依依会同他以前对林墨那般。看来林墨并没有那么相信楚依依吗？呵呵，安妙薇这样分析着，抛开家庭不谈，我与楚依依能差多少？我都得不到林墨，凭什么楚依依能得到？想屁吃呢！安妙薇的心中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她要跟随着林墨的脚步，既然考不到同一个学校，那就去同一个城市。她倒想看看楚依依和林墨最终的结局。时间日复一日，田野上的麦穗也在日头的照耀下渐渐变成金色，原来的那一片绿色的汪洋现在已经开始泛起灿灿金光。收获的时节将在1个月之后不期而至。学校里同学们的复习进度一天也不曾停歇，这样的势头足足保持了半个月。终于在距离高考最后2天的下午，学校召开大会，给所有同学进行了最后一波的鼓励之后，2天的考前假期不期而至，这让同学们紧绷的神经一下子缓和了许多。这虽然是每年的传统，但对于这些压力山大的同学而言，却无疑是最好的良药。是的，他们压力太大了，短暂的养精蓄锐对他们而言更加有益。至于怎么利用这2天，那就看他们个人了。有些同学选择补觉，有些则想出去爬山或者野炊，稍微放松一下。除此之外，还有些同学则表示，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他们只爱学习。林墨和他们都不同，他既没有去医院看父亲，也没有回家复习，他来到了一家西装店，脱下了自己的校服，换上了一套西装。明明只有18岁的林墨，在换上西装之后，整个人气质陡变。1.8米，身形挺拔的他，穿着合体裁剪的黑色西装，站在镜子前简单干净，特别是他的目光
没有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稚气，反而透露着一股坚毅成熟。那张清秀俊逸的脸庞更加的棱角分明，剑眉星眸，鼻若悬胆，嘴唇薄而性感，带着一种淡漠冷峻。他整个人都散发着浓浓的贵族公子气息，仿佛他本该就是这般浑然天成。这样的他仿佛带着某种魔力一般，令人移不开眼睛，忍不住惊叹。就连店里的女服务员也被林默这帅气英俊的外貌惊艳得说不出话，甚至有几个女服务员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就差流口水了。林默从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模样，嘴角勾勒起一抹浅笑，满意的点了点头，走出了西装店。在高考前一天，在别人或者复习或者放松的时候，他却要去谈一笔大单子，一笔足足一个小目标的大生意。林默单身 emo 时间，其实追女生没那么复杂，只要你多花时间多花心思，她生气的时候你哄一下，给她买点礼物，带她吃点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叫打水漂。1个多月前，林默跟江城首富定下了约定，他需要在1年的时间利用1亿的启动资金赚1个亿，如此他才可以得到楚千和的认可。1亿的启动资金，林默有信心10年赚100亿，但是1年赚1个亿却很难。为什么？因为如果林默投资米忽悠、饿了么等等未来会崛起的项目，那么10年之后林默可以翻100倍。可是仅仅1年时间太短了，根本还看不到起色。不过林默也不是没有办法，他还有其他的计划。而现在这个机会他来了。这个项目本来林默没有考虑，因为他到来的时间太快了，快的他根本没有实力接下。现在不一样了，他有1个亿的启动资金，而且背靠江城第一集团，他有信心拿下这个项目。前世高考前夕，他路过某个地方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从6楼上跳下，这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面他查了一下这个相关信息，发现原来这是一个烂尾楼的老板，他妻子卷钱跟着他合伙人跑路了，没有钱，工程停了下来，被迫烂尾，而他也因此负责数千万，无路可走之后，从这里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命运捉弄人，在他自杀之前，政府已经规划好了这块地，准备将其打造成为新城区的核心。因为这位置太好了，背靠大江，风景宜人，交通便捷，环境优美。10年之后，这里会成为新城区的核心。不过现在还是一片烂尾楼，只是可惜了这个跳楼的人，他只要再多坚持1个月，政府的文案就会下来了。他不仅不需要负债，还要赚好几个亿。最搞笑的事情就是，知道政府要买回这块地，他老婆又屁颠屁颠的回来了，继承了他的家产，简直就是地狱笑话。可怜的人啊！提示一下，作者不是大老板，也不是富二代，这些商业问题有问题的地方别认真啊！呜呜呜！林默是算好时间的，等他来到这片烂尾楼前面的时候，刚好看到了第一栋楼上6楼的一道身影。他正望着前方已经停工的工地，双眼无神，似乎是在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林默记忆力极好，还记得他的名字王德富。多么可惜的一块地啊！要是资金充足，建成这几栋住房该有多好啊！林默的声音响起。王德富神色一愣，猛然转身望向了林默。你是王德富先生？您好，我是楚氏集团的投资公司顾问，我叫林默。林默主动伸出手，我今天来这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和您商量一下，请问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聊聊？王德富怔怔地握住了林默的手，他现在还处于懵逼状态。要知道，他本来都准备自杀了，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还是什么楚氏集团的，让他有点发懵。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王德富情绪十分低落，老婆出轨，卷钱跑路，工地停产，负债累累，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王先生，我也不说什么客套话了，楚氏集团看上了你这块地，你出个价吧，我们准备收购你的公司。听到这句话，王德富瞪大了双眼，不敢置信。真的吗？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林默，对方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气度不凡，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一看就不可能是骗子，是某个大公司的高管啊。骗子要是有这个气质，还当什么骗子？而且他还有什么可以骗的？确实，穿着西装的林默很难让人相信他是即将高考的高中生，当然是真的。林默颔首，可是我们公司这个烂摊子。王德富苦涩一笑，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他也想过将这块地卖掉，可是却发现就是卖了也还不起账啊。他老婆不仅将他所有资产卷走了，还替他借了好几百万的高利贷，要是不还，断手断脚都是小事。自杀已经是他唯一的路了。2012年，江城地皮的价值还没有10年后的1/10，特别是未开发之地，可以说是一文不值。所以即使他现在卖了这块地，估计无法还清贷款，这辈子依旧翻不了身了，无路可走了。王先生请放心，我们不仅仅只是购买下这块地，同时还接手王先生公司手上所有的债务。林默沉稳地开口，并且还可以帮助您渡过难关，解决这次危机。他这话倒像是给了王德富希望，他急切地抓紧林默的衣袖，激动地开口：真的吗？林默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抚了一下他的情绪，随后他从包里掏出了准备好的2份合同，递给了王德富，请您仔细阅读一下这个合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现在就签下。王德富拿起合同，迅速地浏览了起来，越往下看，他的脸色就越兴奋了起来，眼底闪烁着兴奋的金芒。这块地的价值是4000万，而我公司如今已经负债了8000万了，也就是说，收购我们公司，你们还要亏损4000万，但现在你们还愿意给我2000万，他有些不敢置信，毕竟这可是亏本的买卖。王德富觉得楚氏集团肯定是脑袋抽筋了，竟然做这么赔本的生意。在他心中，别说给他2000万了，就是不给他钱，愿意接下这个烂摊子，他也愿意啊。至于申请破产，他也不是不想，但是有许多债务是他个人名义借的呀，破产都没有用。现在不仅他不要亏4000万，
还挣了1、2千万，即使将身上的债务全部还清，他也还有1000多万赚。老天爷开眼了。林默点了点头，负责4000万，跟前世报道的一样，王德富没有撒谎。不过也是，都要自杀了，没必要撒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林默淡淡一笑，对于楚氏集团来说，区几千万的亏损还影响不了什么。王德富浑身一颤，是啊，楚氏集团那是什么庞然大物，资产数千亿的超级集团，他这区小公司还担心这样的大佬。这也是为什么林默之前请求楚千和将他这个投资公司设立在楚氏集团名义下的原因。楚氏集团这4个字就是最大的招牌与信用，至少在楚氏集团破产之前，这个招牌在林默眼中比10个亿还要值钱。这是真的吗？王德富看着手中的合同，还有些不敢相信，我是不是在做梦？他狠狠掐了自己胳膊一把，痛感袭来，他确定这不是幻觉，更不是梦。他的嘴角忍不住咧开了笑容，仿佛是个孩童盘。这是他这些日子以来听到最令他欣喜若狂的消息。他的妻子不但卷钱跑路，还让他背负巨额债务，他的人生彻底完蛋了。可是没想到峰回路转啊！合同在这里，白纸黑字，具备法律效应。王先生尽管放心。林默微笑道：“现在我们来谈谈收购的具体事宜吧。”好，王德富连忙答应下来，他恨不得立刻马上就将这块地卖出去。林默点头道：“王先生，我们收购你们公司。”这次谈判足足谈了3个小时，其中林默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们会下意识地抓住救命稻草。如果林默今天不出现，那么等待王德富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跳楼自杀。但现在林默的出现对他来说就是黑暗中的黎明啊！事实上，林默还可以更狠心一些，只需要花费几百万就可以将这块地买下。这几百万就是王德富本身的债务。王德富还清债务之后，可以重新做人，而不用被逼自杀。但是林默终究没有狠下心来，大概是同情王德富前世悲催的命运，也或许是在他前世自己身上找到了共鸣点，所以他多花费了1000多万，8000万收购王德富的公司，2000万给予王德富，就是1个亿的合同。3小时的谈判终于是结束了，王德富爽快地签下了合同。正常来说，1个亿的合同少说要谈好几天，反复拉扯，但对王德富来说，他恨不得1分钟就签了，很怕楚氏集团突然反悔不买了，也因此这次合同才会如此简单的签下。大概这是1个亿交易中最快的速度了吧。签完合同之后，王德富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郑重其事地对着林默鞠躬致谢：“谢谢林总的慷慨，谢谢，我会把这份感恩铭记在内心的。”他说完这话后，又补充了一句：“以后只要是林总有用得着我王德富的地方，只要一句话，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签合同之前，他称呼林默为林先生，签完之后，他已经改口称为林总了。眼前这位看起来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可以做主签下1个亿的合同，这个人恐怕来历非凡啊！林默摇了摇头，举手之劳罢了。王先生客气了，明天将有人前往王先生的公司交接工作，资金也会在那个时候到账。虽然这个合作谈妥了，但是林默却并没有露出轻松的神色，毕竟现在才是刚刚开始，他的目标可不仅仅只是这1个亿。王先生，等一下！就在王德富开心的准备离开的时候，林默又叫住了他：“林总，您该不会要反悔吧？”王德富的神经顿时紧绷了起来，他害怕林默反悔，赶紧开口询问：“我怎么可能反悔呢？我这不是还有件事情要和王先生商量吗？”林默淡笑着解释道。见林默并没有反悔的意思，王德富才松了一口气，耐心聆听了起来。王先生，我有办法让你抓到你的老婆。真的？王德富眼睛猛地亮了，他不是没有报警，可是对方都已经跑到了国外去了，怎么抓呀？林默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王德富的双眸陡然迸射出惊讶的光芒，他震惊无比地看着林默，满眼不可置信。林总，您说的是真的？林默淡淡一笑，当然，如果王先生信不过我，那就算了，如果信我，1个月之后你老婆就会回来。信，我信。王德富迫不及待地回复：“我一定信您，别说是让我装死，就是要我自残，我也愿意啊。”他的老婆出轨卷钱跑了之后，他已经失望透顶，如果能够将他捉住，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他也绝对要试一试。一切都完成之后，看着离去的王德富，林默伸了懒腰，心中舒爽无比。前世在报道里，他记得最终政府是以2.3亿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地，也就是说1个月之后林默将赚3个小目标大大超过了与楚千和的约定，加上之前的1个多月，也就是说林默仅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用1亿的资金就赚了3亿。这种恐怖的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即使是楚千和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收益了，但是对于林默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他知道未来的华夏经济发展会呈爆炸式增长，接下来10年将会是黄金10年，不如定一个小目标，10年之后就超过楚氏集团吧。林默起身来到一个角落，从中拿出一个袋子，取出了自己的校服，穿着西装回去太显眼了，他还是喜欢校服，穿上都觉得年轻了许多。大概谁也不知道，一位即将高考的高中生在高考前夕谈下了一个小目标的合同，在1个月之后还可以赚3亿。看了看天色，林默买了一些水果跟吃的，便来到了江城人民医院看望自己的父母。马上要高考了，也该让他们放心一下了。
到病房的时候，林默的父亲还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而林默的母亲也正靠在一旁的窗边休息，全然不见护工的踪影。经过了解，林默才知道，原来母亲觉得请护工太贵了，自己虽然辛苦点，但也忙得过来，所以就让护工离开了。林默的老爸其实也心疼，但拗不过唐素素，只好答应。俗话说，知子莫若母，同样，儿子又何尝不了解母亲呢？林默也有些心疼老妈，怕她累着，但是他也知道，老妈勤俭节约的日子过习惯了，能亲力亲为的事情，他便不想花钱。何况自己家里现在的情况，现在还不容乐观嘞，容不得奢侈。这让林默心中更加坚定起了赚钱的念头，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林默照顾完父亲的吃喝拉撒之后，终于可以休息会，他不感觉辛苦。相比母亲这么多天日以继夜的照顾，这些简直是九牛一毛。休息的时间，父子俩谈起了关于楚依依。臭小子，你是不是喜欢你这位名为楚依依的同学？林默一愣，老爸这平日里看着一脸正经，怎么今天谈起这话题了？不过仔细一想，倒也正常，儿女的婚姻大事，哪个父母能不伤心？老爸，别乱说，我是很感谢他，现在只能说是互相欣赏，他欣赏我的才华，我也同样。林国栋饶有意味地笑了笑，他也曾是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有些事情他也有着些许直觉。林默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现阶段他这么想，但以后可就难说了。人永远都是在往前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时间或远或近。至于最终的结果，那就看当事人的造化和老天的意愿了。孩子，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是老爸还是想啰嗦两句。人这辈子能有多少年，又能有多少机遇？茫茫人海之中，能遇到一个和自己合拍的人不容易，不管你们将来如何，一定要珍惜眼前啊！林国栋的话在林默的心中回荡着，不得不说，有些道理真的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完全明白。两世为人的他非常认同老爸的观点，人这辈子能有多少机遇呢？他林默若是没有这个重生的机遇，还能见到自己的老爸老妈吗？若是没有重生，他会认识楚依依吗？或许一切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楚依依也是这一世推动他命运的那只蝴蝶，只是现在他也明白，自己和楚依依的确还未走到那种地步。至于将来如何，一切还得再看看。林默冲他老爸认真的点了点头，我明白，放心吧老爸，我自有分寸。林国栋欣慰的笑了笑，对于林默他一向放心，因为林默打小就是做事周全的人，不过以前的他稍微有些懦弱，而这次见到林默，他能感受到宝贝儿子身上的阳刚之气和男子汉的担当。对于林默的成长，他很高兴林默留在医院照顾林国栋整整1天时间。回去的路上，林默路过曾经走过的河边、桥上、路灯下，他心里想了很多很多。站在家门口，他仰望着星空，宇宙是那样深邃、神秘的不可捉摸，他的人生也一样如此，只是不知道这一世他的命运之门后边是通往何处。这一夜，星空闪耀，北斗七星在江城的正上空显得格外明亮，被窝里的林默睡得格外香甜。第二天清晨，朝阳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温暖的阳光轻抚过大地，每一片绿叶、红花都缓缓舒展着腰肢。林默来到医院，跟父母报平安，这是你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节点，一定要加油啊！唐素素和林国栋看向宝贝儿子的目光里满是期待。林默看着二老，郑重地鞠了一躬，爸妈，你们就放心吧，这次儿子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林默带着身份证、准考证号这些信步走向高考的考场，他的考场被分在清泉驿中自己的母校很熟悉的地方。每年的6月7日和6月8日这2天，全国各个地方都是一片人头攒动的盛大景象。高考的重要性，所有人都明白。这场考试不仅承载了千万家庭的梦想和希望，还见证了数以千万寒窗10年学子们的欢笑和泪水。它更是承载着这个古老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之门。这场考试太过重要，以至于在这2天时间里，所有的国家大事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毫不夸张地说，在这2天，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凝聚于这场盛大的考试。就即便是处在江城市清泉县的清泉驿中门口，此时也同样热闹非凡。那校门两边大红色的对联在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那校门口拥挤的人群中，万千学子的父母怀着殷切的希望，还在谆谆教导。而在人群的外围，有着5、6家媒体人，正2人1组，扛着摄像机到处采访。同学可以采访你一下吗？不可以。摄像一脸懵逼，主持人尴尬至极。看我干嘛？下一位同学，高考马上就开始了，此刻你的心里紧张吗？我不紧张啊，我又不考，有什么好紧张的？不是，同学，你现在就站在考场外边，你确定你不是来考试的？你这不废话吗？我今年上高2考什么？莫名其妙。这位同学扭头就走，摄像傻眼，记者吐槽：不是，同学你们都哪个班的？我们下次绕着走。好了好了，下一位。那位同学和周围的大妈们聊得挺好，好像性格挺开朗的。我们去看看。同学，你是来参加考试的吗？哦，你说呢？冒昧了。对了，我问一下同学，你代表了吗？你这不废话吗？高考不让代表进考场。难怪哈，考试还有10分钟，开始了，也不见你着急。卧槽，考试都要开始了，你 TM 还来采访我？优美方言不便展示。距离第一堂的语文考试开始还有5分钟的时候，林默来到了自己的考场。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楚依依竟然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2人对视一眼，皆是有些惊讶，却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被分在了同一个考场，或许也就是缘分吧。2人相视一笑，一起踏入了考场。高考开始了，未来的命运又会走向什么地方呢？
林默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微笑，这个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晓，而且他也隐约觉得这应该就是命运的安排了吧。林默小课堂开课了，小可爱，林默学长，什么样的男生不可能是渣男？林默长期不换头像的，穿衣服不是白的就是黑的，随叫随到秒回信息，不去夜店不去酒吧，不经常发朋友圈，为人单纯也直接，一点小事就胡思乱想，很容易满足的小可爱。哇哦，我就是这种男生。林默，只可惜这样的男人往往被称为你是个好人。小可爱。考场里，林默静静地坐在前面，楚依依坐在旁边，不时地看向林默。不知道是不是缘分，这次高考，楚依依竟然就在他的旁边。当然，也有可能前世就是这样安排，只是林默不认识楚依依罢了。楚依依发现今天的林默格外精神，想起进考场前林默对他说的拼尽全力，不负韶华，楚依依的心里颇为激动。很显然，林默对这场考试也是非常重视，而这也激励着楚依依打起了12分的精神。随着一阵悦耳的铃声响起，这场万众期待已久的盛会拉开了序幕。第一堂考试，华夏的国语。语文监考老师从前往后依次分发着试卷，后排的同学已经激动得微微昂起头向前张望，而前排拿到试卷的不少同学目光里露出些许喜色，又有个别同学吹了吹手指，然后使劲搓了搓，撸起袖子蓄势待发，还有些同学已经开始抓住这分发试卷的空档时间，开始飞快地填写卷头并审题。有些简单的题目一扫而过，心中便已经产生了大概的思路，所以现在只等着这分发试卷的5分钟一过，他们就提起笔开始战斗。开考的铃声响起，教室里只剩下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所有人瞬间都进入了自己的状态。在这个考场，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像林默和楚依依那样，选择了先将那些一眼看出答案的送分题先解决。不过，虽然思路一致，但进度却千差万别。对于那些一眼明了答案的题目，林默只花了1分半的时间，而楚依依比林默整整多了1分钟。事实上，楚依依已经比2模和3模的时候快了不少，但这次的林默似乎更猛了。当林默翻页开始处理后边的题时，监考老师和坐在林默周围的同学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林默身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林默学神，果然名不虚传啊！比不了，根本比不了。就这做题速度，谁要说这张试卷是他出的，我都信。楚依依瞥了一眼林默，嘴角微微一笑，而后手底下笔尖划过纸张的速度猛然加快。周围有几位认识楚依依和林默的同学，本想跟着这2位超级学神的节奏答题，然而没想到自己却是连人家尾灯都看不到。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楚依依写作文的时候几乎一气呵成，这简直太离谱了。他们从来没见过有人在正式的考试中以这样的速度写作文，他都不用思考的吗？楚依依的表现实在太过牛逼，让监考老师的心里也极为的震惊。而事实上，楚依依的快并非纯粹的快，她在作答前面的小题时就已经在构思作文了。方才写的过程中，她只需要将自己的思路细化写出来即可。她的节奏快中带稳，连绵不断，而这样的表现在别人眼中却是太过疯狂。又半个小时后，楚依依的作文写完了，她开始着手作答阅读理解，抬头扫了一眼林默，她发现林默已经放下了笔，全部做完了。果然还是输了呀。此时语文考试才过去1个小时10分钟而已，也就是说，林默作答完这张试卷还能剩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这简直太 TM 神了。要知道，这可是语文考试啊，作答量非常大，光是写答案就得好长时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时间只是勉强够用而已。就即便是答完之后能剩半个小时的人都少之又少，林默居然剩了1个小时，恐怖如斯。可事实就是如此，他真的太快了。林默写作文的时候表现出的行云流水和楚依依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高3的最后一场考试，也是他重生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生的关卡，他不想留下遗憾。林默想尽可能做到完美。至此，林默的语文作答完全结束了。他不敢100%说这次的语文还能考满分，但心中的预想也8、9不离十。林默抬头看了下表，还有10分钟。这个时候，楚依依也早已经全部作答结束，并且检查了3遍。林默将笔装回笔袋，扭头看了一眼窗外，蓝天之下只有几朵白云在晒着太阳。对于林默而言，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了，所幸他直接提前交卷，走出了教室。是的，高考提前交卷，若是在平时，提前交卷还没什么，但这是高考，这场考试的每1分钟都极为重要。林默走出考场的时候，底下的那些同学一个个懵逼的眼神，仿佛在说：真的不用再检查会了吗？林默走后，楚依依也紧随其后，他们一前一后走出考场。校门口等待已久的众位家长和记者们一脸懵，考试结束了吗？没有啊，那他们怎么出来了？不考了？8成是提前交卷了，快，准备采访。这2位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林默和楚依依呀？等待已久的记者们闻言，连忙调整摄像机和话筒，他们早就想采访林默了，然而一直等不到机会。而现在，林默居然在高考的第1堂语文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提前交卷走了出来，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何况今天的高考本就自带热点，毫不夸张地说，今天谁先采访到林默，谁就相当于抓住了热点。且不说火爆全国吧，起码在江城市火一把是没问题了。眼瞅着林默一步步朝着校门口走来，众位记者们也激动地凑了上去，顿时校门口的人群就拥挤了起来。林默刚到校门口，瞬间就被人群堵在了里边，根本出不去。那些记者们一个个将手中的话筒递到林默面前，就开始提问。林默同学，
作为第一个走出考场的考生，可以谈谈你此刻的感受吗？林同学，今天的语文试卷你感觉难吗？林墨同学，你预计自己这次的语文成绩能考多少分呢？还会延续之前模拟考试时候的满分神话吗？林墨同学，考试结束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呢？记者们七嘴八舌，将现场的氛围炒得异常热烈。对于这样的情况，林墨并不想说太多，他还要准备下午的数学考试，于是只淡淡一笑回答道：正常发挥，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谢谢各位关心。林墨随口回答了2句，便着急离开。可现场的人实在太多了，全都拥堵在校门口，那些维持秩序的保安部根本进不来。此时楚依依也走到了校门口，那些记者看到楚依依更兴奋了。林墨和楚依依在江城市本就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之前楚依依还因为转学来清泉一中的事情上过新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依依是奔着林墨来的。可以说他们俩人往这一站，那就是话题，就是热点。随着楚依依走来，一部分记者开始把话筒对准了楚依依，他们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然而还没等楚依依回答，人群中突然挤进来几位警察叔叔，都退后，退后，别采访了，退后。距离考试结束还有2分钟，所有人不得喧哗。警察叔叔一来，场中瞬间就安静了下来。而现在，这些激动的记者们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严重的错误。不过，为了采访到林墨和楚依依，拿到今天的第一个热点新闻，他们当中不少人还是蠢蠢欲动。随着人群的退开，楚依依连忙小跑过来，牵住林墨，连忙瞅准机会，快步走出校门，然后就是一路小跑，奔向早已等候在路边的那辆奔驰。记者们虽然蜂拥而至，终究还是慢了一步。他们涌过去的时候，林墨和楚依依已上车，车门都带上了。看着车子飞快远去的身影，早已等候在一旁的记者们怅然若失，悔恨地直拍大腿。这第一个能轻易在江城市爆火的机会，就这么眼睁睁地溜走了。可他们却无可奈何。不过现在悔恨也没用了，与其现在捶胸顿足，不如做好周密的计划，下午再找机会采访林墨和楚依依。相信以他们的水平，肯定还是会提前交卷的。就在众位媒体人还为痛失热点而惋惜时，突然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看，又有人提前交卷出来了！这一声瞬间就引起了在场媒体人的注意。摄像快跟上！虽然这位同学只提前了1分钟交卷，但他也算是最早走出校门的3甲之一，肯定也是个学霸。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再让人抢先了。众多媒体的记者们瞬间都朝着门口汇聚过去。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他们直到考生走出校门才涌上去，将其包围了起来。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今天的语文题目你觉得难吗？众位记者异口同声：不难呀，其实我早就答完了，只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所以一直做到剩5分钟了，我才交卷的。同学一脸自信，同学你这么自信，想必答得一定很好了。方便透露一下今天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吗？卧槽，我就说少了什么 ，TM 的作文没写。同学转身撞开人群的包围，直向校园内冲去。众记者一脸懵逼，想必这位同学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记者尴尬圆场，可不重要吗？考语文作文都没写，他以为自己是林墨啊。摄像吐槽。随着那位同学的身形消失在远处，一阵悦耳的铃声响彻整个校园。语文考试结束了，记者们迅速反应，朝着紧接着跑出来的同学们围了上去。同学，你第一个冲出来，现在是什么心情啊？别说了，明天我就是你的同事了。同学说完扭头就走，不带走一粒尘埃。同学，主持人语塞，别喊了，下一位。摄像催促，同学，考完了心情咋样？心情倒是没啥波动，不过睡了2个小时，感觉现在精力充沛。现在我要回去开一把联盟。你们是在采访吗？是的，同学。记者无语。那在这里我郑重提个要求，请加强一下亚索。同学话音刚落，又挤出来一位。我来说，加强一下瞎子，一定要加强瞎子。同学撕心裂肺的呐喊。记者实话，别看了，赶紧下一位吧，说不定下一个更炸裂。摄像催促。楚依依和林墨出了考场之后，来到了林墨的家。因为2个多小时之后就考数学了，林墨家距离考场近，楚依依便没有回家了。回到家之后，林墨父母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原来锅里正热着林墨母亲1个小时前就准备好的饭菜。林墨也没多想，就将母亲准备好的饭菜端出来和楚依依共享。1盘西红柿炒鸡蛋，1盘白菜豆腐粉条炖猪肉，2碗龙须面，4个荷包蛋，都是林墨家的家常菜。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楚依依，虽然从来没吃过这样的家常菜，但这顿饭也让她吃的感觉很舒服。楚依依也没想到，第2次来林墨的家里，竟然会是在高考的当天，更没想到来林墨家之后还吃了顿饭，这种感觉很新奇。他从来没有去别的同学家吃过饭，更没有吃过这种家常菜。这些菜看上去很普通，但口感真的不错，味道很好。吃完饭后，林墨就去收拾碗筷了。楚依依本想帮林墨，但被林墨严词拒绝。你是客人，客随主便，听话，好好休息去，为下午的考试养精蓄锐。楚依依只好照做，或者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家连父亲话都不怎么听的他，却很听林墨的话。林墨收拾完之后，楚依依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睡着了。林墨接过沙发上的小被子，给楚依依盖上后，又定了闹钟，然后自己也开始闭目养神。下午的数学考试开始的时候，正是一天里最炎热的时候，可考场外等候的人依然没有减少。不过和早上不同的是，人们都撑起了遮阳伞，在路边摆上小马扎坐等。大多数家长目不转睛地盯着校园内自家孩子所在的考场，眼里满是担忧和期盼。数学一向是几个科目中最容易丢分的科目，所以面对这门考试，所有同学都想尽办法
努力让自己打起12分的精神。随着试卷的下发，同学们立刻打起精神，进入状态。林默和楚依依拿到试卷之后，也开始迅速观察，调整策略。很快，俩人就观察完整张试卷。他俩虽然还云淡风轻，但从周围同学铁青的脸色来看，这场考试怕是不简单。数学是一个神奇的科目，很难有人能猜到高考数学试卷的难易程度。对于数学，会做的人会觉得很简单，但不会的，那就只能干瞪眼。就像此刻，开考的铃声响起，林默和楚依依的笔尖就已经开始在试卷上飞舞。但考场里的其他同学神态动作各不相同，有的眉头紧皱，抓耳挠腮，有的旋转橡皮，巧断 ABCD。不得不说，在数学这个科目里，人类的悲喜真的不同。楚依依和林默手中的笔尖轻快地在试卷上飞舞着。做完前面的选择和填空，他们只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相比而言，林默还是要稍快1分钟。前面的差距不大，但到了后边的大题，那就看出来不同了。林默稳步推进，计算几乎都是心算，所以速度很快，而楚依依则是心算和笔算结合，相对来说慢一点。不多时，林默已经比楚依依快了一个大题。尤其在面对一道几何题的时候，楚依依选择了用三角函数的方式来求解，过程比林默多写了5行，而林默则是采用几何关系证明相似，并用微积分求解，过程看上去简单了不少。虽然思路不同，但没有对错之分，因为他们的结果一样。数学考试中，所有人都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比考语文的时候还快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他，就是题太难了。语文考试大家基本都可以写完，而数学考试不一样，可能一半时间过去了，选择题加填空题还没有写完。别看说的就是作者，有些同学解一道大题甚至需要花费20分钟，这速度太慢了。不过相比那些看了20分钟却只写了个解的同学，这还能看得过去。很快2个小时的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林默和楚依依的试卷已经打满，而林默已经先一步开始检查，楚依依紧随其后，俩人的速度都很快。从前往后，简单的题目只扫2眼，一眼看题干，一眼看答案。后边的大题也同样，但相比而言要多一个步骤，检查过程。而在那些大题当中，函数和几何的难度不言而喻，这就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尤其最后一题，几何与函数结合起来考，简直难出天际。林默所在的考场只有他和楚依依有作答过程，1个小时的时间眨眼即逝。这次林默没有提前交卷，他和楚依依顺着人流边走边聊天。那些记者本来在校门口是等着采访林默的，但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人提前交卷出来，而最先走出来的同学却都是泪眼婆娑。他们知道这次的数学肯定难了，这是一个热点，所以他们在等了许久，还没有等到林默的时候，果断决定采访一下那些正哭得伤心的同学。然而就在他们采访展开的时候，林默和楚依依有说有笑地走出了校门。校门口的那些记者还在采访其他同学，见林默和楚依依出来，便想着冲过去采访一下，可是却发现根本走不动，人太多了。于是他们再次含泪痛失江城市又一热点新闻。不少哭着走出考场的同学和家长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这一幕看得人心酸。12年寒窗一锤定音，这场地狱级难度的数学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了第2天的英语。甚至李赠，因为对于有些同学而言，英语和数学在某些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不过英语选择题多，有些同学可以靠着自己的独门秘籍蒙个答案，不过准确率就一言难尽了。尽管英语考试的难度不大，和往常模拟考试一般，但有些同学题都读不懂，更别提作答了。不过林默和楚依依这边还是一切顺利。下午的李宗也是同样，从开考到结束，俩人都是一鼓作气答完试卷，并且作答完成之后还检查了2遍。不敢说准确率100%，那也差不到哪里去了。和这俩人相比，其他同学就显得不那么淡定了。理综之难，难于上青天，再加上前边看不懂的英语和算不出的数学，大多数同学都意识到这次高考的成绩怕是不会太好。而高考就这样在众人各种各样的声音中悄悄地落下了帷幕。高考考场之外，无数家长在迎接他们的孩子，期盼孩子们取得佳绩，骄傲的同时也充满担忧。有的孩子脸上带着笑，飞奔出来扑向父母怀里；有的孩子垂头丧气，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也有的孩子欢欣雀跃，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总之，每一种情绪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切都随着那铃声结束。没有人知道今后的路会通往何方，但所有人都明白，12年寒窗，人生的第1个大阶段已经告一段落。而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将步入大学的殿堂，开启人生新的篇章，青春得以延续；但也有一些人会步入社会，提前开始摸爬滚打，接受历练，他们青春至此彻底结束了。除此之外，或许还会有人选择回来复读，争取下次高考考出更高的成绩。每个人的选择各不相同，命运也各不相同。正是因为这一切的不同，才造就了这个缤纷多彩的人类社会。而这些17、18岁的少男少女，此刻的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给这个美丽的历史画卷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之后，一切仍在继续。高考并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他们人生新的起点。他们的青春将在新的历史星空中徐徐展开，并大放异彩。不过每个人将绽放怎样的光芒，这全在自己的选择。而林默，他从重生的那一刻似乎就注定了他将会是那最亮的一颗星。他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林默单身 emo 时间，我还以为被爱了呢，还高兴了很久。我就说嘛，像我这么平平无奇的人，怎么会有人喜欢我嘛？但现在我彻底相信了，这个世界上绝对有爱情，只是爱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罢了。当然
采访依然存在。考试完的最后一天，也是记者最多的时候。这位同学，高考考完了，你估计自己可以考多少分？一般，也就第3吧。什么？你问我第1、第2是谁？当然是你与他了。同学，具体一点，你与他是谁？你听不懂人话。世间只有你我他，我考第3，你说第1、第2是谁？高考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准大学生们回到了教室，开始收拾那些陪伴他们走过3年青春的试卷和书籍。我们终于毕业了，呜呼，起飞！小爷终于自由了。伴随着一些同学压抑已久的呼喊，所有人将那已经撕成碎片的试卷、书本一股脑的全扔向空中，雪白的纸片漫天飞舞，如大雪般瓣瓣飘落。那一页页碎纸随风浮动的样子，就像在场每个人的心情一样跌宕起伏。而当那目光中的纸片划过他们的眼前时，他们恍惚惊觉，青春或许在缓缓落幕。不过此时不少人的脑海中还是涌现出一句话：轻舟已过万重山。曾经那些背不过的单词、解不出的题目，在此刻什么也不是了，一切都在时间的魔法效果中消逝。此刻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面无表情却跟着嚎叫。我明天要睡到12点再起，我等不了明天，今晚就要去通宵打联盟上大分。喂，你去不去？我不去，今晚有重要的事。哟，你小子，嘿嘿嘿！同学们彻底狂欢。教学楼下，校长与老师们看着漫天的试卷，第一次没有动怒，反而露出欣慰的笑容。看着他们教出来的孩子们，看着他们在自己面前肆无忌惮的欢笑，他们忽然很庆幸，这些孩子拥有这样快乐无忧的青春，他们都是未来的希望啊！校长喃喃自语着，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转身离去，希望他们能够永远保持这份纯真吧。这个晚上注定也是不眠之夜，每个班级都组织了聚会，所有人都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聚会。他们不光要向那些老朋友告别，也要向曾经的自己说一声再见。晚上6点，清泉一中校门口的川菜馆中，座无虚席，林默和他们班同学商量之后，组织了这场聚会。这是除过班会以外，他们班第一次私下聚会，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大家都热情地说着常联系，但在时间和距离的双重阻隔下，若干年后，在场这几十个人，或许连10几个都凑不齐。此时此刻，他们相聚在一起；此时此刻，他们共同纪念逝去的青春；此时此刻，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50多个人围在5个大圆桌旁，有说有笑，有人谈论着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又有人聊起各自的梦想，还有人说自己要做个大律师，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要让那些坏蛋付出应有的代价。还有人说要当一名警察，抓住那些罪犯，维护公平正义。还有人说要做医药行业，开一间医院，把所有的疑难杂症治愈。当然，也有人谈起了对未来工作的憧憬，比如某某同学要进军娱乐圈拍戏什么的。最后2个同学结束了这个话题，一个人说我要当一名科学家，另一个人说我要当太空人。同学们互相对视一眼，仿佛都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跟小学老师说长大后要当科学家。一晃10年过去了，他们变化很大，他们的理想也早已变幻莫测。下一刻话题又变了，谈论着这3年来自己所知道的所有八卦，谁和谁搞地下恋情，谁和谁有暧昧关系，一个个讲的激情满满。然而到了林默这里，他们话锋一转，谈论起当初林默在清泉一中霸榜3年的故事，林默不写作文轻松秒掉苏然的故事，还有林默连续模拟考试全是满分的壮观故事。这一桩桩一件件，他们作为见证者，当初就为之震撼，现在随口道出，依旧让人听得热血沸腾。林默无疑已经成为在场所有人心中不可逾越的一座山峰。对此，林默没有说什么，只是和大家一起笑着。作为亲身经历者，此时的他自己心中也唏嘘不已。上一世的他输给苏然后，不仅高考失利，就连在最后的同学聚会中也被苏然嘲讽羞辱。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苏然当众向安妙薇表白的场景。苏然和安妙薇当时戏谑的眼神还历历在目。不过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苏然早已锒铛入狱，安妙薇现在也不知道坐在哪个角落偷偷抹泪去了吧。想到这里，林默暗叹一声，命运当真是奇妙啊。林默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然后举杯看向坐在一旁的楚依依。楚依依本来不想参加这样对他来说无意义的聚会，但林默来了，他也跟着来了。这次分开之后，下次见面恐怕要大半个月了。楚依依同学毕业快乐。楚依依同样开心地举起手中的椰奶，笑着说，林默同学毕业快乐。俩人相视而笑，似乎都在述说着，有你这个朋友真的很幸运。就在大家还处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的时候，突然一个女生的尖叫声划破长空，刺激着每个人的耳膜啊！众人回首望去，只见班里的气氛大王大浪先生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持鲜花走了进来。卧槽，大浪，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小子稍微打扮一下能有这么帅，都快赶上莫哥了。这还用说，大浪可是我们一班一枝花。哈哈，众人齐笑。去球，哥们，我是一棵草。大浪严肃，丽丽才是我们班一枝花。大浪说着便举起手中的玫瑰朝着宫丽丽走去，而这画风转得猝不及防，险些让众人闪了腰。我靠，卧槽，大浪你小子整这出，老子刚吃饱，狗粮咽不下了。大浪的表白直接将这场班级聚会的氛围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饭店里一片呐喊声、尖叫声，多少人都想对自己暗恋已久的人吐露心声啊！可真的有勇气像大浪一样去做的，又有几人呢？当他们看着宫丽丽眼里泛着泪花接受大浪手中的花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眼中更多的是羡慕和敬佩，因为这也是他们想做
却还没做的事情。龚丽丽此时的心情非常激动，她从来都没想到过今天自己会是班里第一个被表白的女生。她曾以为第一个遇到这件事的人会是安妙薇，虽然她也知道这件事几乎不可能发生。虽然她以前喜欢过林默，但她比安妙薇清醒，她知道自己和林默的差距，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争得过楚依依，所以她早就已经放弃了。而对于大浪同学，虽然顽皮了些，但他的乐观开朗的性格也非常吸引龚丽丽，所以他答应了大浪。虽然不知道以后的事情，但是现在他是幸福的。有了大浪同学的带头，之后的饭局上氛围更加欢快，甚至有不少同学学着大浪同学争相表白。林默看着这一幕，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学生时代的恋爱是最纯粹、最真诚的，进入社会之后，想要遇到这样的爱情，恐怕不知道要等多久哦。想到这里，他微微侧过头，看着一旁微笑着的楚依依，感应到林默的目光，楚依依也偏头看了过来，两人四目交接，揭露出了笑容。他们是一类人，他们都有着属于彼此的信仰，坚定执着。而就在众人处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的时候，安妙薇突然穿过人群，朝着林默走了过去。林默，安妙薇的声音很温柔，且面带笑容，但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这微笑是多么的僵硬。周围的同学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吸引过来，有人窃窃私语：完了，我嗅到了潜藏的杀气。对于安妙薇的呼喊，林默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虽然他不清楚这安妙薇又抽什么风，但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林默，我喜欢你。安妙薇憋了几秒钟，还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出了这句话。他脸上的表情依旧是那样凝固式的笑容。事实上，做出这番举动之前，他已经纠结了许久，还喝了2瓶啤酒壮胆。看着同学们逐渐成双成对，安妙薇的心中别提多酸了。虽然林默之前伤害他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在他的脑海里，林默曾经对他无微不至的画面要更多一些。尤其经过了这次的高考，他更是明白了，有些事人这辈子只有那么可怜的1-2次机会，一旦抓不住机会，留给以后的就只能是无尽的遗憾。对于林默，安妙薇还是想再争取一下，万一林默之前真的只是赌气呢？或许林默真的就是等着高考结束后等他去道歉呢？安妙薇终于以他一贯幼稚的想法说服了自己，可他不会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瞬间就将这场聚会中所有人的热情给浇灭了大半。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瞬间感到一阵揪心。高3班没有人不知道林默和安妙薇的事情，林默以前怎么对安妙薇的他们清楚，林默后来为什么对安妙薇那么绝情他们也清楚，甚至他们眼中如果他们是林默，或许还会做得更过分嘞。而面对现在这样的情况，林默还是平静如水，没有动静。围观的他们也只能小声吐槽，安妙薇真是善变啊。见林默没有回应，安妙薇的心已经凉了一截。其实相比于拒绝，无视才是最让人痛苦的，因为你甚至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的眼里就没有你这个人。林默对安妙薇是真的完全的死心了，这点在场的同学都看出来了。安妙薇虽然蠢，但是她不傻，自然也看出了林默的态度，但她还是不甘心啊。咬了咬嘴唇，鼓起勇气，她又说出了那几个字：林默，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原谅以前的我好吗？只有你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可林默还是没有回应，而是转身对周围站着的同学们说：都站着看我干嘛？赶紧吃菜啊，菜要趁热吃，凉了味道就变了。何况一会咱们还有项目呢，都抓紧了。林默无视安妙薇的举动，让围观的同学一脸懵逼，然后暗自叫好。他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还冷处理，将一场战火消灭于无形，既没有扫了其他同学的兴致，也让安妙薇得到了最具伤害的心理惩罚。同学们一哄而散，而林默再次的无视，让安妙薇最后的自尊彻底破碎。他感觉自己的心都碎了，掉了一地。没有了尊严的人，总会感觉仿佛失去了一切。安妙薇此时就是这种感受，而这种状态在酒精的催化下，反应越来越强烈。林默，你还记得10年前你说过要娶我的，你都忘记了吗？他满脸通红，眼泪挤出了眼眶，嘴角开始抽泣，看起来像极了受了莫大的委屈。林默哥哥，长大后我要嫁给你。林默的脑海之中再次闪过10年前的一幕，游乐园里8岁的小女孩甜甜地对着眼前的小男孩笑道，那是2个孩子最初的约定。前世是安妙薇无视了这个约定，她说那只是儿时的微笑。现在安妙薇却哭着说起了这个约定，跟林默前世一样，不过林默前世却更加的卑微。在3个月前，那个喜欢你的林默他已经死了，被你亲手杀死了。林默拿起新买没有多久的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安妙薇，我已经告诉了你的父亲，你现在情绪不稳定，安叔叔等下会来接你回去。林默，你个混蛋，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我都那么卑微了，你还要我怎样？安妙薇说着开始大哭起来，她哭得花容失色，凄凄惨惨。所有同学闻声，却没人过来安慰。然而安妙薇却一个踉跄摔倒在地，然后整个人闭上眼睛睡了过去。只是她的口中还在叫喊着：林默，你混蛋，我打死你！同学们围了过来，看着这位昔日的校花，众人一阵唏嘘。安妙薇对林默恨得太深了，可当初的林默在遭遇同样待遇的时候，他又作何感受呢？片刻之后，安妙薇的父亲来了，他什么也没有说，抱着安妙薇离开了这里。他知道这样的结局对安妙薇来说已经算好了。安妙薇被送走后，林默一行人在那饭店一直狂欢到晚上8点半。第一场狂欢结束之后，他们来到了楼上的 KTV。一位男同学一进去就化身麦霸，一展歌喉。别说这家伙胖是胖了点，但唱歌是真挺好听。他拿着话筒面对众人拉开了第2场狂欢的序幕。为你翘课的那一天，
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他的嗓音浑厚绵长，唱出了青春里的懵懂，那种惋惜，那种怅然若失。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是不是青春里那位可望不可及的暗恋对象？听着这熟悉这个时代没有的歌词，林默脸色却有些奇怪。这首歌是他前世比较喜欢的，因此他抄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有时候自己放学回家路上会哼几句。怎么，现在被这家伙唱起来了？好吧，想起来了，原来是把笔记本借给这家伙过一次记笔记的笔记本。不过你这样，你让5年后歌词的作者写什么？林默摸了摸下巴，歌词，这似乎也是一个投资方向啊。转过身，林默却是发现楚依依不见了。他扫视了一下四周，来到了包间后门处。打开后门，是一个阳台，穿着洁白裙子的美丽少女正双手撑在下巴上，看着外面江城的夜景。她很美，如皎月，如星辰，充满仙气仙，宛如一朵盛开的百合花。林默轻轻地关上门，慢悠悠地朝着她走过去。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吹风，不怕感冒吗？少女侧头看了看他，嫣然一笑。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参加各种宴会，我十分抗拒，所以我不喜欢这种人多的聚会。他的语气温柔，神态清雅脱俗。抱歉，如果我知道你不喜欢聚会，我就不应该拉你来了。林默低下头，一副懊恼的模样。少女轻笑，如果是别人，我自然不会去，但谁让你是我的好朋友呢？他仰起头，笑眯眯地看着他，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格外的迷人，像一汪秋水般，让林默的心不禁跳快了几分。林默和楚依依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两人倚在栏杆上仰望星空。此时明月高悬，长长的银河如一条玉带横跨长空，在漆黑的宇宙中宛如一座白玉拱桥。林默突然问道：依依，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喜欢？楚依依顿住了，目光望着林默，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朦胧。他喜欢的人是谁呢？片刻之后，他转过头看着天空中的明月，苦涩的笑笑。出身在豪门，喜欢这个词距离我很遥远，遥远到了明明在眼前却都抓不住。楚依依的目光逐渐变得暗淡。他家庭背景显赫，他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大小姐，这样优秀的人儿注定是要与他们平凡的生活画出一道鸿沟，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商业联姻会是他唯一的选择。林默看着他的侧颜，不知为何心里竟有些难过。他张了张口，想安慰几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林默，你有没有想过将来的事？林默不知道楚依依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此时楚依依目光停留在星空，她提出问题的时候似乎有很多心事，但面色却表现得很平静，而她精致的五官在轻柔的月光下显得更加精致了几分。林默的目光不自觉地停留了3秒。将来想过呀，你应该也想过吧？林默同楚依依一样抬头望向星空，此时微风习习，俩人的发梢随风摇动。当然想过啊，我想成为一名画家、音乐家、作家、摄影师。楚依依滔滔不绝地罗列了许多。林默认真听完，郑重地点了点头。你的爱好挺多吗？相信以你的聪明，假以时日，这些肯定都能做到。楚依依微微一笑，目光却暗淡了下来。我也相信我能做得到，但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女儿，他希望我能接手他的集团业务。我作为父亲唯一的女儿，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林默知道楚依依说的是事实，每个人的命运或许从出生开始就已经基本确定，楚依依也不例外。不管是谁，想改变命运都是很难的。就像林默，他若是没有重生，他的命运早就已经止步于上一世的悲惨结局。林默完全能体会到楚依依的那种抗争不过命运的无奈感，但尽管无可奈何，他还是安慰楚依依，人要向前看，要乐观。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有时间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林默安慰的话，楚依依自然也明白。不过道理归道理，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他还是非常感谢林默能够倾听他内心深处的声音。他现在越发的庆幸，当初来清泉驿中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认识林默。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将来是怎么规划的？有什么好的想法？面对楚依依的问题，林默淡淡笑道：规划倒也不是没有，不过这也没什么好讲的。我们身处这个社会之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只能说走一步计划一步，尽力而为。楚依依若有所思，点了点头。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或者特别想做的事情？比如？楚依依怔怔地看着林默，欲言又止。林默转过头的时候，正好和楚依依四目相对。比如什么？楚依依脸颊露出一丝绯红，她猛地转过头去。没什么，一起努力吧，让我们的青春不留遗憾。林默小课堂开课了。小可爱，林默大大，什么样的男孩子是直男呢？林默不会说话，看不懂他话中的话，往往能把天聊死；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往往能把人气走。他可能不会甜言蜜语，是因为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他对未来的思考，而不是一句空话画大饼。当他真正的说出我爱你的时候，他心中的坚定已经坚不可摧。小可爱，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林默。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吃亏的就是嘴笨的，因为心真的人才嘴笨。林默和楚依依在阳台聊了很久，从兴趣爱好说到人生理想，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上来欣赏夜色。露台的风徐徐而过，静静听着少男少女们互诉心声。这一夜太过短暂，短暂到他们想好的台词才说了一半就结束了。此时的他们却还沉醉在那场狂欢的梦中。有你的青春永不散场。随着快门声响起，他们一起呼喊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这场青春的聚会也随之结束，他们郑重地向老友道别。这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兄弟保重身体，少用点卫生纸，希望来年还能看到你。
你也是，注意健康，多熬夜，少睡觉，实在不行，记得多吃点韭菜和生蚝。青春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人清楚。至于什么时候结束，现在也没人期待了。那些或喜或悲的情绪，在漫长岁月之中终会淡化，但那些追风逐月的日子，那些互诉云雨的时刻，已经永远刻在了他们生命的年轮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融进了他们的生命，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哪怕最终他们各奔东西，彼此都不再联系，他们都不曾忘记对方。这份纯粹的友谊，足以让他们铭记一生。作为班长，林默跟同学们纷纷告别，最后只剩下了楚依依。林默转过头看着楚依依，她穿着白裙，站在灯火阑珊处，身边的喧嚣仿佛都离她隔了一层纱幔。她静静地看着林默，两个人的视线撞在一起。楚依依抿嘴，冲着林默笑了笑：“我们就不用道别了，反正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楚依依的语气带着一抹调皮和俏皮，让林默忍不住弯唇轻笑：“一定会再见面的。那我先走了。”林默看着他，点了点头：“拜拜，再见。”楚依依摆了摆手，朝着奔驰车的方向走去。等一下，林默却突然叫住了他。他迈着大步朝楚依依走去，走到他身旁才停下脚步。楚依依回过头看着林默，脸上带着淡淡的浅笑，似乎在期待着什么。有一首歌送给你。林默掏出一张白色卡片递给楚依依，楚依依愣愣地伸手接过，低头一看，顿时睁大了双眸。卡片背面是2句简单的诗：一路上有你陪伴，一直到永远。落款是林默与楚依依的名字。楚依依瞬间就露出了动人的微笑，连眼角都染上了一抹淡淡的桃花色。我很喜欢。虽然林默的这张卡片并没有写太多煽情的语气，但却胜过千言万语。喜欢就好。林默笑着点头。你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了吗？楚依依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林默，她的绝世容颜在月光下更显几分美丽与动人，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没有了。林默摇了摇头。闻言，楚依依失落地叹息一口气，随即抬头冲着林默展颜一笑，轻声道：“那我就先走了。好，晚安，依依。”楚依依将林默送来的卡片贴身放好，转过身打开汽车的门，又回过头笑道：“晚安，笨蛋。”楚依依说罢，拉开后座的门坐了进去。司机早已经迫不及待，黑色奔驰车扬长而去，车子缓缓驶离清泉高中校门口，消失在黑夜里，渐渐被夜幕掩盖，只留下一句话：晚安，笨蛋。林默站在原地，目送着楚依依离去的背影，不过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沮丧，反而露出一丝笑容。林默摸了摸自己的胸膛，他的左边胸腔里正装着一颗跳动的心脏，他在为自己跳动。林默的笑容愈发灿烂，未来会更好的。晚安，笨蛋。6月的天气格外炎热，同学们的心情却比这天气更热烈了几分。因为高考之后，他们就迎来了近乎永久的假期，再也没有作业的束缚了。除了少部分准备复读的学生，每个人都开始踏上自己期待已久的生活，而且很多人都在毕业的时候用上了新手机。空间里，他们肆意地分享着各种旅游地点的打卡照片，各种景点当地美食的照片，看得叫人好不羡慕。而这半个月的时间，林默几乎都在医院照顾自己的父亲。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林国栋的伤已经好了大半，他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只是尚且需要林默从旁辅助。而林默对此很乐意，因为自从林默有时间来医院照顾父亲，他母亲的压力一下就少了很多。唐素素现在终于能睡个好觉了，腾出手来还能收拾收拾家里。楚依依在这期间也来过2次医院，看望过林默和林默的父亲之后，和林默匆匆聊了几句就离开了。他说这段时间他比较忙，他的父亲楚谦和谈生意的时候都带着他，让他旁听学习。对此，林默只对楚依依说：“多学点东西也好。”他们都清楚，楚谦和的计划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在着手打造楚依依，让她逐步成长为将来能独自挑起整个楚氏集团业务的女强人。虽然楚依依并不是很情愿，但这是她身为楚谦和女儿的使命，她清楚这一点，所以面对得很坦然。看着楚依依正在飞速进步，林默也为楚依依感到高兴，但同时他也莫名有了一种紧迫感，他不能与楚依依差距越来越大，否则他们真的永远无法走到一起。半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终于到了高考出分的日子。寂静了几天的班级群里突然热闹起来。林默拿出手机一看，果然有人艾特他。顾小生，喂，默哥，快上查询网，今天中午12点高考分数公布啊，只有10分钟了。顾小生，默哥，你要是没有时间，把准考证号告诉我，我替你查，嘿嘿，想知道默哥的成绩。顾小生，哎呀呀，默哥，快告诉我嘛，告诉我。林默看着屏幕上的顾小生的话，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林默，你这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啊！林默打开班级群，此刻安静了半个月的班级群突然又热闹了起来。班级群里此刻热闹无比，同学们一边分享自己这半个月来的见闻，一边讨论着今年的分数线，还讨论着准备填报哪个学校，甚至有人相约一起上同一所大学，再续缘分。此时大浪同学更是毫不吝啬地分享出了他和龚丽丽出去玩的照片。卧槽，大浪不愧是大浪啊，进展就是神速，这都和龚丽丽去三亚度蜜月了。同学们跟着刷屏，烟花合住幸福的表情包一个接着一个。对于同学们的热情，大浪回过来一段语音：哎呀，常规操作了，明天我们还要去。大浪得意的声音：哎呦呦呦呦，轻点轻点。大浪的惨叫声：你要死啊，瞎说什么，让同学们都知道。龚丽丽的声音戛然而止。这段语音刚一发出，底下同学们紧跟了一连串的问号。我擦，大浪你们在搞什么飞机？妖兽了。随着时针逐渐逼近中午12点，班级群里热闹的氛围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氛围。要出分了，快快快，点查询，已经在点了，鼠标根本跟不上我的手速。
此刻，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钟表。当时针指向12的时候，他们飞快地点击着查询。12年寒窗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结果。兄弟们，分数线出来了，理科1本532分，2本456分。哇，今年的分数线也不低啊！有人查到分数了吗？大家都考了多少啊？同问，我电脑卡住了，进不去。有谁查到了？我查到了，666，比我往常模拟考的时候能高30分。顾小生第一个在班级群里分享自己的喜悦。确实，这个分数已经很高了，除了有些顶级名校，其他随便选。同学们一个个发出了羡慕嫉妒的嘶吼。不愧是我生哥，出手就是666，生哥威武。但有人欢喜，也有人忧。我才考了250分，什么鬼？楼上的认真的，我们班有低于500的啊！我没有说总分，说的是理综。嘿嘿，靠，你他喵的故意炫耀的是吧？我还好，考了555分，和我平时水平一样，正常发挥吧。我也查到了，我568分。同学们一个个将自己的分数分享在群里，尽管有喜有忧，但所有人此刻都坦然面对着。不过他们聊着聊着却发现似乎少了点什么。莫哥怎么不说话？莫哥考了多少？班长出来说话，手动。班长不知道谁带了个节奏，班级群里瞬间被林默的消息刷屏。没办法，林默的光环太过耀眼，所有人都对他充满了期待。此时的林默坐在电脑前，满脸的无奈的敲了3个，然后点击发送。看到林默消息的同学们一脸懵逼。莫哥，这是啥意思啊？班长到底考了多少？说说嘛。我不是说了吗？查到的就是这个。林默随意解释道。有些同学对于林默的说法满脸懵逼，但少有几位有见识的同学明白了林默的意思，并不是林默不想说自己的分数，而是他查到的就是。而高考查分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全省前50名的成绩单上，找不到是哪一年开始屏蔽全省前50了。知道15年某个省有这个行为，不知道12年有没有，设定是有，别介意。此消息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很清楚。班级群里瞬间沸腾。班长不愧是班长啊，稳定发挥。虽然模拟考试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班长会考得很好，但还是很震撼，还是有些遗憾。我想知道班长是不是全国第一，满分状元？是啊，我们江城还从来没有出过全国第一吧。此时所有人的心中都清楚，林默真的鱼跃龙门成功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觉得林默的成绩会更高，甚至是全国第一，因为他们知道林默之前模拟考试的时候发挥出了怎样的水准。没有人能在考场战胜林默。就在大家狂欢的时候，顾小生又在群里问了一句：楚依依同学呢？有人知道他考了多少吗？顾小生消息刚发出去，楚依依就在群里回复了：楚依依，我和林默查到的一样。楚依依的语气何其的平淡，就像平时在唠家常的时候随口一句：我中午也吃的这个。若是别人看到楚依依这么说，肯定会想楚依依这也太装了。不过这些话在高3、1班的同学们眼里虽然惊人，但也不缺少合理性。要知道楚依依本来就是学神啊，林默崛起之前，他就是江城市的第1名，以他这样的水准，考进全省前50，这就是正常发挥而已。所以，在他的心里，其实早就习惯了考这样的分数。这就像同学们都习惯饭前洗手一般，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也难怪他会那般淡定。楚依依和林默考进全省前50名的消息，不一会就传遍了整个清泉一众所有的班级群。这不得不说，有些同学的人脉网络确实强大。林默也没想到，自己几分钟后就接到了班主任打来道喜的电话。电话里，老班笑的那叫一个开心。清泉一中2个进了全省前50名的学生都在他班上，这是莫大的荣誉。道完喜后，他特意叮嘱林默，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他知道，以林默的成绩，学校肯定是随便选了，这个时候专业方向的选择就显得更重要一些。林默知道班主任老师的好意，对于学校和专业，他心中早就有了思量。时至此时，班里的同学们几乎都在群里报完了成绩，一眼望去，全都在1本分数线之上。虽然有几位同学是擦着分数线过去的，但这样的数据已经很强了，只能说不愧是清泉一中尖子生云集的高3、1班。现在同学们甚至都能想象到班主任拿到成绩单时候的表情，只怕是做梦都能笑醒。此时班级群里一片热闹，但还是有人发现了一些异常。顾小生、安妙薇呢？全班所有人的成绩都出来了，全部在1本之上，他该不会连500分都没有吧？林默小课堂开课了，小可爱，莫哥，我给喜欢的人发信息，他不回我，或者10句回一句，是不是代表他不喜欢我？林默，当他回信息的速度变慢，或者不愿意回信息的时候，他只是在陪一个比你更重要的人，又或者是在做一件比你更重要的事。人本身的分享欲是不会变的，没有分享给你，是代表他有了新的分享的人。大家都只喜欢跟自己想念的人联系。小可爱，怎么样？他才是喜欢我呢。林默，真正喜欢你的人根本舍不得很长时间不理你，他会拼了命往你世界挤，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即使是花几千块钱买门票坐飞机穿婚纱，只为了远远的见你一眼。那么此刻安妙薇在做什么？她考了多少分？群里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就连安妙薇的闺蜜龚丽丽都说联系不到人。谁知道安妙薇的准考证号？我查查。群里有人说话了，高考查分有准考证号就可以查询。我知道，我查查看，你们等一下。啊，这444分，我没有查错吧？确定是我们班的安妙薇。虽然她几次联考成绩都有下滑，但是不至于考这么一点吧？是啊，我们班还没有一个低于500分，444分，这一下子将我们平均分拉低了好几分呀。群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毕竟安妙薇在江城一中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而且她之前成绩还不算垫底，可从第一次联考开始
他每次考试都是掉车尾了，成绩下滑非常严重。现在高考突然来了这么一下，让很多同学都感到诧异。444分，可是连2本都没有上去啊！林默站在自己的院子里，目光望着安妙薇的房子，里面传出安妙薇妈妈的打骂之声。此时的安妙薇正被父母堵在房间接受批斗。安妙薇，你怎么搞的？平时模拟考试考那么点，你告诉我你是失误，这次高考成绩出来了你甚至考得更低了，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我一天到晚那么拼命的挣钱供你读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面对母亲的嘶吼，安妙薇一转身趴在床上，将头埋进了被窝。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次居然考得这么低，只有可怜的444分，连2本分数线都没有过。当看到班级群里大家都在500分以上的时候，她的心里极度不平衡，但一切都于事无补了。面对母亲的责骂，她只好逃避。安妙薇的父亲看到女儿这么难受，出于父爱，他还是没忍心和安妙薇母亲一样去责难。行了，你少说2句吧，孩子这次没考好，最难过的不还是他吗？安妙薇父亲本想替女儿说几句话，但安妙薇的母亲此时火大得很，她啥也听不进去。我少说什么？到现在了你还护着她？要我说，微微变成如今这样，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外面之前都不会照顾一下孩子。你说什么？这赖我什么事？我是少他吃还是少他穿了？高考这3年，我哪天不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你的宝贝女儿？现在你反过来怪我，你还有没有良心啊？说着，两人撕扯在一起。安妙薇始终蒙着头，哭得不能自已。如果林默没有离开她是不是不会被影响成绩？她可以考一个1本。如果林默没有离开她，现在站在林默身边被全班同学羡慕的女孩是不是她，而不是楚依依？如果她愤恨自己没有考好，也恨自己当初推开了林默安妙薇家的吵闹声，隔壁在家的林默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林默一阵唏嘘，果然啊，蝴蝶效应又来了。不过这次结局不好的是安妙薇，但她现在压根不想管这些身外事，一切和她无关。查完分之后，她就接着做饭去了。父亲的伤势虽然好的差不多了，但还需要时间恢复，预计再有1个礼拜就能回家休养了。到时候他和母亲就不需要再2点一线来回跑了。炖好排骨汤，将一切收拾好后，林默带着好消息径直奔向医院。就在他与父母谈论起自己查分的结果时，他母亲的手机铃声响起，号码显示归属地是京都。喂，你找谁？林默的母亲看到外地的号码向来都是不接的，但是林默说或许人家真的有事呢，于是他就接了。只是没想到接下来电话对面人的一番话却让他们吃了一惊。您好，您是林默同学的家长吗？对面传来一个女声。对，我是林默的妈妈，你有啥事吗？林默一家3口在病房里按着免提，静静地听着电话对面的人说话。林默妈妈您好，我是清北招生办的老师王宁，今天给您打电话是想通知您和林默同学被我们学校录取了，改天填志愿的时候记得别填错了哦。如果选专业有困难的话，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找到我，我随时给你们提供帮助。那位叫王宁的老师兴高采烈，说的煞有其事，这把林默的父母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林默怎么会轻易上当？那可是清北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内顶级学府，咱儿子真考上了。林默父母面面相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过此时林默却笑了笑说，王老师，咱还没填志愿呢，您就说我被录取了，不合适吧？实话跟您说，刚才燕大爷给我打电话了，他们似乎更有诚意一些。林默此言一出，他父母目光径直落在了林默身上。燕大爷打电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咋刚才不说嘞？不是说考了个全省前50吗？清北与燕大都来了，他们的表情已经将心里的惊讶全部出卖了。而同样惊讶的还有那位王老师。林默不愧是他们院长点名要的人，不好糊弄啊。嘿嘿，林默同学，其实我说的也没错，只要你愿意来，我们肯定会录取的。刚才你说燕大也给你打电话了，不知道他们给你咋说的？林默淡淡一笑，上钩了。这2大顶级学府之间的抢人大战来得比他预计的还要快了一些。王老师，您也知道这是不能随便说的，我只能告诉您，他们开出的条件我还挺满意，而且他们比你们有诚意，起码告诉了我一些我想知道的信息。林默此言一出，他们能很明显的听到电话对面的王老师慌了。林默同学，我觉得这件事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他们燕大虽然和我们清北齐名，但是全世界排名还是跟我们差了一点，而且他们能给的像奖学金啥的各种福利，我们也能给双倍。我想知道我这次高考的分数，你考了满分750，开创了裸分最高历史记录，这也没啥不能说的。你看我也是诚意满满的，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王老师还在自顾自地表达着自己争取林默的决心，但林默的父母震惊地看着林默，大脑一片混乱。什么750分的满分是咱儿子？唐素素和林国栋已经震惊到无以复加。林默打小学习好，这确实在他们那十里八乡的都知道，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厉害到了这种地步。虽然3模林默也是满分，可是3模与高考那是天差地别，含金量完全不能比啊，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面对二老的震惊，林默没有做任何解释，他现在想的是怎么赶紧结束这个话题。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位老师依然选择了说出实情，用意非常明显。对于林默，他们志在必得，林默自然也明白他们的意思。事实上，林默最初规划的就是去燕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学金融，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心里莫名的在乎楚依依的想法。他会去哪个学校呢？听说他已经提前被清北大学特招了，他应该是会去清北的吧。虽然清北与燕大仅仅只有1公里距离，但林默不想让这1公里成为他与楚依依之间无法越过的鸿沟。既然如此，那就先和这位老师说一下，在
再看看情况，能多争取一些福利也不错。这时候，即便他想去，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林默知道，现在只要自己越拿得稳，对方就越慌，所以简单和那位王老师聊了几句之后，林默说完考虑一下，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而那位王老师被林默这样的回答，似乎搞得有些着急了。听林默的话语之间的意思，他似乎对燕京大学也有一些兴趣。可是林默是他们院长点名要的人，如果说这次没将人定下来，到时候院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看来必须得亲自跑一趟了。小李，快给我订一张去江城的机票，最近的一趟，别让燕大的走在我们前面了。林默挂断电话之后，刚和父母聊了2句关于成绩的事，突然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归属地竟然是魔都，一时间3人面面相觑起来。难道是那个学校？喂，你好。这次直接由林默说话，按了免提之后，声音开始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您好，请问是清泉一中的林默同学吗？电话中传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生，又一个上来就问是不是林默。现在唐素素和林国栋越发的激动。您好，我就是林默，请问您怎么称呼？林默同学你好，我是复旦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刘琼，非错别字，小说不能写现实的名字，容易被关小黑屋。今天给你打电话呢，是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复旦大学相关的一些专业，我们希望之后填报志愿的时候，您能优先选择我们学校。果然又是招生办的，还是复旦大学的招生办。林默父母何曾见过这样的景象呀？国内顶尖高校轮流打电话给过来，这是顶级名校抢人了呀，这实在太震撼了。普通人一辈子恐怕也遇不到这样的事情，但今天他们是亲眼见着了，主人公还是自己儿子，我了解过的。而且燕大与清北刚才也给我打电话了，都说希望我去他们那边。林默和刚才一样淡定自若，就连应对方法也一模一样。不过这次他可不是说谎，而这位刘老师和那位王老师似乎有些不同。是这样，那林默同学您是怎么想的？其实我还是挺想去复旦大学的，但是燕大与清北大学他们给的福利太多了呀。林默没有撒谎，重生之前他的目标就是复旦，他也认真了解过这个学校。果然林默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对方显然情绪之中便带了些许激动。看来燕京大学与清北大学都对林默很重视啊，都不计得失了。既然如此，他们也不想坐以待毙了。林默同学，作为老师啊，我尊重你的个人意愿，但是如果你为了福利，为了奖学金这些外在的东西就选择的话，那老师还是想劝你一句，不要冲动。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旦你选错了学校，选错了专业，将来再走回头路的话，浪费的可不是只是青春年华。所以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你当初想来复旦是想来哪个学院，想来哪个专业。如果这方面你有不懂的话，可以随时和我联系，我会给你解答。这个李老师倒是不卑不亢，言辞之中将这件事情说得很客观。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林默当然也看出来，他现在在这几个学校面前确实已经炙手可热。那么接下来要去那个大学，林默有些犯难了。这个电话才刚刚放下，又有一个来自燕京的电话，是华夏大学招生办打来的，其目的和清北燕京大学一致，说辞基本也差不多。不过相较于前者而言，他们更是提出了很多福利，什么奖学金、助学金、第一次创业的基金等各种金，还有饭卡、水卡、读书卡等各种卡。不过林默心中也有想法，所以简单应付之后便挂断了电话。他这次的成绩着实太过耀眼了，以至于这么多名校在同一天几乎同一个时间段内给他打电话，着急着要把他给定下来。不过他们越是如此，林默就越是淡定，着什么急呢？慢慢选呗，现在主动权可是在他手里。林默和父母讨论着刚才的喜悦，二老脸上满脸震惊和激动，尤其老林默老爸，他激动的手都颤抖了。儿子，你真的太厉害了，全国第一啊，简直不敢想象，我林国栋的儿子是全国第一。哎呀，你声音小点，你看儿子多淡定，我淡定不了啊，我林家的子孙争气了呀。唐素素虽然嘴上埋怨着林国栋，但她心里同样激动的不能自己。林默看着高兴的爸妈，自己心中也十分的开心。这一世命运真的改变了，他真的实现了鱼跃龙门，从此他们家将走上振兴之路，而他林默亦将开启他更为灿烂夺目的人生。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楚依依出现在了门口，眼中有些许忧虑。林默，你想好去哪个大学了吗？林默单身 emo 时间，感情里最怕的就是自我感动，这世上从来不是你对谁好，谁就会喜欢你。人往往不会记得爬山涉水来见自己的人，却会记得自己爬山涉水要见的人。感情若不是双向奔赴，那么付出再多都换不来值得。楚依依和林默父母简单打过招呼之后，两人来到了医院住院大楼旁的花园边。楚依依双手轻轻地捏着裙角，有些不确定地问林默，你说我们会在一个学校吗？他情绪有些低落，低声道，在1年前，我父亲就安排我参加了清北的特别招生考试，让我学金融管理专业，他有朋友在那里，所以我没有选择权，就只能上清北了。你呢？你准备选择哪个大学？楚依依抬起头看着林默，在他的目光中，林默看到了一丝担忧与忐忑。或许这个时候，楚依依比任何人都希望林默能选择他所在的清北大学。你来之前不久，我就接到了燕京大学和清北招生办的电话，他们都希望我去他们学校，但是我还没有同意。楚依依闻听此言，脸上的神色稍缓了些。那你是考虑清北还是燕大？楚依依抬头看了看林默，俩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他又急忙躲闪。那依依希望我选择哪一个学校呢？林默反问。我。楚依依咬了咬唇，低下了头。我想和你一起。楚依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双拳用力握了握，她真的是鼓足了勇气。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也想尊重你的选择，这让我很矛盾。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有些自私，但是这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想将我的想法告诉你。
楚依依诉说着自己的心声，林默认真的听着，他能感受到楚依依对他似乎产生了某种依赖和足够的信任，是不是还有喜欢？林默不太敢确定。对于楚依依，他扪心自问，确实也有那么些喜欢。林默认真的看着楚依依点了点头，我明白，我都明白的。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即使依依小姐选择了清北，那我就陪依依小姐一起，好吗？林默说着笑了起来。楚依依却愣住了，她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是开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有种想哭的感觉。真的吗？这是不是你内心深处的决定？没有受我的影响吧？哈哈，放心吧，你还不清楚吗？我说的就是自己的想法。话说你考了多少分啊？742，嘿嘿，我很满意了，超过了我过去所有的考试，不过应该没有你的高，你应该是满分吧？楚依依笑了，是的，运气还可以吧？这是实力，运气可不会满分。当老师说今年出了一个满分，我就知道是你了。现在听到林默说成绩，楚依依只有羡慕，丝毫不惊讶。习惯了，在选学校这件事情上，他不希望林默因为他而放弃什么，那会让他不安。感恩命运，林默和楚依依约定好大学见之后，楚依依就被他老爸安排去公司实习了。1天后，林默的老爸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一家人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回家休养。事实上，这场家庭会议还是林默老爸拉着老妈主导，他们一唱一和的说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出院了。而实质上，林默清楚，老爸老妈就是想省点钱，他们两口子节俭了一辈子了，即使孩子有出息了，他们也依然节省，这个观念自始至终也没改变过。林默虽然担心老爸身体健康，但最终在得到医生1周复查2次的建议下，林默还是妥协了。等林默留在医院交接完手续回到家的时候，他没想到他自己家门口停了2辆小轿车，这2拨人都是来自燕京市，没错，他们一波来自燕京大学，另一波来自清北大学，而燕京大学和清北招生办的老师们正在他的家里就他的大学志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林默的老爸和老妈被来2个学校招生办的老师夹在最中间的沙发上，面对着几位老师不停套近乎的情绪，他们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而那燕京大学的老师此刻极度热情，激动地说个不停。林老哥，素素姐，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们燕京大学是国内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综合性高等院校，是教育部和燕京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而且我们院长这次还特地交代了，只要林默来我们学校，院长会特地向学校打报告，给林默减免4年大学的所有学费，并且还能享受本硕连读的名额。除此之外，学院还会给林默一次性发放20万元的奖学金，至于其他的，像4年免费读书卡、每月1000块钱就餐卡以及其他的细节，我这里就不多说了，事关林默同学之后人生道路的发展，所以你们一定要替林默好好考虑一下。他话刚说完，对面的清北大学招生办的王老师坐不住了，等等等等，我也有话要说。这位王老师，读书卡这种摆不上台面的你也好意思说啊？这位王老师一身西装，一看就是女强人的范，一开口就满是浓浓的火药味。他这句话一出，将他对面的那位女老师气得不轻。不过此时对方还是很沉得住气，仅仅是瞪了他一眼，便佯装无事。王老师继续说道：“林老哥，素素姐，其实我们清北大学你们应该也知道，和他们燕京大学齐名的嘛。学校实力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主要说一下关于奖学金还有其他的福利。除了直接发放20万元奖学金之外，我们副校长这次已经特批了给林默本、硕、博连读的名额，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其他各种助学金以及国家级的奖学金，相信以林默的成绩，奖学金肯定不在话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最顶级实验室与最顶级的教育资源，甚至是国际上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都有专业课程授予林默同学。王老师的话让林默的父母很是心动，对于顶尖学府抢人的激烈场景，他们也还是第一次见到。但双方所说的关于各方面的福利等问题，林默的父母听得很清楚。对他们而言，奖学金重要，但是林默未来要走的道路更重要。所以他们在王老师一说完，俩人相视一眼之后，喜悦的神色立刻就写满了脸颊。而一旁的那位燕京大学的老师立刻就不乐意了：“林老哥，素素姐，你们别被这王老师给骗了。他说的跟老师做项目，我们学校也有相关的规定，这可不是他们学校特有的哦，只是我之前没有讲到而已。还有就我刚才说的福利，这已经是我的权限能给到最多的了。如果你们不满意，我现在就可以给我们院长打电话，你们有什么条件直接和他提。”这位老师声音洪亮，非常坚定，他的脸色已经涨得通红。林默父母都震惊了，还能直接和燕京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通话，这太梦幻了吧。而不等两人震惊结束，另一边的王老师立刻说道：“我刚才说的也是我的权限所能承诺的福利，如果林老哥和素素姐不满意的话，我现在就能给我们副校长打电话，你们有什么条件直接和他提。”什么？唐素素和林国栋哪里见过这么针锋相对的场面？俩人一时间不知所措。而更精彩的是，这位燕京大学的老师和清北大学的老师说着说着，火药味越来越浓了。林老哥，素素姐，你们知道国内最好的大学在哪里吗？不等林国栋和唐素素反应，清北大学的王老师直接抢答：出燕京大学东门往西走300米即可。那你们清北有未名湖吗？你们有吗？未名湖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能淹死人还能干什么？我们学校历史悠久，你们呢？才多少年？你们历史悠久没毛病，但我们学校寝室可以装空调，要不要这么离谱？他们针锋相对的场景直接看傻了唐素素和林国栋，眼看着他们吵吵着站了起来，俩人时刻准备着拉架。不过好在林默及时回来了，他们的注意力瞬间转移了过来。于是
他们立刻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清北大学的老师当场给他们副校长打了视频电话，和林墨谈相关福利。除了之前招生老师说的那些之外，他甚至承诺了林墨给他相关项目以及一些行业技术绝对前沿的资料。而燕京大学的老师也联系了他们的院长，给出的承诺也是同样。多少学子想要那些能出项目的机会，却苦于没有名额呢？数小时后，这场没有硝烟的抢人大战终于在林墨宣告选择清北大学之后结束了。而林墨看着那离开的清北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老师们离去，终于长长的呼了口气。虽然他全程表现得很淡定，但心中的波涛汹涌，又如何骗得过自己？这两所可都是他前世只能仰望的顶级学府啊！没想到这一世他们亲自来抢人，他的命运真的改变了。再回首，苏然已经进入狱中，而安妙薇也早已被他甩在身后。这一世他要亲手抓住自己的命运，成就自己的人生。又过了3天，林墨的成绩被公布了，全国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一届高考有人考了满分。这消息一传出，整个华夏顿时沸腾起来了。谁都没想到，今年的高考竟然能够出现一位满分状元，这是华夏历史上头一份。而林墨在学校的风云也迅速蔓延到了网络上，一时间网友们纷纷跑出来祝贺。擦，这是谁啊？这么厉害，这简直就是奇迹啊！人家考750。清北燕大随便上，我也是750，螺丝电子厂随便选，不用问我为什么，我是中考，满分1080。成绩公布之后，林墨前往了学校填志愿。事实上，他不需要填志愿，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在他家了。他是应班主任的邀请，去给学校的高2、高1同学们演讲的林墨，来到学校的当天早上，班里的同学们见了林墨，就像见了神一样，仰望、肃立，然后恭敬地喊一声“墨神早上好”。因为此时学校的喜报已经贴到了大门口，所有人都知道林墨考了750分，位列全国第1，这简直太让人震撼了。清泉一中已经多少年没有人考过全市前10了呀？而现在林墨一上来就捅破了清泉一中的天花板，不，已经不是天花板，已经是大气层了，大气层都不是，已经到外太空了。至少未来的高考没有人可以超过林墨，他们相信这件事一定会载入清泉一中的史册，这是清泉一中莫大的荣誉。林墨进老师办公室的时候，他是被班里的男同学抬着过去的，他们激动地嘶吼着，比林墨更兴奋了不知多少倍。而他们抬着林墨去班主任办公室的路上，却只见校长领着教导主任和他们的所有老师一齐庄重地走了过来，这场景太过有压迫感，同学们连忙将林墨放下。而后校长走到林墨面前，笑脸相迎，伸手去握。林墨同学，恭喜你以750分的好成绩取得了全国第1名的荣誉。校长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洪亮，越来越慷慨激昂。同时，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个神话书写在了清泉一中的历史中，这对我清泉一中而言也是莫大的荣誉，莫大的荣幸啊！在这里，我仅代表学校向你表示热烈祝贺。校长刚一停顿，顿时周围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林墨隐约看见班主任朝他竖起大拇指，虽然听不到他说声，但看口型隐约猜到他说的是牛逼。在这之后，校长对林墨又是一顿夸，然后还将他带到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促膝长谈了一回，似乎生怕林墨忘了母校。之后他们又召集起准大学生们，让林墨即兴来了段演讲，让林墨分享了他的学习方法和人生经验。林墨随口应付，说了些他平时的见闻和想法，都很贴近生活。老师们和同学们对林墨都是赞不绝口。校长在总结的时候更是说，林墨有大才，未来的几十年，他们可以预见江城走出一位牛逼人物。他还给林墨准备了一场演讲，原来的高2要升高3了，他希望借助林墨的能量鞭策一下这些祖国的花朵。林墨彻底出名了。而刚刚从学校后门溜出来躲避记者的林墨便收到了一个电话，江城政府已经确定收购他购买的那块地了。林墨情感课堂开课了，小可爱，墨神和平分手几个月之后，突然觉得他是我的最爱，这个时候还能回头吗？林墨失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亦不如最初。镜子碎了再修复好，也终究有瑕疵。有些人不需要再见，遗忘就是最好的纪念。这辈子能遇见，回忆中再相见，就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林墨去和官方谈那块地，并没有用太久的时间，有2个原因。第一就是官方以为这块地是楚氏集团的，第二就是价格也合理。前世这个新闻林墨重点关注过，王德富跳楼死后1个月，政府要收购这块地，消息传出去之后，王德富的老婆听到之后回来了，王德富死了，下面没有孩子，那么继承权就是他的呀。至于王德富的负债也要继承，一块地都赚妈了，区几千万负债算个屁。后来王德富老婆跟官方扯皮了许久，最终官方开价2、3亿拿下，也因此林墨知道2、3亿就是政府的底线，因此他直接报价2、3亿，震惊了对面的一位年轻负责人。那位负责人推了推金丝眼镜，盯着林墨看了许久，最后感叹道：林墨，英雄出少年，我们局也传疯了你的消息，但现在的你可比高考满分还要让人震撼。你才18岁吧，就接手2个亿的大项目，你的未来我已经无法预料了。这些天你的风头可不小啊，没想到楚总如此看重你，让你来跟我谈判，也不怕你搞砸。林墨微笑道：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毕竟在座的各位都是专业人士，我这点水平根本就上不得台面。负责人听完林墨的话，哈哈大笑起来。果然做生意的人嘴巴真甜，既然这样，那么咱们合作愉快。林墨淡淡一笑，这就是他将投资公司安排在楚氏集团名下的原因。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楚千和的人，谈判的对象是楚千和，不然自己一个18岁的准大学生有什么资格去谈判？王德富也好，
江城政府也好，与他合作都是看在楚氏集团的面子上，这让他省了无数的麻烦。这个价格是有点偏高了。不过楚氏集为我们江城做了太多的贡献，我们答应了，请林先生转告一下楚总。之后我们江城准备以这里为中心开发新区，看看他有没有想法进军房地产行业。林默笑了，道：一定。同时在心中他也明白这是一个机会。开发新区是很多城市高速发展的原因，简单来说，那就是盖楼再盖楼。哪怕只是江城，都是一个巨大的蛋糕。只是现在房价很低，利润太少了，很多大集团都不愿意进入房地产行业罢了。未来5年可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巅峰时期，特别是14年之前，地皮很便宜，政府为了开发新区都是半卖半送，等房价暴涨，到时候再进入，那地皮蹭蹭的暴涨，翻10倍都算便宜了。2个多亿的项目，一个上午就谈妥了，双方约定下午就开始交接资料，第2天开始现场勘查、审查、评估，然后走相关审批流程，如林默记忆中那般。的确，这块地最终成交价2.3亿，林默愉快地将这块地出手，2.3亿先收入囊中。虽然林默知道这块地最终规划建设完成后，它的价值还会增长到10亿甚至更多，但林默此时已经有了别的规划。毕竟这样的大项目需要的时间起码也要好几年那么久，他等不及。而且他现在还没有相关的从业经验、资源和靠山，还会得罪政府。一旦最终完崩盘了，那可就麻烦了。林默并不指望楚千和能在那个时候帮他，因为林默清楚的知道，楚千和虽然很看重他的潜力，但在面对这种甚至会威胁到集团利益的事情时，他楚千和还真不一定会出手帮忙。说到底，虽然他和楚依依关系不一般，但毕竟不在一个阶层。楚千和可是个商人，靠别人终究不如靠自己，所以林默最终还是决定做棘手安排，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这赚的第一笔资产只是他商业帝国的开始，他要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神话。林默和官方谈妥的第2天中午，他便在投资公司的办公室再次见到了王德富。林总，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老婆与那个奸夫真的回来了，他以为我死了，这块地还是我的，所以回来想要继承我的遗产，没想到被我抓住了，我现在已经送他们进监狱了，然后马不停蹄的跑来找您了，谢谢您，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啊。王德富一进入林默的办公室就跪了下来，对着林默磕头，脸上满是激动。1个月前，要不是林默收购这块地，他早就已经跳楼身亡了。要不是林默买下那块地，就算他最后没有跳楼，那也早就被追债的人打断了腿。要不是林默多给他那2000万赚头，他又如何躲过讨债的人？要不是林默的主意，他又如何抓住害他如此惨的老婆与奸夫？林默对他们家有着救命之恩啊！所以一见到林默，他就非常感激。王德富姿态很是谦卑，尽管在他面前的少年实际上只有18岁，但在他心里，林默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再造之恩如同父母啊。林默被这样一位比他老爸小不了几岁的人这样恭敬对待，还有些不习惯。王哥，别客气，坐下说话吧，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不用客气。林默说着，随手倒了杯水，放到了对面。王德富见状也明白了林默的意思，他也不再多说，径直走过去，坐到林默对面。林默问道：最近还好吗？多亏了林总，我一切都好。王德富脸上挤出一丝微笑。林默点了点头，那就好，只要人活着，一切都还有希望。林总说的是，我当初确实冲动了，后来想了想，后悔了好久。当初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到跳楼呢，用生命惩罚自己，简直太蠢了，让林总见笑了。当初也多亏了林总出手相救，否则我也不可能活到现在。我家里的老母亲，只怕现在也没人照顾了。王德富说着，抹了把泪，这让林默回想起了自己前世的遭遇。上一世，他又何尝不是因为没钱，才间接性导致母亲的病无从治疗呢？不过这一世，林默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看着王德富真心实意的感谢，林默心中升起了重用他的想法。我买了你的地，转手赚了1个亿，你不恨我吗？林默决定还是先试探一下。王德富摇摇头，苦涩的笑道：怎么会？如果没有林总的话，恐怕我现在连尸体都凉透了。听到这话，林默暗松口气，他其实也担心王德富突然翻脸。商场如战场，如果轻视敌人，很有可能满盘皆输。看来王德富的确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商人，不然也不会被妻子与合伙人背叛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未来准备怎么过？林默继续问道。未来，王德富此时目光黯淡。我现在身上还有几百万，就带着老母亲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吧。林默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但人活着，终归还是要吃饭的。像王哥这样的人，如果埋没了，那就太可惜了。林默一句话就将那王德富从忧伤中拉了出来。林默的言外之意，他怎么会听不懂？林总，您的意思是楚氏集团需要用到我？林默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已经步入中年，但他的身上还保留着人性最本质的纯真善良。他虽然长得略微有点发福，但知恩图报，他处事经验老道，也能看出林默的一些心思。可就是这样的一位男人，他的老婆却跟着合伙人卷跑了他的一切。或许也正是因为他是这种人，所以才会有此遭遇吧。林默虽然同情他，但看待这个人他也很客观，因为他要找个人做一件大事，而这个人必须具备的素养，王德富正好都有。林默笑了笑，放下手中的茶杯。王总不愧是曾经拥有上亿身家的商业精英，很聪明。林默并没有直接说重点，对于这样敏锐的商业精英，他选择先绕点弯弯，一方面再考验一下对方，另一方面掩藏自己真实的实力和目的。林总有什么能用到我的地方，那是我的荣幸，林总尽管提就好，我一定全力去做。王德富很谦卑，而且从来没有表示有一点含糊，他说得很清楚，
林默只管吩咐他去做就是。林默自然也看出了他的诚意，于是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说了，我想王总重新回到你原来的公司，做你的老板。放心，那个公司的负债已经全部还清了，而且所有的人全部清退了，重新招人。听到这句话，王德富有些惊讶，问道：可是林总，我已经洗手不做了，不想冒风险了，平平安安下辈子就好了。林默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的确，在一个地方摔过一次的人，很少会摔第二次。王德富真的怕了，不想再进入商业这个战场。放心，王总，你只是公司的总裁，一切安排听我的，你不需要冒任何的风险。公司如果亏损，我不需要王总赔一分钱，而公司要是盈利，还可以给王总5的分红。除此之外，再给王总100万年薪，税后100万。林默的条件非常诱人，让王德富瞪大了双眼。公司负债，他不需要亏一分钱；公司盈利，他可以分红5，额外年薪100万。也就是说，哪怕公司亏得底朝天，他1年也可以拿100万。这个条件太吸引人了，王德富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王总，你愿意吗？林默看到王德富的表情，知道自己这个计划成功了。可是为什么选择我？王德富咽了咽唾沫，激动的声音都变形了，显然心中挣扎极其激烈。林默淡淡一笑，因为有些事情我不能亲自露面啊。王德富微微一愣，仔细打量了一下林默之后，才发现一个问题。是啊，林默他太年轻了，他虽然有着超越年龄的睿智，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学生而已，根基太浅。他很聪明，知道林默的真实想法。他王德富成为公司明面上的老板，与各种人交易，但实际上林默才是真正的老板。难怪林默买地的交易都是秘密进行，不仅仅骗过了王德富的老婆，还骗过了所有的人。大家都以为是他王德富卖地翻身了。知道真相的只有4个人：政府、楚千和、他自己以及林默。一步一步全都是在林默的计划之中。林总给出的条件，我无法拒绝。谢谢林总裁，从今以后，我王德富的命就是林总的了。王德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除了感激林默救过他之外，他心中也有一抹未完成的野心。他的商业帝国已经崩溃了，但他见识到了林默的逆天手段。他相信未来的林默会成为一个庞然大物，甚至可以与楚氏集团叫板。如果他可以见证林默的崛起，也弥补了自己的疑惑呀。林默转过身，看着办公室墙壁上的江城地图，指向了某个地方。我需要你用最快的速度买下这块地，至于到时候做什么，我之后再告诉你。在王德富离开之后，林默看着江城的地图，仿佛看到了一个商业帝国。是的，比起楚氏集团与江城其他大集团来说，他现在的实力很弱小，但是他有自信成为江城开发新区最大的赢家。你听说过杠杠原理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林默知道。前世10年之后的2023年，最大的投资新闻是什么？当然是恒大的2万亿负债啊！很多人有疑问了，为什么可以负债2万亿之多？林默现在做的就是恒大过去做的，只是他有自信不会亏，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离场最好。恒大负债这么多，就是因为退场慢了一步而已。那么什么是杠杠原理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利用杠杠可以用很小的力气撬动很大的重物。有一句话叫做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在商业上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说，给我100万，我将撬动超过100亿的整个商业帝国。林默单身 emo 时间，几分钟看一次手机，对着手机傻笑，不想错过你的任何消息。有点羡慕能让你傻笑的那个人，甚至都不需要主动，你就自己会去找那个人。但是可惜那个人不是我，我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算了算了，睡觉，明天也要好好努力的忘记你。杠杠原理说白了就是用最小的力气撬起最大的东西，用的力气越小，说明越牛逼。而在商业之中，就是用最小的资金撬动最大的产业。或许很多人依然还不明白，先说一个故事，看完你就明白了。100年前，英吉利帝国有一个人积累了30年财富，终于买到了自己的第一艘船。但他有了第一艘船之后，仅仅用了几年，资产就翻了几百倍。他怎么做的？他用这艘船去一个银行抵押了一笔资金，又用这笔资金又造了一艘船，然后他又用新船继续抵押，又抵押了一笔资金，又造了一艘船，如此反复，到后来他成为了拥有几百艘船的超级富豪。只要这些船赚的钱远远超过银行利息，那么他很快就可以将负债还清，成为真正的大富豪。房地产行业的杠杆原理也是如此，只要你有买下第一块地的资本，甚至只需要有首付的定金。买下一块地之后，用这块地去银行抵押贷款，盖2栋楼，楼盖了1-2个月之后，又可以继续用这个期房抵押，继续贷款，盖第3、第4栋、第5栋楼。而贷款的额度取决于地价与房价，地皮价格暴涨，那么可以申请继续加贷，贷更多，盖更多的楼盘，由此反复。只要中间资金链稳定不断，那么仅仅可以用一块地建一个大型小区。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许10年之后法律完善，电子诈骗太多了，这个漏洞已经被补上了，但在2012年是可以完美做到的。不过一般人也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不知道房价未来会怎么样，如果赚的钱还不够银行利息，那么就一败涂地了，就是不敢拼命的去赌。恒大之所以被套牢，有2个原因，第一就是高价入场，结果房价涨不动，赚的钱不够利息；第二个就是资金链断裂，有部分人将资金套出去了，亏空不断变大，就比如王德富那种情况。只是王德富负债太少了，银行会催着他还，而恒大不一样，负债太多了，银行生怕他倒闭，只能继续贷款以求回本，因为沉没成本已经太大了。欠钱少了你是孙子，欠钱多了你就是大爷了。还有一句话，如果你负债足够多，那么最不希望你死的就是你的债主。俗话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
你必须要去冒险，只有冒险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现在入行房地产行业是最好的，因为房价在2014年全国暴涨开始，2013年就已经有这个风声了，而2012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块巨大的蛋糕，而林默第一步已经踏出去了。楚千和那边，他已经告诉楚千和房地产行业可以做，至于楚千和准备做多大的，林默无法选择，就看他自己了。他告诉楚千和这个机遇，就已经回报了楚千和对他的帮助，他能赚多少取决于有多信任林默。如果林默有楚千和的财力，那暑假接下来的时候，林默除了陪父母，便是在打造商业帝国的第一步。除了房地产行业，还有很多行业在未来会崛起，而现在他们只是一个小的公司，甚至连公司都还没有。这里的利润远远超过房地产行业。比如，这是林默第一次见到大伟哥，现在的大伟哥还不是未来身价数百亿的富豪，而是一个焦虑忙碌的年轻人。看着这个仅仅只有几个人的办公室，连谈话都需要去咖啡厅，林默心中也是有些唏嘘。谁能知道现在米忽悠这个小的公司在10年之后市值可以破1000亿呢？现在市值能不能过1000万？10年翻了1万倍。林先生，您说楚氏集团愿意投资我们？听到林默的来意，大伟哥激动了。楚氏集团可以超级庞然大物啊！现在的米忽悠公司资金仅仅只有100万，还是别人投资的。去年他拉过很多公司想要一点点投资，可都被拒绝了，其中就有楚氏集团。现在楚氏集团答案投资了。我看了你们开发的游戏，虽然有些简陋，但却是很不错，如果有更多的资金，未来应该会有起色。林默淡淡道。大伟哥点头。林默的评价非常高，他知道林默肯定是有把握的，否则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这些话也是对他的鼓励和认同。大伟哥深吸口气，林先生，楚氏集团的投资具体是多少？林默淡淡一笑，伸出了一根手指，100万。大伟哥咽了咽唾沫，100万啊！去年他们求爷爷告奶奶才求来了100万投资，现在楚氏集团将100万送了过来。不，是1000万。林默摇了摇头，让大伟哥差点咬舌头。嗨，1000万！大伟哥惊呆了，这可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没错，千真万确。死！大伟哥倒吸凉气，差点惊呼出声，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吧！1000万，他想都不敢想这个事情。不过我需要10%的股份，原始股。林默又抛出一句炸弹，10%的原始股。大伟哥愣住了，这个条件有点狠。之前投资的100万，同样拿去了10%股份，不过不是原始股，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最终差距就很大。一个公司成长的过程中，投资少不了，普通股份会随着投资的加大而不断缩水，但原始股不会。不过未来暴涨但是倍，投资加了多少倍，原始股永远是那个数，不会被稀释。当然代价也很大，一般来说是10倍。投资100万，拿目前10%股份，而想要原始股就需要1000万，这没有几个商人敢这么去赌，赌的99%都死了。因为公司规模不暴涨10几倍都回不了本的，10几倍可能很多人没有概念，但是2012年到2023年，著名的茅台也不过是翻了8倍而已。但林默不一样，他知道米忽悠未来不仅仅会暴涨10几倍，而是1000倍万倍啊！不行吗？看大伟哥犹豫，林默轻轻地敲了敲桌子，喝了一口咖啡。不，我觉得没问题。大伟哥急忙摆手，10%原始股，我需要跟我2位兄弟讨论一下。林先生，您可以稍微等我一下吗？没问题。林默微微一笑，你尽管去吧。不过我希望在明天晚饭之前，你能给我答复。一定。大伟哥急匆匆离开了。林默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窗前，俯瞰这座城市的繁华，嘴角带笑。他有100%自信大伟哥会答应。如果再过半年，米忽悠1年半，米忽悠的崩2上线，别说1000万，就是1个亿，也拿不到10%原始股。但现在不一样，现在还是2012年，米忽悠还是一个规模只有100-200万的小公司，不，公司都算不上，差不多是一个工作室。现在他们急需资金，急需扩大规模。从业以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米忽悠。这是一位著名的天使投资人说的话，可现在林默将这个机会抓在了手中。果然，仅仅1个小时之后，王伟哥就回来了。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们商量了一下，这个条件我们答应了。王伟哥脸上带着笑容，合作愉快。林默站了起来，呵呵，合作愉快。双方击掌表示达成共识，双方都很开心。林默开心是这1000万10年之后会变成100亿，甚至数百个亿。王伟哥也开心，因为前期不需要担心资金，那么做出来的游戏质量将会提升好几个等级，他们的梦想也将更进了一步。投资米忽悠在林默计划之中仅仅只是一小步罢了，还有更多的商业市场都在他的一步一步规划之下。比如未来卖了几百个亿的饿了么，现在连基本的规划都没有。又比如水果、某牙等等直播平台，现在也没有影子。整个互联网现在还是一片空白，这里都将是林默的舞台。整个暑假，林默都在忙碌之中度过，一直到了楚依依给他打电话，才知道马上要开学了。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开学前夕，而林默的事业已经有了成绩。王德富已经将林默圈的一块地买了下来，然后抵押贷款，准备好了开工盖第1栋大楼。而楚千和也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不过他比较小心，仅仅只是买了一块地，看起来十分谨慎。毕竟这种数亿数十亿规模的计划，不谨慎不行啊。而楚氏集团这种庞然大物，自然不可能贷款去盖楼。为什么？公司账户有足够多资金啊，为什么还要给银行送利息？2012年贷款利息可是高得很啊，因为只是高速发展的时期，通货膨胀太快了。
所以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此一来，2年之后，林默在江城房地产的成绩恐怕要超过楚氏集团不少，当然也比前世2012年没有踏入2019年再入套破产要强无数倍吧。这一天，林默带上了行李，与顾晓生一起见到了楚依依。本来林默和楚依依约好了一起出发去清北大学报道，但后来林默和楚依依得知顾晓生也在燕京市的科技大学之后，俩人的队伍就变成了3个人。出乎林默和顾晓生意料的是，他们去燕京市的方式，私人飞机。是的，楚依依家的私人专机，这还是顾晓生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两世为人的林默第一次坐私人专机，而且还是如此豪华的私人专机，那种感官震撼和视觉震撼深入灵魂。私人专机与普通飞机不一样，里面就相当于是一个豪华酒店的房间一样，与国际航班的头等舱类似，不过房间比头等舱大太多了。而国际航班头等舱便宜的都需要好几万，贵的10几万，开一次私人专机恐怕要烧掉几10万。林默与顾晓生都感叹有钱人的世界就是不一样，不像他们自己去就是坐绿皮火车，熬2天2夜也就到了燕京市。从此顾晓生也有了一个私人飞机的梦想。到了燕京市机场之后，3人结伴行，坐着楚千和早就安排好的车，一起向燕京市区内奔去。他们先将顾晓生送到了燕京市科技大学，而后林默和楚依依结伴行，前往清北大学报到。路上，俩人谈起顾晓生，楚依依笑着说，他对这林默的这位兄弟印象还不错，要不是当初他给自己让座，他和林默俩人后来说不定成不了同桌呢。对于楚依依的说法，林默表示认同，而他也给楚依依讲了好多他以前和顾晓生一起做同桌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当然也包括顾晓生选择大学进入计算机技术学院学习的理由。这家伙高2的时候喜欢我们班一个女生，但是人家告诉他说不想谈恋爱，然后那女生转头就和他当时男发小走到一起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相信爱情，并喜欢上了玩游戏。现在他那个什么联盟玩得可好了，而且这家伙不知道在哪里学的一手编程技术，甚至自己都会写一些外挂。打游戏的时候，咱们学校一些同学没少被他收拾。听到林默说起顾晓生的往事，楚依依本来还有些为顾晓生难过，但后来实在绷不住笑了出来。看来他这是化悲痛为力量了呀，还激发出了自己的潜能，厉害，难怪他会选择这个专业。林默也笑了笑说，是啊，这家伙挺有这方面天赋的，只是可惜了，他那头黑油油的头发，只怕不久后剩不了多少了。下次见面我一定多送他一些养发的中药，养发保颜。嘿嘿，挺好，也帮我送点。林默和楚依依聊了一路，半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清北大学校门口。下车后，司机帮忙将俩人的行李拿出了后备箱。林默站在校门口，看着那刻着清北大学的巨大石墩，若有所思。楚依依看了看周围攒动的人流，笑了笑，转头看向了林默。林默微笑着看着校门口，他的眼睛里闪着淡淡的光华。终于到了呀，清北大学，这曾经让人神往的地方，将是他全新的起点。林默已经准备好迎接着未知的一切。不得不说，清北大学不愧为国内顶级学府中的翘楚，光是校园中那标志性的主楼的建筑面积就近8万平方米。主楼由西主楼、东主楼和中央主楼3部分组成，并以4合过街楼连成了一个整体，看上去气势极其恢宏。至于那标志性的2校门，清北学堂、大礼堂、图书馆、工字厅、教学楼和体育馆等，就更不必说了，都是让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建筑。踏入校门的第一步，林默只觉得心中豪情万丈，仿佛世界都在他的眼中一样。清北大学，我林默来了。林默单身 emo 时间，给他买几百块钱的礼物，他嫌弃不好看不喜欢；花半天时间陪他逛街，他嫌弃你不懂女人心；带他吃几百块钱的饭店，他说味道不行。但是你知道吗？给兄弟买几块钱的早餐，他会开心的叫爸爸；花20分钟带兄弟打一把游戏，他会叫爸爸带我飞；请兄弟吃几10块钱的麻辣烫，他会问你是不是得彩票中了500万，而你花1分钟给作者送一个用爱发电，可以得到作者的衷心感谢。林默和楚依依在校园里边走边熟悉环境，虽然学校很大，路途挺远，但俩人一路全当游玩。走到新生报到处的时候，却也丝毫不觉得累。林默和楚依依一同来到报到处报到，俩人本就选的金融系的同一专业，报到之后，他们发现俩人又是默契的分到了同一个班，而且学号竟然还是1号与2号。林默摸了摸下巴，莫非这是按照高考成绩来分的？原谅作者见识短，作者的学校学号班级就是大概按照高考分数分的。这让楚依依和林默既是意外又是兴奋，如此一来，两人之间的缘分又将继续延续至少4年。俩人很快办完入学手续后，就去寻找宿舍了。而在这不远处的招生办2楼办公室，此刻正有人俯视着下边的一切，正是清北大学的副校长和招生办主任王宁老师，他们的目光正放在林默和楚依依的身上。楚依依一路上倒是显得很轻松，但林默却四处张望，好像防备着什么。楚依依不解地问道：“怎么了？”俩人的脚步没停，林默用目光示意楚依依看一下周围。楚依依扫了一眼周围，这才发现周围有不少男生正盯着他和林默看，人群中还不断地传出惊叹声：“哇！那个学妹好漂亮啊，简直惊为天人！我勒个去，实名羡慕在她旁边拎行李的那小子了。话说那小子是谁啊？这是哪位学长？下手这么快？不知道，我也羡慕嫉妒恨啊！你看，他们又说又笑的样子，好像是老相识了，不会是那女孩的男朋友吧？既然是老相识，那男的应该不是我们清北的，毕竟同时考上清北的高中小情侣，这个概率太低了。呵呵，你懂什么？学霸的朋友自然也是学霸，我看那小伙子也是我们清北的，不会吧？你别说黑。”
这小子看着好像有点面生，不会也是新来的吧？不知道呢，算了，别管了，赶紧去广场看看。听说今年的新生中有个考了满分的家伙呢，真想看看这尊传说中的大佛长什么样。对，我也听说了。当时还以为是无良媒体引流的假广告，没想到是真的，好像是叫林墨。听到那些人断断续续的对话，楚依依莞尔一笑，又想起林墨方才的表情，他那是担心。只听林墨苦笑着说：“果然啊，优秀的你走到哪里都是那么耀眼啊。”才没有，那些人只是欣赏我的样貌罢了。对于你，他们才是真的佩服呢。谁能不钦佩一个高考考了满分的大神呢？楚依依笑道，这还是他不知道林墨在商业之中的所作所为，否则恐怕会更加惊讶。林墨帮楚依依将行李搬上宿舍楼的3楼，这是每年唯一一天男生可以进出女生宿舍的时间，所以免不了会遇到一些热心的学长。楚依依上楼期间就拒绝了不少前来搭讪要帮忙的学长来。林墨和楚依依来到寝室的时候还没有人，但当他帮楚依依把床铺好之后，楚依依的3位新舍友全都到了，还是一起来的。这就让第一次进女生宿舍的林墨感觉到了一丝尴尬，不过好在他心理素质强大，表面依旧古井无波。然而楚依依依旧气定神闲地和新舍友们打招呼，楚依依的新室友们看着他的目光别提多羡慕了，而他们看向林墨的眼神却好像在说，这小哥好帅，要是我也有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姐妹，这位是你男朋友吗？不知道怎么称呼呀。林墨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毕竟他与楚依依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而楚依依却是轻轻一笑，在他室友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保密。学长，你是大2的吗？是不是学习很好啊？不是，我也是这一届的新生。哇哦，你也是新生，那你是不是跟楚依依高中就认识了？可以一起考上清北，太羡慕你们了。那个，你跟依依是男女朋友关系吗？如果不是，我可以要一个联系方式吗？听到这句话，楚依依当即将林墨送了出去，他怕再晚一点，林墨就被自己室友吃干抹净了。就好比他在男生中很受欢迎一样，而林墨在女生眼中也是受欢迎的类型，阳光、开朗、帅气、温柔、善良，就是有一点点笨。谢谢你啦，林墨，咱俩之间还这么客气干嘛？好了，你快回去收拾吧，我也要去找我的寝室了。嘻嘻，好。楚依依看着林墨离开的背影，乐了好一会才转身回去。一路上，他上扬的嘴角就没下来过，整个人快乐的不自觉哼着歌，一切都是因为他室友的那句话。而且最让他开心的是，林墨没有反驳。林墨一路快走，来到男生宿舍楼下的时候才缓了口气。女生宿舍太可怕了，他还忘不了楚依依3位室友将他围起来的一幕，仿佛要把他吃掉了。咣咣咣！而此时一辆法拉利疾驰而来，发出那种震耳的轰鸣声，径直开了过来。那是一辆鲜红色的法拉利，伴随着发动机轰鸣的声浪，眨眼就疾驰到了男生大1宿舍的门口。周围路过的除所有人瞬间都停止脚步，目光凝视了过来。人群中不断传出惊叹声。我靠，这是难道就是今年新款的法拉利458Go呀？天啊，这车我记得落地价格好像得620万左右呢。兄弟，自信点，把好像去掉，这车裸车价就558万，我当时也想买来着，可惜差了558万，牛逼！刚刚上大学就开上了法拉利，出生就在终点了。终点，学长，你的终点原来有这么强的吗？下辈子让我出生在罗马吧！就在众人惊叹连连的时候，车门打开，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他留着长发，头戴发箍，身形极其的瘦，上身一件黑色摇滚皮夹克，配的是皮裤和黑色皮鞋，整个人看上去就是那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那种。而他从副驾拉出的皮箱却小得和他那大气的风格形成了强烈反差。看这架势，好像还是今年的新生，不知道是哪家的少爷这么高调，那就不知道了，只怕从今往后学校里少不了他的新闻喽。我还想有点印象，他好像是燕京市著名大富豪战天祥家的公子战云龙。卧槽，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据说整个燕京市只有战云龙有这辆法拉利，尼玛，真的是他！林墨看了一眼之后匆匆离开，他对这些行为浮夸的富家子弟丝毫不感冒，与其浪费时间在这看热闹，还不如赶紧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他按照自己的宿舍门牌号一路找寻到3楼，当来到自己宿舍门口的时候，林墨愣了一下。此时他们宿舍已经有2位到了，并且他们已经把床都铺好了，俩人正坐在凳子上聊天。我这次发挥失常，才考了700分，要是按我之前的水平正常发挥，考个730还能接受。哎，太可惜了。那同学满脸遗憾地说着，而在他对面的同学满脸的问号。大哥，700分已经很牛逼了好吧？你现在这副表情是怎么回事？哦，那你考了多少？690，那也还不错嘛，就比我少了10分。是啊，不过这只是我的笔试成绩，我全国数学竞赛第1名还加了20分呢，现在又比我高10分了。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看你说的挺带劲，我不好意思打断你啊。林墨将手中的行李箱缓缓放下，面前这2位同学才发觉刚到的林墨。哟，同学来啦，你好，我叫冯阳，冯阳的冯，冯阳的阳。首先和林墨打招呼的是方才说他考了700分的那位，他身高有1.79米，只比林墨矮了一点，标准的国字脸，看上去方方正正，在那寸头的映衬下，看上去一身正气。不过这白色 T 恤上的迪迦奥特曼图案却瞬间让人对他的印象有了较大变化。这位冯阳同学还真是童心未泯啊。他说话间伸手上去示意林墨握手，交个朋友。林墨淡淡一笑，你好，我叫林墨，林墨的林，林墨的墨。林墨回应握手，可他话音刚落，
旁边的那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同学却腾了一下站了起来。林默，卧槽，你就是传说中的林默！他突然出声，神色非常激动，且他声调很高，震得整个寝室似乎都颤抖了一下。一旁的冯阳吓了一跳，瞪着他连喘粗气。另一位室友说话的时候，看向林默的双眼在放光，在林默身上扫视了好几圈。我还以为你有3头6臂了，原来也是跟我们一样，2只手2条腿1条脑袋啊！兄弟，脑袋也是用调的吗？还有，确定只有2条腿？看着2位室友的奇怪反应，这是闹哪样？林默非常疑惑，胖子你说话就是说话，一惊一乍的做什么？冯阳说话间满脸写着嫌弃，而这位有些微胖的数学天才似乎也不是好欺负的主，他直接回怼冯阳：不要叫我胖子，我有名字，我叫吕小雨。他怒目圆瞪，看着冯阳的目光充满愤怒，似乎他很讨厌别人叫他胖子。冯阳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刚才言辞不当，当即就扭过头去不说话了。林默见状连忙打岔，他可不希望入学第一天这个寝室的舍友之间就闹得不愉快，否则以后还怎么相处啊？小雨同学，你刚才叫我室友是？林默猜到这位吕小雨多半是听说了他的成绩，所以才对自己的名字印象如此深刻。不过他还是佯装什么都不知道。果然，吕小雨一开口就问：你是不是就是新闻那个高考考满分的那个林默？吕小雨说话不会拐弯，他很直接。而林默对于这种常被人称作直男的生物颇有好感，他点了点头。如果没有第2个林默，那应该就是我。吕小雨高兴地笑了起来。早就听说这次的全国唯一一个考满分的林默同学进入了清北大学，没想到竟然是我的舍友，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看着吕小雨搓了搓手，林默顿感不妙，这家伙是对他的成绩感兴趣，还是对他这个人？此时，一旁的冯阳满脸惊讶地看着林默，他已经震惊到无以复加。同为农村出生的他，在当地学校一直都是天骄级别的人物，被所有人膜拜。清北大学录取分数线680，他本以为自己考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即便在清北大学，那也应该能排得上号了。可他实在没想到，第一天入学就在自己的宿舍内连受2次打击，一个690，20就不说了，现在又来了个满分的全国第一，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这一下子从凤首沦为凤尾的感受可真不好受啊！不过对于这个现实，他还是很快接受了。眼前这些家伙是真正有实力的顶尖选手，尤其这个林默，接下来只要抱紧他的大腿，阿呸，跟紧他的步伐，一定会有收获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林默学神啊！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考了满分的壮阔事迹，难得能和你成为舍友，以后多多关照啊！冯阳突然的热情让林默心里一紧，怎么，这个宿舍的人都奇奇怪怪的吗？你好，互相关照。哈，要不你们俩先聊，我收拾一下东西。林默随意应付了一嘴，然后就放下自己的行李，开始收拾那床铺。自己的床在寝室左手边最靠里的那个位置，每个位置都是上床下桌，还带有小柜子，学校已经按名字分好位次，所以这块不存在争议，这在无形中省去了不少麻烦。林默开始收拾自己的位置，冯阳和吕小雨便又坐下来聊天。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楼道响彻：306，小爷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那个身着摇滚皮夹克的长发男孩拎着行李箱，以一个滑步出现在寝室门口的时候，吕小雨和冯阳直接石化。林默此时满脑子的问号：这个寝室除了自己，还有正常人吗？林默对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摇滚男孩还有点印象，方才楼下刚见过就忘记，那才是他有问题了。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自己的舍友。看起来就是一位非常有个性化的富二代。林默虽然尊重人们自己的选择，但他并不喜欢这种张扬的性格，或许这也和他自己的性格有一定关系，毕竟人的心里只能认同自己的同类，而如此一来，他们寝室4人都到齐了。但细细看去，几人之中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林默看了一眼那位充满活力的公子哥之后，便继续埋头收拾自己的床铺。冯阳和吕小雨愣愣地看着那长发男孩，一时间竟无言以对。这还是他们头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这样打扮的人，而对于这种打扮的人，在他们的意识之中，不是歌手就是明星。一瞬间，俩人脑海里已经有了这家伙站在灯光昏暗的舞台上，抱着吉他放声嘶吼的场景。他们甚至想说，确定这是清北的学生宿舍，而不是旅游民宿。这样的人真是考上清北的。不过心中这样想，他们自然不可能直接说出来，那太得罪人了。俩人不禁同时苦恼，实在没有共同话题啊。然而事实却向他们说明，眼睛是会骗人的。只见那公子哥笑脸盈盈，进门之后一甩手中的墨镜和行李箱，然后热情地张开双手，扫视着寝室内每一个人。WO 吼吼，爱无瑞巴蒂，来次 go， 推你 fine。他热情地朝着寝室内所有人一个飞吻之后，又举起双手伸向吕小雨和冯阳，想和二人击掌。吕小雨和冯阳此刻眼神里只有疑惑，他的发音为何如此奇怪，像英语，但为啥又有点日语和法语的味道？吕小雨和冯阳二人下意识地缓缓举起靠近战云龙的那只手，此刻他们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堵塞，这又是哪路神仙？刚才的林默带给他们的是学神震惊，而这位摇滚男孩带给他们的只有困惑。OK nice， 摇滚男孩击掌之后，脸上神情颇为满意，他的目光又落在了林默身上，抬脚之间有和林默再击一掌的意思。但此时憋了许久的冯阳终于还是没忍住，首先问道：同学你好，我叫冯阳，是306寝室的一员，你叫什么名字？冯阳之所以这么主动，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是从农村好不容易考到清北大学来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一路上付出了多少，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所以他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学习，去积累人脉。他想改变自己的家庭，如果将来有实力，也可以尝试改变自己的家乡。摇滚男孩猛地回头看向冯阳，会心一笑：“冯阳，欲你必逢阳刚之气。”好妙，哥们，我叫战云龙，平时比较喜欢音乐，哈哈哈。对了，还不知道这两位兄弟怎么称呼啊？战云龙说着，又望向一旁的吕小雨和那正在整理桌面的林墨。吕小雨扶了一下眼镜，然后认真地看着战云龙说：“我叫吕小雨，宇宙的宇，不是下雨的雨。”一旁的冯阳已经忍不住了：“我说胖子，我不就是之前写错你的名字，你有必要这么强调吗？不许再叫我胖子！”吕小雨怒目圆瞪，一脸严肃。冯阳连忙改口：“好好好，胖哥。”冯阳话音刚落，吕小雨一脸认真地说：“咱们将来都是做学术问题的人，要时刻注意严谨，像应该、可能、大概、也许之类的词，你以后千万别说了，养成习惯就不好了。你可以叫我小胖，但是不能叫我胖子，因为胖子在人们印象中往往是200多斤，而我才160。”冯阳瞬间懵逼，战云龙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你们兄弟俩真逗。”他说：“也许，你说 no， 可能，大概，悠悠，严谨，确实 do not。”306寝室里，画风逐渐歪曲，林墨满脸无语地看着这仨人，已经3缺1了，再来一个人可以凑一桌打麻将了。这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我说几位，麻烦收敛才华，收敛才华。随着林墨出声，寝室里杂乱的声音逐渐消失，三人一齐望向林墨，林墨挤出一个笑脸：“战云龙对吧？你好，我叫林墨。”林墨话音刚落，满脸笑容的战云龙就一拉握住林墨的手：“哎呀呀，原来是满分学神，不学佛，林墨大佛呀！久仰久仰，有你我就放心了。”战云龙话锋突转，林墨有种不好的预感。冯阳不解地问道：“什么放心了？你放心什么了？”吕小雨也跟着点点头，一脸的疑惑。战云龙突然笑道：“以后抄作业不怕被抓了呀？”哈哈哈！你们想，林墨都是满分大佛了，他做过的题那肯定都是标准答案，我照着标准答案抄，我想哪道题做对，哪道就做对，这样老师不就分辨不出来我到底是不是抄的了吗？哈哈哈！兄弟们，我机智不？战云龙一番说辞下来，林墨、冯阳和吕小雨都无语了。冯阳说：“不是哥们，咱都进清北大学了，谁还抄作业啊？难不成你那600、700分白考的？”冯阳对这种事挺不理解的，同时他说这句话也是在试探眼前这个战云龙到底是不是真考上来的。林墨看向战云龙，却是淡淡一笑：“想抄作业可以，每届你抄一次，500，当天打钱，概不赊账。”听到林墨的话，冯阳直接震惊到无以复加，还有这种操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战云龙居然同意了。不仅如此，他还说500太少了，我给你1000。冯阳直接实话，这样也行。他当然不会明白林墨和战云龙葫芦里卖的啥药。就在冯阳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战云龙突然扭头过来，看着冯阳说：“哎呀，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哥们高考550分，嘿嘿。”卧槽！冯阳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崩塌。550分可以上清北，虽然每个省分数线不一样，但是不会低于650吧？冯阳继续追问道：“嗨嗨，我是音乐特长生啊，特长生录取分数线只有500多。哦，那我懂了，那你音乐成绩应该很不错吧？”冯阳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一般一般，也就燕京市第1而已。”战云龙轻描淡写的回答道：“我靠，你牛逼啊！”冯阳由衷佩服起了战云龙。哎，等等，你不是音乐生吗？怎么来到了我们金融系的宿舍？难道是你们音乐系人太少了，插而我们之中了？冯阳突然反应过来，战云龙嘘了一下道：“谁知道呢？”一旁只有林墨轻轻的一笑，他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林墨会说答应给他作业抄的玩笑话。既然都不是一个系，那作业肯定不一样。加上之前林墨见过战云龙的车，答案只有一个，跟楚依依一样，又是一位不愿意学金融，但是被家人逼着学金融的富家公子。特长生也是可以转系的，普通人大2才能转，但是以战云龙的家世，大1转都很简单。林墨收拾完自己的床铺和书桌，已经是1个小时后的事情。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林墨接到了楚依依的电话：“林墨，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呀。”“嘿嘿，那正好，到饭点了，一块去食堂吃饭吧。听说清北的食堂很不错呢，今天我请客，随便吃。”“啊，干嘛突然要请客？我这不是想感谢一下工程吗？你今天帮我拎行李，可没少花力气呢。好了，见面再说吧，楼下等你哦，拜拜。”楚依依已经换好衣服，一袭青色纱裙尽显少女感。她走在校园中，喜悦浮于脸颊，嘴角掩饰不住的笑意。一路上，她都成为了最美的风景，回头率100%。她本来就很美，所以当她穿着一身纯洁的轻纱裙，宛如一朵青莲缓缓盛开时，那股美感绝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林墨下楼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了正在等候的楚依依。她这一身青色纱裙，往那一站就是全场的焦点，周围来来往往的人都忍不住要欣赏一番这绝美的容颜。楚依依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就不知道已经让多少男生倾心了。特别是这样的美人，竟然还是在男生宿舍楼下等人不过。当他们看到那着一身淡蓝色衣袍站在楚依依面前的温柔男子时，他们才惊觉，这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或许只有眼前这个1米8多、阳光干净、微笑的眼中带着光芒、剑眉星目的帅哥，才能配得上如此天仙般的女子。楚依依看着林墨莞尔一笑，随着距离拉近，林墨和楚依依二人相视而笑，似乎都感受到了对方心中对自己的在意。尤其楚依依，她上下打量着林墨。楚依依看着看着，开心的笑了：“你这身衣服真好看。”林墨同样笑着回应：“这件青色纱裙你穿的也很漂亮哦。”贫嘴，写你呗。
楚依依嘴角的笑意越发浓烈，他们一路并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俩人虽然心里都紧张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但脸上却都挂着微笑。等下你想吃啥？楚依依率先问道。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盖饭。林默话音刚落，楚依依乐了。我猜到了，这是你的最爱啊！这你都能猜到？老实说，你是不是在我家装监控了？林默拉起势头开着玩笑。才没有，我是以前偶尔有几次看到你在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每顿饭都有西红柿炒鸡蛋，所以才这样猜测的。林默诧异了一瞬，楚依依这事早就在留意到了呀。楚依依歪头瞅了一眼呆呆的林默，看着我做什么？走呀，傻瓜，不是笨蛋吗？怎么又变成傻瓜了？别提这个，你想吃啥？我也要吃西红柿炒蛋盖饭。两个开心的人儿一路边走边聊，径直来到了餐厅。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太过耀眼，以至于周围的同学都看了过来。不过人群中却同时存在着两个声音，男生们都异口同声的喃喃着：哇，这位女神好漂亮，可惜名花有主了，爱情伤得我这么深，完了，我又相信爱情了。而女生们则是不断的交头接耳：哇，这位小哥好帅啊，真羡慕他旁边的吉美。话说以前好像没听说过学校里有这号人物呀，难道是今年的新生？我想起来了，他们就是新生，我早上在新生报到处见过他们。那个小帅哥好像还是传说中这次全国唯一的满分学神林默。什么？长得这么帅，学习还这么好？爱了，怎么办？家人们，我好想上去把他抱走啊！你省省吧，谁不想抱走林默嘞？可是他旁边不是还有那位吉美吗？她美的好像仙女，咱们比不过啊！林默和楚依依已经丝毫不在意那些周围投来的带着羡慕或是嫉妒的目光，习惯了。不过让楚依依不理解的是，怎么清北大学里也有这么喜欢八卦的同学？难道大家不都应该是非常热爱学习的吗？对于这个，林默说，学习成绩并不等同于个人素养，虽然学习好的普遍素养高，但是每个人都有多面性，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理解一切，但依然坚持自己的本心就好。林默说这句话的时候，想起来前世的自己，进入一个普通大学之后，因为感情的打击，他逐渐颓废，与现在的自己比起来，完全是两个人。有道理。楚依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楚依依和林默打好饭菜后，找了个相对人少的地方，俩人边吃边聊。林默一个人10分钟可以吃完的饭，这次却是吃了1个小时。这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西红柿鸡蛋盖饭，此刻已经成为他们在清北大学的第一份回忆。从此，楚依依多了一样喜欢的菜，而林默则对楚依依的饮食习惯多了些了解，比如他与自己一样也不吃香菜。饭后，林默和楚依依在校园里四处逛了逛。夏天的太阳本应炎热，但这天下午，老天却十分给力地击出几片云朵，似乎刻意为他们遮阳。就这样，俩人从东门逛到西门，将整个清北大学都完整的走了一遍，又一起吃了个晚饭，才依依不舍的分离。这天注定会成为他们俩共同的记忆。一天后，闲暇的时光暂时告一段落了，传说中的军训如期而至。林默小课堂开课了，小可爱，我喜欢他，对他很好，但是他好像对我有提防，说不想再被伤心了。林默大师，怎么办？林默，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在一段破碎的感情之中，女生会时时刻刻的记得伤心的时刻，因此会将自己保护起来，而男生在下一段感情之中，往往依然可以全心全意。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便是成为他的保护伞，将其封印的冰层软化。初恋在女生眼中远远比在男生眼中要重要的多。如果你是你女朋友的初恋，那就请好好珍惜眼前的姑娘吧。初恋在男生眼中远远比在女生眼中小心翼翼很多。如果你是你男朋友的初恋，那就好好珍惜他对你的付出吧。军训第一天，所有新生按班级分配连队。楚依依和林默同属于金融系的经济与金融专业2012级1班，所以他们自然就在同一个连队。林默的舍友，楚依依的舍友也是同样。看到战云龙是一个班的，林默的2位室友还无语了好一段时间。或许他们不理解，明明喜欢音乐的战云龙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无聊的金融专业。军训开始的当天，艳阳高照，似乎在预示着接下来这段时间他们也会过得热烈。当大一新生一齐穿上迷彩服，站在操场上喊起口号的时候，同学们的热血似乎也被点燃了。听罢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强军战歌感染着每一个人，这也是他们青春的战歌。热血的军训总是伴随着汗水，不过欢笑也总是相随。就说林默所在的3连一班，当教官随机提问到林默的舍友战云龙时，所有人都没想到教官都被他的回答整破防了。教官说，知道为什么要组织你们参加军训吗？战云龙一本正经地说，报告教官，为了让我们吃桃桃不凉凉。军训第一天，战云龙就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告诉了3连一班所有人一个道理：军训的时候别当刺头，除非你是社牛。你初恋。教官满脸严肃，一声口令喊出，带着极强的威严。是。战云龙走出队列，站到了队伍的最前方。旁边的同学们齐齐看向他，心中都升腾起不好的预感。尤其林默，上一世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军训了，这一切对他而言压根没有新鲜感可言，所以全程他都极为淡定，面无表情。只是偶尔和站在他右手边的楚依依目光相交的时候，他在小声地说着，一会注意堵耳朵。楚依依满脸诧异，小声地说，为什么？林默满脸无奈，轻摇了摇头，然后用眼神示意楚依依看那边的战云龙。而与此同时，一旁的冯阳和吕小雨也在悄悄密谋。哎，胖子，你说战歌一会不会被教官要求唱歌？啥？可别吧，刚才在宿舍你还没听够啊？那
如果教官要他做其他事，你觉得他自己会不会要求妖换成唱歌？有这可能。蛤蟆跳秤盘，这家伙确实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们在宿舍的时候已经体会过了这位社牛的社交能力，只是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他居然还要绽放才华，要亲命了。当战云龙走到队伍的最前面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去，就连教官的脸上都露出了有点一丝的表情。哟，小辫子不错嘛，想转性，要不要帮帮你？说着，教官故意做了个坏笑的鬼脸，战云龙瞬间感觉菊花一紧，而这一幕看得身后的同学们顿觉不寒而栗。突然，教官又猛地变脸，收起所有表情，他目光如电盯着战云龙。你叫什么名字？战云龙瞬间松了口气，那一瞬间他居然有种错觉，感觉自己的铃铛不保。报告教官，我叫战云龙。教官一听愣了一瞬，他心想，战云龙咋不是李云龙呢？战云龙违反队列条例，罚你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战云龙一听这个就来了劲，这还信手拈来，大学生军训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严格嘛，轻轻松啊。是教官，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嗨，我先清理一下嗓子。战云龙爽快的答应，让教官喜笑颜开。这小子果然有艺术细胞，自己没有看走眼。教练率先鼓起了掌，一旁的同学们也纷纷鼓掌。不过林默、楚依依以及旁边的冯阳和吕小雨却已经准备抬手捂耳朵。1秒钟后，战云龙用自己的实力让教官成功的记住了他，让他们3连1班记住了他，也让周围的其他连队记住了他。哦，想你的耶！他用自己嘹亮的嗓音让距离最近的人知道什么是别人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那一嗓子出去太突然了，不少女同学吓得往后不自觉地退了一步，而距离他最近的教官都吓懵了。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眼看战云龙唱了几句，居然没一个字在调上。教官忍无可忍，捂着耳朵踹了战云龙一脚。TM 的，别唱了，看走眼了。TDYD。冯阳在一旁感叹，战哥这回算是完了，直接丧失大学4年优先择偶权。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裤兜里比我脸还干净。战哥还需要考虑这个，想成为他女朋友的已经排队到国外了。胖子，我突然发现你这小嘴挺能叭叭呀，背着8面找9面，没见过世面。吕小雨瞪了冯阳一眼，冯阳满脸不悦，背着口袋进牛圈，你装什么犊子？吕小雨沉声道，土狗打饱嗝，那啥吃多了你？嘿，你小子，今晚回去看爸爸怎么教育你。楚依依捂着耳朵，和林默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你说的新舍友，太有趣了，哈哈哈。这有啥？还有俩活宝，你没见到呢。林默满脸无奈之色，楚依依却笑着说，那多好呀，生活充满欢乐啊，放过我吧，我只想做个正常人。噗，嘿嘿。俗话说，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教官虽然带过很多届的学生，但这一次他还是开眼了。跑步的时候，他发现了已掉队正气喘吁吁的某个人。你还好吗？教官关切地问。报告教官。这个同学伸着舌头边跑边大喘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教官满脸苦涩，你多重？报告教官，我110，我都150，你唬谁呢？我看你是250吧。教官，我说的是公斤。你好吧，你不用跑了，去休息吧。第二天一早，同学们早早就整好队列等待教官，而教官一来就发现了方队的异常。你帽子呢？教官看着某个南方地区来的学生问道。报告教官，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辣过老婆急嗡嗡的，然后辣过帽机我放到枕头边上，被人家拿整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会不会好好说哈？报告教官，我昨天晚上练习完粤语之后，口音就改不过来了，还能这样？不信，除非你再说一次。报告教官，我有点抖动。你是想说头痛？教官无语，众人憋笑。来，跟我念特偶头特翁痛的欧果的翁动果冻。行了，你就这样了。军训的日子又苦又累，当然也伴随着欢声笑语。大学里的军训虽然没有那么严苛，但10几天的集体训练却也让这些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少年少女们收获颇多。他们在这里学会了立正、敬礼、踏步、齐步、正步，更在这里学会了坚持、坚守、坚韧、团结、进步。在一次次的队列演练中，他们已经真正将自己带入了进去，也在一次次的跑步拉练之中，他们一次次突破自己的体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在面对这一次次的挑战，林默以最优秀、最稳重的表现，赢得了教官的偏爱。他获得了参加军训汇报演出的机会，这可是无数同学羡慕的机会啊！因为只有获得了这个机会，他们才能摸着枪。楚依依高兴地看着林默走出队列，对他说：“加油哦！”林默笑了笑说：“好。”他其实对这种事情没有太大兴趣，但选上了，那就参加呗。前世的自己还没有摸过枪嘛，说起来也算圆梦了。林默被选中参加军训成果汇报演出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场中间参加训练。和他一起的有50人，但和他同班的却只有冯阳一人。他俩是他们班辅导员和教练精挑细选出来的。用教练的话说，要去参加这场汇报演出的人，代表的是他们班的形象，所以要求非常高。他们3连1班，也就林默这个经常锻炼的人和冯阳这个出生农村经常干活的人，经受住了考验。起初的战云龙还稍微有点不服气，凭什么只有林默和冯阳有资格参加？他的体能也不错，各方面表现的都挺好。他觉得教官偏心就是向着长得帅气的林默。不过虽然这么觉得，他还是没敢和教官说，只是私底下偷偷和吕小雨吐槽。对此，吕小雨说：“我看你是老孔雀开屏，没有自知之明。咱们班只有2个名额，你觉得你是比林默高或者帅，还是比冯阳能跑？”
虽然吕小雨的话让战云龙有些不爽，但他知道吕小雨说的是事实，自己除了空有110张银行卡之外，果然身无长物啊，可悲可叹。自此以后，林默和冯阳等人每在操场中间拉开架势训练的时候，周围的所有同学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羡慕他们不仅摸到了枪，还能学习各种战术动作，交替掩护、搜索前进、卧姿射击、坐姿射击、前滚翻、近身格斗、封烟雾救人，一系列操作看得同学们眼花缭乱。值得一提的是，林默仿佛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在教官只指导了1次的情况下，他的动作都做得非常标准，以至于接下来教官想偷懒的时候，都会让林默上去教学。对此，林默一脸无奈，要不是中午能分2块西瓜吃，谁干这活呀？热。休息时间，林默刚和冯阳吐槽完，突然一壶水递到了自己面前，热坏了吧？快喝点。这空灵温柔的声音在林默身旁响起，林默一回头，只见楚依依笑脸盈盈地望着自己，林默也开心地笑着，谢谢。林默可急了，他举起水壶喝了2口，突然想起楚依依，不知道她有的喝没。天气太热了，你也多喝点水。楚依依接过水壶，放心吧，我喝过了。好了，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你了。楚依依说完就拿着水壶回去了。楚依依转身的瞬间，阳光斜过她精致的面容，这一刻她美得散发着光芒，在这一身绿色的迷彩服的映衬下，她的身形越发的迷人。林默笑着说，谢谢啦，回头请你吃饭。好呀，我等你。楚依依挥了挥手，背影渐行渐远。林默还在呆呆地看着，一旁的冯阳早就羡慕得不能自已。莫爷，你对象真好看，啥时候也帮兄弟找一个这么漂亮的呗？找对象也要人帮，那洞房要不要我帮忙？林默没好气的白了一眼冯阳，这家伙平时学术问题上挺有原则的，怎么这个时候就不要规矩了？冯阳一听林默这样说，顿时心里一惊，老莫，我刚才开玩笑的，嘿嘿，找对象这事是得靠我自己，但是你是知道的，农村出身，这方面没啥经验，啥时候你支我2招呗？冯阳说着，连忙上去给林默揉肩按摩起来。林默会心一笑，这倒也不是不可以，下次吧，下次一定，那就这样说定了啊！冯阳高兴地跳了起来，林默也开心地笑着。可是他现在的位置却压根注意不到远处的楚依依，在他身后有个男生正默默地盯着楚依依的背影发呆，他是林默班里的另一位富二代，石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石乐志。石乐志，重要的事情说3遍。石乐志为人低调深沉，和战云龙几乎是完全相反的2种人格，以至于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富二代。这家伙极其擅长隐藏自己，所以林默一直都没发现，其实从军训开始，这家伙就一直盯着楚依依看，看着楚依依和林默窃窃私语，一起吃饭，一起捂耳朵，还有楚依依为林默送水。楚依依实在太美了，乍一看就让人眼前一亮，再看直叫人沉醉。即使他玩过的女人不少了，见过的漂亮女人太多了，但看到楚依依的时候也被深深吸引了。更加重要的是，楚依依乃是楚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而他是石氏集团公子哥，2人门当户对。石乐志发现这短短的几天相处下来，自己似乎爱上了楚依依，不过他知道楚依依和林默关系不错，所以他一直没有贸然上去搭讪，他在等待机会，他要将林默完全调查清楚，知根知底之后才能一击必胜。他完全贯穿了他父亲的教诲，要么不出手，而一旦出手，必须以雷霆手段，一击必杀。如果林默是普通人，那最好不过；如果林默有点背景，只要没他的势力雄厚，那出手就是必然的。至于林默背景比他还强，别搞笑了兄弟，比石氏集团还要强的就那么几个，他都知道，可没有姓林的。林默单身 emo 时间，我对你好，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我很好，是你在我心中值得我对你好，当不值得的时候，我不会再对你好了，我要对值得的那个人好。至于没有人再对你好了，那跟我无关了，别缠着我了好吗？每年军训的时候都可以听到2种声音，求求老天爷下大雨吧，这是正在军训的大一新生声音，他们被教官与太阳虐惨了，千万别下雨，千万别下雨。另外一个声音则来自于大2、大3、大4的学长学姐们，你们祈求下雨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在你们1万多人祈求下雨的时候，有3万多的学长学姐在祈求天晴，你说老天爷会听谁的？魔鬼教官无情地嘲笑道，让新生们欲哭无泪。林默倒还好，重生之后，他每天早起半小时坚持跑步，因为他知道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才是一切的根本。前世的他标准的社畜，虽然最后有了一点身家，但身体却出现了各种毛病，因此重生之后他便很注重身体的锻炼。军训对他来说虽然也很累，但远没有到身体极限的地步，这让教官与同学们都无比惊讶。大家本来都以为林默学神成绩那么好，还长得帅，因为是那种弱不禁风的书生吧，没想到他竟然也能忍受如此高强度的训练，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游刃有余。一时之间，即使是卧虎藏龙的清北，林默都是最耀眼的那位。只可惜让很多女生无奈的是，这位学神的身边已然有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2人站在一起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般，羡煞旁人。不过在这一天军训之中，楚依依似乎有些不对劲，她脸色微微有些苍白，额头上也布满细密的汗珠，娇俏动人的小脸蛋上更是透着几分疲惫感。一直关心着楚依依的林默自然一下子就发现了，依依，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没事。楚依依低声回答道，精致的小脸蛋上带着些许羞红，看你这样子不像没有事，我送你去医务室看看吧，身体要紧。林默担忧地问道。楚依依的表情实在太奇怪了。啊，我没事。楚依依闻言连忙摆手摇头，她刚想跟林默解释什么，但是一股眩晕袭来，
让他脚步一踉跄，差点摔倒在地。这下的林默急忙扶住了他，并轻声责备道：“你呀，逞什么强呢？我送你去医务室吧。”听着林默有些责备的语气，楚依依却觉得很温柔，甚至心中还有些甜蜜。他轻应了一声，乖巧地靠在林默身上。教官，我申请请假。去吧，谢谢教官。林默向着教官敬礼，而后背起楚依依往医务室走去。身后其他同学见状，纷纷投去了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尤其是男同胞们恨不得将林默给取而代之，而女生们也是既羡慕楚依依有一个帅气又温柔的男朋友，又羡慕她对待爱护呵护楚依依的模样。自己的白马王子又在什么地方呢？能够有林默这么优秀的白马王子，又能遇到吗？林默与楚依依离开了，却撒足了狗粮，让一地的单身狗们哀嚎了起来。两人相携离开操场，这一幕落在了石乐志的眼中，他顿时眉头一皱，眼中闪烁着怒火。在他心中，楚依依已经是他的人了，岂容其他男人碰触，这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今天的事情他记下了。楚依依，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成为我的人。石乐志咬牙切齿地低喃着，他握紧拳头，眸中充斥着阴狠毒辣的光芒。另一边，楚依依趴在林默宽厚结实的肩膀上，心里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幸福，仿佛整颗心都快融化了。她抬头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俊朗脸庞，眼眶突然红润，有一丝湿润。或许命运就是如此吧，如果她不任性一下去倾全一中，就不会认识林默，不会有现在的美好。他会按照父亲的路线，按部就班的学习归来，然后陪着父亲一起接待各位商业大佬，学习商业。这不是他喜欢的事情，但却是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外人眼中，她漂亮、温婉、贤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千金大小姐，她是众星捧月、受尽宠爱的公主。但她内心深处却是苦涩的、孤独的。她渴望着一份纯粹的感情，友情或者是遥不可及的爱情。但她知道，这距离她无比遥远，因为她的身份与容貌就注定了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他从来没有奢求过什么，他来清泉一中，除了想见林默，也是他对父亲的安排唯一的一次反抗，也是无声的反抗被安排的命运。而无疑他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虽然他依旧无法反抗父亲为他安排的路线，但至少在他厌倦的生活之中遇到了一个人，一个让他的生活赋予了色彩的人。林默的存在就仿佛是一道光，一缕暖流，驱散了他内心深处的寒冷。他想要靠着林默来获得温暖与慰藉，让他的生活重新变得美好。他想和这道光一样，永远都停留在这一刻，停留在他怀抱中，享受片刻的宁静。或许林默自己都不知道，在他背上那位看起来很坚强的天之娇女，眼眶却是湿润了起来。每位男孩子心中都希望身边有一个可以寄托的灵魂，希望找到一份想要保护的女儿。其实与男生一样，在每位女孩子心中都渴望被守护、被珍惜、被爱，只是人生经历不一样，这份特殊的感情表露出来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则会毫无保留地付诸行动，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去表示；有的人因为经历过，会害怕再次失去而拒绝表达，甚至刻意避开；还有的人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看起来不需要被保护，看起来是个高冷的冰山美人，但是内心深处却有一颗柔软脆弱的灵魂，期盼能有一个人疼爱自己，守护自己。只不过在别人面前，他把自己伪装得非常坚强，因为他害怕自己露怯，害怕自己的柔软被发现。楚依依便是这样的人，她曾在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偷偷擦拭眼角的晶莹，因为去掉楚氏集团千金的身份，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花季少女啊。正因为内心柔软，外表才会装作坚强。医务室很近，近到林默只是花费了5分钟，便将楚依依背了过来。医务室又很远，远到楚依依的脑海之中已经想好了未来孩子的名字。孩子叫什么呢？林悠悠。挺好的，就用这个名字吧，寓意悠长。林默，我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能够越来越灿烂，我希望你的笑容能够如朝阳初升一样温暖，让世界沐浴在他璀璨的光辉之下。正在楚依依胡思乱想的时候，林默将她放了下来，柔声道：“没事了，医务室已经到了。”林默，谢谢。楚依依俏脸微红，眼神飘忽，不敢看林默那张令人窒息的俊朗脸庞，低垂着脑袋。这般娇羞的楚依依让林默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她似乎比平日更加动人了。不过林默没有忘记自己是来做什么的，他忍住不去看楚依依，找到了一位女医护人员。医生，您帮我看看她身体哪里不舒服。林默指了指身旁的楚依依说道。女医护人员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穿着制服，长相端庄，带着职业微笑。她打量了楚依依几眼，又看了看林默，眼中露出过来人的意思。俊男美女真是天生一对啊，随即说道：“先坐下，我看看。”说完便开始仔细查看起楚依依的症状来。片刻之后，他神色略微有些严肃，对着林默道：“你这个男朋友是怎么做的？不知道生理期要注意保护吗？一看就是跑步了，你都没有请假。”林默愣住了，片刻之后才喃喃道：“这我忘记请假了。”楚依依先是脸色微红，听到林默这句话之后，她却是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姐姐，不关她的事，她不知道我的生理期。”楚依依连忙替林默解释。女医护人员翻了个白眼，轻哼道：“女朋友的这个都不知道，她算一个称职的男朋友吗？小妹妹，我跟你说啊，找男朋友千万别找那种帅的，要找真心对自己好的。”女医护人员喋喋不休，还不断教育着楚依依，一副过来人模样。楚依依乖巧点头，并没有插嘴，静静聆听。一旁的林默却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但他在心中记下了楚依依的生理期。自始至终，两人都没有解释一句最重要的话：“我不是她的男朋友，我不是她的女朋友，我们不是情侣。”是啊，
他们从未表白过，从未确定过情侣关系，也从未亲密过，但是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是情侣，他们是恋人。从医务室出来，林默手中拿着一包药，身后的医护人员还在喋喋不休。那个谁，你记清楚哦，这个药一天吃3次。小姑娘，如果你男朋友还忘记，你告诉姐，姐去教训他。楚依依连连点头，我知道了，谢谢姐。女医护人员摇头笑道，傻丫头，客气啥？你呀，真的应该多长点心。这年头，像你这么单纯善良的人不多喽。出了医务室之后，看着林默有些无奈的表情，楚依依捂嘴偷笑。原来林大学神也有吃瘪的时候啊。林默满脸无奈，最后找一个借口把话题换一个。依依，今天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或者请假呢？楚依依笑道，我看大家都没有人请假，都在努力的训练，我也想跟着大家一起努力，可谁知道我的身体还是虚弱了一点，下次不要这样了。你呀，总是喜欢装坚强，这样对身体不好的哦。林默认真叮嘱。楚依依吐了吐舌头，调皮的说道，好吗？那就再也不装坚强了。他又抬起头看着林默，可是我不装坚强了，别人欺负我怎么办？有我在，谁敢？林默挑眉反问，语气淡然而霸道。看着林默这副样子，楚依依扑哧一笑，说道，嘻嘻，林大学神就是厉害呢。走吧，为了感谢你，我请你吃饭。好。两人走在林荫大道上，某个时刻，两人同时停下来脚步。在他们面前的一棵树下，一个男生正捧着一束花，对着一个女生表白，佳佳，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好吗？男生单膝跪地，举起鲜艳欲滴的玫瑰花，一脸认真和紧张，等待着女生的答复。好。女生有些害羞，但还是点了点头。耶，太棒了！男生兴奋地跳了起来，抱住面前的女生，在原地旋转了几圈，这才恋恋不舍松开。看着两人又抱又亲，随后手牵着手一起离去。林默与楚依依的心中都闪烁起异样的情绪。你想娶依依可以，依依的陪嫁是楚依集团，你的彩礼不能少于100个亿。林默脑海之中回想起楚千禾的声音，他完成与楚千禾的约定之后，楚千禾是欣赏他，可是仅仅只是欣赏而已。他喜欢楚依依，他也明白楚依依或多或少有点喜欢自己，但是他一直没有开口表白过。他准备的是赚到足够的钱，拥有与楚氏集团平起平坐的能力，将依依娶回家。有些爱不需要昭告天下，有些幸福也不需要众星捧月，有些默默守护便是爱。林默目送他们两人渐行渐远，看着身旁美丽的少女，他轻轻一笑。依依闭上眼睛，干嘛呀？楚依依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好奇地望向林默。闭上眼睛就知道了。林默神秘兮兮地说道。看着林默神秘兮兮的模样，楚依依眨巴眨巴眼睛，乖乖地照做了。好了，可以睁开眼了。楚依依缓缓睁开眼睛，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张英俊的面孔，她笑容温柔而灿烂，深邃漆黑的瞳孔之中仿佛蕴藏着浩瀚星辰。在她手中还拿了一朵玫瑰花，鲜红的花瓣在阳光的折射下熠熠生辉，散发出迷人的光芒。楚依依心脏砰砰狂跳，呼吸急促起来。喜欢吗？林默问道。楚依依俏脸绯红，她轻轻点了点头，很漂亮，喜欢就好。林默笑了，将手里的玫瑰递给楚依依。楚依依接过玫瑰，低下头闻了一下香味，甜蜜的滋味瞬间流淌进心田，令她心醉神迷。你哪来的玫瑰花？想你的时候，我的心中便会开出一朵玫瑰花。石头开花了。军训还在继续，林默让楚依依请了3天假。本以为楚依依会在宿舍休息，没想到第2天早上，林默又看到了楚依依来到了操场上。她坐在一旁的树荫下，双手撑着下巴，注视着训练中的林默。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林默学神有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朋友，让林默的几位素友羡慕的不要不要的，而林默也没有解释什么。自上次的事情之后，他与楚依依已经都知道了对方的心意，除了没有更进一步之外，他们说是情侣一点也不为过。训练日复一日，同学们的正步踢得越来越标准，齐步走也越来越整齐划一，林默的战术动作也越来越流畅，多次友谊赛的获胜，他的突出获得了2012届1班所有人的掌声，这让他们的教官都倍感有面子。他现在喊号子的声音都比平时大了不少，而在这样持续高温的天气下的连续训练，使得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发牢骚，尤其体重几乎等于自己身高的吕小雨。哎呀，我的腿好像灌了铅似的，我这后背好硬啊，战哥快帮我捶捶。吕小雨说着一挪屁股，背对着战云龙。战云龙满脸嫌弃，浑身贴膏药，你毛病还不少，自己捶。吕小雨瞬间脸垮了下来，看着战云龙的眼神中带着几分幽怨，干嘛学我说话？嘿，多新鲜啊，就你能说贯口啊，本少的语文也没白学好吧？吕小雨白了战云龙一眼，臭泥鳅沾点海水，你还真把自己的当海鲜了。战云龙瞪了一眼吕小雨，嘿，肚脐眼长后背，反了你了。说着，他拉着吕小雨就是一顿挠胳肢窝，养得吕小雨乐得停不下来。半个月天的军训终于熬到了尾声，检验成果的时候还有1天就到了。可冯阳他们的训练出了问题，在训练中，一位同学不小心将一个训练用的烟雾弹扔到了冯阳同学的胯下。当天晚上，所有人都看到了冯阳屁股冒着绿烟的场景。林默硬是憋着笑将冯阳从那窘迫的环境中拉出来的。回到寝室之后，冯阳不断吐槽，向舍友们讲述他刚才的心路历程。我刚准备匍匐前进，突然感觉屁股被什么冲了一下，然后就看到身后开始冒烟了，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手残了，那么大的操场他不扔，非让我这扔，害我出丑，真是社死了。冯阳不断的诉苦，吕小雨和战云龙在一旁连连安慰，没事儿没事儿，就烟雾弹熏了一下屁股里，铃铛没啥实质性损伤，就是开关还能正常用就行。你们说的这叫人话？3人正聊得嗨皮，送楚依依回宿舍的林默回来了。冯阳见状，
连忙拉着林默，非要让林默教他2招，怎么才能追到女生。吕小雨和战云龙在一旁相视而笑。冯阳此时看着林默，脑海里回想起楚依依和林默一起散步、一起谈笑时的场景，别提多羡慕了。林默见冯阳如此真诚，于是说勉为其难教他2招。不过在此之前，林默率先问了冯阳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冯阳一听，顿时心里一惊，说话都结巴了。没有的事，我咋可能有人喜欢？一旁的战云龙已经开始笑了，而林默却若有所思。他这么猜测当然是有道理的，如果这家伙没有喜欢的姑娘，他怎么会向自己求教怎么追女孩呢？而且今天晚上，林默以此观察到冯阳和以往状态极不一样，他居然在操场上因为烟雾弹被扔裤裆这种事而感到害羞了，这就说明操场上有他在意的人，否则脸面对他来说是个什么东西。果然林默一问出来这句话，冯阳当场就脸红了。战云龙似乎明白了一切，哦哟，这该不会是你的初恋吧？快说说看上哪个姑娘了？咱们班的还是其他班的？长得好看不？战云龙一口气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害羞的冯阳此时却支支吾吾，于是忙引开话题。不是你们咋这么八卦呢？没有就是没有，我能喜欢谁啊？刚开学谁都不认识呢。战云龙问了半天，愣是没有问出来冯阳一句话。吕小雨却突然惊叫道：战哥，我似乎想起来了，冯阳他前2天一直盯着莫哥他对象旁边的女生看来着。胖子，你瞎说什么呢？吕小雨话音刚落，冯阳连忙反驳，说了不要叫我胖子。胖子翻脸，我就叫怎么地？冯阳突然硬气，你真是个老冰棍，又老又冰又光棍。被气到的吕小雨张口就来，见2人互对不停，战云龙和林默连忙将其拉开。好在这2位冤家只是过过嘴瘾，没一会儿2人又和好如初，坐在一起谈论起了关于亚索的连招。而此时林默却忽然想起来，楚依依跟他讲过，在楚依依旁边的应该就是他的舍友，名叫刘若曦，和冯阳一样来自农村，不过具体情况就不了解了。但是单看这一点的话，冯阳应该和这个刘若曦同学会有一些共同话题，倒也不是不能撮合一下。不过现在的时机似乎有些不合适，林默决定再看一看，等待军训结束之后问问楚依依。林默还是低估了冯阳追寻爱的决心。第2天一早，冯阳居然比平时早起了30分钟。是的，他早起之后洗头洗脸，装扮自己。他站在镜子前面，左转右看，收拾完发型，又整理衣领，一会儿又擦擦鞋子。那军绿色的解放鞋硬生生被他擦得油光锃亮的，明明5分钟可以搞定的事情，他整个过程用了半个多小时，这在男生宿舍是非常炸裂的。林默、吕小雨和战云龙看着此时的冯阳，颇为感慨，真是男大18变呀，要不你再穿个毛衣？面对吕小雨的建议，冯阳一脸疑惑，为什么？战云龙从旁补刀，现在30多度，你穿毛衣出去就不再是单身狗子了，会进化成热狗的。冯阳满不在意的切了一声，然后继续照镜子。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他甚至开心地哼唱了起来。冯阳已经在幻想今天的军训汇报演出的时候，那位同学花痴着看着他的模样。林默、战云龙和吕小雨无奈地摇了摇头，放弃了这个恋爱脑。爱情让人沉醉，爱情让人痴狂，算了，他已经没救了。只有战云龙看得最透彻，他拍了拍冯阳的肩膀，兄弟，听我一句劝，爱情就是毒药，你把握不住的。冯阳瞥了战云龙一眼，我就喜欢喝毒药。吕小雨果然，恋爱脑不分性别、年龄、学历，别管他了，癌症晚期已经没救了。随着军训汇报演出的到来，日复一日训练的生活终于即将宣布落幕。很多同学甚至有些不舍，毕竟这段时间虽然累点辛苦点，但是充实。最后一天军训的日子格外轻松，早上集合完之后就是军训汇报演出。最先开场的当然是大部队，所有的连队按照队列依次入场，他们的步伐明显比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沉稳了许多，进步是在点滴之间体现的。这10几天来，那些曾经拥有但却被他们遗忘的坚韧、坚强等优秀品质，已经回归他们的灵魂之中，重新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军训汇报演出意外的顺利，他们踏着正步从主席台前走过之后，雄赳赳气扬扬表演开始。不一会儿，彩旗方阵冲入操场正中央，整个操场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之后还有唱歌、舞蹈节目。那些新生学妹穿着短裙跳舞的节目，呼声倒是意料之中的高，尤其在场下观看的一些男同学尖叫连连。在这之后就是军训最精彩的重点节目——解救人质演习。林默作为排头兵在最显眼的中间位置，他一身迷彩服，手握钢枪，看起来帅极了。还没开始，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当他手握钢枪开始战术动作搜索前进的时候，仿佛他就是真的兵王将领一般，动作极其专业，就连教官们都傻眼了。这天赋不是一般的高啊！仅仅半个月训练，快赶上当兵几年时候的他们了。林默翻越障碍时候，流畅而麻利的前滚翻看的同学们接连叫好。近身格斗的时候，他漂亮的过肩摔和擒拿动作更是让人热血沸腾。楚依依看着此时的林默，像极了林默的小迷妹，而这次的表演也很给力，没再出任何意外。烽烟的投手换了人，他们解救人质，顺利撤回基地。最后一个漂亮的敬礼结束表演，随即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主席台上校长以及全体教官起立鼓掌，而场下男同学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女同学们的尖叫声连绵不绝。林默以他优秀的表现，不仅获得了满堂喝彩，还在军训中获得了军训标兵荣誉证书。楚依依为林默感到高兴，看着林默越来越优秀，他越发的开心，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越了解林默，就越会明白这位家境一般的普通少年所拥有的优点与坚强。
军训汇报演出结束之后，楚依依与林默漫步在校园之中，他们已经脱下了军训的迷彩服，穿上了自己的衣服。楚依依穿着一条浅粉色的雪纺连衣裙，看起来清纯又靓丽。林默则穿着蓝白条纹的衬衫，显得干净清爽。半个月的军训过去了，楚依依的皮肤依然无比白嫩，就算不涂抹护肤品，也依旧水润。林默也差不多，只是因为训练的缘故，褪去了青涩，看起来成熟了不少。两个人的背影在夕阳西下的黄昏下，形成一道美丽的剪影。这是属于青春的悸动，也是属于恋爱的甜蜜。依依，明天我带你去吃酸菜鱼吧，我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林默说道。什么礼物？神秘兮兮的。楚依依笑靥如花。明天不是你的生日吗？依依18岁成年的生日，我当然要送礼物了。林默笑着。楚依依转过头，有些呆萌的道：我没有告诉你啊，你一直都记在心中吗？楚依依记得林默知道他生日还是数个月之前的高中时代，没想到他一直记在了心中。林默点点头说道：是啊，我在意每一件事都深深刻在我的心里，怎么能忘呢？楚依依心中甜滋滋的，脸蛋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可以啊，不过恐怕要晚一点了，我明天还有事情。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林默有些紧张的问道。楚依依扑哧一笑，傻瓜，你想什么呢？我可没有跟别人约会哦，是我父亲他来燕京了。啊，伯父来了。林默惊讶的道。楚依依点点头，有些苦恼的道，今天刚刚到达，他明天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会，邀请了很多燕京的上流名人。我不喜欢这种场合，但我知道这是父亲为我提前安排的人脉，我又无法拒绝。看着眼前苦恼的少女，林默却是有些心疼，他伸手摸了摸楚依依的头顶，安慰道：没关系，有我陪你。你也要去吗？当然要去了，我可不放心让我的女孩独自面对一切。楚依依心中升起一股暖流，她抬眸看向林默，笑靥如花。林默，谢谢你，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走吧，先去吃晚饭，然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流星雨，听说今晚的流星雨会很漂亮。我也很期待，咱们赶紧走吧。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林默与楚依依躺在草地上，注视着满天繁星的夜空。现在人很多都在等待着这场很美丽的流星雨，人群之中大多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他们牵着手又或者依偎在一起。我在想，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会不会生活得更加开心一点？楚依依的声音响起了，语气中充满了憧憬。我很喜欢弹琴，喜欢画画，喜欢诗词，但这些我都距离很远很远，只是可惜时间不会重来，命运无法改变。林默侧过头，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内心。时间已经重来，命运已经改变。依依，如果你没有来清泉一中，我们不曾认识，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林默低声喃喃自语，似乎是问自己，又似乎是问楚依依。楚依依笑了，怎么会呢，傻瓜，现实就是我去了清泉一中，我们认识了，这世间哪有什么如果，既然遇见了，便是我们最好的结局。虽然未来不确定，但我们现在彼此拥有此刻，我已经很满足了。林默轻笑，楚依依说的没错，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果呀？过去既然已经过去了，他又何必纠结什么呢？重来一次，他还能过得比前世更加凄苦不成？快看，流星雨来了！突然有人大叫了一声，指着天空喊着，顿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流星雨来了！众人抬头望着天空，只见漫天星辰闪烁，璀璨耀眼，绚烂夺目，数颗流星划过天际，留下一道道绚丽的色彩，好美。楚依依仰着头，痴痴地望着天空中的流星雨，林默也静静地凝望着天空中的流星雨。流星用它那全部的光与热，绽放出了最美丽的光芒，在漆黑的天幕上划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痕迹。他的生命或许很短暂，极致的绽放之后便是永寂。然而在这永寂的光景下，他也留下了最美丽的瞬间，令人铭记。林默，一起许愿吧，听说对着流星雨许愿会很灵的。楚依依拉起林默的手，闭上眼睛，轻声说道。林默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他握住了楚依依冰凉柔软的小手，他缓缓闭上双眼，将思绪放飞，回忆着过往的种种，慢慢的沉浸其中。许愿未来有一天，他可以站在世界的巅峰，成就一番传奇伟业。许愿未来有一天，他喜欢的人与喜欢他的人都可以幸福安康，长久相伴。许愿身边的少女可以永远陪伴着他，永远保护着他，永远在一起。片刻之后，林默睁开了双眼，楚依依正用一只手撑着下巴，静静地看着他。林默，你许了什么愿望？楚依依眨着眼，俏皮地问道。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林默轻轻一笑，温柔地看着眼前的少女。楚依依俏脸嫣红的应了一声。对了，依依，你的那个室友就是那个身材高挑的，她有男朋友了吗？林默的话音刚刚落下，他便感觉有点冷，让他不由自主的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只见楚依依瞪了他一眼，哼道：怎么喜欢高挑的？你想追求他？嘿嘿，依依，你误会了，我是为我室友问的，他不是不好意思吗？真的。林默赶忙点头，千真万确。好了啦，逗你玩的，我那个闺蜜是一个单身狗，她可没有男朋友，怎么样？有机会介绍给你室友认识一下。楚依依调侃着道。林默松了口气，笑着答应。行。片刻之后，林默看着越来越少的人群，问道：依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去了？现在几点了？我去，都10点40分了，宿舍11点关门了。依依，我们快走。林默拉着楚依依一路小跑着，很快来到了公园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到清北，麻烦你速度快一点，11点宿舍就关门了。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一下两人，笑呵呵的答应。好嘞，两位坐稳喽，一会儿就到。片刻之后，看着仪表上40迈的速度，林默忍不住催道：师傅，这也没有几辆车，你怎么开40迈？这11点之前怎么到啊？司机露出一副我懂的神色道：小伙子，别急啊，我跟你讲哈，这里周围全是学校，
限速就是40啊，我已经开最快了。嗖，司机刚刚说完，林默就看到旁边一辆车一下子超了过去。你跟我说这是限速40，欺骗人呢，这不是？师傅，我给你200块钱，你开快一点吧。林默忍不住了，掏出200块钱递给司机师傅。司机伸手抓住钞票，悄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你放心，务必完成任务。说完，司机一脚踩上了刹车，看着出租车以30迈的高速前进，林默风中凌乱了。师傅，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林默都惊呆了。嗨，小兄弟，我可是老司机了。司机笑眯眯地回复着。老司机。林默嘴角一抽，开30迈的速度也敢叫老司机？那个老司机不是开100迈的，哪怕是开60迈也足够赶到宿舍关门之前进去啊。看着时间已过11点，林默也放弃挣扎了，无奈对着司机道：你牛逼。谁知道司机还以为在夸他，嘿嘿一笑。那是当然，我可是老司机中的老司机。林默再也不说话了，他与眼前的司机不在一个频道上。11点过5分，出租车停在了清北门口。林默与楚依依下了车，看了看时间，林默不好意思道：真抱歉，没想到这个司机是新手，开这么慢，害得你不能回宿舍了。他的话音刚刚落下，只见那辆出租车以几乎120迈的速度冲进了黑幕之中，留下呆立的林默与捂嘴偷笑的楚依依。林默，感谢5等分的商样与李二狗的大神认证，感谢大家的礼物，万分谢谢，你们的支持是作者创作最大的动力。林默 emo 时间，当你认认真真的喜欢一个人，最后却没有在一起，你会发现自己很难再爱上别人，不想再花力气去了解别人，那种滋味就像你认认真真写了一篇小说，结果中途忘记保存，需要重写。虽然你还记得开头与经过，但你也懒得写了，因为前面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精力，只差一个结局，却要你再次花费所有精力重写一遍，还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结局。你说那个司机明明开车技术很厉害，为什么偏偏开那么慢？是故意坑我们吗？现在好了，宿舍关门了，我们无家可归了。林默与楚依依走在夜晚的道路上，他有些不明白，明明可以开那么快，却偏偏要慢悠悠的。楚依依脸色微微有些红晕，只是在夜幕之中，林默没有发现罢了。我想应该是你给他的200块钱，让他误会了吧？误会什么？你想一想啊，我们的车程仅仅只是10几块钱，你给了200块钱，如此反常的行为，他当然会误会你的意思了。林默还是不解，我给他200，他不应该再开快一点吗？楚依依歪着脑袋道：笨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林默耸耸肩，装作一副无奈的表情。楚依依叹了口气道：上天给了你满分的颜值与满分的智商，但有一个东西忘记给你加了。什么？那就是情商。林默抬起头，前世之中他被安妙薇伤害了之后，他便再未接触过工作之外的女性朋友，爱情在他眼中犹如洪水猛兽，他从来没有试图靠近，因为他怕再次被伤害。情商要是高，怎么会吊死在安妙薇身上呢？前面有个酒店，今晚就住这里吧，明天早上宿舍开门了再回去吧。林默指了指前面不远处的一个酒店，这座酒店并不大，但胜在干净整洁，林默倒是挺满意的。楚依依点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跳逐渐加速了起来，脑海中已经设想出了10000种可能。您好，开2个房间，谢谢。来到前台，林默很有礼貌地对前台正在聊天的2位招待说道：2个房间。听到这句话，楚依依轻叹一声，果然石头没有开花，一切都是幻觉。这个笨蛋，他难道不知道他今天已经给了他这么多机会吗？先生，2间房是吧？酒店前台，年轻女性的前台招待来到电脑桌面前，再次确认了一下。是的，2间，请稍等。女招待在电脑上噼里啪啦打了一下，一旁那位男性招待目光在林默与楚依依身上来回扫视着。片刻之后，他突然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一步走了过来，微笑道：2位，非常不好意思，现在只剩1间房了，就1间了。林默皱起了眉头，怎么会这要求？他转过身看着楚依依道：依依，要不我们换一家？楚依依还没有回答，男招待道：兄弟，换一家也是一样，今天有流星雨，周围的酒店早满了，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再说了，我这是好心劝你，难道有钱我们不挣吗？林默沉默，这么看来只能住这了，但他还是要征询一下楚依依的意见。依依，你怎么看？楚依依低垂着眸子，柔声道：都听你的。林默点点头，对着2位招待道：那给我开1间房吧。男招待嘿嘿一笑，挑了挑眉，在电脑上噼里啪啦一顿操作，看得女招待一脸懵逼。随后他将一个房卡递给林默，520房间，这边有电梯，谢谢。林默付了钱，接过房卡，带着楚依依走进了电梯之中。身后男招待打了一个手势，似乎在说任务完成，而女招待看着电脑上显示的空房数量，抬头疑惑地看着男招待：哥，我们这不是还有好几间房间吗？你怎么就说只有1间了呢？你懂什么？还好我在，不然这件事就被你搞砸了。电梯之中，2个人的心情却截然不同。林默一副轻松的模样，而楚依依微微捏着自己的衣角，一双美眸紧盯着电梯的墙壁上广告，来掩盖有些慌乱的内心。片刻之后，电梯来到了5楼，林默带着楚依依来到了520房间门口，他将房卡交给楚依依，道：依依，我先走了，你记得早点休息哦。楚依依下意识接过房卡，脑海中10000个画面都没有想过林默会说出这句话，让他有些发懵。林默，你去哪？林默挠挠头，这里只有1间房了，你住着吧，我去看看其他地方还有睡的地方没有。楚依依，这样的林默
让楚依依又喜欢又无奈，喜欢他的绅士，也无奈他的不懂情趣。果然，人无完人，上帝是公平的。林默，你走了，如果我出事了怎么办？听到楚依依略带委屈的声音，林默愣了下，迟疑了片刻，他才道：那好吧。楚依依喜笑颜开，他打开房门，又看了看站在门外一动不动的林默。进来啊，林大学神，你今天是怎么了？林默微微有些紧张，这还是他3岁与母亲分开睡之后，第一次跟别的女孩子睡一个房间，这种紧张感是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或者说这是第一次，让他有些不习惯。迈步走入房间，刚一踏入房间，便有一阵馨香扑鼻而至。这股馨香令林默精神为之一振，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呼了出来。等楚依依将灯光打开之后，他才看清房间的布局。整个房间以粉色系列居多，墙壁上贴着各式各样的彩绘，充满了梦幻般的感觉。一旁的角落摆放着玫瑰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最显眼的还是粉红色的心形大床，床单上都绣着一个小小的红色心形，让整间房更增添了许多暧昧的氛围。房间的灯光也不是白色，而是带着些许情调的淡黄色，配合着房间内的环境，让林默忍不住咽了咽唾沫。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香味，不知道是玫瑰花的味道，还是那抹少女芬芳。不只是林默，楚依依也是呆住了，看着满屋子粉嫩的颜色，有些失神。本以为这是一间普通的套房，竟然没有想到是情侣套房。林默坐在窗户边，听着耳边传来的哗哗水声，心神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浴室之中，楚依依正在洗澡，玻璃虽然不透明，但却有种若隐若现的美感，让人遐想连篇。虽然他喜欢楚依依，但这个关系是不是发展的太快了？等下要是自己忍不住怎么办？要是自己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举动，岂不是要伤害到楚依依？林默摇晃着脑袋，努力摒弃掉脑海中的念头。哗！就在此时，浴室的房门被推开了。楚依依穿着粉色睡衣，湿漉漉的秀发披肩，一缕缕发丝粘在雪白的肌肤上，让她整个人更加妩媚诱人。一张娇俏可爱的脸蛋，因为刚沐浴过，泛着淡淡的粉红，像是涂了胭脂，让她原本清纯漂亮的容颜变得更加诱人了。特别是那水灵灵的黑色大眼睛，眨巴眨巴的，让林默喉结滚动，吞咽了口唾沫。真是要命啊！是个正常人，此刻怕都是会把持不住。楚依依的心砰砰直跳，她偷偷瞥了林默一眼，发现他此时正用一种极为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她，这让她瞬间脸颊绯红，心里甜蜜的要命。那个林默，楚依依的脸越来越红，她咬着唇瓣，娇羞道：林默的嗓音沙哑，性感迷人，让楚依依更加羞涩，心跳加速。看着眼前的林默，他鼓足勇气道：你可以为我吹一下头发吗？林默点点头，朝着楚依依走过去，拿起梳妆台上面的吹风机，帮楚依依吹头发。暖黄色的灯光洒在楚依依的身上，她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让人很有冲动。再加上如此近距离，少女好闻的体香扑面而来，让林默的喉咙忍不住滑动了下。手指划过少女飘柔的秀发，带起细碎的波澜。少女的发丝软滑顺手，触感非常好，比起她曾经摸过的任何女生的发质都要好，都要让她沉醉。林默，你喜欢我吗？忽然，楚依依低声问道。她的声音带着些颤抖，脸上红晕遍布，让她的容貌变得愈发诱人。林默一怔，下意识脱口而出：当然喜欢，很喜欢的那种。听到她的答案，楚依依猛然抬起头，露出惊讶且欣喜的表情。她看向林默，眼眸晶莹透亮，仿佛含着春水一般，让林默差点沦陷进去。虽然心中知道对方喜欢自己，但他真正的说出来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的欣喜。楚依依抿了抿嘴角，轻轻靠近林默：你喜欢我哪一点？你哪一点都很好，喜欢你的温柔，喜欢你的善良，喜欢你的勇敢，喜欢你的一切。林默认真的答道。楚依依笑靥如花：你真的这么觉得？林默重重的点了点头，道：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楚依依，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什么时候？大概是那天晚上，你下意识挡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吧。我也是。当你奋不顾身为我挡刀的时候，我的心便被触动了。当看到你受伤的时候，我是心是慌乱的。楚依依的笑容更灿烂了，她仰望着林默：能遇见你，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感谢苏然送来的助攻，要是没有苏然的那一刀，或许一直到高中毕业，两人的关系依然只是朋友。正是那一次受伤，改变了两人的命运。林默同样微笑着看着他，所以未来我们会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会永远的幸福在一起。楚依依呢喃着这句话，却是有些想哭。她真的很想与林默永远在一起，做梦都想。可是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她心中清楚的知道，她想要与林默在一起有多难，难如登天。她父亲不会允许她嫁给林默的，因为他们两人的阶层完全不是一个层面，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林默虽然很优秀，清北高材生，未来可以年薪100万，但跟他家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差距有多少？楚家的资产，即使是存入银行，只拿3%的利息，一年都有10个亿。一年的利息足够一位100万年薪的成功者连续工作1000年。对他父亲来说，不可能允许林默娶自己，但林默对于他来说，又是无比珍贵的存在。林默，可以抱抱我吗？楚依依的双眼朦胧，泪珠打转，让林默心疼坏了。当然可以。林默点点头，轻轻搂住楚依依，将她拥入怀中，嗅着她的发香，这股馨香令他陶醉。这是他们主动的第一次拥抱，却让林默格外珍惜。楚依依也伸手环住了林默，小鸟依人的缩在他怀中，感受着他强健的胸膛，感受着他的心跳在他心底震动。楚依依的心中充斥着幸福，这份幸福是属于他和林默的，至少现在是。片刻之后，楚依依眼中露出一抹坚定的神色，
似乎下了某个决心。他紧紧搂着林默的腰肢，感受着他胸膛的温度，然后突然踮脚吻了上去。林默浑身一震，他瞪大了双眼，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女。他没想到楚依依居然会主动吻自己，这让他心脏砰砰狂跳。感受着少女的青涩和火热，他心里涌出莫名的悸动。感受着怀中的少女柔弱无骨的身子，林默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眸，反客为主，加深这个吻。英宁，楚依依轻哼了一声，脸色涨红，整个身子都酥麻了起来，脑袋里轰鸣作响，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就在楚依依觉得自己要沉迷于此的时候，林默却突然停了下来。抱歉，依依，差点没有忍住，没有伤害到你吧？林默轻声道，呼吸还有些急促。他刚才差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要彻底占据她，将她狠狠揉入怀中，肆意怜爱她，宣泄她内心的激荡。傻瓜，你不需要道歉。过了12点，我已经成年了。楚依依的声音软糯甜美，带着一股让人怜惜的语气，加上她红润的脸颊，简直撩拨心弦，让林默的心脏狂跳不止。生日快乐，依依！林默 emo 时间，学生时代谈恋爱，非常怕被爸妈知道，可等你长大之后，却再也遇不到一个可以让爸妈知道的人了。为什么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你，而在正确的时间却再也遇不到你？哎呦，林大学神，昨晚约会去了。刚刚回到宿舍，战云龙便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这还用废话吗？昨天我们都看着他跟楚依依花一起出去了。于小雨也凑了过来，贼兮兮地道：啧，果然是啊，身上竟然还有香味。一旁的冯阳也酸了起来。莫哥，嫂子那个室友的联系方式要来了吗？你该不会只顾着自己，把我的幸福忘记了吧？滚蛋！林默瞪了一眼几个损友，没理会他们的调侃。他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之后，便又出去了。他要去准备礼物了。因为楚千和的到来，林默知道今天楚依依的成年礼会很盛大，燕京的很多名流公子都会到来。如此来说，他之前准备的礼物就有些不够看了，必须再精致些。楚依依的成年礼在燕京大酒店举行，楚千和大手一挥，直接包下了整个大酒店。酒店门口的停车场，豪华的宾利、法拉利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劳斯莱斯幻影、兰博基尼以及迈凯伦等各式各样的超跑豪车应有尽有。林默的出场就很尴尬，他是坐出租车来的，虽然他打扮得很是帅气，很有格调，但看着他从出租车下来的2个保安却是不让他进去。毕竟有钱有势的谁坐出租车，就算打车也是打豪车来吧。先生，非常抱歉，请出示你的邀请函或者证明你的资产在500万以上的才能进去。其中一名保安严肃地说道。林默，他这是被人鄙视了。500万的资产他早已经超过，只是他的资产都在江城，如何证明？参加这次盛会的非富即贵，普通的人根本挤不进去，除了燕京有数的那些人之外。但这并不妨碍有些人自己没有资格也来参加这次宴会。如果能够结交到某个权贵，以后走路都能硬气几分，毕竟谁没有几个富二代朋友？保安见得多了，今天想蒙混过关的可不少，但都被他们毒辣的眼光扼杀在摇篮之中。只是眼前这位看起来气质不错的帅小伙，竟然也想蒙混过关，那可没门。是的，林默犹豫的态度让他们认为林默也是一个想蒙混过关的普通人。这时酒店门口又驶来了一辆宝马，在众多豪车之中，这辆宝马显得很一般，但却吸引了林默的目光，因为宝马车下来的人竟然是安妙薇。可以看得出来，安妙薇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穿着低胸短裙，露出白嫩诱惑的肌肤。她旁边还有一个女生，看起来18、19岁，长相倒算不算，只是一张浓妆艳抹的脸，让人觉得俗气不已。薇薇，我跟你说，这可是燕京豪门的一次盛会，听说4大家族都来了，里面全是豪门，我花大价钱才弄到入场券，你记住等下要笑起来，千万别得罪人了。里面的人你随便攀上一个都可以起飞了，以你的身姿容貌，一定可以吸引某个超级富二代的，这可是你飞上树枝变凤凰的机会啊。那个女生跟安妙薇说着，带着安妙薇来到了酒店门口。也就是这时，两人都才注意到一旁的林默。安妙薇神色微微有些僵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林默，而她身边的女生看着却是双眼一亮，很显然林默的长相与气质吸引到了他，估计是某个帅气的富二代。富二代还如此帅，世间可极为少见啊。这位哥哥，我叫张倩，不知道怎么称呼。张倩走了过来，满脸堆笑，声音嗲嗲地问道，同时还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传来，呛得林默皱眉。林默眉头皱了皱，并没有回答。他不喜欢这样的女生，太虚伪了。这位美丽的小姐，别理她，她连入场资格都没有。一个看热闹的小富二代开口了，妒忌林默的帅气，所以毫不留情地拆台。闻言，张倩愣住了，什么鬼？竟然没有入场资格，原来是个穷逼啊！虽然长相不错，可长相可以当饭吃吗？加上刚刚林默的态度，让他也很不喜欢。想到这里，张倩当即收敛了笑容，冷嘲热讽道：没有入场资格，你站在这干嘛？赶紧离开！这种地方不是你这样的穷人可以消费得起的。没有入场资格，你还敢站在这儿，真是胆子大！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是豪门宴会，燕京最顶尖的豪门聚集地，你这样的穷人根本进不去。张倩趾高气扬的道。林默淡淡瞥了他一眼，懒得解释，就这种货色也值得他浪费唇舌。安妙薇竟然跟这种人在一起，不由得更加降低了在他心中的评分。林默的表现更是激怒了张倩，张倩顿时就炸了，他指着林默的鼻子骂道：你这种乡巴佬有什么资格无视我？林默抬头看向张倩，嘴角勾勒起一抹讥讽的弧度，冷漠道：我凭什么回答你？你……张倩气得发抖，这还是第一次有男人敢对她这么说话。我告诉你，这是豪门宴会，里面的人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比你这种强上100倍。张倩怒道。林默淡淡的扫了张倩一眼，
摇了摇头，像是在看白痴一样。也不知道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赶紧抬回去吧。林，你还是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安妙薇终于开口了，她轻叹一声，似乎在替林墨惋惜。满分学霸确实很强，但这种级别的宴会，林墨的确不够资格。听到了没有？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别在这里碍眼。张倩立刻得意洋洋的道：“喂喂，咱俩走吧，免得待会有些人丢了脸，赖着不肯走，那就麻烦了。这么说，你很厉害了。”林墨忽然看向了张倩，眼神渐渐变得凌厉。他最讨厌这种鼻孔朝天、看不起别人的人。那当然。我爸可是乐东集团的总经理张云雷，一年收入是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张倩得意地笑道，而林墨却笑了。乐东集团的总经理很牛逼吗？乐东集团是燕京市的一个小集团，集团总资产数亿级别。的确，乐东集团比现在的林墨强，但那是整个集团加起来，区一个总经理算什么玩意？是，对普通人来说，乐东集团的总经理就是爷，高不可攀的存在。但对于林墨这种身价数亿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总经理，说白了还是一个打工的，一个集团真正的掌权人还是董事会。你今天可以是总经理，明天就可以滚蛋。好巧不巧，乐东集团真正的掌权者刘乐东正是楚氏集团的合作伙伴，而且跟林墨见过面，他还有刘乐东的联系方式。别忘记了，林墨还有一个身份，楚氏集团最年轻的投资顾问，而且还100%掌控了楚氏集团下的一个资产过亿的投资公司。小集团与大集团是合作关系，那么谁迫切需要合作，谁掌控主动权就不用解释了。而林墨又是楚氏集团投资顾问，有能力劝说楚氏集团不与乐东集团合作，因此刘乐东更加的想要与林墨交好，甚至是讨好，好继续与楚氏集团进行合作。对于林墨，刘乐东给予过极高的评价，认为此人未来必然会是商业圈有名的大人物。听到张倩的话，林墨却是笑了起来。乐东集团的总经理很厉害吗？废话，张倩骄傲道，那是你一辈子都无法够到的位置，能在乐东集团当保安已经是你的荣幸了。闻言，林墨摇头失笑，这女人脑残嘛，要是他父亲知道有这么一个坑爹的女儿，不知道会不会被气死。他拿出了手机，摇头道，他现在是乐高集团总经理，等下就不一定是了。闻言，张倩突然放肆大笑起来，笑声充斥着鄙夷与嘲讽。张倩笑完后，不屑地盯着林墨道，你以为自己是谁？我父亲他不仅仅是总经理，还有可能升级成为副总裁呢。林墨耸了耸肩膀，淡淡道，那恭喜你，马上就要听到你父亲的喜报了。林墨的语气平静至极，仿佛只是陈述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实。您好，刘叔。林墨打电话给刘乐东，直截了当道，我有一点急事找您帮忙。是小莫啊，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刘叔能帮上忙一定帮。我想请问一下，刘叔您集团的总经理是不是一个叫张云雷的人？似乎是听出林墨话语中的冷意，作为商业之中的老狐狸，刘乐东心中已经有数了。是他？怎么了？难道是他做了什么让你生气了？你放心，如果是他，刘叔绝不饶恕他。在张云雷与林墨之间，刘乐东毫无疑问选择站在林墨这边，没有丝毫的犹豫。不说林墨未来可能的成就，就是现在的林墨，10个张云雷都要靠边去。挂掉电话之后，张倩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继续嘲讽道：“有意思吗？装打电话给谁呢？哼，装模作样。”看到林墨不说话，张倩忍不住再次讥笑道：“你倒是再多打2个呀，继续装呀！我看你能装到几时？”他相信自己父亲的能量，乐东集团在燕京也算是小有名气，而他父亲又是乐东集团的总经理，比上虽然不足，但比下绰绰有余。而此刻，因为张倩的无理取闹，酒店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都在看热闹。自林墨打电话，安妙薇就完全不理解了。他不明白林墨要做什么，毕竟在他眼中，林墨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人。楚依依背后的楚氏集团是庞然大物，但那与林墨无关。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什么，眼中露出一抹高傲与怜悯。进入燕京之后，他才明白，比林墨优秀的人太多太多，那些顶级富二代只需要攀上一个，100个林墨都不够打的。而且林墨不是喜欢楚依依吗？楚依依是什么人？林墨有资格与楚依依在一起吗？高中不懂这些，对家世阶层没有概念，但现在他知道，林墨想与楚依依在一起，这辈子都不可能的。林墨，你当初如此无情的拒绝我，以后我要你求着我回头。哗！人群之中爆发了惊呼声，随着超跑的轰鸣声，真正的顶级富二代登场了。鲜红色的法拉利，这个车牌号，莫非是战家2少爷来了？我靠，看那个造型，还真是他。早就听说这次燕京4大家族都会登场，没想到真的来了。莫千年也看到了，看都不需要看，听那个法拉利的咆哮声，他就知道是谁了。之前在学校里也听到过一模一样的。战云龙这家伙来了，他一出现便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鲜红色的法拉利与超级家世，让他成为了大明星一般。就连一旁的张倩与安妙薇都双眼一亮，这是真正的豪门大少啊！战氏家族那可是不弱于楚氏集团的燕京4大家族之一呀，而且在燕京的影响力，战氏家族还要更强一点。最主要的就是战氏家族2少爷还是单身，如果攀上这样的顶级富二代，即使做个小3小4，他们也愿意啊。看着战云龙朝大酒店门口走来，张倩与安妙薇都整理了一下着装，露出自认为最美的笑容。特别是张倩，用她那嗲嗲的声音道：“云龙少爷，好久不见了，最近怎么样啊？”安妙薇虽然没有开口，但她也微微挺了挺自己的胸部，希望吸引战云龙的注意力。可战云龙从2人身边走过，都没有看2人一眼。在战云龙眼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林墨。墨哥，你也来了啊？早知道你也来这里，就坐我车一起过来呗。走到林墨面前，战云龙嘿嘿笑道，
态度极其亲密，仿佛跟林默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这让众人都惊愕无比。尤其是张倩与安妙薇，战云龙居然跟林默认识，并且关系还很熟悉，这怎么可能？比起安妙薇眼中的不可思议，张倩此刻眼中露出了一抹恐惧之色。林默要是与战云龙如此熟，那他之前的话语岂不是将林默得罪死了？嘟嘟，这时张倩的手机响了起来，看到是父亲打来的，他心中浮现一抹不妙的情绪。喂，爸，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他喵的！你到底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你父亲我已经被乐动集团解雇了。虽然没有开免提，但在张倩旁边的安妙薇也是听到了张倩父亲的咆哮声。啪！张倩手中的手机摔在了地上，她呆呆地看着林默，脑袋嗡嗡作响，感觉天旋地转。而安妙薇也是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震惊地看着林默。这还真的是他熟知的那个林默吗？林默课堂开课了，小可爱。林默学长，喜欢过的人多久可以忘记？林默真正喜欢过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无论中间失望了多少次，说忘记的瞬间，再看一眼还是会心动。他才3个月不见林默，他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安妙薇很懵逼，她作为张倩的闺蜜，很清楚的知道张倩的实力，一个公司总经理的老爹，家里资产过千万，在燕京也算是不错。要是在江城那个小地方，更加可以说是权势滔天，谁敢招惹？而林默竟然能轻描淡写的一个电话，就让张倩的父亲给辞退了。仅仅一个电话，这是什么能量？背后到底需要拥有多么大的权势财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安妙薇彻底傻了，呆若木鸡，而张倩则像失去了灵魂的躯体一般，脸色煞白，瘫软在一旁的护栏上，喃喃道：这怎么可能？他知道他得罪真正的大人物了，他一直想要攀附的权贵就在他眼中，可他却将其得罪死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落得如此下场，他后悔了。什么情况？他们是你朋友？战云龙看了看安妙薇与张倩一眼，眉头微皱。林默摇了摇头，表示并不是。那还站着做什么？走了，宴会要开始了。战云龙呵呵笑着，拉着林默走进了酒店门口。而这个时候，2个保安自然不会这么傻的去拦。一场闹剧就此结束了，围观的人群发出唏嘘的声音。张小姐算是踢到铁板了，这下怕是要被大佬封杀了，圈子里也没有人敢要他们家的人了。那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一句话就可以让张云雷这样的人物下岗，至少要数亿身家吗？有权有势，人还长得帅，简直是完美男神啊！周围响起了各种调侃的话语，不过都没有再去搭理张倩2人。张倩脸色苍白，呆呆地站立着，仿佛丢了魂似的。燕京大酒店大厅之中，此刻已经装饰着极为豪华、金碧辉煌、奢侈无比，足有800-900平米的大厅内摆满了桌椅。此刻大厅之中已经陆续坐了很多人，有穿着西装、衣冠楚楚的精英人士，亦有穿着性感的女郎或者青春靓丽的美女。中央有着几个巨大的水晶灯，散发着璀璨光芒，照射在宾客们的身上，令他们显得更加尊贵。一排排的名流聚集于此，举杯畅谈，觥筹交错，相互恭维。林默与战云龙刚进来没，就听到有人喊道：“战二少来了！”紧接着，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入口处。哇！这个就是咱们燕京4公子之一战云龙吧？太阳都晒屁股了，终于等到他了，赶紧去找他合影。这就是我的偶像，他好酷，简直迷倒万千少女啊！他身边的青年是谁啊？看起来好帅，难道也是哪个富家公子？不认识。不过既然是云龙少爷的朋友，想必实力也不弱。随着战云龙的出现，整个大厅顿时沸腾了起来。这些人纷纷涌向了战云龙，争先恐后的跟他握手合影。战云龙对这一切早已习惯，笑嘻嘻的应付着众人。慢一点，慢一点，一个一个来。这位美丽的小姐，你什么意思？亲一个就跑了？至少要亲2个吧？喵的，今晚我只亲女孩，不碰男人。热闹的人群之中，林默却是悄悄地来到了角落的位置，找了一个没人的位置坐了下来。他看着眼前这些热闹非凡的景象，却透过了现实，看到了孤独与寂寞。所有的人都在强颜欢笑，所有的人都在假装热络。这便是上流人群的聚会，没有真正的情感，都是为了利益而装模作样。上流之中也分3、6、9等，低等的便想要攀附上中等的，中等的又希望借用高等人的权势达到更高层次。楚依依不喜欢这种虚伪至极的宴会，而林默同样也不喜欢。好在战云龙等顶级豪门子弟吸引了太多目光，注意到林默的倒是不多，让他也乐得清闲。10家3少来了，不知道又是谁大喊了一声，大厅中的气氛更加热闹了起来。林默看到了一个有些眼熟但记忆不多的人，他思考了一下，才发现此人也是自己的同班同学石乐志。从周围人群的交谈之中，林默很快知道了，这个平时很低调的石乐志，来头竟然也大得吓人。燕京4大家族之一石家的3少爷，身份地位丝毫不逊色战云龙的最顶级富二代，因此石乐志的出现也吸引了很多人欢迎。毕竟这个世界上有钱人不多，而石乐志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石少爷，我敬你一杯。石哥，这一杯我敬你，我就是你小弟了。石哥有吩咐，小弟全部搞定。石少爷，您今儿来了，我晚上带少爷去玩一会儿，我知道一个好地方。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恭维与讨好，石乐志却没有在意，而是目光在人群中扫描着什么。片刻之后，他看着角落中的一道身影，发现他也在的时候，眼中露出一抹挑衅的神色。林默的身份他已经查清了，江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罢了，就这样的人也配与楚依依在一起，给他提鞋都不配。而林默却是深深皱起了眉头，这个石乐志看着他的目光带有很深的敌意，以及一抹居高临下的俯视眼神。这种眼神林默并不陌生，曾经他见过很多，因此一下子便察觉到了石乐志的目标是自己，且很明确，来者不善。林默在脑海回想了一下，
他可以无比确定并没有得罪过他。如此看来，恐怕只有楚依依了。以楚依依的家境与美貌，林默知道情敌不会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而且一来就是一个大 boss。石家可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不比楚氏集团弱。虽然后面跟楚氏集团一样倒闭得很快，但就现在来说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但林默也不着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石勒志嘴角泛起一抹冷漠与嘲讽，眼中尽是鄙夷之色。就这种货色也妄图和他竞争，真是不自量力。大厅之中的热闹气氛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终于迎来了主事人。一身西装的楚千和登场了。作为江城首富，楚氏集团扛把子，他的气场无疑是极强的。他一出现，原本喧哗热烈的大厅顿时变得安静了许多。各位能够赏脸参加这次的宴会，楚某倍感荣幸。今天在座的都是楚某的贵客，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大家担待一二。楚千和微笑着开口，那种威严与成功人士的风范展露无遗。楚总，您太客气了，今日能受邀前来，已是我们的福气，怎敢抱怨呢？哈哈，楚总真是太谦虚了。是啊，这种宴会能来一趟已经很满足了。众人纷纷笑道。这里的每个人在外面可能都是一呼百应的存在，可在楚千和这种江城首富的面前，仍旧要保持该有的礼节。诸位能来，楚某感激不尽。楚千和微笑着开始致辞，话语简洁，不过每一句话都说得非常得体，让人心服口服。这就是楚千和的厉害之处，不仅商业运营能力出类拔萃，而且还能言善辩。面对这样的商业前辈，就是战云龙与石勒志这样的超级二代，身上的光芒都要暗淡很多。两人的家世是不弱楚氏集团，可是两人掌控的资产却是远远不如，毕竟他们都不是家族唯一的大少，未来可以100%继承家族产业。而楚千和不一样，他本人就是真正的商业巨佬，很多人都需要攀附的顶级存在。楚千和的目光也是扫过全场，在看到林默之后，笑得更加开心了，眼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味道。林默却是有些心虚，毕竟昨天晚上他还将其养了这么多年的掌上明珠给吃了。楚千和呵呵一笑，继续道：今天请大家来捧场，除了热闹一下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卖了一个关子，勾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什么事情啊？楚总，您直说就行了。楚叔叔，你赶紧说吧，我听得都急死了。楚总，别吊我们胃口啊！嗨嗨，既然诸位都这么急，那我就不废话了。楚千和轻咳一声，楚某膝下有一女，名叫楚依依，容貌、品性、性格均是万里挑一。如今她已成年，楚某便趁着这个日子为其举办成年礼，邀请在座的诸位共同庆贺。此话一出，全场瞬间沸腾了。楚千和的女儿成年了，很多人都知道楚千和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名为楚依依。未来楚氏集团的庞大资产将都是楚依依的，都是楚家女婿的。楚千和为楚依依举办成年礼，可不仅仅只是庆祝其成年，更大的目的还是希望为自家女儿挑选女婿。谁可以娶楚依依，那么将一步登天，坐拥数百亿财富，走向人生巅峰。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谁都懂。几乎所有还单身的精英们，在面对如此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得到楚氏千金的放心。甚至人家都忽视了楚千和的前一句话：容貌、品格、性格万里挑一。拜托，这样的千金小姐，别说长得漂亮了，哪怕是如花姐，也没有人可以拒绝啊。楚千和显然已经预料到了众人的反应，他笑眯眯地看着下面的人。下面有请楚某的女儿依依登场。伴随着楚千和的话音落下，大厅的入口再次被打开了，一名穿着白色长裙的绝美女子缓缓从门外走了进来。当看到这道倩丽的身影之时，在场的男人皆是瞳孔猛缩，目瞪口呆地盯住了入口处。一张完美无瑕、毫无瑕疵的俏脸映入众人眼帘，让人忍不住屏息凝神。五官立体而精巧，肌肤胜雪，一双眸子宛如黑夜星辰般耀眼，仿佛汇聚了整个星空一般。一头黑发披肩，柔顺光滑，皮肤雪白如玉，吹弹即破。那双眸子仿佛秋波荡漾，充斥着一股灵动与纯净。那一袭长发披肩垂落，衬托的那张绝美的俏脸愈加娇媚动人。尤其是那身材玲珑有致，纤细腰肢盈盈一握，修长玉腿笔直挺立，堪称完美。一时间，偌大的厅内陷入了寂静，真落可闻。在看到楚依依之后，众人的眼中皆是浮现出了惊艳与迷醉之色。好美，实在是太美了。楚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无人时，回眸一笑百媚生，6宫粉黛无颜色。这样的倾国倾城，绝世佳人，恐怕连仙女都不过如此了吧？漂亮，身材，楚氏千金，然后一个单独拿出来，楚依依都是上上之选。而所有的优点全部汇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又何止是震撼人心？好美，好漂亮的女孩，她就是楚氏集团的千金小姐吗？跟我想象中富婆形象完全不一样，让我娶眼前的仙女，就是少活10年也愿意啊！别说少活10年，让我只能活10年都行。那还是算了吧，你本来就没有10年了，这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大厅中，众人窃窃私语，看向楚依依的眼中充满了炙热，恨不得将其搂在怀中，好好疼爱一番。就连林默都有一瞬间的愣神，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盛装状态下的楚依依，这样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任何男人看了都会失去理智，恨不得把她占为己有。而楚依依到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双美目在人群之中扫视着，想要找到心中之人。果然，当他看到角落中的林默之时，他笑了。这是他在这种聚会的场合上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那绝世倾城的笑颜令周围无数人为之侧目。太美了，笑起来更美，此情此景，或许唯有一首诗可以来形容。
前方有家人，绝事儿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与倾国，家人在南巡。林墨课堂开课了，小可爱，林墨学长，喜欢过的人多久可以忘记？林墨真正喜欢过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无论中间失望了多少次，说忘记的瞬间，再看一眼还是会心动。面对这样容貌倾城、外表温婉的少女，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这样的魅力。短暂的沉寂之后，是疯狂的尖叫声、拍掌声、赞美声。天啊，楚依依竟然冲着我笑呢，简直是太幸福了！屁，明明是对着我笑，你也不看看，你长得跟个猪头一样，明明就是对我笑。我觉得自己已经恋爱了，快看，他正在注视着我。天啊，我感觉我已经飞升了。一时之间，宴会之上，众人纷纷鼓掌赞美。而楚谦和这个老狐狸目光微微瞥着林墨的时候，还露出一副看你这小子准备怎么办的目光。他没有直接邀请林墨参加，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击与考验林墨。他的女儿不是没有人喜欢，相反还无比受欢迎，喜欢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其中不乏顶级富二代、全二代、创业精英。你小子别以为你这点成绩就飘飘然，想要赢得美人芳心与他的同意，可没有那么容易。而这时安妙薇也混进来了，张倩早已经离去了，在他身边换了一个看起来彬彬有礼的男人。史一进来，他便看到了万众瞩目之下的楚依依，眼底闪过一抹嫉妒之色。他精心的打扮，在此刻楚依依的面前被秒杀的毫无悬念，差距太明显了。如果在高中时代，学生的单纯还不怎么看身世，他还能勉强在人们口中与楚依依一起被提出来。虽然他比不过楚依依，但至少还能被放在一起比较。而现在他与楚依依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根本就没法比，甚至连给楚依依提鞋都不配。楚依依已经成为了最耀眼的女主角，而她是毫无存在感的路人甲。就连带她进来的那位外表文质彬彬的男人，此刻都看着楚依依着迷，丝毫没有关注她。这种差异让安妙薇心中涌出了一阵挫败感，她在心中抱怨命运的不公，为什么他们的命运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不过当看到林墨是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时候，他的心中升起了一抹希望。与楚依依同样有巨大差距的还有林墨不是。感谢各位可以来参加我的成年礼，今晚在场的所有客人都将享用免费酒水。楚依依甜甜一笑，轻启朱唇道。听到楚依依这话，大厅顿时炸锅了，太美了，人美声音也美，这样的仙女真是让人痴迷。要是能和楚大小姐跳支舞，哪怕少活10年都乐意啊。切，就凭你也想跟楚依依跳舞，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有资格吗？哈哈，我也要找楚大小姐跳舞，滚开吧你们！楚大小姐的舞伴只能是我。众人议论纷纷，一个个兴奋激动无比，像是打了鸡血一般。也就是在人群最热烈的时刻，石乐志整理了一下着装，大步踏上舞台。他的出现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毕竟是大名鼎鼎的石少，顶级的富二代。快看，石少出手了！天啊，他不会也要追求依依小姐吧？虽然石少长相一言难尽，但人家有钱啊，而且家里还有矿。别用你的思维去想象有钱人的世界，楚依依不比石乐志强。哼，依依小姐才不会答应他呢。依依小姐可是我的女神。石乐志的脸上洋溢着浓浓的自信，他迈着自认为很帅气的姿势走进了楚依依。依依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没有准备什么东西，这点小小的礼物，希望你可以喜欢。石乐志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一个玉盒，虽然他口中说是小小的礼物，但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是在故意谦虚，因为他的脸上写满了骄傲。啪！石乐志打开了玉盒，露出了一条十分精致的项链，项链之上还有一颗光彩夺目的绿宝石。哇，这颗宝石好亮啊，一定价值不菲，肯定是价值连城。价值连城夸张了吧？再怎么珍贵，也不可能买得起一座城。我觉得价值连楼就不错了。6先生的理解能力就是不一般，一定有大才，想都不要想。石少送的礼物能是简单货吗？看着这条项链，众人惊叹道，特别是一些名媛，此刻眼睛都放光了。如此美丽的项链，谁不喜欢？见气氛差不多了，石乐志提前安排好的狗腿子开口了：我的天啊，竟然是珠宝大师设计的项链，这简直就是价值连城。看到那颗绿宝石了吗？这颗绿宝石并非普通的宝石，它是从缅甸运送来的稀世珍宝，以我估计这条项链的价值至少在250万以上。听到狗腿子的吹捧，石乐志更是心花怒放，他抬头挺胸地站在了台上，等待楚依依的夸奖。而宾客们瞬间炸锅了，气氛达到了高潮。我擦，这石少够狠啊，这样的礼物都舍得送出来，价值几百万。我的天，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牛掰！我要是楚依依，绝必嫁给他。虽然我是男的，但我也不是不可以嫁给石少。听到四周传来的恭维，石乐志嘴角微扬，勾勒出一抹淡淡的弧度，看似矜持的模样，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与骄傲。这种装逼的场景，他开始十分享受，特别还是在林墨面前。小子，傻眼了吧？单单这条项链，就是你把自己卖了，都别想买得起。而这仅仅只是他随手可以送出去的礼物罢了。当然，他不会承认我买这条项链费了多么大的力气。他是富二代不假，可还没有到那种随意花几百万的程度。毕竟他上面还有2个哥哥呢。虽然心在滴血，但现在周围人群的赞美声还是让他陶醉。如果可以抱得美人归，一切都值了。想到这事，他忍不住扭头朝林墨的方向看了过去。只是令他失望的是，林墨的表情十分平静，完全不像他想象中那样震惊、自卑或者妒忌。靠，难道我看错了？
这个废物跟楚依依没有关系。也就是在气氛越来越高涨的时候，林默一口喝下了杯子里的饮料，站起了身。虽然他不喜欢这种场合，但看着自己的女孩被人送礼，他怎么能不表示什么？他要让所有人知道谁才是楚依依喜欢的人。林默一步一步走向舞台，而这一幕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有人咦了一声，感受到了有杀气，这是有人要跟石少抢人了。顿时气氛再次高涨了起来，人们纷纷看向林默，猜测起他的身份。我擦，这位兄弟牛掰，竟然敢与石少争！来个人科普一下他的身份吧。敢与石少争，应该也是顶级富二代，莫非是4大家族之王家的大少？好帅啊，比石少帅多了。这不是之前战少身边的朋友吗？帅有什么用？有钱才是王道。我记起来了，他是今年高考的满分学神林默，我见过他的视频，牛掰！满分学神，满分学神有什么用？这个社会有钱才是王道，真正有钱的富二代都直接去国外名校深造了。你最好说的是深造。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着，这个穷鬼竟然还敢上台来。石乐志心中冷笑，他原本以为林默不敢上台，没想到对方还是来了。不过既然他敢来，石乐志便毫不介怀，反而微笑道：林少，不知道你今天送给依依小姐的礼物又是什么呢？他在礼物这个词上面加重了语气，显然是带着挑衅的，而且他还特意称林默为林少，这不是尊称，而是带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众人都听出石乐志的意思，感受到了浓浓的火药味，气氛也紧张了起来。而林默自然不会对他客气。石乐志先生，你的礼物还真是别致啊！我见过送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的，送绿宝石项链还真是第一次见。要不要我送你一顶绿宝石帽子？众人先是没有反应过来林默话语中的意思，待细细品味之后，才恍然大悟。噗嗤，哈哈，送一顶绿帽子！哎呦喂，笑死我了！牛掰，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兄弟，你今天都说了10几句牛掰了，没有别的词了吗？没办法呀，我文化低，一句牛掰走天下。整个宴会厅都爆发了哄堂大笑，甚至有人捂住肚子弯腰笑了起来。石乐志则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盯着林默，恨不得吃掉对方。哼，无知小儿，我送他绿项链怎么了？价值250万，是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他强行压制心中的愤怒，冷哼道：哇哦，250万，好多啊！可惜这个礼物跟你人一样，像个250。林默摇了摇头，一副惋惜的表情。噗嗤，众人终于忍不住笑喷了出来。石乐志气急败坏地瞪着林默，他长这么大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竟然有人敢骂他是250，那我要看看你又送的是什么礼物。石乐志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倒要看看林默拿的东西有没有资格比得过他。林默轻轻一笑，拿出了一个普通的盒子，这盒子看起来很一般，不像是高端包装的模样。依依，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手链，你喜欢吗？林默柔情地对楚依依道，眼中满是爱意。楚依依还没有说话，一旁的石乐志就笑了：你自己做的能值几个钱啊？有什么资格嘲笑我的宝石项链？林默闻言并没有生气，而是缓缓道：宝石有价真情无价，我相信依依会选择我的礼物而不是你的。呵呵，真是好笑，这话你也敢说，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石乐志冷笑，就是你自己做的破玩意能跟石少的礼物相提并论吗？石少的狗腿子也接着补刀，谢谢石先生的礼物。楚依依对着石乐志浅浅一笑，并没有伸手去接那条项链。心意我已经领了，不过礼物还是拿回去吧，这么珍贵的礼物依依消受不起。楚依依的语气十分委婉，拒绝的也十分委婉。随后他来到林默面前，露出美丽的笑颜，接过他手中的礼盒。我很喜欢，林默，你的礼物我收下了。喜欢就好。林默点了点头，心情愉悦。这时石乐志的脸色阴沉无比，他怎么都没想到楚依依竟然会拒绝了自己。他的礼物明明价值250万，可楚依依竟然连看都懒得看。不仅如此，他还当着众人的面接受了林默那一文不值的破礼物，这让他的脸都丢光了。楚小姐，不如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吧，我也想见识见识林少口中的真情无价又是什么样珍贵的礼物。石乐志皮笑肉不笑的道，其余宾客也纷纷附和道：没错，快打开看看，让我们开开眼界。楚依依微蹙着秀眉，她不想在人们面前打开林默的礼物，因为她知道林默送不起很珍贵的礼物，要是打开了恐怕会被人笑话。他想为林默保存面子。林默看出了楚依依的想法，他柔声道：依依，既然石少想看，就打开让大家看看吧。楚依依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听从林默的建议。不过他还是加了一句话：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随即他将礼物盒拆开，当他打开的瞬间，所有人全都惊呼了起来。手链是看起来很普通，一颗颗光滑色彩不一的小鹅卵石被串在一起，十分好看。真要说只要愿意花时间，这条手链的价值很寻常，不是什么无价之宝。但是在一堆好看的鹅卵石之中，却有一颗无比珍贵的蓝宝石，而且蓝宝石呈现出淡淡的光晕，散发着温润的荧光，非常漂亮。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颗蓝宝石精妙绝伦，栩栩如生，一看就不是凡物。天哪，极品蓝宝石，竟然是极品蓝宝石耶，好漂亮啊！这价值恐怕上千万了吧？就我觉得暴殄天物嘛，一颗如此珍贵的蓝宝石竟然被串在了这么普通的手链之上，这一比起来，不管是光泽还是色彩或者是大小，都吊打石少的绿宝石了，太奢侈了。周围的人们都震惊地议论道，在场都不乏跟珠宝打交道的精英，是真是假他们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在惊叹，只有石乐志接近疯狂。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你不可能买得起如此珍贵的礼物。林默 emo 时间，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送礼物之前都要先问你喜欢什么吗？因为我的钱不允许肆意挥霍。夏竹口口声声中自己不喜欢钱，但王多鱼感动他的每一个瞬间都是钱。我要是真有钱，那么我想送你什么礼物根本不需要询问你，因为贵的礼物你一定会喜欢。楚依依有林默送的礼物，作者可以收到可爱读者们的小礼物吗？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调查过你的身份，你不可能买得起，这是假的，一定是假的。石少有些疯狂，失去了理智，把一些不该说的话都说了出来。果然，听到他的话，有些人愣住了。石少竟然调查过林默的身份，那岂不是说他早就想跟林默争了？这次送礼也是一场提前有预谋的。不过提前准备都输了，也是让人不得不感叹林默的牛掰。他的狗腿子此刻也跟着发出质疑。众所周知，宝石这种东西很容易造假，他能证明这个宝石是真的吗？这句话顿时提醒了其他宾客。确实，宝石的材质本身就具有欺骗性，谁都能仿造。这话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众人的目光再度聚焦在了林默身上。林默淡淡的瞥了石乐志一眼，嘴角扬起一丝弧度。石乐志先生，你的情报已经过时了，下次记得更新一下。至于我的宝石是不是真的，这真的重要吗？礼轻情意重，送礼送的是心，而不是价值。我送给依依的礼物是心，是用我的诚意去感动依依的，而不是用她的昂贵价值去换取。林默平静的语气带着一丝讥讽，这让石乐志脸色铁青，恨不得撕烂林默那张虚伪的嘴脸。听到这话，众人不禁暗赞一声厉害，不愧是林少，三言两语就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这样一来，即使宝石真的是假的，石乐志也无话可说，因为楚依依连他礼物是什么都没有看就接受了，而拒绝了石乐志价值200多万的礼物。这说明在楚依依心中，不管林默送的是什么礼物，都比石乐志的礼物好，送的是心意而不是价值。楚依依也笑了，拿起项链将其戴在自己的手上，道：我很喜欢林默，谢谢你的礼物。这话让众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女孩子们看向林默的目光满含爱慕之色，帅气、学神、温柔而不失优雅。比起石乐志有些小孩子般的攀比，林默昔日是最佳男朋友选择。石乐志双拳紧握，眼神冰寒刺骨，恶狠狠地盯着林默，说了那么多还不是假的？当然，既然杀人要诛心，林默也没有忘记补刀，这个手链的确是假的，这些鹅卵石都是我捡的，是我自己穿上去的。此言一出，全场寂静，真落可闻。哈！石乐志直接笑喷了出来，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搞笑的事情。不过林默的下一句话直接让其笑不出来了。手链是假的，但我可没说宝石是假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跟明月珠宝行打过交道，想证明这块宝石是不是假的，去问问明月珠宝的老板不就行了吗？我就是今天上午在他手中买下的。林默的话音刚落，立马有人反应了过来。明月珠宝行是业内数一数二的珠宝行业，他们的老板地位肯定是没话说。于是立马就有人掏出了电话联系明月珠宝的老板，正是战云龙。来参加聚会的人挺多的，但真正有明月珠宝老板联系方式的那就少了，而战云龙正是其中之一。不过几秒钟的功夫，电话就打通了。云龙侄儿，你找叔叔有什么事吗？战云龙特意开了免提，众人清晰地听见电话里传来的低沉男音。陈叔叔，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是不是有一个帅气的年轻人在你那里买了一块珍贵的蓝宝石？是的。云龙侄儿，怎么突然问这件事？陈叔叔，我想请问一下，这块宝石的价值是多少？哦，这是蓝宝石中最顶级的，叫做星空之泪，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全球就这一颗。不过那个年轻人很喜欢，我跟他交谈了很久，他是一个很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便将其卖给了他，多结交一个朋友。至于价格，520万，一次性全款付清。嘶！全场顿时倒抽冷气。520万，这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数目，哪怕对在场超过一半的人来说，那也是相当庞大的一笔钱财了。这个消息犹如重磅炸弹一般爆发，在人群中掀起轩然大波。差点忘记了，我说的是美元。电话那头陈老板又补了一句话，却令全场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嗨嗨嗨嗨！一阵干咳声响起，却是站在台上的石乐志，他的胸口剧烈起伏，脸色难堪。500多万美金，3000多万华夏币，这个数字足以超越在场很多人的身价，超越在场90%的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有人都愣住了，万万没有想到价值如此之高，就连楚依依都是伸出手捂着自己的小嘴，眼中流露出惊异的光彩。这个价值的礼物，即使对他来说也是无比的珍贵，而且送他礼物的还是林默，他哪来的这么多钱？不只是他，战云龙都懵逼了。他听到林默的话语之后，就知道宝石肯定是真的，所以他才会打电话过去。但在他心中，这宝石价值也就几百万的样子，他自己也可以拿出来，3000多万啊！他这个顶级富二代都拿不出来，会被他爸妈联手混合双打。哎，谁让他还有一个哥哥，不是独生子女哦。306宿舍之中，原来林默才是隐藏的大佬啊！牛掰，这个大腿我抱定了。在场之中还有一个人已经石化了，那就是安妙薇。林默竟然送了楚依依价值3000多万的礼物，这真的是他认识的林默吗？这真的是1年前还在苦苦追求他的那个男孩吗？安妙薇心中泛起滔天巨浪，震撼得无以复加。如果
如果自己没有将这个昔日满眼都是他的男孩子丢了，那么现在站在舞台中央的是不是他呢？那个价值3000多万的礼物会不会戴在他的手上？最震惊与最后悔的莫过于是安妙薇了。那个陪伴他度过青春的男孩子，那个处处讨好他的男孩子，此刻却变得无比优秀，无比陌生。在清泉驿中，他就是最优秀，是常年第一的顶级学神。在江城，他依然还是最优秀，是江城的神话。来到了燕京，来到了这场属于豪门的聚会，他依然还是万众瞩目。而在过去，他有多么的喜欢他，只要和他待在一起，哪怕只是说一句话，他都会兴奋不已。他能感觉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他提出来的条件，无论是任何，他都会毫不犹豫的答应。按照正常轨迹，他会不会在未来成为她的丈夫，与她携手走进婚姻殿堂？那是何等的荣耀与骄傲，又该是何等的璀璨。只是那个曾经满眼都是他的少年已经被他弄丢了，而他以前爱搭不理的青梅竹马，此刻他已然高攀不起。他现在需要处处讨好的室友张倩，被他一个电话就可以打击的崩溃。他需要讨好别人才能进入这场宴会的大门，而他却是里面的主角。即使是传说中的燕京4大家族之一的石家三少爷，都被其光环击败。一个个念头浮现，安妙薇只觉得一股浓郁的悔意涌入心头。曾经多么容易唾手可得，现在就有多么追悔不及；曾经多么不屑一顾，现在就有多么懊悔不已；曾经多么想要远离的人，现在就有多么想要接近。安妙薇忽然想起了林默曾经说过的话，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放弃你，因为我曾经说过，10年之后，如果你还喜欢我，我娶你。是啊，10年，从8岁那一年一直到18岁那一年，林默信守了他的承诺，等了他足足10年。10年过去了，他不喜欢他了，所以他离开了，被他亲手推开了，推开给了别人。他的心脏仿佛遭受了一记重锤轰击，痛彻骨髓，撕心裂肺。不，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安妙薇紧紧握着拳头，指甲深深陷入了肉里，鲜血顺着白皙娇嫩的皮肤流淌了下来。她仿若浑然不觉。林默，你的礼物太贵重了。楚依依看向林默，欲言又止，俏丽的脸蛋上闪烁着复杂的情绪。林默闻言摇头笑了笑，在我眼中，真正的无价之宝是你啊！楚依依微微低头，脸上带着一抹绯红，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心头微甜，嘴唇翘起一丝弧度，似乎在偷笑。一旁的楚千和也是露出老狐狸般的微笑，悄悄地退了下去。这次聚会，他的3个目的全部达成了。除了为女儿庆祝生日与结交圈子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考验林默。这是与林默的第2次交锋，林默自然知道。昨晚楚依依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楚千和没有邀请他参加聚会，这是一个考验，他必须去，还必须做到完美。也因此，他才会在今天上午前往明月珠宝总行，会见珠宝行业著名的陈老板，向他购买了这块蓝宝石。以他的资格，想买这块蓝宝石没有那么简单的，顶级的宝石是无价之宝。不过他毕竟是重生者，与陈老板的交谈之中，陈老板看到了眼前这位青年未来不可预测的天赋实力，才会友情价卖出3000多万，在莫千年手中，10年之后可以成为30亿，甚至是100亿。但是他不后悔，也不曾后悔。从感情上看，楚依依就是他的无价；从商业上看，他可以得到各位前辈，比如陈老板、楚千和的认可。不管怎么说，他都不会亏。毕竟半年前他连1万块钱都没有。石乐志走了，面子丢尽的他自然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了。接下来是宴会的狂欢时刻，林默无疑成为了最耀眼的那个。舞台之上，他与楚依依还跳了一支舞，郎才女貌，天生一对，羡煞了许多人。林默，晚上等我。临别之际，楚依依俏脸微红，柔声道。林默点了点头，目送着楚千和带着楚依依离开。默哥，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该不会是那个尹氏家族的子弟吧？战云龙走了过来，一双虎目充斥着炽热的崇拜。不愧是我默哥，你这一手玩的漂亮，直接把那石乐志秒杀了。走走走，上我的车，我们兄弟喝一杯去。片刻之后，战云龙驾驶着他那炫酷的法拉利开到了林默的面前。林默坐上副驾驶，系好安全带，战云龙一脚油门踩下去，法拉利咆哮着掀起一地烟尘，疾驶而去。身后安妙薇紧咬着嘴唇，都没有人送他。他素友张倩早就走了，而宴会上因为他心不在焉，带他进去的那个商人也觉得他无趣而离开了他。默哥，法拉利感觉怎么办？你看街上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错了，明明是在看着我。怎么样，默哥要不要买一辆？保证你撩妹一撩一个准。不了，这法拉利坐起来跟坐在地上一样，而且我有依依就足够了。晚上，当林默在校园中再次见到楚依依的时候，她换了一套白色的裙子，虽然打扮没有宴会时的盛装，但依然无比美丽动人。楚伯伯回去了吗？林默走了过去，目光扫过楚依依的手腕，他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他送给楚依依的手链还在，但是上面的那颗蓝宝石却是已经消失不见了。爸，他已经回去了。这是你的。楚依依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林默，而林默也发现这张银行卡正是楚依依的那张黑金至尊卡。依依，这是。楚依依温婉一笑，笨蛋，我虽然不知道你的钱哪里来的，但是我想你现在应该很缺钱吧？我把宝石退回去了，再加上我成年之后，爸给了我2000万，这卡里有5000万，你拿去用啊。林默怔住，望着楚依依的眼神渐渐变得柔和起来。这个傻丫头就不怕自己将她的骗得一无所有吗？还好，这一世
这个傻丫头是属于她这个笨蛋的林默 emo 时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抹柔软，表面看起来很冷漠，那是保护的伪装。可当你在她心中留下身影之时，就会看到冷漠外表下傻傻而又柔情的内心。只是属于我的那个人，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林默的感动是显然易知的，送给依依的礼物，他不仅还了回来，甚至还将自己的存款也补上了。不说还是足足几千万，就是单纯这样的行为都极为少见。要是送礼的对象是安妙薇，林默可以清楚的知道，送出去的礼物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对了，他欠自己2000多的早餐钱还没有还回来呢。比起安妙薇，楚依依不仅仅更加漂亮，更加温柔，也更加的让人着迷。这一切都说明楚依依是值得他所喜欢之人。依依，你……林默话还没有说完，楚依依便用手指捂住了他的嘴唇。林默，你真是一个小傻瓜，你让我带着3000多万的宝石在手上，就不怕我出意外吗？楚依依眨了眨灵动的眸子，调侃地说道。这的确是我欠周到的考虑了。经过楚依依提醒，他才明白一个女孩子带着数千万价值的宝石是有多么的危险。2012年，监控还没有普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若是出事，那绝对是致命性的打击。林默暗叹一声，只能怪自己太大意了。以后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样的小疏忽都可能造成难以挽救的灾难。当然，他也知道这只是楚依依的借口，对他好的借口。几千万的礼物，即使不戴在手上，收藏在家里不行吗？有多少人愿意跟楚依依这样做的？好了，将卡收下，否则我要生气喽！楚依依嘟着嘴巴，佯怒地看着林默，仿佛受了委屈一般。林默哭笑不得，依依，谢谢，这钱就相当于你投资我的股份。楚依依抿嘴偷笑，林默就是这么的呆萌，这么的有趣，他越来越喜欢他了。星空之上，繁星点点，一轮洁白的皎月挂于夜空之中，洒落漫天星辉。夜幕之下，灯火阑珊，喧嚣而嘈杂的夜生活正式开始。夜市街道两旁，酒香四溢，霓虹闪烁，灯光璀璨。一条街道之上，林默与楚依依肩并肩缓步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手却是已然牵在了一起，十指交扣，仿佛永远都不会分开。这一刻，他们忘记了一切烦恼，享受着二人独处的甜蜜时光。林默，今天在宴会之上，我看到安妙薇她了。突兀的，楚依依轻声开口，眼中带有一丝慌乱与担忧。毕竟林默与安妙薇是青梅竹马，喜欢了那么多年。林默将楚依依的小手牵得更紧了，笑道：我与她早已经是路人了，在我心中，现在最重要的人是依依。闻言，楚依依眉宇之间的阴霾散开，听着林默有些不像情话的情话，她心中顿时暖洋洋的，甜滋滋的。她笑靥如花，宛如仙子下凡，令人陶醉。就连林默都有些看呆了，心跳速度骤然加快，血液都沸腾了起来。楚依依的容颜实在是太惊艳了，简直倾国倾城，颠倒众生。哎呀，一直看着我做什么？楚依依娇嗔一声，抬起纤纤玉手遮住了林默炙热的视线。依依，你好美！林默由衷的赞叹了一句。听到林默夸奖，楚依依脸颊绯红，羞涩不堪。她低垂着脑袋，害羞不已的模样，就犹如刚熟透的苹果，诱人犯罪。她微微低着头，露出雪白的脖颈，修长的脖颈弧度优美，精巧玲珑，看得林默心痒难耐，忍不住想要伸手抚摸一番，但又怕唐突佳人，所以一直压抑着。楚依依突然抬起头，看向林默的双瞳中闪过一抹狡黠，然后他踮起脚尖，凑近了林默。林默的呼吸陡然停滞，整颗心脏砰砰狂跳，就连身体也僵硬无比。下一秒，他只觉得鼻翼一阵清凉，然后他就感觉喉咙干燥了起来，似乎有什么液体涌入喉咙一般。嘻嘻，楚依依俏皮的吐了吐舌头，然后跑远了，留下林默一脸懵逼的站在原地，久久未曾反应过来。这小妮子越来越大胆了，竟然让他成为被动的一方了。不行，得主动点才行啊！林默握紧拳头，深吸了一口气，朝前迈进了一步，追逐着那抹倩影追上去。两人就这样在大街上游戏了一番。不知何时，楚依依停下了脚步，抬头看着眼前的一个酒店。林默走了过去，也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脑海中闪过昨晚与楚依依同处一室的一幕幕。他低着头看着楚依依，他此刻也是俏脸微微有些红润，眼睛也是扑闪扑闪的，像是蝴蝶扇动翅膀一般。林默，昨晚你是故意装的是吧？我可一直知道你对时间很敏感，不会出现宿舍关门的情况。楚依依歪着脑袋问道。嗨嗨，怎么可能？我是那种人吗？只是跟依依在一起的时候，会让我忘记时间，忘记一切，只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楚依依扑哧一笑，笑道：现在才9点，距离宿舍关门还有2个小时，那你又想以什么理由留下我呢？林默挠了挠头，不好意思的笑道：这我爱你，这个理由够吗？勉强过关吧。楚依依轻笑，眼角弯弯，如月牙一般。林默抬头看了看酒店大厅，又看了看身边美丽的少女，迟疑道：那依依，我送你回宿舍。楚依依瞪大了双眼，看着林默，眼中闪过一抹无奈的喜欢。让人家女孩子开口，很不好意思的嘛。但是很显然，眼前的笨蛋是真的笨，一点都不了解女孩子的心。我已经跟宿友说好，今晚不回去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去，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即使是钢铁直男林默也是听明白了。他的眸光瞬间变亮，心中激荡不已。他立即拉起楚依依柔弱无骨的手掌，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们走吧。说完，林默便拉着楚依依走进了酒店之内。酒店前台依然还是昨晚那2位招待。看着林默与楚依依的一瞬间，男招待露出一抹我懂的神色。什么也不用说，
他直接拿出一张房卡，微笑道：“还是熟悉的地方，两位需要办一个 VIP 会员吗？”会员？林默疑惑，本店的超级会员，以后两位来可以打8折，包年更优惠哦。那就先办4年的会员吧。好了哥，以后520房间就是你们的专属房间了。刷卡结账，一气呵成，很是潇洒利落，一下子完成一个大单，提成都不知道有多少。一旁的女招待都惊呆了，不是昨晚都还是不一样吗？他是不是还在做梦？往后的日子里，忙碌之中又带着甜蜜与幸福。在林默与楚依依的帮助下，林默的室友冯阳也是跟楚依依的室友在一起了。至于战云龙那家伙，在他眼中，音乐与舞蹈远远超过女朋友，而且以他的身世，4大家族的公子哥需要找女朋友吗？反正林默与冯阳以及吕小雨经常可以看到战云龙的法拉利副驾驶上坐着不同的女人，这些女人唯一的特点就是长相很漂亮。林默3人每次都会给战云龙一个鄙夷的目光。至于吕小雨，在他眼中，爱情就是毒药，恋爱就是中毒，唯有数学才是王道，学习使人心生愉悦。不过渐渐的，吕小雨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儿子们，我回来了。当某天晚上，吕小雨回到宿舍的时候，看着空无一人的宿舍，陷入了沉思。时间过得很快，在某个特殊时期快到来的时候，林默与楚依依一起看了一部电影《2012》，这是当时著名的一个电影，特别是即将到2012年12月12日的时候，这个电影再次火爆了世间。因为这一天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时间，全世界到处在流传着世界要毁灭的流言。而在这一天，全球发生了各种奇怪的事情，比如有人因为世界末日要到来而自杀，有人提前立下遗嘱，然后孤身一人前往沙漠探险，完成昔日不敢完成的梦想，还有人将存款全部取出来去消费，扬言死之前潇洒一回，还有人更加夸张，在这段时间疯狂造人，享受世间最后的美好。比如某个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国家，一对亲兄妹在这个还不错的日子里进行了造人运动。林默是坚定相信世界不会毁灭的人，因为他经历过一次。从电影院出来，楚依依情绪还有些低落，她还沉浸在电影悲伤的氛围中。林默，你说世界末日真的要到来了吗？楚依依仰望天空，声音有些低落。林默搂住她纤细的腰肢，温柔地摸了摸她的秀发，说道：世界末日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绝对不是现在。楚依依闻言一怔，她转头看向了身边的男人，认真地凝视了良久。突然她伸出玉指轻抚林默俊朗的脸颊，说道：林默，如果真有末日，你会跟电影中男主那样保护我吗？傻瓜，当然了，我肯定会保护好你的。林默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的弧度，认真地说道：谢谢你，林默。楚依依踮起脚尖，吻在了林默的唇瓣上，她的双臂紧紧地抱住林默，仿佛想把整个灵魂与肉体都交予他一般。两人逛了一整天，这一天中，楚依依都十分依赖他，不想他离开。林默，你今天一直陪着我好吗？我害怕，我怕我睁开眼的时候你没有在身边。楚依依靠在林默肩膀上，轻声说道：女孩子都是感性的生物，她们的心灵很脆弱，容易受伤，甚至会患得患失。林默轻拍着楚依依的肩膀，说道：傻丫头，放心好了，今天我哪里也不去，一直都陪着你。楚依依闻言，嘴角露出一丝浅笑，闭上了眼睛。这一刻的楚依依卸去了所有的防备，有林默在身边，即使世界末日真的来了，她也不怕。两人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一直等待着夜晚12点的到来。两人相互拥抱着，楚依依的脑袋枕在林默的胸膛，听着他强健有力的心跳，她觉得十分安心。时间一分一秒的划过，夜幕降临，漆黑深邃的星空挂满了璀璨的繁星，一轮皎洁的圆月高高悬挂半空，洒下清冷的月辉，照亮着整座城市。不知道是不是世界末日的预言，公园里的游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他们2个人。终于12点到了，世界依然一片平静，末日没有来临。林默与楚依依对视一眼，皆是松了口气，随后两人手牵着手离开。林默，你知道吗？其实刚才我真的很害怕，万一真的世界末日了，你没有在我身边怎么办？路灯之下，楚依依轻声问道。傻瓜，不会有那一天的，你要相信我。林默宠溺地刮了刮楚依依鼻梁。楚依依乖巧地应了一声，俏皮地吐了吐舌头。这是他们相识以来楚依依表现出来的最温柔的一幕。还是熟悉的酒店，还是熟悉的房间，这一晚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楚依依很困了，白天太过担心，晚上很快就睡着了。睡着了的她也依然美丽，她的美是纯天然的，不是依靠化妆品填充的。睡着了的她也很可爱，微抿的樱桃小嘴像极了熟透的水蜜桃，又像是小猫一样蜷缩在林默的怀中，让人忍不住想要轻咬一口。她那如雪莲花一般晶莹剔透的肌肤，在略带暧昧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诱人，她那弯月式的柳叶眉更添几分魅惑。林默侧卧着，静静地凝望着熟睡中的楚依依，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俯下身子，在楚依依的额头亲吻了一下。2012年12月12日完整的过去了，世界末日的预言不攻自破，人们的生活轨迹重新恢复了正常，仿佛这一天的担忧不曾发生过。但是这一天发生过的荒诞事情却无法改变。自杀者的灵魂来到地府之人，等待着世界上所有人一起下来，却是发现没有等到一个人。去问了黑白无常才知道，哪里有什么世界末日啊！把存款全部挥霍一空的人们傻眼了，没有存款之后，接下来该怎么生活？最傻眼的还是那个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国家的那对亲兄妹，他们造人的事情已经违背了伦理，而且已经被别人知道了。现在他们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的宣传出去了，他们将要成为整个世界的大明星了。时间
继续流逝。2012年结束了，2013年到来了，年关快要接近，学校放假了。林默背着书包，与楚依依一起离开了清北校门，准备回家。他转过身，看着身后的清北，不由得大喊一声：“2012再见！2013我林默来了。”林默小课堂开课了，小可爱。林默学长，人到底是以感性还是理性为主？林默，人同时拥有理性与感性，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人是以理性为主，这也是一个人智商的体现。但在部分情况下，人是以感性为主，比如恋爱之中，又比如愤怒之时，理性也好，感性也罢，都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ouse 说过，想要让人类保持永远的理智是一件奢望的事情，因此想要让保持永远的理性也是一件奢望的事情。只有理性的存在，人会成为机器人，因为感性的存在，人生才会赋予情感的美好。林默和楚依依踏上了归程，这是他们上了大学之后第一次回家。燕京市距离江城市足有1500多公里，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乘坐由楚千和安排的私人飞机，而顾晓生自然也被林默和楚依依捎带上了。再次相见，身为单身狗的顾晓生对林默和楚依依之间的变化感觉非常清晰，他故意调侃俩人：“默哥，啥时候喝你和嫂子的喜酒啊？我可是等不及了哈！”楚依依俏脸微红，往林默身上凑了凑。虽然俩人的事情已经成为事实，但是要谈结婚还早呢吧？林默白了一眼顾晓生：“你小子别找事啊，心里清楚就行了，说出来干嘛？”顾晓生偷笑：“默哥，别害羞了，都是成年人了，这很正常。而且你俩现在领证还加学分呢。”林默和顾晓生虽然很久没见，但是眼神之间简单交流，还是能大约猜到对方的心思。眼看顾晓生这小子调侃自己还不收敛，林默沉吟了一瞬，宠溺地看了一眼楚依依，说：“我俩估计快了。倒是你啊，赶紧找个对象哦，别10年后还是单身啊！默哥，你别埋汰我了，我上哪找对象去？你看看，我才学了半年计算机，这头顶已经脱发脱到能看清头皮了。”林默和楚依依相视一笑，短短几小时后，几人就回到了江城市。和楚依依简单聊了几句之后，想家的林默和顾晓生便直奔老家的方向。目送林默离开，楚依依才坐上车回家。他本想与林默同行，但自己父亲也半年没有与他相见了，所以这次他并没有跟着林默一块去林默家，只安排了司机相送。想到寒假还有时间，那就以后再找机会吧。林默坐上楚依依为他安排好的车，一路朝家飞奔而去。他也有半年没有见到父母了，这半年期间，他与父母之间也就电话联系过几次，而他的父母尚且不知道他与楚依依已经成了男女朋友的事实。这次回家，林默已经准备好坦白一切。除此之外，林默还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用的东西，这些都是二老曾经不舍得买的东西，林默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有条件了，当然要让爸妈也享受物质生活的美好感受。除此之外，林默还给他们带来一些惊喜。想起老爸已经斑白的两鬓，老妈粗糙的双手，林默的心中不免有些感伤。好在这一世，他终于摆脱了贫穷，能够有实力给父母更好的生活。回家的路程虽然不长，但也有些距离。一路上，林默看着那熟悉的一个个路口从身旁呼啸而过，心中百感交集。路过清泉一中的时候，他的心中也曾泛起一小片波涛。曾经他努力奋斗过的地方，拥有着青春最深刻的回忆。不过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路口的绿灯亮起，车辆缓缓加速。林默收回目光，望向前方。曾经他们经常买早餐的那条街道，现在在拆了重建，所有的建筑都在进行着翻新。一路上，老城区的人们看着这辆缓缓行驶而过的奔驰 S， 都会投来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荣耀归来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场人生的旅途中，时间催着所有人前进，由不得你有一刻停留。此刻的林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执着于过去，活着就是要向前看。片刻之后，一辆黑色的奔驰稳稳地停在了林默家的门口。而此时，林默的母亲正坐在不远处的路口，和305社的大妈们谈笑风生。林默妈呀，等我家上小学1年级的女儿长大了，就给你们家林默做媳妇吧。刘姐，你这句话都说了半年了，说到你的女儿都从幼儿园到1年级了。自从林默出去之后，林默家就比过去要热闹多了。虽然与安妙薇家闹掰了，但是唐素素的朋友却更多了。当看到那辆奔驰车停在林默家的门口时，那些大妈们的目光顿时也迎了过去。这车看着好像有点眼熟啊，素素啊，你快看看，这车是不是之前来过你们家的那个女孩的？哪个女孩？哎呀，就是半年前来过他们家的那个江城首富千金的车啊。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他们的记忆还是在半年前。小城的生活简单，节奏缓慢，所以很多事情人们往往记得清楚。哪家门口曾经停过豪车，几乎会被左邻右舍记住很久。当时他们就猜到了林默和那个名叫楚依依的女孩关系不一般，但是当时没人看好他们。从古至今，哪有那么多千金爱上穷小子的故事啊？只是没想到，半年之后的今天，他们不曾想，竟然又看到了这辆熟悉的车。看来经过了这半年时间，楚依依和林默之间恐怕还更进一步了。是我们家林默回来了，我先回去看看，你们聊哈。林默妈，我的问题考虑一下哈，我女儿很乖很漂亮的。林默的母亲看到车辆停下来，她第一时间就高兴地起身，朝着家里快步走过去。林默回来之前就已经告诉她自己的行程，根据时间推算，唐素素几乎确定确实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回来了。不过她并不知道林默其实是一个人回来的，她还以为楚依依也到了。
快走的过程中，还不时地整理自己的着装，而心里在不断地想着依依那姑娘喜欢吃什么，家里还剩哪些菜，来了准备待多久，要不要把儿子的房间腾出去给他住。唐素素高兴地来到车旁，不过下车的却只有林默一个人。林默一看到老妈，心中的思念之情瞬间倾诉而出。妈，我回来了。林默将书包一甩，背在肩膀，站在原地，微笑着看向老妈，他的心中非常欣喜，仿佛在给老妈看一个全新的自己。唐素素看着林默，也是满眼欣喜，想不到半年未见，林默也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当初的稚嫩少年，如今穿着一件黑色的风大衣，看上去帅气阳光又不失稳重。185的身高，干净利落的发型，使得他的气质更胜以往。回来就好，又长高了，在清北的生活还习惯吗？走，快进屋休息休息，赶了一天路，累坏了吧？唐素素连忙去接林默手中的背包，林默却连连避开。妈，我自己拿吧，这里还有好多东西呢，咱一块搬回去。唐素素一听林默买东西了，下意识的就说：哎呀，不用买，我和你爸也没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家里也不缺什么。他话刚说完，却突然又好像想到什么，于是连忙改口。对了，是不是依依姑娘也来了呀？还是儿子想得周到，走，老妈给你们做好吃的。哎，依依姑娘呢？唐素素朝着车里张望了一下，却不见楚依依的身影。林默莫名感觉到老妈的一丝失落，他是想坦白来着，可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而且还有这个司机大哥在这，不好说啊。于是就笑笑解释说：妈，依依这次没有来，刚放假，人家也要回去看看他家人呀。也对。唐素素略显尴尬的笑了笑。那他什么时候有空你知道吗？有时间约人家，把人家请回家来做。好的，亲爱的老妈，我知道了。林默嘿嘿一笑。好了，赶快往家里搬东西吧，我给你和老爸带了好东西。说着，林默就朝着后备箱走去。那塞得满满的后备箱，就在众人的震惊之中缓缓开启。哇，这么多东西，林默这小娃真走运，能和咱们江城首富的千金走到一块，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谁说不是呢？高考前那姑娘来林默家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了，林默他们家啊，真的是要飞黄腾达喽。不对啊，刘婶，我记得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呀，当初你明明说的是，要是林家的小子要是能和楚家的千金走到一起，你回头就找条河跳下去。是啊，我说过吗？我没说过，你们一定是记错了。喂，我跟你说，别造我谣啊，我和人家素素关系一向最好，哪里会说他儿子坏话。不远处坐在大树下面的大妈们望着林默一家忙出忙进的身影，好一顿感慨，那叫一个羡慕。很快，那后备箱的大大小小的箱子全在那位司机的帮忙下转移到了林默家客厅。林默将那司机送出门后，便嘱咐他回去复命了。唐素素和林国栋看着眼前的儿子，脸上掩盖不住的开心和自豪。他们家终于熬出头了，儿子聪明懂事，现在还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他们是真心的为林默感到开心。至于屋里的那些礼物，他们并没有再放在心上，不过林默却强烈要求他们打开看看，尤其是那几个他精心准备的重礼。不过就在他们刚进屋之后不久，外面就传来一阵哭闹的声音，打破了一家的宁静。林默，你回来了吗？这声音是安妙薇，她怎么又来了？林默有些诧异，他并不想理会安妙薇，所以并没有答复。不过安妙薇却已经哭闹着闯进了他们家门。林默，求你借我点钱。安妙薇一进门就看到了林默，她突然一下就哭了出来，哭得很是伤心，眼泪说来就来。林默满头雾水，而一旁的唐素素和林国栋却似乎想到了什么。安妙薇家的事情十里八乡已经传开了，他们望向安妙薇的眼神中充满了怜悯。安妙薇，你有事说事，别在我家闹。林默语气平淡，神情冷漠。林默早就已经决定不再掺和安妙薇的任何事情，所以他现在一点也不好奇安妙薇到底遇到了什么事。他虽然冷漠，不过安妙薇却没有生气，反而哭得更伤心了。他越发卑微地向林默道歉。林默，对不起，我知道我以前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为曾经对你做过的事情向你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求你能原谅我，现在我只希望你能借我一些钱，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帮我，只有你能帮我了。求你了，林默。安妙薇说着，哭得越发大声了。我妈得了癌症，能借钱的亲戚同学我都借了，但是他们见到我爸都躲得远远的，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能求你了，求你借30万，我一定会还你的。求你了，林默，帮帮我吧，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送楚依依一条手链都3000多万呢，这对你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对吧？唐素素和林国栋却愣住了，他们不可置信地看向林默。林默送了楚依依3000多万的手链，假的吧？自己儿子自己还不了解，他哪来的3000万？和他们有着同样震惊表情的，还有门外那些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他们都惊呆了。林默哪来的3000多万啊？说不定是楚依依给林默，然后再让林默送给他的，充了场面的吧。面对众人的议论和八卦的眼神，林默的神情没有丝毫波动。林默只是没想到安妙薇会做出这种举动，看来他确实遇到困难了。不过林默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心软。当初他的父亲遭遇车祸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是到处求人，却也没借到多少钱，甚至到了他安家，而他安妙薇的母亲又是怎么对待他林默的母亲的，曾经的一切还历历在目。不过林默的父母却是连忙上去将安妙薇扶起。安妙薇在他们面前依然是个孩子，出于内心的善良，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孩子在他们面前低声下气的哭泣，甚至这个孩子还是曾经和他们关系要好的安家的孩子。不知道安妙薇和林默之间矛盾的父母二人，此刻并没有将大人的过错全都归结在安妙薇身上。看着眼前的安妙薇，他们还有些心疼。小莫，你要是能帮就尽量帮一下吧，毕竟
10几年的交情了。哎，林默沉默着，半晌才轻声的道：“安妙薇，你还欠我2500的早餐钱，把这钱还给我，我可以考虑一下。”听到这句话，安妙薇却突然叫了起来：“林默，你什么意思？你都这么有钱了，还在意那2500块钱吗？你都可以送楚依依几千万的礼物，却要我还早餐钱？你那么有钱，借我一点又怎么了？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是吧？”林默瞬间就气笑了，声音也冷了起来：“安妙薇，你是来借钱还是来抢钱的？”林默 emo 时间，当你有钱处于人生巅峰的时候，一群人会围着你；当你失意没钱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们又会全部散开，刻意避着你。真正的朋友，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会一直在你身边，不会在你失意时离开。你是来借钱的，还是来抢钱的？林默真的有些生气了。本来他都看在母亲的面子上，给他一个台阶下，没想到安妙薇竟然蹬鼻子上脸，这是在逼他翻脸啊！连昔日2500都不愿意还，是不是说明这30万也不想还？这不是抢钱是什么？林默，你……安妙薇被林默这一番咄咄逼人的态度吓得往后缩了一步。这一次，连唐素素都有些尴尬，觉得安妙薇这孩子真的变得太多了。还好自家林默没有跟他在一起，不然到时候家里还不天天鸡飞狗跳的。就连外面看热闹的左邻右舍也在吃瓜讨论，一个个声音传入安妙薇的耳中，让他心中的不平衡越来越多。为什么自己与林默10年交情，30万都不愿意借，他才与楚依依半年交情就可以送3000万的礼物？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如此富贵，自己却要为了这点钱像个乞丐一样苦苦哀求？林默，你难道忘记10年前我们一起坐在院子中，你说过要永远保护我的？可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说理说不过去，安妙薇开始打起了感情牌，希望能让林默松口，可惜他注定失望了。林默笑了，笑得有些凄凉。原来10年前的事情你全部都记得呀？原来他全部都记得，而不是忘记了。重生之前，林默一直跟在安妙薇身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以为是他忘记了10年前的约定，忘记了10年前一幕幕，他觉得对他好，总有一天他会记起来的。原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只是不愿承认罢了。这样的结果比他忘记了更让人心伤。原来那不过是他自己麻痹内心的借口罢了。是啊，林默，我全部都记得呢，我们重新和好，好不好？安妙薇仿佛看到了希望，急切地拉着林默的胳膊摇晃，林默却用力抽回了自己的胳膊，声音冰寒：“既然你记得10年前我说过的话，那你可记得10年前你自己说过的话？”安妙薇闻言愣住了：“既然你不记得，那我就重复一遍你曾经说过的话。你说会一直跟在我身边，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都分我一半。你说我永远是你的林默哥哥，永远是你最喜欢的人。你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要天天手牵着手，长大后要嫁给我。你说……”林默一连串的话被他说出口，这不仅仅是昔日安妙薇说过的话，也是他10年天真结束的象征。要让一个男孩变得成熟，那就狠狠地伤害他一次吧，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让人学会成长的了。安妙薇却依然还不明白林默的意思，他连忙点头道：“林默，我记得，我都记得，你就是我最喜欢的人，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对吗？我所有的东西一半都是你的，你还会娶我的，对吗？”他的双眸紧盯着林默的脸庞，期盼着能够在他脸上看到一抹开心的神色。可惜他注定是要失望了，他等来的只是林默冷漠的眼神。10年来，我信守我对你的承诺，为你拒绝过32个女孩的表白，88封情书。10年来，你却忘记了你的承诺，不曾信守过半分。还记得我们之间最后的约定吗？10年之后，如果你还喜欢我，我会娶你，守护你一辈子。是你失约了，安妙薇。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我只告诉你，我帮不了你。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当初我的父亲遭遇车祸的时候，我妈去你家借钱时候的场景。当初你妈是怎么把我妈赶出来的？那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哪怕那个时候你为我说一句话，我都会记得你。如果不是楚依依，说不定我父亲现在已经不在了。你叫我如何原谅你？我又如何借钱给你？当初你妈将我妈赶出来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今天？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我帮不了你，你走吧。林默决绝的态度让安妙薇心中的绝望愈发深刻。他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无助。他知道林默还在生他的气，不过现在他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因为他母亲的那种小气性格，喜欢他们家的亲戚朋友真没有几个。他把林默当做了唯一的希望，就算林默如此决绝，如今的他却没有半点的脾气。林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想失去妈妈，我愿意嫁给你，我愿意重新回到你身边，好不好？安妙薇哭得很伤心，唐素素和林国栋也是轻叹一声。现在这个家由林默做主，他们也不好说什么。昔日是安妙薇家做的太绝了，安妙薇的哭声引得街上路过的人纷纷侧目，而围观的街坊邻居们也越来越多。他们在门口指指点点，有清楚这件事的人当然知道事情来龙去脉，他们也能理解林默此刻为何如此决绝。但这样的人只有极少数，大多数人对这些事情并不知情。不过不知内情，他们却纷纷声援安妙薇。喂，人家一个小姑娘都下跪来求你们了，你们怎么还这么狠心啊？就是啊，你再怎么样，你稍微也借人家一点呗。对啊，借多少不是借啊？姑娘你别哭了，出来我借你100，你别丢人了。你没听那姑娘说他妈的是绝症吗？你借人家100顶个球用，你照这么说的话，这边不得花个几十万几百万？难道你觉得他们家有吗？你们别说他们家或许没有，但是这小子他现在的对象有。对啊，人家对象可是江城首富的千金啊！这个属实没想到，难怪这姑娘会到他们家死乞白赖的求借钱。
谁说不是呢？看着一些为安妙薇说话的吃瓜群众，林默面无表情来到门口，淡淡道：“你们谁愿意借他1万块钱？我马上给他10万。”闻言，刚刚为安妙薇说话的吃瓜群众纷纷讪笑的退后一步，看热闹不嫌事大，但真落到了自己头上，别说1万块钱，就是1000块钱也没有人愿意出啊！为啥？别人家的事管我什么事？安妙薇在林默家闹腾了1个多小时，但林默最终还是没借她钱，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一切早就已经注定。如果安妙薇过去不对自己这么冷淡，如果昔日她妈妈愿意借钱给林默妈妈，可是世间没有那么多如果，有些事情已经铸造成现在的局面，再也挽救不回来。有人说，没有遗憾的人生会不完整。如果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可以穿越到过去的某一天，我相信99.9%的人都会选择穿越。无比后悔的安妙薇痛苦地离开了林默家，最终他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那一天的雨下的比依萍去找他爸借钱那天还大。过年前几天，楚依依也来林默家了，她带了很多礼物，都是林默的父亲和母亲见过却从来没有买过的衣服、家具和吃食。那些大大小小的礼盒加起来有10几20件，算起来怕是不下10万块钱了。这让二老震惊了好长时间。林默突然有些庆幸，10天前他临时决定没将自己买的那些贵重物品告诉老爸老妈，而是将他们偷偷藏了起来。否则要是让他们二老知道这些东西价值不菲，恐怕得将二老吓出个好歹。那些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就留作家里的备用储金吧。世界风云变化，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保不齐蝴蝶的翅膀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呢。必须多做些准备，以防万一。跨年夜当晚，整个江城姹紫嫣红的烟花响彻在江城上空，城里的每一寸角落都灯火通明，家家张灯结彩，一片热闹祥和的景象。只有安妙薇家门口什么都没有挂，冷冷清清的，几10万的医药费压得他们家喘不过气来，根本无心跨年。这个世界上很多友情甚至亲情都比想象中的要脆弱。你以为坚定不移的友情或许会因为几万块钱而反目成仇，你以为和和气气的亲情或者会因为10几万块钱而终生不来往。世界上最伟大的爱，除了万里寻一才能找到至死不渝的爱情外，便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而此时的林默一家其乐融融，3口人忙里忙外准备着年夜饭。今年和以往相比，气氛还是那么温暖，但是能明显的看到他们家的饭桌上好菜能比以往多了几道，尤其是燕京烤鸭、京酱肉丝、燕京烤肉、鲍鱼和东坡肘子，这些都是林默特地让王德富安排人买回来的，因为他记得自己的老爸曾经说过，就想尝上这么一口。以前常看电视上说这东西有多好吃，可从来没有尝过呀。以前没有条件，但现在林默已经能轻松地满足父亲的这些小愿望，他当然不会吝啬。经过半年来林默的指导，王德富的地产公司越开越大，早已超越他昔日巅峰之时，成为了江城有名的新起之秀。林默并没有直接告诉父母这是他安排的，而是借口说这是楚依依的安排。果然，这很容易让他父母信服了。事实上，他想做的不止这些，他想给老爸老妈买一套别墅，让他们二老也颐养天年。可现在时候还没到，他觉得还不能完全坦白自己的事业已经很好了。他怕父母一时间接受不了那种生活节奏，一旦搬过去，说不定二老平时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了。老一辈的人习惯了与左邻右舍聊家常的生活，很难接受别墅中一家独处的孤独，所以还是慢慢来吧。从这些小细节开始，让过惯了苦日子的父母逐渐感受到生活的变化，这样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精心准备，不大的茶几上已经摆放了10几道精美的菜肴。除了林默安排好的菜之外，林默的妈妈也是开心的大展厨艺，接连做了好几道好菜，都是林默和林国栋非常喜欢吃的。西红柿炒蛋、酱牛肉、木耳炒肉以及糖醋排骨、油炸带鱼等等，这些菜围成了一圈，看上去极为丰盛。这就是年味啊！林默此时颇为感慨，上一世打2011年之后，他就再没有体会到过如此开心的年味。前世的2012年，因为他高考的问题，他把母亲气得住进了医院，而现在他们围坐在桌子旁，高兴地看着电视，简单的生活却感觉非常幸福。随春晚的主持人们一起欢笑，花开种花家，新迎同新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随着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阵阵礼炮在舞台周围炸响。而就在随着表演开始，林默一家3口也逐渐沉浸在这喜庆热烈的氛围当中的时候，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一辆黑色的奔驰车缓缓停在了林默家门口。听到熟悉的声音，林默突然意识到8成是楚依依来了。除夕夜他居然来了吗？林默感觉很惊喜，他连忙起身朝门外迎去。而在他身后的父母此刻也同样惊喜，二老相视而笑，满脸欣慰。瞧我说的不错吧，儿子还是有本事，随我，别臭美了你能和咱儿子比啊？是，那比不了，说起来也还是老婆你生得好，嘿嘿。好了，别贫嘴了，快去迎接未来的儿媳妇。几人连忙出门，此时楚依依已经下车，林默连忙迎了上去。依依，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好准备来接你啊。见林默如此开心，楚依依心里也是乐开了花。嘿嘿，今天不是除夕夜吗？就想着来看看你，还有伯父伯母。说着，他还是给了林默一个眼色，示意他看向车里。此时林默才注意到，原来车里还有个人，楚千和。林默没有想到江城首富楚千和居然也来了，而同样惊讶的还有他身后的父母，这可是真正的大人物啊，平常只在电视上看到，哪里见过真人。原来今天是双方家长的第一次正式的见面会啊。二老显得有些局促了，虽然有点突然，不过林默表示很惊喜，很喜欢。楚千和怎么突然想起来到他们家了？
而且还是在这么特殊的时间，哪有人除夕夜串门的呀？看着楚依依脸上的微笑，这一切都表明是楚千和认可自己了，他已经不反对自己与楚依依在一起了。他礼貌地叫了一声楚伯伯，好久不见，晚上好。下车之后的楚千和笑盈盈地回应道，林墨，好久不见。林墨 emo 时间，有这么一种人，他人生中总会出现这么一些次。你快点，别墨迹，作业做完了吗？为什么这次考试退步了？你是不是又在偷玩？这么晚回来做什么去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们就会形成心理的创伤，就会自卑或者抑郁，长大了他也会很焦虑，永远不会快乐。看着别人的孩子有父母的爱，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不一样。作者就是这样的。楚千和来了，他似乎心情不错，跟林墨打完招呼，他又看向林墨的父母，林老哥，嫂子，今天我来的有些唐突了，希望不要见怪。林墨父亲见状，连忙笑着说，您这哪的话，之前还多亏你们家依依救了我一命啊，你们一家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您能来我们家，那是我们的荣幸。快，外面风凉，屋里坐。这还是林国栋头一次在现实中见到楚千和这样的大人物，他很激动，甚至话语都有些说不全，生怕哪里说错话。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和江城市的首富说上话，这让他感觉有些莫名的紧张。一旁的林墨见状，连忙补充，楚伯伯就别客气了，快屋里请坐吧，刚好一起吃饭。楚依依俏皮地冲林墨眨了眨眼，林墨突然灵光一闪，他似乎猜到了楚千和为什么会今天来。而这时楚千和说道，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客随主便，林老哥请。说着楚千和随手示意请林国栋走在前面，而他又顺手指了指车的后备箱，司机连忙打开车的后备箱，顿时十几盒礼物还有一个木质的超大饭盒映入了众人的眼里，光是这些包装礼盒看着就十分上档次，这让林墨的爸妈更觉得局促不安了。这些东西怕也是不便宜，首富出手确实阔绰，不过他越是这样，就越让林墨的父母内心深处的那一丝自卑感越发放大。虽然林墨优秀，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楚依依家相差太远，都说富人家更注重门当户对，他们担心楚千和今天来者不善，如果真是这样，林墨的婚事难道真的就这样泡汤了吗？楚依依这么好的女孩，难道真的要错过了吗？他们越发的不安，这是老一辈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纵然心里有些不安，但他们还是强颜欢笑，没有表现出来异样。快屋里请，坐下喝杯茶暖暖身子。好，请。楚千和也绅士的伸手示意林国栋和他走在一起，而在他们之后，林墨拉着楚依依悄悄地问道，楚伯伯是你叫来的吧？楚依依莞尔一笑，对啊，我今天特别想来见你，所以就拉着老爸一块儿来了，反正老爸在家也没什么事，嘿嘿，你确定没有使用撒娇的手段？林墨怀疑地盯着楚依依，仿佛他说谎的样子已经写满脸颊上。才不是。楚依依嘟着嘴，其实我只是看我爸一个人太孤独了，虽然有我这个女儿陪着，但总更加缺少了什么。那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呀？我好准备准备，怠慢了我的岳丈大人，那可就不好了。讨厌，我爸还没答应呢，你在说什么呀？哦，那就是说你是肯定愿意嫁给我的。嘿嘿，讨厌，我可没说过这话，不理你了。林墨今天的状态比以往主动不少，这让楚依依很是开心。看来林墨还真是属于慢热型的，一旦捂热了，那可是能持续发光的呀。楚依依和林墨一前一后跟着家长们走进了家门，司机把这么些礼物全都搬到了他们家客厅，然后才回到了车上。林墨爸爸一个劲的让司机也一起坐下吃饭，但司机怎么说也不愿意留下。上车之后就将车开走了。林墨又找了2把椅子夹在那饭桌旁，让楚依依和楚千和坐下，5人围坐一团，画面看上去非常和谐。丰盛的饭菜配合上他们此刻的氛围，一切显得那么和谐。林墨端着楚千和特地带来的茅台，给自己的父亲和楚千和各倒了一杯，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楚千和看着林墨，眼神中带着些许别样的意味，转头他又看向林墨的父亲，开口问道，林老哥，看你现在的精气神不错，恢复的还好吧？林国栋笑了笑，拍着胸脯说，已经痊愈了。说起来真的得好好谢谢您还有依依姑娘，当初要不是依依姑娘帮我们出医药费，恐怕我活不到现在。说起来我这条命都是你们救的。林国栋刚说完，端起桌上的酒杯对楚千和说，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机会能当面谢谢你们，今天也算了却了我一桩心愿，这杯酒我干了，以表谢意。见林国栋如此豪爽，楚千和也笑着说，好，老哥我陪你。他看上去很高兴，似乎非常满意林国栋的表现。可他刚端起酒，林墨却突然走过来，一把拉住他父亲的胳膊，将那杯酒拦了下来。爸，你还是少喝点酒吧，身体刚康复不久，可经不起造啊。楚伯伯，这杯酒还是我来敬你吧，我辈分低，和您喝，我2杯您1杯。林国栋和唐素素都呆住了，楚千和也愣了一瞬，看着林墨，他有欣慰的笑了笑说，虎父无犬子，哈哈哈。好，来干！2人碰杯一饮而尽。碰杯之时，林墨也很有礼貌，酒杯低了楚千和半个杯子的距离，而且还是双手举杯。此时的楚千和心中，林墨的形象更加立体。如果说以前他看到的林墨是一个聪明机警的书呆子，那么现在他面前的林墨所展现出来的对于亲人的态度，就只更让他感觉林墨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展现出来的商业天赋与过人的胆量，也让楚千和刮目相看。这种超前的见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佩服。而林墨展现出来的待客之道，也让他感觉极为舒服，很多小小的细节都可以体会出一个人的修养。双手举杯，最后落座，再倒酒，一系列的动作做得既规范又有礼貌，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林墨
比这个年纪时候的他更优秀，优秀的多了多。从学习能力到商业天赋，从超强见识到俊朗外表，又从关心家人到待客之道，每一条在林墨身上都挑不出毛病。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但在楚千和心中，林墨已经近乎完美之人了。最主要的，他才仅仅19岁啊，他的未来绝对会更加辉煌灿烂。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兼顾事业的同时照顾好家人。有些人为了事业会忽视家人的存在，就像当年的他，事业太过投入，所以平时对楚依依母女的照顾较少，导致了之后楚依依的母亲出事之后没有得到最及时的治疗，害得楚依依3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他一直为此懊悔不已，后悔没有多陪陪楚依依和他母亲。打那以后，他才想明白了一切，钱就是为人服务的，人没了，要那么多钱也没有用。科学技术也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你不珍惜，当失去的时候将追悔莫及。他担心林墨会和当年的他一样，他更担心他的宝贝女儿楚依依会和当年他的妻子经历同样遭遇。如果真是如此，那一天将会成为他一生之痛。他对女婿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心中，家人比钱更加重要。所谓的100亿彩礼，只是想看看林墨到底会选择什么，他在商业上的天赋到底有多高。钱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再多也只是一个数字，多100亿也提高不了生活质量。现在看来，林墨并非那样的人，他很细心，也很重感情，他的父亲和母亲人品也不错，或许他真的是一个值得托付女儿终身的人吧，或许可以相信一下女儿的眼光吧。楚千和这一刻想了很多，简短的交流就算是开场白了，往后他们的话匣子逐渐打开，他们边聊边吃边看春晚。酒过3巡，林墨和楚依依都吃饱了，待在这里他们2人都感觉有些不自在，和大人之间还是有些代沟，索性2人便一起出门去看烟花了。刚出林墨家门口，楚依依却突然注意到了隔壁安妙薇家的异常。安妙薇一个人蹲在冷冷清清的门口，双臂抱膝，脸埋在臂弯之内，似乎哭了。听着外面噼里啪啦炸响的烟火声，以及隔壁林墨家热闹的幸福声，她的泪水就止不住的滑落。本来这些都是属于她的。林墨，你看安妙薇怎么了？楚依依扯了扯林墨的衣袖，顺着楚依依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安妙薇蹲在那里，身影孤独寂寥，仿佛被遗弃的孩子。林墨皱眉沉默片刻后，拉着楚依依离开了这里。当看不到安妙薇身影的时候，林墨才将一切事情全部告诉了安妙薇，包括自己与安妙薇的童年，包括10年来安妙薇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也包括前几天他找自己借钱的态度。依依，你会不会觉得我有些冷漠无情了？林墨轻声询问着楚依依。听完林墨的述说，楚依依摇了摇头，她认真地望着林墨说，不，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知道一般情侣为什么分手之后就会拉黑删除对方吗？不清楚，大概是伤透了心吧，因为那样可以避免以后藕断丝连，也可以彻底割裂彼此之间的关系，让彼此从新开始，寻找新的爱情，开始新的生活。林墨闻言若有所思。江城清泉区位于老城区，虽然不大也不富裕，但今天晚上这里的烟花格外绚烂。楚依依和林墨手拉手走过小巷，在不远处的广场上，不少人在那里集合，然后紧接着就是一场盛大的烟花派对。哇，真好看，好久没有放过烟花了。楚依依望着天空那绚烂的烟花，笑得很开心，并不是因为看烟花而高兴，而是因为这个年过得和以往她过的所有的年都不一样。这一年，在她的心中又多了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林墨。林墨见楚依依高兴，他自己也高兴。他顺手在旁边的烟花摊上买了一把仙女棒，然后递给了楚依依一组。依依，玩过这个没？啊，仙女棒呀，好久没有玩过了。我们长这么大了，玩这个会不会有点幼稚啊？哈哈，不会，快乐不分年龄啊，心态年轻，生活才过得有趣啊。嘿嘿，好，那我要玩。好嘞，拿好了。噗嗤，林墨拿着打火机一点，仙女棒的顶端瞬间绽放出灿烂的光华。哇，好漂亮，漂亮吧？哈哈。对了，仙女棒要甩起来才好玩，就像这样甩起来。说着，林墨手中的仙女棒轮着开始画圈圈，他双手交替，拿很多根仙女棒同时挥动，灿烂的光华随着他的手腕的轨迹飞舞出一段段灿烂的画面，犹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看得楚依依连声叫好，并不停地模仿。巴啦啦小魔仙变身，错了，是巴啦啦小魔仙全身变，没有错，2个词都有的了。我是小魔仙小蓝，你是小魔仙游乐王子。哎，不对啊，为什么游乐王子是小魔仙？他不是男的吗？哎，这我当初怎么没有想过呢？2人在广场上玩得很开心，而此时的楚千和还在和林墨的老爸推心置腹。楚老哥，嫂子，其实你们不知道，依依这孩子打小就没有啥朋友，他和林墨能相处的来，我也很高兴。去了清北以后，也多亏林墨的照顾，我也能省一些心。依依的妈妈走得早，所以我将全部的精力和爱都放在了她的身上。我对依依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她过得快乐，也希望她将来学有所成，能在这个世上立足，并且保护自己。我还不知道能守护她多久呢。林国栋连连点头，哎，就不说这个世界立足了，你让我在这个小小的江城市立足，我都感觉很困难，没法和你们比啊。闻言，楚千和又轻叹一声，哎，林老哥，我告诉你，不要看这些，都是虚的。人这辈子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家庭。你别看我有这么多产业，但是我一点也不快乐呀。有时候钱能买到健康，但钱真的买不到命，买不来感情。楚千和说的情真意切，很让林国栋动容。他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些大起大落，但是同为男人，他能感受到楚千和心中的感受。他对楚依依的爱以及对妻子的遗憾都很真切。任何人都有痛苦啊，在这方面
与楚千和相比，自己却显得很幸福了。真希望以后的林默也能拥有自己的幸福。楚千和那天晚上和林默的老爸喝得很尽兴，一直到深夜12点跨年之后，他才摇摇晃晃的和楚依依回了家。或许这是他自成为商业巨头之后第一次真正的放松开心吧。一路上，楚依依已在望着车窗，看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不时的傻笑。闭目养神已久的楚千和嘴角也挂着淡淡的笑意。此时他的心中已经在做着其他的打算。林默值得他好好培养。这个背景简单的男孩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到这一步，堪称奇迹了。寒门难出贵子，放在现在可以说林默就是那1万中无一的天才。如果可以的话，让林默接手楚氏集团最好不过了。相比楚依依，他更聪明更机警有魄力。有了林默，楚依依便不用背负那么重的担子，他的人生之路会好走很多呢。他也算对自己逝去的爱人有了交代。眯着眼看了眼倚在车窗边的楚依依，楚千和的眼眶渐渐湿润。这一夜，林默和楚依依都很晚才睡着。回想起广场上俩人手挽着手一起放烟花一起赏月的一幕幕，楚依依心中就激动不已，而林默则在畅想他们的未来。如果发展顺利，毕业之后他和楚依依会顺利的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会有1个或者2个，不，也许是3个孩子。老爸老妈会被他带去新买的江景大别墅生活，有空了帮他和楚依依看看孩子，而他则和楚依依长带领着林氏集团和楚氏集团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商界翻云覆雨。不过要做到这些事情，这4年将是关键。现在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一切业务都已经步入正轨，江城市的几个项目也有了不小的进展，尤其是那个他当初提前瞄准的那片荒地，现在已经被划为了新的中学校区。除此之外，还有周围几个发展不错的县城，即将被拓展为江城市新经济开发区的那3处潜力巨大的地方，林默也十分看好。等第一批资金回笼之后，他还可以进军整个华东省，扩大规模。年后只需略微出手，便可摘得桃花，而现在静待花开即可。手里有了余钱，林默便决定开始和顾晓生启动他的互联网10年大计。当然，在没有真正的崛起之前，一切还是要偷偷的搞，争取一鸣惊人，免得遇到自己的软件刚公测，隔壁就已经申请上市这样的尴尬画面。虽然林默对这些事情的完成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但他还是隐隐有些不安，因为他清楚自己和顾晓生此举定会引发蝴蝶效应。在他们的优团、抖音以及沙牙和闪电速递成功上线之时，就必然会有几位本该出现的商业巨头消失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这实在让人不免有些唏嘘。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当历史决定要将你推上这个位置，你拒绝不了；而当历史决定让你跌下神坛，那也仿佛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人终究太渺小了。林默想着想着，缓缓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和楚依依手挽着手，在灿烂的银河系中自由的遨游。突然，一阵强光闪过，照得他睁不开眼，他只能隐隐看见那仿佛是一个小太阳，而他却长在一艘巨船上。林默刚想看清，就猛然惊醒，睁开眼，朝阳已经缓缓洒在了他的窗户上，照得窗帘透亮透亮的。林默感觉心情大好，伸了个懒腰，仿佛又是新生。2013，你好。林默立刻起床，穿戴整齐，出去晨跑，迎接新年第一天的朝阳。第一天在运动、吃饭和闲聊中过去了大半。到了下午，林默经过慎重思考，决定联系一下顾晓生。他觉得不能再等了，计划必须尽早开展。他的心里仿佛有个声音开始催促。林默一个电话，顾晓生就从家里赶来了。他其实也还记得上一次林默和他说过的互联网发财大计，但是具体咋回事还没听林默说起过。林默将顾晓生带到离家不远处的公园里，俩人才开始讨论关于林默的计划。我想搭建的第一个平台能给所有的商户与客户带来便利，所有的商户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店出售商品，如此一来，平台能通过抽取一定费用盈利，而且能多做活动，比如团购降价的方式帮商家招揽客户，这样一来，商家也能通过平台获得更多客户，形成良性循环。当然，刚刚开始我们拼不过大公司，可是我们走另外一条路线，如果出现这么一个软件，在家就可以购买吃的喝的，几十分钟之后就有人送上门，无需出门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那么等我们资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着手与商业巨头淘竞争，我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吸引更多的用户。妙啊，太妙了！林默的想法让顾晓生赞不绝口。他们家以前就是靠着卖菜为生的，小时候他没少帮爸妈看摊子，自然知道做生意有多难。而林默的这个想法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么他所带来的效果简直不敢想象。林默，我突然发现你不仅是厉害，你简直太伟大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缺这样真的为咱们穷人开放的购物平台啊！而且你的外卖送上门想法真的是太天才了。可是林默啊，既然咱们能想到这方面，也许有人也想到了这个点子呢，咱们会不会太晚了呀？不会的，现在网络还没那么发达，电脑并不普及，就连智能手机现在都没几个人有呢，所以还没多少人注意到这方面，咱们大有可为。还真是啊，那咱就搞起，快说说咱具体怎么做，我能做什么？顾晓生已经迫不及待了。林默见状欣慰一笑，如今一切尽在掌握。2013年初已经有了外卖的初步发展，不过现在的外卖基本都是那种店家给电话那种形式，优团、饿了么这些后世大名鼎鼎的外卖平台，如今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司，只在他们的本地流行。外卖真正的崛起在2016年，也就是说他还有3年的时间与这2位前辈争抢市场。
首个外卖大型平台，他必须在3年之内，不，3年已经来不及了，他必须在2年半之内全部打造完毕。而这也将是他接下来互联网10年大计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只有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才能进行第2步、第3步。林默与顾晓生继续聊着互联网公司的初步发展规划。你当然是负责技术方面了，计算机系的高材生，人才可不能埋没呀，哈哈。那是小爷对电脑的了解，说真的，在我们燕科大还真没几个能比得上，技术这方面没问题。不过我一个人的话，恐怕时间会久点。要搭建一个完善的网站平台，需要写大量的程序，哪怕是最基础的功能，我一个人的话，起码也得半年才能优化好。顾晓生犯起了难，这方面不用担心，我准备注册个公司，找些懂技术的人帮你。另外，给你每月1万块的工资，外加10的原始股份，够意思吧？林默开出了一个极高的价格，顾晓生只需要出技术，便能拥有他新公司10%的股份。要知道，互联网公司是最需要烧钱的。林默前期投资就是9位数起步啊！一旦成功的话，顾晓生将是妥妥的100亿富豪。而世间这么多优秀的程序员，林默却偏偏找到了顾晓生，谁让这是他一辈子的兄弟呢？前世的种种，他几乎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顾晓生义无反顾的支持他到最后。顾晓生一听林默这话，激动的都跳起来了，那可是每月1万块啊，直接实现皮肤自由了。或许在他眼中，股份什么的都比不过这每个月的1万块钱实在。顾晓生想都没想，就给林默当场立下了军令状，3个月内保证将平台搭好。不过中间你可一定要来指导哦，免得兄弟们把大方向搞错。嘿嘿嘿，俩人一拍即合，林默也高兴地说：“那当然，人员和设备我到时候给你安排好，给你配你最好的电脑。公司的总部就设在燕京吧。”哦耶，小爷，我也是有收入的人喽。将大事敲定之后，林默接下的假期也没闲着，他已经悄悄地联系王德富，以开拓市场的名义，让他派人去燕京市做调研。而林默则利用他们传递来的信息分析，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公司的地址。另一方面，自己也在着手准备着注册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这次事关重大，他对所有人都没说真正的目的，包括楚依依以及身为跑腿的王德富等。因为比起房地产行业来说，互联网行业才是他进军商业圈真正的利刃。很快，假期过去，新的一学期来临。林默没想到自己原本的生活节奏又迎来新的变化。新学期开启新的篇章，与以往相同的是，林默依旧和楚依依结伴行。让林默感到惊喜的是，这学期他们新增了一门课程，而他们的老师是国内著名的金融学教授兼金牌投资人李阳。当然，林默不仅仅看重的是李阳教授的名气，同时他还看重其背后逆天的人脉资源。整个燕京市的商业圈，没有人不认识李阳这位超级投资人的这位老师，可是以实际操盘而闻名。他带过的学生也曾经以1万的固定资金，在短短3个月之内，通过投资获得了100的超高回报率。这样的成绩在整个金融业内都是非常炸裂的。要知道，清北每年这门实践课的所有同学平均回报率仅仅只有20%，少有30%，而这样的成绩放在社会上去看，已然是非常优秀的了。自从5年前那位名为石秀的女学生以100的超高回报率打破了清北这门课的最高纪录之后，便再无人能触及这个成绩。这也让这位李教授也时常叹息，人才凋零。这几年虽然他顶着清北金融系第1教授的名头，但实际上他心里并不好受，真不知何时才能再遇到那样好的学生。一次次的期望等来的只有失望，渐渐的他也不再抱有这方面的幻想。今年也是同样，和以往一样，他宣布完为期3个月的实践课程规则之后，便当起了甩手掌柜，留下一脸懵逼的同学们在教室里独自研习。而那石乐志的旁边，瞬间就有几位同学围了过去。石少，听说李教授的这门课曾经的最高回报率纪录保持者好像是你的姐姐，真的吗？哎呀，这还用问吗？肯定是的。当年这件事儿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啊！以1万的启动资金投资期货和股票，回报率100啊！没错，绝对没错。我也听社团的学长学姐们说过，回报率100啊！太牛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好想当面请教一下。要达到100的回报率，除非选择的所有股票或者期货全都是大涨的，而且要多次操作买入卖出，这样才能做得到在3个月之内达到这么高的回报率。是啊，可是谁又能做到买的所有股票和期货全都大涨，没有一个小涨以及下跌的？这件事做起来简直难如登天。石少，你肯定得到了你姐的真传对吧？教教我们吧。对啊，石少，教教我们吧。石乐志被一群人簇拥着，心中那种自豪感都快写在脸上了。我当然得到过我姐的真传，教你们2招就别想了，到时候跟着我抄作业就行。哎呀，那就多谢石少了。谢谢石少，这回稳了，不怕挂科了。石乐志满脸得意，他望向不远处正低着头窃窃私语的林默和楚依依，眼中划过一抹不屑。他后来听说了，楚依依在宴会结束后又将那宝石卖了，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就是林默和楚依依串通好的，要让他难堪吗？只有他花了250万真金白银，好一个打脸的小剧场啊！你们倒是玩得开心。林默是吧？上次和楚依依一起玩我，后边小爷可不会惯着你们了，我要把我失去的尊严一点一点全都夺回来，你们俩给我等着。石乐志带领着他的拥护者们开始申请账号，并查找资料，着手准备接下来的实操选股。而此时，楚依依和林默
还在不紧不慢地闲谈着。林默尚且不知这门课到底咋回事，但楚依依很清楚关于这位李阳老师的传说以及清北这门课的传统。他上清北之前就已经有人告诉过他这一切了，这在清北是最重要的课之一，要是可以得到李阳的认可，从而认识更多的大佬，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规则很简单，学校给每人提供启动资金1万块，为时3个月，3个月内选择任意自己中意的股票或者期货产品进行投资，学期末的时候计算最终的回报率，按回报率的高低进行排名，回报率20算合格。不过据我所知，当年平均回报率最高的时候也只有30，所以这门课每年挂科的人都不在少数。林默 emo 时间，鱼那么喜欢水，水还是把它煮了；树叶那么喜欢风，风还是把它吹落了。我那么喜欢你，而你还是把我伤了。到后来我才发现，煮鱼的不是水，而是火；吹落树叶的不是风，而是秋；伤我的不是你，而是我的自作多情。楚依依给林默分享着自己知道的消息，林默认真的听着。当他听到关于石秀的传说时，他也惊讶了一瞬，不过很快他反应了过来。不管怎么说，人家背后拥有一整个大财团，其实力自然不容小觑。人家可以做到回报率100，他或许也可以，而且不用那么频繁的操作买入卖出，他只需要找一个公司能在3个月之内让他们的市值上涨120以上，那就足够了。虽然说起来简单，但上哪里去找这么猛的一个公司呢？林默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之后，楚依依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不过林默此时却依然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故意没有说下去，而是留了一个悬念。楚依依好奇地拉着林默的胳膊摇啊摇，说嘛说嘛，我都跟你分享我的消息，你居然不跟我说你的好办法，我要生气了，我真的要生气了。林默没有说话，微眯上双眼，扬起头，示意楚依依奖励他一口再说。楚依依秒懂，瞬间脸就红了。我发现你越来越讨厌了，不理你了。哼！楚依依故作生气，将头撇向一边。林默见状连忙安慰，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别生气啊。其实我知道有这么一家公司，它能够在3个月内市值翻倍以上。什么？这不可能吧？楚依依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林默，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能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市值翻倍，这不可能的。楚依依很肯定地说道，但她目光里却充满了疑惑和不解。楚依依的父亲楚谦和经商多年，楚依依打小跟在他旁边也学了不少，这些东西他当然有一定的概念。要说任何一家企业能突然之间在3个月之内市值翻倍，这无论如何也让他难以信服，舍不得还以为是来骗钱的。可偏偏这个话是从林默嘴里说出来的，他一时间陷入了纠结。林默从来都没有骗过他，也没有对他说过不可实现的诺言，所以楚依依也非常信任林默，他觉得林默这并不是在开玩笑。难道说林默早就已经研究过了？楚依依眼巴巴地看着林默，林默笑了笑，摸摸楚依依的额头说，2013年上半年将会有一家上市不久的房地产公司崛起，我们只需要投资这个公司就好了。林默信心十足地说着。楚依依现在肯定林默平时一定有关注这方面的消息，看来是有把握的。不过他还是提醒道，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可是投资的大忌啊。不过我相信你，嘿嘿，那我这1万块钱就拜托你帮忙打理了，期待期末的时候看到超额回报哦。楚依依当起了甩手掌柜，林默无奈地摊摊手，不行，没有奖励就没动力啊。林默伸着半边脸过去，楚依依蜻蜓点水般的吻了一口，然后红着脸逃走了。楚依依和林默的亲密举动惹得班里同学们一阵欢呼与哭喊声。女神，我的女神，林默，你还我女神！哎，年少不知富婆好，错把萝莉当成宝，欺负我一个单身狗，有意思吗？尤其单身狗吕小雨，他都快哭了。宿舍4人，现在就只剩下他是个单身狗，成天看他们3个撒狗粮，还让不让人活了？冯阳带着他女朋友刘若曦，战云龙也带着今天刚换的女朋友朝林默走去。他们宿舍的几人早已经成为好朋友，所以在这种事情上立刻就选择了抱团。战云龙首当其冲，他可是知道林默拥有着何其强大的潜力魄力，就连家世显赫的楚依依都如此信任他呢。而一旁的冯阳和刘若曦这2位贫困生也一致选择了跟着林默走，准备无条件相信林默。他们对林默的信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一到林默身边就达成了一致，抄作业没得说，妥妥的稳赢好吗？别的不说，跟着林默学神混，学期末肯定不会挂科就是，搞不好还能捞个不错的名次。当然他们也不会白白抄林默作业，几顿饭是免不了了。吕小雨受不了这里的狗粮，没有凑过来，他用他那高超的数学水平在计算着一个个概率，这才一会儿功夫，草稿纸都已经用了好几张了。兄弟，只少用一点，不然身体会受不了的。战云龙拍了拍吕小雨的肩膀，语重心长的劝说。吕小雨，默哥，我也听你的吧，是该少用点纸了。吕小雨泪奔。就这样，林默立刻就拥有了一个6个人的合作小组，6万块钱的启动资金，而之后他只需立刻出手投资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即可坐等收益，静待3个月之后出结果。有了林默这个掌舵人，楚依依和刘若曦以及林默的室友们显得清闲了很多。班里其他的同学们每天都在关注着大盘的走势以及各个渠道的消息，而林默他们每天上完课完成功课之后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了。战云龙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天带着不同的女孩游走在各个夜场、酒吧以及燕京市的演唱会现场。冯阳和刘若曦则每天泡在图书馆，也不知道是学习还是约会。只有吕小雨孤单的一人待在宿舍玩魔方。至于林默，他这个学期开学之后就没有在宿舍闲待过一天，每天除了上课之外就是和楚依依约会，除此之外还得抽时间打理新公司的事务。
林默的科技公司已经成立，名为伊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已经步入起步阶段。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林默亲自当起了 HR 兼总经理，一边招人，一边写着策划案。新公司招人还是互联网这样的未来潮流，林默的招人要求很高，当然报酬同样远远超出市场水平，年薪100万的顶级网络黑客、互联网管理层、天才程序员，他就招了好几个。小公司看不上，没有什么不是钱不能解决的，工资翻倍，有谁不会心动？现在看起来林默是在败家，那些被他招来的人也是认为这是一位家里有钱败家的富二代，但只有林默心中清楚，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将势不可挡。现在要是没有占据先机，以后就没有希望了。现在的这点投资，未来都是值得的。创业的事情他没有告诉楚依依，所以这样一来，林默就显得特别忙碌。不过好在这一天24小时还够用，1个月的时间眨眼而过。实践课几乎所有的同学们都开始有了不错的回报收益，有些同学通过操作期货已经获得了20%的不错回报，及格了。石乐志以及跟着他抄作业的那几位同学，此时更加已经获得了30%的高额回报。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石乐志姐姐的帮助下做到的，不然以石乐志自己的实力，现在都还找不到东南西北。与他们相比，林默等人的成绩就显得有些惨淡。在这1个月的节点时间，林默以及他的舍友们的回报率只有可怜的5。知晓所有情况的林默心态很稳，相信林默的几位宿友心态也很稳，但班里其他同学却已经在暗地里散布一些谣言和莫须有的猜测。甚至有些同学在背地里议论纷纷，尤其是石乐志等人，他被他那几位狗腿子簇拥着。当初我们相信石少果然是对的，跟着林默学神的，现在才5的回报率，笑死人了，还学神呢，果然只是纸上谈兵，真正上战场一碰就碎。就是多亏了石少，按这个节奏下去，第一就是石少的，林默他们肯定就是垫底的。没错，他林默赢走了楚依依又如何，改变不了他只是个穷光蛋的事实，靠着楚依依穷装逼，看他装到几时。就是啊，只是可惜了楚依依居然被林默的外表迷得团团转，当初居然花3000万让林默上台送他宝石，装这个逼。这样的千金大小姐怎么就瞎了眼看上林默了呢？第1个月的节点结束之后，这几个人几乎每天都和石乐志坐在一块讨论，每这个时候他们都不忘了口头损林默一番。谁让他们已经成为了石少最忠实的狗了呢？1000亿资产的超级家族的3少爷，自然让他们感觉荣幸极了。富二代与学神，高中时代有些人都会喜欢学神而不是富二代，但是到了大学却又会反过来，他们妒忌学神而喜欢成为富二代的走狗。特别还是林默这个穷小子，竟然获取了楚依依这样超级千金大小姐的喜欢，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好命啊？永远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妒忌心，这些狗腿子们虽然嘴巴里骂林默，但是内心深处嫉妒林默极度的发狂，这很正常。别说同学，就是亲戚甚至是家人都拥有妒忌心，比如石乐志也妒忌自己的大哥被整个家族重视，是万众瞩目的天才，而他却仿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却没有人把自己放在心上。这就是为什么他想将楚依依抢过来。楚依依的背景太强了，不弱于他背后的家族，要是这个，他便可以抬起头来震撼所有人。不过这个世界总是很奇妙，人得意的时候，往往老天就会打他的脸。就在第2个月，林默等人入手的股票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大涨，并且在第2个月月底的时候，已经连续好几天涨停了好几次。林默知道王德富已经按照他的要求将那几块地出手了，资金回笼。现在他的房地产公司账面上已经有15个亿了，而其他在建的项目，由于政策的影响，估值已经超过了20亿，并且还在不断的增加。不到1年的时间，他那个房地产的市值就从1亿多达到了惊人的20亿，这是商业圈的一个奇迹。因此上个月上市的时候引起了一波波动，发行的股票一票难求，水涨船高，而林默的身价也在不断的提升，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要知道，这个房地产公司他掌控了95%的股份，上市之后他分出了10%，还有85%的股份，20亿的85%，他就拥有了17亿身价。而且不仅如此，他还有其他的投资，在楚氏集团名下的投资公司投资了一些短期爆款行业，1年的回报率也极高，也拥有了超过5亿的资产。也就是说，林默现在已经是妥妥的20亿身价了。19岁白手起家，坐拥20亿资产，在整个商业圈都是前所未有的神话。当然，知道那个房地产公司真正的幕后老板是林默的只有极少数人，大家都以为是王德富走了狗屎运，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波他们已经赢妈了。等到第2个月节点到了，公布成绩的那一天，所有人看到林默他们的成绩后都傻眼了。仅仅1个月的时间，林默他们购买的那只股票竟然翻了一番，涨幅110，这让班里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尤其那位李阳老教授，他那宛若黑洞般的眼里都开始有光了。班里一次性出现了6位回报超过100的，这简直太震撼了。虽然老教授心知肚明，他们之间相互抄作业了，但这有啥关系呢？其中必然有那位领头羊。当天，老教授就找他们谈话了，而经过询问与一番深入交流，林默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这位老教授的心中。这位年轻人不得了啊，未来的商业巨头必有他一个位置。距离实践课结束还有1个月的时间，林默绝对有机会超越当初的石秀老教授，拭目以待，充满期待。不过那石乐志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林默等人在只选择了一只股票的情况下，直接获得了如此高额的回报，绝对有猫腻。也许林默早就有了准备，他立刻派人去查林默他们选择的这只股票是哪家公司。与此同时，林默的科技公司已经步入正轨，顾晓生以他超强的工作能力，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带领着林默新组建的团队完成了平台的初步搭建。接下来就是测试优化了，等到第3个月，相信平台就能正式上线运行。顾晓生和林默为此都很高兴，生活越来越有盼头。原以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不过让林默没有想到的是，第3个月就有人来找麻烦了。这一天早上，林默突然接到了楚依依的电话，电话里他似乎很紧张，这让林默的神经瞬间紧绷起来。林默下了楼的时候，楚依依已经在男生宿舍楼前等待。林默，楚依依一见林默，连忙上去抱住。依依，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林默连忙问道。楚依依连忙拉住林默的手，焦急地说：林默，我好害怕，今天早上我突然接到好多骚扰电话，你看，从6点到现在已经50多个了，我都不知道这从哪打来的。电话里一会儿是男人的声音，一会儿是女人的声音，太诡异了。而且刚才最后一个电话里，那个女的突然用一种恶狠狠的口吻说，让我等着。怎么办？我好害怕呀，不知道是不是爸爸得罪了什么人，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办呀？林默，楚依依说着都快哭了出来。林默连忙问道，你有没有给楚伯父打电话？楚依依摇了摇头道，没有，我还没顾得上。林默能感受到楚依依现在真的很害怕，也许那奇怪的电话背后的人真的威胁了楚依依。看着楚依依委屈的模样，林默连忙抱住楚依依安慰，不怕不怕，有我在，不过就是几个骚扰电话而已，不怕，他们要是真的要对你动手的话，可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的打草惊蛇，何况现在是法治社会，不用担心，而且我会一直保护你的。有了林默的安慰，楚依依的情绪才稳定了许多。林默虽然不知道这电话是谁打来的，出于何种目的，但现在他能确定的是，对方明显不怀好意。难道说真的是楚千和得罪了什么人，惹得仇家找上了楚依依？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林默否决了，因为仔细一想，这个逻辑漏洞很明显。如果说楚千和得罪了什么人，那么对方首先会冲着楚千和去的，毕竟他是个商人，商人虽然逐利，但稍有害对方家人性命，因为商业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祸不及妻儿，否则必然会引起所有商业巨头的围攻。而且如果真的是楚千和得罪了什么人，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或者以其他方式通知楚依依小心一点，并且他一定会派人保护楚依依。楚依依可是他的掌上明珠啊，他不可能毫无作为。现在听楚依依这么说，很明显楚千和也不知道这件事。既然如此，那么对方肯定是冲着楚依依来的，因为林默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骚扰电话，所以他判断对方首先冲着楚依依去的。难道说楚依依真的得罪了什么人？不可能，他这么单纯善良，能得罪谁呢？林默左思右想，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如果非要说得罪人的话，嫌疑最大的人林默有2个答案：石乐志和安妙薇。之前的晚会上，石乐志因为楚依依和林默丢尽了颜面和尊严，所以他有报复的这个动机，而安妙薇也是同样。楚依依和他林默好了之后，安妙薇有可能会将楚依依当作情敌，或者将他林默和自己之间的过节强加在楚依依身上，所以他安妙薇也有嫌疑。虽然说这么说有点牵强，但林默隐隐有这种感觉。不过他现在没有证据，无从判断这打骚扰电话的神秘人究竟是何目的，一切只是猜测罢了。他们真的只是想恐吓楚依依吗？如果不仅仅是恐吓的话，他们又会做什么呢？对楚依依下手吗？这是提前警告吗？林默心中升起一股寒意。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为了以防万一，林默还是决定以后就随时和楚依依待在一起保护她。而除此之外，林默还告诉了楚千和这件事情。果然楚千和立刻就派了人来燕京市买了套房子，将楚依依安置好，保护了起来。之后林默又为楚依依换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并且只有自己与楚千和知道。如此一来，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就是以后见面会麻烦一点。布置好一切之后，林默便准备开始反击了。林默现在压根没有心思去看学校那些实践课的成绩。林默的科技公司不缺互联网高手，因此想要查清那些打给楚依依的陌生骚扰号码来源，也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林默花大价钱找来的这些可都是精英啊。之后的几天，他将楚依依安排好之后，便来到公司找了3个高手组建团队，专门负责查清那些骚扰电话号码的归属地和使用范围。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高手就是高手，快速锁定了对方的归属地和活动范围，就在燕京市石氏集团的大楼之中。答案很显然易见了，一切的主谋就是这个石乐志。林默眉头微皱，竟然是石乐志搞的鬼，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只是他的目标真的是楚依依吗？如果真要动手的话，以他这样的身份地位和财力，又何必玩这么一出儿戏？只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真正想要对方的肯定是自己，就是不知道他玩了什么花招。林默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他没有再纠结这些事情。虽然不清楚对方的动作是什么，但只要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和楚依依，让对方没有可乘之机就行。之后就伺机而动，或者玩一出引蛇出洞。总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石乐志这样的人，林默要对付他太简单了。唯一有点麻烦的就是他身后的石氏集团。不过石氏集团是石氏集团，石乐志是石乐志，既然石乐志都对他宣战了，他又岂能无动于衷？要是石氏集团真要与自己为敌，以后找个机会把他们集团并购了就好。石氏集团或许强大，但林默有信心与其抗衡。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谈何打造更大的商业帝国？
石乐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石氏集团大厦内，安妙薇正站在石乐志的办公桌前，汇报着他报复林墨第一环的事情开展情况。石少，计划第一环进行得很顺利，按照你的吩咐，给楚依依的骚扰电话已经停了。好，这几天你们打了多少电话了？回石少，已经打了600多个了。今天我们收到了陌生号码打来的试探电话，我猜想楚千和应该都已经知道事情了，相信楚千和已经派人将楚依依保护了起来。现在楚千和心中现在肯定已经对林墨产生了嫌隙，相信过不了多久，林墨那个渣男肯定会和楚千和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的。安妙薇面无表情地汇报着，此刻他对林墨的恨意已经充斥了他的脑海。自从母亲住院之后，安妙薇的父亲也憔悴了许多，他已经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以前他还想不通为什么林墨最开始的时候对他很好，可后来又不理他了。他一直以为这就是林墨在气他，林墨也许还爱着他。可现在他想通了，林墨就是刻意在报复以前的他，只是这报复来的太狠了些，让傻傻的他还为此悔恨了好久。安妙薇后悔了，她后悔当初傻傻的返回去追林墨，她感觉当初的自己就是在犯贱。在医院照顾母亲的这几个月，他们家早已经断了收入，甚至最后只能将母亲接回家，坐等死神的降临。然而就在这让安妙薇非常绝望的时候，上天仿佛又给她了一条生路。在机缘巧合之下，就在他们家门口，他意外结识了来查林墨生平事情的石乐志的手下。安妙薇本来是打着报复林墨的心态去接触那些鬼鬼祟祟、油头粉面的人的，没想到意外的得到了石乐志的认识和重视。显然，那石乐志是看中他曾经是林墨青梅竹马的身份，因为有着这个身份，就意味着他对林墨足够的了解。也就是说，有了安妙薇，石乐志对付林墨就如虎添翼。石乐志看着安妙薇，欣慰的笑了笑。这个女孩果然没让他失望，她有着对林墨足够深的仇恨，所以由她来对付林墨和楚依依最合适不过。做得不错，这20万拿去给你母亲看病吧。当计划的第2环开始实施，我希望你尽快赶回来。如果顺利将林墨和楚依依拆散，后续还会有奖励的。等到彻底将林墨击垮，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那一天，我还会给你更多超级大的礼物哦。石乐志的表情有些邪魅，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安妙薇抱着怀里20个厚厚的信封，眼眶中泪水缓缓涌出，她似笑非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开心。她恨林墨，但真的在背后对林墨下黑手之后，他还是有些难过。那毕竟是自己曾经真正喜欢过的人，爱之深，恨之切。如今他只能努力地克制着自己，告诉自己，林墨这个渣男该死。谢谢石少，我一定好好做事。那渣男林墨早就该死了，我一定和石少好好配合，要他身败名裂。安妙薇坚定地说道，我相信你肯定能做得很好。1个礼拜后，我要在这里看到你的人，下一步计划缺你不可。安妙薇点了点头，抱着20万转身离开。石乐志望着安妙薇离开的背影，眼神逐渐变得阴狠诡异。这边林墨已经查清楚那些骚扰电话的来源就在石乐志家的大楼，他也分析到了石乐志这么做的目的：第一，让楚依依害怕，从而引起林墨的注意，分散他的精力。这样一来，往后的时间里就能让他长时间围绕在楚依依的身旁，从而削弱他在其他事情上花费的时间，比如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以及实践课查数据、看资讯需要的时间。第二，骚扰楚依依可以获得楚千和的关注，一旦获得楚千和的关注，那必然意味着是在消耗楚千和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楚千和是一个商人啊，难道说楚家和石家有什么生意上的竞争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可能让楚千和认为自己的女儿在学校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从而让楚千和觉得林墨并不那么靠谱。他也许还会觉得没有尽到分内之事，削弱林墨在楚千和心中的好感。即便这样做可能效果甚微，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林墨仔细思索之后，认为这几点都有可能，也就是说，此举很有可能是一弹3鸟之计。这个石乐志不简单，以他的智商是如何想到这样的计划？莫非是石家的那位天才少女石秀出的主意？林墨对此人逐渐重视起来，因为他很清楚，眼下这些事情绝对只是对方的计谋中的一环，有其一必有其二，有其二必有其三，无三不成立。那么石乐志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学校的事情对石乐志来说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他的根本矛盾点在面子，在尊严，而不在金钱。而且经过调查，楚千和的公司似乎在燕京市没有业务，石家也没有在江城有业务，两个集团可以说毫无接触。也就是说，以上2点都可以排除，而石乐志的真正目的很有可能就是离间他和楚千和。如此看来，现在的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小铺垫罢了，后续必然会有大量的连环计。细细想来，林墨感觉头皮发麻，他无论如何也猜不到那石乐志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惊人的行动。毕竟敌暗我明，被动是必然的，这背后策划之人好深的心机啊！林墨越发肯定，不可能是石乐志想得出来的。未经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接下来的几天，林墨还在抽空做着推演，而去看楚依依的时候，他自然也有些疲惫感。楚依依和林墨相处也有1年的时间了，所以对于林墨的异常，他早就发现了。林墨，我给你按摩一下吧，也别太劳累了，你看你累的。楚依依满脸担忧，为了不让楚依依这样担心，于是他连忙笑了笑说：“没事儿，不用担心我，你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楚依依心疼地看着林墨：“我还好，自从搬来了这里，连续几天睡得都很香，再也没有接到过骚扰电话了。倒是你为了我的事情操了不少心吧，看你都瘦了。”林墨握紧楚依依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放心吧，依依，我没事的。”楚依依却说：“你在说谎，你只有说谎的时候才是这样的眼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父亲也是什么都不给我说，你也这样，我难道不值得你信任吗？楚依依说着，一下扑在了林墨怀里。林墨，我是你的女朋友，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扛好吗？告诉我吧，说不定我能帮到你呢。林墨原本想隐瞒的，但是眼看现在这个情况，他思考了一会，还是觉得将事情告诉楚依依了。或许本来也不该想着瞒他，没想到楚依依还给林墨提供了不少的信息，她跟石氏集团的天才少女石秀竟然还是朋友关系。林墨将自己查到的所有事情以及自己的猜测都告诉了楚依依。楚依依的表情逐渐凝重，她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这个石乐志明显就是冲着林墨来的呀。看来上次的事情让他对林墨怀恨在心已经很久了，这家伙还真是记仇，也真是阴险。这样的人往往更难对付。石秀这样的女中豪杰，我爸让我跟她接触过，她给我的压迫感很强。我听说在去年，他仅仅用了3个月便搞垮了一家上市公司，原因仅仅只是那家公司的一个员工冒犯了他。3个月搞垮一家上市公司，这让林墨不由得对此人感到无比忌惮。想要成为上市公司，其资产差不多都在10亿之上，可见其实力。比起石乐志，石秀可以甩其18条街，此人是一个劲敌。林墨，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石乐志得逞的。老班那边由我去解释，他绝对不会误会你的。放心好了，嘿嘿，现在别心事重重的了啊，开心点。楚依依反而安慰起林墨来，林墨心中一暖，好，开心点，我相信你。也相信我们的感情经得起考验。不多久，房间里林墨和楚依依的欢声笑语阵阵。相比来时，林墨此时放松了许多，有了楚依依刚才的那些话就足够了。如此一来，这边的事情他就不担心了。接下来就集中精力对付石乐志，这家伙的连环计还没搞清楚呢。现在林墨清楚的知道，敌暗我明，必须小心行事。他是孤身一人，这样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所以他准备提前备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他联系了顾晓生，让他帮忙准备几个设备。林墨隐隐感觉这些总有一天会用到的。虽然现在是法治社会，他知晓那石乐志绝对不会明着对他出手，但按着这家伙的秉性，绝对会耍阴招的。就这样，林墨在尚且不知道对方计划的情况下做着准备，什么窃听器、录音笔、微型摄像头，他让顾晓生准备了许多。顾晓生都有些懵了，墨哥，你准备这么多设备，这是要干嘛？别告诉我你要做些啥奇怪的事情，我可不会帮你在嫂子那保密的哦，违反原则的事情咱不干。林墨懵了，你小子想什么呢？我是违法乱纪的人吗？看着吧，这些东西早晚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这或许会成为我们保护自己最有力的一道防线了。林墨话音刚落，电话响起，林墨的手机上赫然闪动着一个名字，石乐志。没想到当初成为班长时保存的这个从未联系过的手机号码，今天却意外的打过来了。呵呵，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石乐志，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想害你的同学，他怎么还敢打你的电话来？顾晓生百思不得其解，林墨却重重的呼出口气，看来他们要动手了。林墨拿起电话直接接通，林墨还没说话，就听到电话对面的石乐志大笑着说，哈哈，班长，是我，石乐志，好久没见了，你还好吗？林墨开的免提，站在一旁的顾晓生一听这话，当时就来火了。他心想，这家伙怎么还有脸的来故意嘲讽林墨丫的，现在有本事当面说。他当即就想骂回去，林墨却连忙挥手示意他冷静。我知道是你，有备注的。话说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林墨始终平静如水，石乐志依旧故作热情。哎呀，我的大班长，没事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想你了还不成？石乐志这句话让顾晓生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太 TMD 恶心了，只能说这家伙真变态。不过相比之下，林墨却依旧平常。其实他早就百毒不侵了，有宿舍里那3个活宝，他啥事没见过。有事说事，我还忙着呢，没事我挂了。哎，别啊，大班长，我其实就是想请你一起吃顿饭。那石乐志此话一出，顾晓生立马就警惕的趴在林墨耳边轻声提醒，这是鸿门宴。笑话，这鸿门宴也太明显了点，顾晓生这么直的直男都看出来了，林墨能看不出来？你请我吃饭，好端端的，你请我吃什么饭？无功不受禄，我看还是没这个必要，算了吧。林墨话音刚落，那石乐志连忙说，别呀，班长，我其实是想跟你请教一下投资方面的事情，所以才想请你吃饭的。你才用了多久时间就突破了110的回报率了？我拼了命的每天刷数据看资讯，现在也不及你。老实说，心里真有点不甘心，但是哥们服你，所以这才想着请你吃顿饭，向你请教一下投资方面的事情，请你一定要赏光啊！真的，求你了，大班长，实在不行，我给你跪下来。石乐志的话语之间尽显卑微，但语气却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顾晓生差点脱口而出，你跪啊，你跪啊！你就算跪下来，我们也不会答应的。林墨思考了一瞬，还是决定答应石乐志的邀请，去看看这龙潭虎穴。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需要改被动为主动，主动可以掌控一切全局，而被动他只能默默承受，太过煎熬。好吧，地点在哪？不会在你们石氏集团的大楼中吃盒饭吧？林墨打趣道。石乐志连忙说，不会，我的班长，这样的咖位必须得去聚德楼啊，包厢我都订好了，就在6楼666号房间，明天中午12点，我在这里摆好酒宴，恭候你的大驾。石乐志开心地说道。林墨虽然无法看到他，但从那声音中也能隐约听出石乐志脸上的肌肉在颤抖，他很开心。好，那就明天中午见。挂断电话，林墨的脑海中飞速地整理着所有的信息。顾晓生满脸焦急地问道，墨哥，明天你真的要去吗？这明显就是鸿门宴啊，你去了会不会有危险？
林默知道顾小生是担心他的安危，但是这次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必须去。只是去之前必须做些准备。林默郑重地看着顾小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生，这次你一定要帮我。顾小生看到林默的那坚定的眼神，就知道林默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当然清楚林默知晓这其中的风险，而他也清楚自己一介普通人和那10氏集团千亿巨头对抗，或许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顾小生义无反顾地冲点了点头，他相信林默，所以才跟着林默来创业。没有林默，他也就还是一个整天不是敲代码就是打游戏浪费时间的宅男。没有林默，当初他高中的日子就不知道要沉寂多久。林默是他最好的朋友，现在朋友有需要，他岂能不出手？放心吧，默哥，我知道你想干嘛。这个微型窃听器你带着，它的收发效率更高，我能实时监听对方的一举一动，万一你有危险，我立刻就进去帮你。林默重重地拍了拍顾小生的肩膀，这家伙果然还是那么重义气。好，你办事我放心，不过这样的设备恐怕有收发距离限制，你明天要一起去吗？我只需要在楼外蹲守就行，如果有意外，我立刻就冲进去救你。对了，差点忘了，我一会得去买把西瓜刀。林默愣了一下，他连忙制止陷入臆想的顾小生。停，没有必要，你明天可以跟我一起去，但是我只允许你在聚德楼外监听，不许你私自行动，有任何突发情况立刻报警。可是，小生，你我兄弟一场，我不想看着你出事。放心吧，一切没有想的那么糟糕。林默的劝导顾小生听进去了，他虽然答应了林默，但他在心里还是暗暗发誓，林默如果出事，他必定第一时间冲进去解救。兄弟都保不住，出去怎么还有脸混？下午的时间，林默去见了楚依依，他觉得有必要和楚依依说说这件事。楚依依不一定帮得上忙，但起码告诉他，让他有个盼头。不过这次楚依依听了林默的话之后，却硬拉着林默不让林默去。你明明知道那是鸿门宴，为什么还要答应他去呢？我不管，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留在我房间，那也不许去。林默知道楚依依是为他好，但是他也清楚他自己在干什么。楚依依略带生气地说：“你又不是不清楚，那石乐志是什么人？阴险毒辣，狡诈无比，说不定他这次就是想骗你去，给你设套想害你呢。”林默轻轻抚摸着楚依依的头发，柔声说道：“我知道他居心不良，我知道的。但是依依，我太想念以前和你一起经历的那些平淡的幸福了。我不希望我们今后的日子里还被这样的人打扰，所以这次我必须将石乐志这个潜在的危害彻底抹除。我必须彻底打败他，让他再也不能打扰我们。”林默的解释让楚依依心中暖暖的，知道了林默的真正用意，她的情绪也逐渐缓和了不少，但心里她却越发自责起来，自己还是要靠林默保护啊，她似乎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或许可以寻求老爸的帮忙，但是林默，你这样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要不我还是给爸爸打个电话吧，让他看看能不能派个人保护你。楚依依说着就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林默却连忙拦住：“傻瓜，不用麻烦楚伯伯了，放心吧，这点小事难不住我，不会有事的。可是相信我，我已经做足了准备，我自己应付得来。”楚依依还想劝劝林默，但是林默自始至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渐渐地打消了楚依依的顾虑。于是晚上他在这里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之后，又将顾小生给他的装备穿戴好，然后才出了门。当汽车停在那聚德楼大酒店门口的时候，林默望着那几十层高的大楼，眼前恍惚浮现出一副巨兽的模样。既来之则安之，且看他们耍什么花招。林默转身冲着司机招手，示意他们离开，同时也看了车后座的顾小生一眼。俩人默契的眼神交互，行动开始。林默淡定的转身朝着聚德楼走去。今天他这一身深蓝色的休闲西装，看上去身姿笔挺，整个人非常有阳刚之气。聚德楼门口的2位门童都看呆了，就这气质，说不是富家公子哥，那绝对不可能。要是服务好了他，小费绝对不好。林默来到聚德楼门口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门童连忙过来招呼林默：“先生您好，里边请。”另一位门童眼巴巴看着林默走远，脸上写满了失落。他感觉自己就慢了一步，就和小费擦肩而过了。说起来，这还是林默第一次进5星级酒楼，不得不说，这酒楼的豪华程度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不过这对于见过了楚依依家超级别墅的林默来说，也算不得什么。林默进门后直奔电梯，一直跟在旁边的门童连忙上去问林默：“先生，您要去哪里？”林默边走边问道：“6楼666，我朋友已经订好了位子，等我过去吃饭。”“好的，先生，我带您去。”门童的献殷勤林默压根没放在眼里。不过他这样做确实给林默省去了很多麻烦，至少没有那种不讲理想装逼而拦他路嘲讽的二代。俩人很快就来到了6楼666号超大豪华包厢，门口的2个戴墨镜、黑色西装笔挺的保镖用他们的特殊身份诉说着这里头人物的身份，不凡林默随手掏出一叠100元大钞递给那带他来的门童，然后缓步走向门口。门童对林千恩万谢了一番，才喜滋滋的离开。林默走到了那门口时，2个保镖突然伸手挡住了林默：“站住！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林默不想多费唇舌，于是直接说：“我叫林默，你们石少的客人。”林默话音刚落，石乐志就大笑着走了过来。他这一身花西装看着非常花哨，风格怪异的很。哈哈，班长大人你终于来了，快请进快请进。石乐志一出来就连忙拉着林默往里走，那保镖却依旧拦着：“进去可以，请配合检查。”说着一名保镖就开始准备搜身，另一位保镖已经悄悄拦住了林默的退路。而一旁的石乐志眼中露出一抹看好戏的神色，不知道林默要如何来应对。检查？你们想要搜身？你们有什么权利搜我身？林默的态度很强硬，那保镖瞬间就被林默强大的气场吓住了。不过
一旁的石乐志却连忙合起了心意，他笑眯眯地拍了拍林默的肩膀说：“班长大人，别生气，别生气，这都是我老爸定的规矩，他们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这里我向你赔罪了哈。”石乐志说完，转身对那保镖一顿训斥：“这位是我今天要请的客人，你们两个现在却要对我的客人搜身，干什么？干什么？我的话不好使了吗？抱歉少爷，老爷吩咐过了，不管是谁，见你之前必须搜身，保证绝对安全。你们操！”石乐志气愤至极，然后又满脸无奈地看着林默说：“我的好班长啊，对不起啊，你也看到了，我说话不管用了，锤子的，那就对不住了。”石乐志话音刚落，那距离林默最近的保镖就朝着林默走来，很明显，他这是故意想要打压林默。学习好，长得帅有用吗？这个社会有钱有权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他作为石家三少爷，即使什么都不做，一辈子吃喝玩乐，也足够他成为人上人。而林默单纯学习好有什么用？要是不抱上楚依依的大腿，他一辈子也买不起那块3000万的宝石，而他只需要存几年零花钱就足矣。然而让石乐志没想到的是，面对这种情况，林默居然转身就走。既然你没有诚意，那就免了吧，头都不带回的。石乐志慌了，林默这家伙怎么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他要是走了，自己今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以后再邀约林默，怕是不可能了。自己这几天花费的人力物力也就白白浪费了。不行，绝对不能让他走。石乐志连忙着急冲旁边的保安骂了一句废物，然后一顿小跑上去拦住林默：“班长，等一下，等一下！”石乐志2步小跑就气喘吁吁，他一下挡在林默面前：“不好意思啊，班长，今天这事是我安排不周到，不过家父也是为我的安全考虑，希望你能理解。这样，我这就派人将他们赶回家父身边去，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石乐志带着恳求的目光看着林默，他卑躬屈膝，姿态放得极低，只希望能将林默忽悠回去。然而林默却丝毫不客气地说：“让开！”林默的表现就是他不想再在此地多待1分钟，这让石乐志很苦恼。正常人想跟他吃饭，恨不得求神拜佛祖坟冒青烟，这林默怎么就这样？这聚德楼吃一次饭可是5位数起步，多少人求之不得。不过林默说着就无视他要离开，石乐志都快急哭了。娘的，准备了那么久，眼看到嘴里的肉可不能就这样飞了呀！他连忙又追上去，一把拉住林默的胳膊，然而却被林默轻松甩开。石乐志连忙给林默下话：“班长，默哥，你消消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就跟你赔罪，对不起。”他说完又瞄了一眼林默的神色，见林默还是那般生气，于是又说道：“还不解气啊，默哥，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开了这俩蠢货。”说着，石乐志就开始喊 ：“MD， 你们这2个蠢货，连我的默哥都敢拦，真是活腻了。从现在开始，你们2个可以滚了。3秒钟之内，要是我还能看到你们的身影，你们知道是什么后果？”石乐志的话让那保镖脸色变得铁青。说起来，他俩人都是石乐志他老爸的私人保镖，石乐志压根没有权利开除自己，刚才不过是配合这个蠢货演了一出自以为好看的戏码而已，他还当真了。不过是石家最垃圾被放弃了的3少爷，神气什么？虽然这样想，不过这俩人也只是脸色不好看，但并未多话。而就在下一刻，他们2个却瞬间变了脸色，俩人纷纷瞳孔放大，敬畏的目光瞬间从楼道尽头收回。下一刻，一个极具妩媚冷艳的声音在楼道响起：“老弟，你又胡来了。”随着这个声音一响起，石乐志不经意间竟然打了个冷战。该死，老姐怎么来了？难道计划败露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件事没有别人知道的。冷静冷静，先看看情况再说。石乐志惊魂不定，只有心底的那一丝理智强迫着他自己保持冷静。他转身的瞬间，脸上的神色如风云变幻，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走来的石秀问道：“二姐，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来了？”与此同时，林默的目光也转移到了那正朝着他们走来的冷艳女人身上。只见那女人这一身干练的深蓝色大衣，步履铿锵，自带气场。显然，这位就是传说中那位石乐志的天才姐姐石秀了。她身材极好，四肢纤细，但该有肉的地方却也丝毫不疏密，而且她的腰肢随着步伐的交替，每每透露着无尽的妩媚。饶是林默这样坐怀不乱的人，目光划过，也不由得本能多看2眼。不过，他很快又看向了那张气质非凡、五官精致的脸颊。看得出来，石秀仅仅化着淡妆，但在那从窗户斜进来的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精致，皮肤细腻的仿若凝脂一般透亮。这怕是林默见过除楚依依之外最漂亮的女人了。石秀，石家这一代的天才少女，不过26、7岁，如今已经拥有100亿身家，名响华夏。楚依依曾提到过，她和石秀相识还是朋友，她来怎么会突然到这？林默本打算炸一炸石乐志，看看他会不会露出狐狸尾巴。眼看石乐志已经慌了，却没想到石秀的突然出现，给现在的局面蒙上了一层迷雾。他不清楚石秀是否是楚依依请来帮他的，还是石乐志请来害他的，眼下只能见机行事了。哒哒哒，高跟鞋撞击地面的声音渐渐逼近。石秀来到林默和石乐志面前的时候，首先瞪了一眼石乐志：“刚才你说要开除谁？父亲的交代你忘了吗？”石秀的嗓音略带一点中性的味道，气势十足。石乐志此时站在石秀面前，撵得的就像一条哈巴狗。“二姐，我……”石乐志话未说完，石秀就冷哼一声：“平时不着4、6就算了，今天在自己请的客人面前，居然也这副模样，一点分寸都没有，我石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说着，他又瞪了一眼石乐志，然后看向林默：“你叫林默，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舍弟平时贪玩，不会为人处事，得罪之处还望见谅，希望你能理解。”
石秀落落大方，言谈之间不卑不亢，站在这里，他与石乐志完全就是两副模样，谁能看出这俩人居然是姐弟关系？石秀说话间微笑注视着林默，这种温柔而不做作的态度，反而让人觉得舒服。尤其是这样的美人，林默不禁感叹：石乐志与石秀真的是亲姐弟吗？而且听说石家大少更加是商业圈的巨头，其铁血手段震慑各界，是个令人胆寒的男人。而如此优秀的一个人，居然有一个如此不争气的弟弟，这真叫人费解。不过林默还是很好奇，石秀居然能叫出他的名字，这就说明至少石秀对他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就是不知他此行的来意，是帮着自己的弟弟吗？林默决定试探一下，他看着石秀的神色淡然了许多。你是谁？林默问道。林默话音刚落，一旁的石乐志便开口了。林默，你别装糊涂，我不信你不认识我姐，她在商业圈这么出名。哦，我一定要认识她吗？她出不出名跟我有什么关系？林默淡然地反驳道。你！石乐志气急，他没想到林默这厮的嘴皮子功夫居然这么厉害，把他噎得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他咬牙切齿地指着林默说道。林默，你不要太狂妄。石乐志，你立刻消失在我的面前。石秀开口了，他语气冰冷严肃。石乐志闻言浑身一个哆嗦，连忙应声，我这就走。临走之前，他还恶狠狠地瞪了林默一眼，随后灰溜溜地逃了出去，一个人走到了6楼的角落处，点上了一根烟。林默无辜地耸耸肩膀，表示他不想招惹这个麻烦。石秀转过身，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如你所见，我是石乐志的二姐石秀。哦，原来是传说中的石秀学姐，久仰大名，不知道学姐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应该没有见过吧？面对林默警惕性的询问，石秀却若有所思地笑了笑。林默学弟这样的青年才俊，我怎么会不认识？何况你还是依依的男朋友。林默明白了，他认识自己多半还是和楚依依有关，只是不知道是他调查的，还是楚依依特地告诉他的。林默淡淡笑了笑，又问道：原来学姐也认识依依，那今天是依依告诉你我在这里的？林默的试探更进一步，却只见石秀笑了笑说：不是，我今天在这里陪客户吃饭，恰巧听到3弟的声音，这才寻了过来。只是没想到林默学弟也在这里。听到此处，林默心中再次暗暗盘算起来。石秀继续说道：林默学弟，之前一直听闻你的大名响彻清北，甚至刘洋老师都到处逢人就骄傲地说你的事迹。我是一个爱才之人，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和你交流交流，难得今天有缘相见，不如你就和舍弟一起在这吃饭吧，我那边结束之后过来找你们，如何？林默闻言心中已经有所思量，看来今天不会白跑一趟了。随即林默便答应了下来。约定达成之后，石秀就踏着高跟鞋离开了，而石乐志却头疼了起来。石秀帮他留下林默，这是让他没想到的，而石秀说要留下和林默交流交流，这更是出乎他的意料。这怎么搞？就这样放过林默？可是机会只有一次，错过就不知道还得等多久。下次再想用这办法对付林默，恐怕还得等多久。但眼下已经没别的选择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实在不行，就提前将林默药倒送到隔壁安妙薇那去，之后再和二姐撒个谎说林默走了就行。妥了，有了石秀的嘱咐，这次那保镖搜身的时候就只是走了个过场，而那2个被藏到手腕处纽扣后的微型窃听器就这样被林默成功带了进去。之后的石乐志又恢复了热情的面孔，拉着林默就入座，还非要让林默坐上座，然后又为林默倒了满满一杯82年拉菲，才回到自己座位。已经是作者想象力的极致了。82年拉菲，话说82年的还没有卖完吗？哎呀，班长，今天谢谢你赏光前来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是兄弟招待不周，我向你赔罪，见谅啊，见谅。来，兄弟先敬你一杯，我干了，你随意啊。石乐志端起酒杯就一饮而尽，林默却依旧如如不动。石乐志喝完之后，那一瞬间脸色很不好看。不是，哥们你真随意了。林默接连的行为都是在打他的脸，这让他火冒三丈，最后原形毕露。当然，石乐志也看出来林默的这番心思了，他不断的提醒自己注意控制情绪，最起码要控制到林默喝下那杯酒，其他的就交给隔壁套房的安妙薇了。只要他伪造好被林默抢破的现场，然后保镖们再进去随手拍几张照片，那一切就妥了，林默就彻底完蛋了。想到这里，石乐志嘴角重新挂起微笑，今天他就是坑蒙拐骗都用上，也必须得让林默喝下那杯酒。来，班长，我再敬你一杯，谢谢你平时对我们的照顾，往后还少不了麻烦你的地方，一定多包涵啊。我有啥不对的地方，你一定要说出来啊。说着，他一饮而尽。林默生活小妙招，长大了面对亲戚的催婚应该如何应对？亲戚问，为什么还没有找女朋友？答，我找不到女朋友还不是因为你啊。亲戚，你找不到女朋友关我什么事？答，对呀，关你什么事？林默继续看着他表演，此刻脑海中也在飞速的分析周边的风险以及石乐志的真正目的。石乐志2杯酒下肚，却还不见林默有喝酒的想法，于是他又举起酒杯对林默说，班长，接下来这杯酒是我的赔罪酒，上次在依依嫂子的生日宴上，我差点坏了你们的好事，是我糊涂，我该死，都半年多了，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每次想起我都恨不得给自己2耳刮子。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对你和嫂子说一声对不起，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么一次机会，今天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我真心实意的对你说一声对不起，不敢求你原谅，只求你别记恨。来，喝下这杯酒，咱们今日一笑泯恩仇。石乐志说这些话的时候无比动情，似乎全是肺腑之言。
换了其他人，或许还真就被他骗了。但林默却十分清楚，这家伙的秉性，他能有好心，母猪都会上树了。不过，这家伙似乎很希望他喝下这杯酒呢。林默终于想起来，之前石乐志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为劝酒做铺垫。既然如此，那这酒就一定有猫腻。猛汉药，喝还是不喝？来都来了，不中人家圈套的话，人家又怎么会说出真话呢？林默淡淡笑了笑，看着石乐志举起了酒杯，笑着说：“既然石少都这么说了，那恭敬不如从命。”此时，聚德楼外正戴着耳机蜷缩在一辆租来的普桑上的顾晓生突然一脸焦急地跳起，咣当，他脑袋一下撞到了车顶，疼得他龇牙咧嘴，捂着头蹲了下来。卧槽，莫哥怎么回事？怎么能答应和施乐志这家伙喝酒呢？我都能看出来，那家伙绝对在酒里做了手脚。莫哥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不过想起林默临行前的嘱咐，顾晓生没有擅自妄动，而是继续听着那鸿门宴上的动静。而与此同时，楚依依也在自己的房间拿着手机来回踱步。他知道林默去赴鸿门宴了，就感觉自己心烦意乱的，整个人很难受。他担心林默会出事，于是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想着先试探一下石秀的口风，一旦有发现石秀对林默不利，他就连忙寻找别的方法支援林默。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打了10几通电话，却都只听到对方忙线的提示音，这让楚依依越来越不安。林默，你千万不能有事啊！楚依依紧紧握着手机，站在窗口，看着远方高楼林立。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风云变幻，阳光被乌云遮蔽，空气都沉重了许多，压抑的人喘不过气。楚依依怔怔地望着窗外，片刻之后，她眼神坚定起来，似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林默之前告诉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件事告诉楚千禾，但现在看来，似乎除了楚千禾，没有人能帮他们了。然而当楚依依刚拿起手机的时候，电话铃声就响起了。看着屏幕上闪动的“老爸”2个字，楚依依喜出望外。不过很快，她将情绪平复下来，然后才接通电话。还不知道老爸打电话过来是要干嘛呢？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喂，爸，你怎么这回打电话过来了？怎么吗？我给自己的宝贝女儿打电话，还要挑时间吗？楚千禾笑了笑，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哎呀，算了，没什么。若是平时，楚依依定会和楚千禾接着开玩笑，但现在林默尚且平安否还不知晓，楚依依非常紧张，她现在压根就没有心思和老爸开玩笑，她也压根就笑不出来。楚千禾何等聪明，他对于自己的掌上明珠可是太了解了。楚依依现在不就是在担心林默吗？这让楚千禾由衷的感受到自己老了，真的老了。转眼，女儿已经有了心仪的人，而作为父亲的他，现在已经不是女儿第一个想到能依靠的人了。这种失落感虽然很深，但他将这种情绪瞬间压在了心底，因为他还有大事和楚依依确认。依依，林默现在在哪？楚依依闻言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父亲居然这就问起来林默，难道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还是说父亲只是想确认一下？想起林默当时的嘱托，楚依依又犹豫起来。楚千禾见状立刻就明白林默不在旁边，随即他又说道：“这小子，下回遇到他我定要好好教训他。”楚依依一听这话，又疑惑又不高兴：“爸，您这是干嘛呀？”他的语气埋怨中带着些撒娇。楚千禾心领神会，他收回笑脸，故作严肃地说：“咋，我还不能说他了？依依，你都不知道，林默那小子瞒着咱俩在江城收购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才不到1年的时间，市值已经超过了20亿。要不是我调查谁想要动我宝贝女儿，我永远都不会想到这小子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瞒着我拉起这么大一摊子事。你说说，我该不该骂他？”楚依依愣住了，她想起林默过年的时候，星空之下看似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依依，相信我，我一定会用双手成就我们的未来。”当时楚依依还并没有非常在意，她想着林默以后和她结婚了，接手老爸的集团事务之后，一定会有作为的。而如今突然听到这则消息，这让她感觉有点懵。林默究竟是怎样做到的？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这次实践课，林默投资的难道是自己的公司？楚依依现在越来越发现，林默真是个宝藏男孩。了解的越深，越发现他真的很优秀。就比如上次他的成年礼上，别人可能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背后帮忙，但他清楚，这一切都是林默自己一手创造的。能够遇到林默，是楚依依是幸运的事情。他很感谢当时他坚持要去清泉一中，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不经意间便遇到了最好的那个人。不过眼下为了让楚千禾消气，楚依依故意撒了个谎：“老爸，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当楚依依说出这话的时候，楚千禾愣住了。什么？他没想到女儿居然联合林默骗他，这让他有点难过。不过转念一想，有这么优秀的女婿照顾楚依依，他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楚千禾故作生气地说：“好你个楚依依，还当我是你爸爸吗？居然连我也瞒！我们这不是想着以后发展壮大了再告诉你吗？发展壮大，现在发展的够壮大了吧？不用你们告诉我，我自己都查到了。和我做同一个行业，还想瞒我呀？想啥呢？不过你俩可以啊，都做到这么大的市值了。”楚千禾还在滔滔不绝地夸奖着林默和自己的宝贝女儿，而楚依依却突然打断了他：“爸，我有事求你帮忙。”闻言，楚千禾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知道性格要强的楚依依能说出这句话，那必然就是遇到真正的困难了。他连忙安慰并询问楚依依怎么回事。楚依依将林默的事情如实告诉了楚千禾，而楚千禾思索了一会，似乎想到了什么，当即表示他马上安排，并让楚依依别担心，他可不想林默出事。这个未来的女婿可比他想象的还要优秀得多啊！此时楚依依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渐渐有了着落的感觉。
挂掉电话后，他回想起老爸刚才和他说过的事情，心中还暗暗有些不爽。哼，臭林墨，还敢瞒着我，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另一边，石乐志高兴地朝着林墨敬酒，来，墨哥，我敬你一杯，哈哈。眼看着多日以来自己费尽千辛万苦的布局终于有了成果，石乐志这一刻打心底高兴。不过林墨并没有着急喝，他是端着杯子轻轻摇晃了一下，然后才当着石乐志的面大口将那酒灌到了嘴里。石乐志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事实上，他给自己的酒杯里也下了药，他担心林墨会临时提出和他更换酒杯，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石乐志觉得的林墨也不过如此，平时说多牛逼多聪明的，还不是着了他的道。石乐志开心地笑了笑，而此时林墨却大口地扒着桌上的饭菜。就在石乐志没有仔细留意的时候，林墨趁机将那口中的酒水从嘴角两侧漏了出去。林墨大口地吃了2口菜之后，表情难看地喘着粗气，嘶哈嘶哈。石乐志，你呀这是假酒吧，喝到我嘴里一股怪味。石乐志见林墨这样，心里更加轻视林墨，而林墨说的那怪味自然被石乐志当成了药味。或许因为他自己提前已经吃了解药的缘故，所以才没有感觉。怎么可能？我这个是拉菲，哪里来的怪味？是你没有喝过吧？石乐志解释道，一定是你感觉错了，要不你再喝一口尝尝。看着林墨还在喘着粗气，而石乐志又连忙让林墨多吃几口菜，他也不再催促林墨喝酒。刚才那一杯的药量已经足够让林墨睡上几个小时了，现在他只需要静静的等待药发挥效果。林墨当然知道石乐志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但他依旧不动声色，做戏就做全套。他大口的吃着桌上的饭菜，这酒虽然难喝，不过这菜味道还可以。这叫什么？清蒸甲鱼是吧？石乐志摇摇头，不对，这叫龟虽寿，这起的啥名儿？林墨随口吐槽，那这个叫啥？开水煮白菜。小生六啊，对了，这个就是开水白菜。石乐志刚虽然觉得林墨最后的一句话有点古怪，但也没多想。回答完林墨的问题，林墨的状态突然有些奇怪，他似乎脑袋昏昏沉沉，摇摇欲坠。石乐志嘴角挂起一抹阴笑，看来是要起作用了。冷静冷静，只需要再等个10几秒几10秒，林墨就安静地躺在这儿了，到时候再动手不迟。眼看着林墨捂着脑袋在原地开始摇晃，石乐志故作安慰上去扶住林墨，班长，墨哥没事吧？你怎么酒量这么小呀？他搀扶着林墨，林墨此刻却没有任何回答，直接瘫软在地。石乐志又象征性地叫了2声墨哥墨哥，见林墨没有回答，没有动静，他连忙招手让门口的保镖走了过来，快把他抬到隔壁交给安妙薇。2名保镖手脚很麻利，将林墨连忙抬起就朝门口走去。石乐志见状突然想到什么，连忙赶到他们前面，在门口探出头先瞅了一眼，见门口没有其他人，他才放心地招了招手，然后带着2个保镖将林墨抬到了隔壁。而与此同时，楼下的顾小生已经打完报警电话，正朝着聚德楼冲去。刚才林墨最后一句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小生六啊，这就是林墨给顾小生的暗号，叫他赶快报警。6的2进制就是110，这是林墨和顾小生之间经常开的一个小玩笑。所以当林墨说起这个的时候，顾小生立刻就明白了过来，林墨现在已经遇到危险了，他喝下了那杯酒真的有问题，现在林墨需要他的救助，他必须赶紧去帮助林墨。二话不说，顾小生就朝着聚德楼冲去，然而门口的保安和门童却将他拦了下来，眼看就要进不去。林墨遇到危险，事情迫在眉睫，情急之下，顾小生突然灵机一动，说他才是6楼666号房间的客人，刚才有人冒充他走了进去。果然他的话立刻就引起了保安们的警惕，有人混了进去，这事儿可不小，要知道进出这里的都是非富即贵，要出点什么问题他们可担不起。于是他们立刻随顾小生一起向6楼冲去。而此时6楼的667号房间内，大沙发上躺着一个容貌秀丽的女子，她穿得很清凉，定睛一看，赫然是安妙薇。而那些人将她抬进去之后，直接将她甩到了沙发上，然后林墨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动作快点，声音小点，千万别让我二姐发现了，你们俩一会儿多拍点照片，还有你安妙薇穿得太多了，再录点，不然照片没有说服力。哎，不行，再录点！我告诉你，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计划，尽可能的把戏做得真一点，演出林墨侵犯你的场面。到时候把林墨扳倒了，我少不了你的好处，明白吗？石乐志说话的时候带着威胁。此时的安妙薇与之前刚听说这个计划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当时的她对林墨的仇恨还非常深刻，而现在随着时间的冲刷，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已经消失了大半。她有时在想，她现在的处境真的是林墨给她的吗？如果不是昔日他妈妈不愿意借钱给林墨妈妈，那么现在是不是都不一样？那些亲朋邻居是不是不会因此更加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家？所以面对躺在床上的林墨，安妙薇一时还难以下定决心。不过石乐志的威胁却让他想到了还躺在病床上的老妈。安妙薇此时不敢不同意，她没有选择。安妙薇看了看那被甩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林墨，纠结了一番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林墨，对不起。他冲石乐志点了点头，然后缓缓褪下衬衫。一切谈妥之后，石乐志立刻让2个保镖上去脱林墨的衣服，动作快点，别这么磨叽行不？石乐志又焦急地催促道，他还不时将门拉开一小道缝隙，朝楼道张望，好像生怕他二姐过来。你们2个废物，快点！石乐志又催促道。然而此时那2位保镖拉着林墨的衣服拽了半天，却只脱掉了林墨的西装外套。石乐志着急的都要亲自上手了。废物，给我让开！石乐志骂骂咧咧的上前就要脱林墨衣服，然而
下一个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林默突然暴起，一脚就踹在了走上前来的石乐志胸膛。林默平时经常锻炼，而这一脚又蓄力已久，突然的发力一瞬间就发挥了10分力气，石乐志顿时就倒飞了出去，狠狠摔在地上。另外2名保镖愣住了，一时之间竟呆滞在原地，直到石乐志杀猪般的惨嚎从地上传来，他们才反应过来。我擦，你 TND 居然醒过来了！石乐志抄起旁边的凳子，直接朝林默砸了过去。2个保镖瞬间也朝林默冲过去。林默眼疾手快，一个闪身躲开了那凳子，场面顿时陷入混乱。安妙薇也连忙将被子裹在身上，赶忙躲到了一边的角落中，瑟瑟发抖。然后就在下一刻，楼道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然后就听到有人在楼道大喊：快，他们在667！随后就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外加门锁刷卡的声音。顾小生是第一个冲进门的，他大喊着林默的名字：默哥，我来救你了！默哥坚持住！他过去一脚踢开了那正举着凳子准备砸向林默的石乐志。林默嘴角挂起一丝微笑，不愧是兄弟，真给力。随后保安们冲了进来，混乱的一幕幕尽收眼底，保安们连忙将那2名保镖拉开。片刻的时间，混乱的场面变得安静下来。林默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眼石乐志的表情和那些保安的表情，可以确定这一幕幕他们所有人都看到了。事实上，他方才就已经听到了楼道细微的脚步声，所以故意激怒石乐志打他。现在石乐志的罪名上只怕又多了一项。不过那保安队长看了看墙角的安妙薇和一旁的石乐志之后，脸上的神色却变得精彩起来。对不起石少，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都怪这小子，是他说有人冒充他进入了您的包房，我以为。转头他又冷冷地瞪着顾小生，你不是说有人冒充你了吗？到底怎么回事？那保安队长心想，这下完了，撞坏了石家3少爷的好事，他在这里的工作恐怕也到头了。顾小生压根没有理他，只拉着林默前后左右上下看个不停，在确定林默没事，他才长舒了口气。而看着这些保安对石乐志讨好的模样，林默也是知道，看来不等警察到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了。有些时候权势确实让人迷醉，可以令黑白颠倒。现在他需要拖延一下时间，等警察赶到，否则有这么多保安在，他还真不能将石乐志怎么样。因此他需要装得无比镇定，让这些保安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拿几千的工资，为什么要拼命呢？石少他们得罪不起，眼前这位敢跟石少硬碰硬的家伙，他们又得罪得起吗？林默的淡定让石乐志更加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遭到了戏耍。没想到你看着人五人六的，心眼咋这么多呢？林默冷哼一声，因为别人都是眉目清秀，而你没有秀，没有秀，眉目清。卧槽 NMD 林默，你个狗东西，你骂谁？石乐志狠狠地骂了林默一句，然后冲旁边的2位保镖喊道：你们俩给我上，给老子打断他的腿！你就算没有喝酒又怎样？看今天你还能跑得了？然而此时林默却大喝道：石乐志，你难道不好奇我明明知道你摆的鸿门宴是个圈套，却还是来了吗？你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吗？林默的话让石乐志却是呵呵一笑，你想说已经提前报警了？报警有用的话，我还是石少吗？告诉你，你知道燕京市某某局长是谁吗？你知道在燕京市我们石家有多强吗？听了林默的话，石乐志却是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看着石乐志，林默笑了笑说道：你堂堂石家3少，似乎记忆不是很好啊。几天前你让人给楚依依打了600多通骚扰电话的事情，这么快就忘记了？听到林默提起这件事，石乐志却笑了起来，哈哈，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告诉你，今天我就算站在这里让你们查，你们能查出半点线索，我都不叫石乐志。石乐志得意地看着林默，这种姿态就仿佛一个胜利者在看着一个失败者。林默故作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石乐志问道：难道说你已经将所有的证据都销毁了？石乐志得意洋洋地说道：你还算有点聪明，不过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说完他立刻命令2个保镖，现在立刻马上把他给我按在床上。说完之后，他又拿起其中1名保镖身上的对讲机呼叫，马上拿2杯酒过来，速度。林默，今天你就认栽吧，谁来了也救不了你。说着他就开始撸袖子朝林默走去。墙角的安妙薇始终低着头偷瞄准现场的情况，他现在害怕极了，他压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本来他只想做完这件事，拿到一笔丰厚的现金治好老妈的病，然后远走高飞，过上安稳的日子，报复林默只是顺便的事。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多的变故，接下来可怎么办呀？在林默的面前，他现在头也不敢抬。这个曾经的竹马虽然关系已经破裂，但毕竟10几年的感情不是说没就没的，一切面对面的时候还是那么尴尬，一种窒息的尴尬，甚至可以说羞愧感充斥着安妙薇的心里。而当石乐志和林默的对决到了现在这一步的时候，他居然又莫名其妙的为林默担心起来。不过他依旧只是偷偷的注视着林默的情况，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而就在石乐志几人朝着林默靠过去的时候，林默突然笑了笑，从袖口中拿出来一个黑色的小方块，这东西石乐志以及他旁边的保镖一眼就认出来是个录音器。石乐志，要说之前的话，我可能还真没有你的罪状，不过刚才可是你自己承认的哦。林默故意将东西亮出来，他就是故意激怒石乐志，敲山震谷，才能让虎子乱阵脚。石乐志见状，立刻就明白林默为什么如此有底气和他硬碰硬。他也明白了，刚才林默就是在诱导他说话，然后趁机录下他的话作为证据。他本来以为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没想到百密还是有一疏。操！石乐志怎么想都不对，愤恨地骂了一句：你就算录下来又如何？今天我看你
怎么带出去？石乐志刚说完，林默就插话：“谁说？我只是录下来了，我这可是高科技的录音器，实时接收，实时发送。从你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外边等候的人就已经接收到并录下来了。”哼，石乐志，你还有什么招？一起试出来吧。石乐志面红耳赤地盯着林默，半晌愣是没说出一句话。他没想到自己精心谋划了这么久，到头来却被林默反将一军，而且骚扰、威胁，再加上绑架、陷害，这一桩桩一件件，要是真全都算在他头上，不说进局子了，就是自家老爹都饶不过他。在石家，他又要成为笑话了。对，在这个时候，他想的仅仅只是成为笑话，而不是坐牢的事情。林默，石乐志冷冷地看着林默 ，NMD， 你 TMD， 你想毁了老子啊？操！今天你别想活着走出这道门。而与此同时，送完客户的石秀也来到了667室的门口，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当他走进来，看到满地狼藉、混乱的床榻，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和一群不同身份的男人，他瞬间就怒了。石乐志，你又在搞什么幺蛾子？石秀愤怒至极，大吼着。闻言，刚刚爆狠话的石乐志吓得浑身哆嗦，赶紧爬了过去。二姐啊，你可千万不要误会，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慌忙摆了摆手，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是他，都是他这个贱人。石乐志用手指向安妙薇，顿时所有人都朝他看过去。被这么多人看着，安妙薇俏脸煞白，强烈的羞耻心与无地自容的感觉涌遍了他的全身。他知道自己的名誉算是彻底毁了，这辈子算是彻底抬不起头来了。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性格？给我滚回去！石秀只是看了一眼安妙薇，便毫不留情地训斥了石乐志。他自然明白，这不是眼前这个可怜的女孩的主意，他弟弟的性格，他岂会不知道？我滚，我马上就滚！石乐志却是大喜，让他滚，看起来是在骂他，其实是在保护他。走。现在恐怕你走不了，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有刚才全过程的录音。林默开口了，挡在了门口，拦下了石乐志的去路。石乐志话音刚落，那2名保镖立刻就朝着石乐志冲去，将他按在了地上。你们反了！石乐志大吼。一旁的石秀开口：给我闭嘴！楚千和已经给我打电话了，对自己这个弟弟，石秀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都这个时候还敢放狠话？虽然石家有权有势，要是对方是普通人也就算了，可是林默是普通人吗？不说他自己就拥有20亿身价，就是背后的楚千和，便是不弱于石家的超级巨鳌。闻言，石乐志顿时僵在了那里，脸上血色尽退，他颤抖地问道：你好你个林默，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你他妈的算计我！石乐志终于反应了过来，眼见计划败露的他瞬间怒不可遏，他瞪着林默的双眼，布满了血丝表情，恶狠狠地盯着林默，仿佛要将林默生吞活剥了。刚才的那一脚可真 TM 的痛啊！他现在是硬撑着给林默放狠话，石秀的视线却始终在林默身上流连。安妙薇害怕地低着头缩成一团，一句话也不敢吭声。2名保镖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淡定的只有林默一人。没错，我没喝下那杯酒。说起来，你为了对付我，还真是大费周章啊。林默说着，又撇头看了一眼缩在墙角的安妙薇。他没想到安妙薇会帮着石乐志对付他，真不知道这2人是怎么扯到一块儿的。说起来，还真是造化弄人啊。前世今生的青梅竹马，虽然2人关系已经破裂，却没想到会走到如今反目成仇的地步，这场景真叫人唏嘘。石秀何其聪明，他看到这些场景的第一瞬间，脑海里将前因后果都串联了起来。他已经大致将事情捋出了脉络。很明显，自己这个愚蠢的弟弟摆了一场鸿门宴对付林默，只是现在并未得逞，反而被林默将了一军。这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调查过林默，此人极度逆天。而石乐志看见石秀来的一瞬间，整个人就像见了老鹰的小鸡，不知道藏在哪里好。在他家里，他最怕的就是他这个二姐，打起他来是真的不手软啊。从小他就没少挨石秀的揍，以至于到现在他还有心理阴影，那种敬畏是深入骨髓里的。姐，你是来救我的吗？石乐志脸上还笑嘻嘻的，好像犯了错的孩子想掩盖罪行，那蹑手蹑脚的动作又像是被猫堵在墙角的老鼠，看着滑稽可笑，还有点可怜。果然打弟弟要趁早，有道理。林默和顾小生在一边窃窃私语，那2名保镖被石秀的目光一瞪，2人也不敢抬头直视石秀。几名保安看着石秀缓步走来，也纷纷让出了一条道。众人就这样目睹石秀逼近，却没人敢说一句话，场面完全被气场强大的石秀镇住。还有脸问我怎么来了？哼，我要是再不来，恐怕明天就得去监狱里看你了。给我站过来！石秀朝着石乐志怒吼道。石乐志被吓了一激灵，最后嬉皮笑脸，蹑手蹑脚的从那保镖背后慢慢挪出步子。姐，有话好说，别生气，别生气嘛，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这种时候，石乐志越是解释，石秀就越生气。这愚蠢的弟弟压根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总是得益于耍这些小聪明，他也早晚会被这些小聪明害死的。这还不严重吗？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好好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杀人罪、嫖娼罪、强奸罪，哪一个不够你判的？石秀教育石乐志的同时，别头看了一眼墙角的安妙薇和与顾小生站在一起的林默。如果今天我来得晚一点，你将犯下多大的错误，你知道吗？听到这话，石乐志突然愣了一下，然后低垂着头，一副乖宝宝的样子，但他的嘴巴却不饶人，依旧辩驳道：这不是还没成功吗？大家什么事都没有，各回各家不就行了吗？这还叫没成功？石秀简直快被气疯了。石乐志，你太令我失望了，
为你取名石乐志，本希望你会有志气，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还不是这个名字，别人总叫我石乐志，你还敢顶嘴？父亲要是知道这件事，你吃不了兜着走。姐，你听我解释。不过石乐志的脸皮却出乎意料的厚，他居然指着林墨说，一切都是林墨干的。他是怕林墨做出什么伤风败德的事情，冲进来制止林墨的。这种颠倒黑白的本事，当真是炉火纯青，看来过去没有少干。可惜他这次是踢到了铁板。然而他的话刚说出来，一旁的顾小生就直接啐道：石乐志，你还真 TM 的不要脸！如果不是我们早有准备，今天在你这张巧嘴下，林墨恐怕还真是洗不干净了。说着，林墨拿出了那微型录音器，随着林墨按下开关，石乐志的声音开始在房间里回荡：你们俩一会儿多拍点照片，还有你安妙薇穿的太多了，再录点，不然照片没有说服力。哎呀，不行，再录点。我告诉你，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计划，尽可能的把戏做得真一点，演出林墨侵犯你的场面，到时候把林墨扳倒了，我少不了你的好处，明白吗？够了。录音还在播放，石秀却首先听不下去了，他一声沉声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本来他还想趁着这次机会拉拢一下林墨这个人才，他要是认真培养一下对方，绝对可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氏，甚至助他对抗整个石氏家族。谁说女子不如男？可是出了这种事，那么注定林墨这样的人才会成为他的敌人了。没想到自己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这个愚蠢的弟弟全都破坏了。看林墨现在的神情和状态，今天这件事恐怕不能善了吧。而他虽然想拉拢林墨，但石乐志毕竟是他的弟弟，他也不能眼看着弟弟遇险而不管。这种时候，家人的优先级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不过林墨不同于别人，所以石秀纠结之后，还是决定尝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只能尽力的将怒火倾泻在石乐志身上，毕竟他不可能不救自己的弟弟，然后找机会向林墨伸出橄榄枝，尽可能的降低林墨的怒火。只希望林墨能冷静一些，看在他主动示好的份上，稍微教训一下石乐志，千万别下手太狠，将石乐志真送进监狱。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恐怕他们家就和林墨彻底决裂，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石乐志，你给我滚过来！叠了愤怒 buff 的石秀，石乐志压根抵抗不住他的怒火，只能乖乖听话，毕竟自己都处于下风了，越硬气越容易挨揍，这点经验他还是有的。站到我前面！石秀怒斥：姐！石乐志怯懦道。石乐志乖乖踱步。顾小生回头看了一眼林墨，差点没憋住笑，这女的可以啊。林墨笑了笑没搭话，示意顾小生继续看着，还有好戏。下一刻，石秀抬腿就是一脚啊！石乐志发出一声惨叫，当场就摔在了地上。众人不忍直视，别过头去。而不等众人反应，石秀直接冲石乐志走过去，一把揪着衣领将其拎起来。石乐志见状，整个人都慌乱作一团。别，好姐姐好姐姐，喂啊啊！你别再扯了，快松开手啊，好疼啊！石乐志的惨叫让围观者感觉很痛苦，这一幕实在是辣眼睛。石乐志慌乱地叫喊着，仿佛已经预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人刚好奇地张望过去，只见石秀咬着牙甩起右手，冲着石乐志的脸就是两耳刮子。啪！我打你个胡作非为！啪！我打你个不长记性！啪！我让你不听老爸的话！啪！我让你不学好，在这陷害别人！哎呀呀！好姐姐，我错了，别打了，再打出人命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石乐志结结实实的挨了4耳刮子后，终于疼得喊出了声。他双手抱头一下蹲到了地上，好残暴啊！顾小生咧着嘴和林墨窃窃私语。林墨点了点头，不过看了看顾小生这表情，林墨却有点迷。不是残暴吗？你怎么看得这么兴奋？我有吗？石秀的戏做完了，他便不再管那愚蠢的弟弟，转头就开始攻略林墨。林学弟，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都怪我，平时没有教导好舍弟，让他做出了这种荒唐的事情，还差点害了你。不过万幸没造成不好的结果，回去后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保证今后不会再给你添麻烦。说着，他又从兜里随手掏出一张华夏银行的黑卡的向林墨，这卡里有500万，密码我的生日880917，小小心意，以作补偿，还请收下。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请你去我们集团走一走，像你这样的优秀青年才俊，我们集团非常喜欢。石秀举着银行卡，顾小生不由得咽了咽唾沫，我滴乖乖，500万啊！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这可以买多少个皮肤了？林墨淡漠地扫视了一眼石秀，并未伸手去接银行卡。林墨拒绝了。聪明人都知道，这500万不是给他的道歉费，而是封口费。拿了这钱，对石乐志的事情不再追究，否则这就是自己的犯罪证据。至于犯什么罪，他不是以权谋私，不能算受贿，但可以算敲诈勒索呀。以石家的地位，还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500万足够自己进去一辈子了。更何况林墨也不是贪图钱财的人，这笔钱他不屑。不仅如此，他对眼前这个女人更多了一份戒备。这冰山美人3言2语就想将石乐志犯的过错接了过去，把其说成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希望林墨不要再纠缠此事，还顺带想要拉拢他。要是普通人听到500万，早就失去了理智，还要什么东西？就连顾小生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着了他的道。不简单啊，他的段位比石乐志高了不止一层，端庄典雅大方，这样的面具背后往往都是女强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由不得你不小心。不过林墨此时却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有自己初心，自己的打算，而且已经有人来替他解决麻烦了。就在刚才，
他已经悄悄和顾晓生确认过，顾晓生上楼前已经报警了。楼下越来越清晰的警笛声逐渐闯入了众人的耳朵，滴呜滴呜滴呜，急促的警笛声瞬间让这个房间所有人的神经紧绷起来。顾晓生和林默相视一眼，默不作声，见林默却一直没有收，也没有任何动作。而警笛声越来越近，石秀看了一眼窗外，又猛然看向林默，一脸的神色凝重。石乐志已经慌得找不着北了，谁报的警？是谁报的警 ？TMD， 林默是不是你？我干死你！石乐志风一样的冲向林默，不过冷静的石秀一把将他提了回来，然后狠狠一巴掌招呼在石乐志脸上，能不能有点出息？他瞪了一眼石乐志，又将目光放在林默身上。虽然现在情况凶险，不过林默一直没有表态，所以他觉得还是得争取一下。尽管他也不想再管这废物弟弟。林默，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我可以拿出我的天秀公司10%的股权，让你成为我最大的股东。这句话别人不明白什么意思，石乐志却不可思议的道：姐，你疯了，10%那可是10亿，他值得你们付出这么多吗？林默淡淡的说，这10%的股份可不会那么好拿的，单单各种合同交接仪式就不知道多少天的时间，而其中石秀随时可以反悔，即使不反悔也是想将林默拉入他集团，利用他的能量以及楚氏集团的关系赚更多的钱，然后再不断稀释他的股份。商业的水很深很深。石秀瞥了一眼石乐志，他毕竟是我弟弟，他是谁的弟弟与我无关。林默摇了摇头，他还是石家的三少爷。石秀继续道，不过他已经皱起了秀眉。那又如何？林默仍旧坚持自己的立场。林默，难道你要和整个石家作对？石秀眯起眼眸，石家不是你表面看的那么简单，虽然在明面上与你背后的楚氏集团不相上下，但是这里是燕京。林默摇了摇头，就是因为这里是燕京，你们石家才无法一手遮天，不是？林默说的没有错，让石秀沉默了下来。千亿级别的大集团，其背后不仅仅代表钱，还有权，没有权的支持很难爬上这样的位置。如果是一个小城市，那就是真正的一手遮天，就连市长都要敬其3分。可是这里是燕京啊，别说石家，就是4大家族绑起来都无法做到在这里一手遮天。难道真的没得商量了吗？那你得问他们。林默望向门口，一群警察全副武装冲了进来，而在他们身后，林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楚依依也来了。林默小课堂开课了，小可爱。林默，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谈恋爱了？林默，很多原生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习惯了没人疼、没人爱、没人关心的日子，流泪了自己擦，难过了自己哭，所有人都靠墙站好。警察一进门就将所有人都控制了起来。就这房间里，不同身份的人员和杂乱的环境，一看就是已经发生过激烈的争执。虽然没有看到报案人当时描述的那么血腥且惨烈的画面，但他们也知道今天这件事恐怕也没那么简单，这将会是一件令他们十分头痛的事情。楚依依跟在警察队伍后边，进门之后他就焦急地寻找着林默的身影，终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和顾晓生站在一起的人身上。林默，楚依依一看到林默，本来着急忙慌的脸颊瞬间就喜极而泣，她激动地挤开人群朝林默跑去。而此时林默也看到了楚依依，一上前，楚依依就一下扑进林默的怀中，在他的耳边轻声说，你没事，真的太好了，没事真的太好了。楚依依此刻眼里的泪珠已经在打转，林默能听到楚依依小声的抽泣。来这里之前，楚依依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她给林默打了好几个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她担心林默真的出事了。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林默被人吊起来用鞭子抽的惨烈场景，她不想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于是她独自跑出去找林默。可她没想到自己的老爸楚千和却告诉她，他已经联系了当地的一位商人朋友，并让人家帮忙协调处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并让楚依依别担心。不过一直没有林默消息的楚依依最终还是用她的坚持说动了楚千和。楚千和知道自己这唯一的掌上明珠和他妈妈太像了，如果真的逼急了，他可能真的会不顾一切去找林默。既然如此，倒不如顺着他去吧。而且他自己也已经坐私人飞机迅速赶来燕京，看时间晚上就会到了。楚依依到了聚德楼下的时候，正好碰到准备进门的警察，然后楚依依就跟在他们后边一路来到了这个套房。好在楚依依终于在这里见到了林默，林默还好，一切都好。楚依依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泪水，任凭他从眼角涌出，划过脸颊。林默柔声安慰，不哭不哭，没事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没有人会继续打电话骚扰你了。林默轻抚着楚依依的青丝，目光里皆是爱意，这个女孩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1年前楚依依就曾替他挡过刀，1年后的今天，楚依依又在关键时刻出现了，似乎无论何时何地，楚依依始终在牵挂着他。这或许就是被爱，无需言说，他们彼此已经活在了对方的生命里，成为了对方的一部分。林默喜欢这种感觉，是前世从未有过的感觉。楚依依是除过他父母之外唯一能给他这种感觉的人，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楚依依能给林默他父母给不了的那种感情体验。这种类似于亲情却有别于亲情的感情，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林默默默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尽早将这些琐事处理完毕，保护好眼前的女孩，让她不要走前世悲惨的命运，并且一定要给她幸福的一生。楚依依和林默两人就这样相拥，房间里所有人都沉默着，而石秀的眼中却比旁人多了一丝羡慕，或者说嫉妒的神色。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安妙薇此时看着林默和楚依依，她的神色最为复杂，最开始时候的那种痛苦依然不减。
其中夹杂着羡慕，但慢慢的又变成了忧伤，随后仿佛豁然开朗。他喃喃自语：所谓换作是我的话，会做到这样吗？或许昔日那位戴着眼镜的语文老师说的是对的，他配不上林默了。看着林默和楚依依相拥，他又想起了曾经和林默以及楚依依共同度过的岁月，那些下课之后看着楚依依和林默一起嬉戏的画面，林默和楚依依一起吃早饭的画面，俩人一起讨论题目的画面，校门口楚依依与林默道别的画面，这些曾经都属于他，属于他一个人。想着想着，安妙薇的眼眶里泪水哗哗的往外涌，他忙将头撇向窗外，可是却忍不住再次朝他望去，而在他看来，如今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他留恋的了。恍然间，他突然感觉时间好像一把无情的刀，刀割在了他的心上，虽然很痛，但终于让他清醒。这个世界本就残酷，你若是执迷不悟，便会被生活磨砺出更多的伤口来。他这些年从来都不明白什么才是爱，时间又仿佛是一阵风，徐徐吹过，却在不经意间带走了他的悲欢。虽然很让他伤怀，却也终于带走了遮住他眼睛的轻纱。恍然间，安妙薇看到了曾经的林默向他招手，这一次他选择迎了上去，但伸手去握的时候，那虚影瞬间破碎。安妙薇长舒出一口气，似乎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她也终于看明白了自己的心，也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只是一切皆晚了，那个宝藏男孩已经被他丢了，而且永远回不来了。你好讨厌，好讨厌，害得我担心死了。楚依依一顿小拳拳捶着林默胸口，林默嘿嘿一笑，嘿嘿，放心吧，我可是打不死的林默。哼，我不管你再说什么，以后我绝不会让你再离开我，单独再面对这些危险的事情了。好好，我答应你，以后咱俩一起面对。10分钟后，这个房间内所有的人，包括保安，都被带到了警察局做笔录，并接受讯问。林默的录音器成为了最重要的物证，不过人证却让警察们犯起了难，因为说话向着林默的人证只有2个人。那些保安不知道是受了石秀的收买，还是受了石乐志的恐吓，此时他们居然一致将枪口对准了林默。他们硬是否认林默那录音器里的内容，反而倒打一耙，说林默只录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演戏的片段。真实的情况是，林默喝醉酒之后拉着安妙薇欲图不轨，被石乐志拦了下来。林默明白了，石氏集团已经在背后出手了，力保他们的3少爷。这样的做法虽然很不要脸，但却很有效果。因为虽然有物证，但这物证却没有画面，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此时人证不齐全的话，就很难判定谁说的是事实。尽管酒店里有着监控，但谁能想到整个6楼的监控画面竟然都消失不见了。而聚德楼给出的回应是监控坏了，正在检修。很明显，只是石家已经悄悄动用了超能力在背后运作。有了这些人的阻挠，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查清事实，恐怕更难了。不得不说，大家族的底蕴和实力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是啥，但你就是无法把这个事情下了定论。即便林默有着楚千和这样的后盾，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不是在江城，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呢，更何况对方还是另一头强龙。整个询问过程，所有人都是轮换着来，可整整审讯了3个多小时，那录音听了几10遍，到最终还是没有能下出一个定论。就在事情陷入焦灼之态的时候，安妙薇突然站了出来，她此时双眼无神，整个人的状态显得很不像她，但又过分淡定，仿佛她一瞬间成长了不少。这个 U 盘里是石乐志所有的罪证，包括但不限于他曾经销毁的一些东西的照片和视频。太好了，这个物证太重要，太关键了。警察立刻展开了新一阶段的调查，有了安妙薇的这些物证，事情很快被推到了一个新的进度。林默的录音当中提到的那600通骚扰电话的物证，在那个 U 盘中看到了对应的手机、电脑以及操作人员。除此之外，还有当初石乐志在谋划这些事情的时候，给安妙薇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些录音和偷拍的视频。这些录音与视频是他想要保护自己做的准备。面对这情况，林默有些意外，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向与他不和的安妙薇居然向着他说话，并且他主动揭发了石乐志的阴谋。虽然林默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按照安妙薇的说法，我想通了，他真正的想通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缠着你，或者与你为敌，我要去追寻自己人生的意义。林默不知道安妙薇想通了什么，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经历了这次的事件，安妙薇似乎相比以前成熟了许多。虽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有时候不得不承认，人就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一瞬间就变了。不过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了，他早已经不在乎安妙薇这个人了，就更不必说其他的。既然他想通了，那这或许是他最好的结局吧。不过虽然有了这些东西，但石乐志依然没有被第一时间定罪判刑，他被收监了，等待后边的审讯。之后石家甚至花费大价钱请了全国最著名的张律师，准备在1个月之后的庭审上为石乐志辩护。至于1个月之后的结果如何，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尽一切可能做着努力。就这样，一场专为林默打造的鸿门宴，最终以石乐志被关押落下帷幕。3天后，顾晓生又开始投入到科技公司的项目中去了。安妙薇因为参与了对楚依依的骚扰案件，构成了犯罪事实，同样也被关押了起来，等待之后的庭审。林默和楚依依则回归了校园的正常生活。而从此之后，清北的学校里就开始流传林默的传说，因为林默在大一第2学期的金融实践课上，以220的回报率，稳稳获得了金融系第1名。这个成绩直接打破了清北自有这门课以来的最高纪录，并且翻倍的刷新了这个纪录。为此，
宿舍的三大天王在战云龙的怂恿下，联合冯阳的女朋友，将两大宿舍的人联合起来，给林墨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晚会。冯阳和吕小雨纷纷表示，以后就跟着林墨干了，不管刮风下雨，不管贫穷富贵，他们认准了林墨，打算与他一起创造未来。战云龙甚至当场表示要投资林墨，要和林墨一起做生意，一起赚钱。林墨当然答应了下来，不过具体的事宜却没有多说，他打算一切尽在他科技公司的上市计划结束之后再看，到时候冯阳和吕小雨自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又2天后，林墨在清北的声誉逐渐传播开来，甚至隔壁的燕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也开始流传林墨的传说，甚至不时有同学跨学校来找林墨讨教。不过这些人都被林墨一一回绝了，他现在根本没空去处理这些琐事，因为除了科技公司的事情之外，还有个人一直缠着他，那就是石秀。7天内，石秀已经为了石乐志的事情来找了林墨不下5次，并且他为了拉拢林墨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高。从最开始的林墨放过我弟弟，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只要你撤诉，我们愿意给你1000万补偿，如果你乐意，也可以来石氏集团上班，给你年薪200万。到最后，林墨你别不知好歹，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你是独自一人，是在跟处在华夏百强之列的石氏集团抗衡吗？如果你一意孤行，那我们也将采取必要的手段，到时候你别指望楚千和会帮你。不论石秀如何威逼利诱，林墨始终没有松口。林墨只知道石乐志威胁到楚依依和他的幸福，此时不除掉，日后必将成为大患。是现在与他们决裂，还是等到以后出了问题之后哭天抹泪的再去与他们决裂？林墨心中自然有一杆秤，而且他不认为现在的自己无法与石氏集团抗衡，至少他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早已迈向成熟，正稳步提升，科技公司的产品也马上问世，变局就在2个月之后。而且按照林墨的估计，2个月之后一切都将不同，大的变局即将来临，10年商业计划的第一步将在此刻定局。至于这2个月之内，就算自己打不过石氏集团，至少背后还有楚天河帮忙。林墨信心十足，石氏集团是吧？我林墨何惧？一切成败2个月之后自有分晓。面对自信的林墨，石秀兀自叹息：林墨，你又何必如此执拗？为什么非要以卵击石呢？他实在不愿看到这个唯一能入他眼的男子自寻死路，但命运的齿轮却并没因为他做了什么而停下。又1个礼拜之后，石秀再次找到了林墨，因为石氏集团得到消息，石乐志事件的证据链已经完整了，而且因为楚千河的插手抓住石乐志的警察局并不是他们有关系的那个，他们想搞小动作都难。石乐志被定罪是跑不了了。石氏集团的老总石乐志的老爸大发雷霆，他扬言要对林墨下手，对林墨在江城的公司下手，甚至对楚氏集团宣战。这件事在石氏集团内部传得沸沸扬扬。不过愤怒的石乐志老爸最终被石秀凭借3寸不烂之舌劝住了，于是石秀再次担任起了谈判专家，与林墨沟通。不过他们都清楚，这就是石秀最后一次与林墨关于石乐志的事情谈判，成败与否就看这次了。和以前一样，他一来就和林墨叙起叙旧，两人在清北大学图书馆下的咖啡厅里边喝咖啡边聊。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谈的时候他更直接，一开口就将自己能给到的条件说到了底。不过林墨还是没有丝毫动摇，撤诉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就没得商量，你走吧。再次面对林墨冷淡的回绝，石秀虽然心里生气，但他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的良知告诉他，这次的事情的确是石乐之先对不起的林墨，而石家之后的做法也更是伤了林墨的心，所以才将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不过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却愈发的被林墨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果敢、镇定，引起重情重义所折服。尤其是林墨和楚依依之间的感情，那俩人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场景，在他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是的，石秀羡慕了。要是石乐志不是自己的亲弟弟，他真的不会管他的死活。这个废物，石氏集团迟早会败在他的手上。虽然他这个女强人事业蒸蒸日上，但他的感情生活一塌糊涂。之前谈过3段恋爱，甚至第3段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最终却还是被辜负了。为什么？因为他太强了。跟他在一起的男人明明已经无比优秀，却始终被他压一头，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在他的眼里，几乎对男人没什么好印象，但是林墨除外。起初或许是因为楚依依之前给他介绍林墨的时候，把林墨描述的太好，但随着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多次接触，石秀越发的欣赏林墨，甚至欣赏到隐隐有些喜欢的地步。因为林墨是他见过的年轻人中第一个敢跟他正面对抗的人。林墨这种高傲不屈的气质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中，这不正是自己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吗？他虽然是女强人，可同样也是女人，是女人就希望被保护、被呵护。或许这也是他为什么屡屡阻止自己父亲对林墨下手的缘由。石氏集团要是对林墨出手，即使有楚氏集团护着，林墨未来的路也寸步难行。尽管他嘴上还是狡辩，是因为楚依依是他好朋友，他不想和朋友闹掰。不过石秀知道自己拖不了多久，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时候，在家族利益面前，他只能选择后者。现在他只能尽力争取林墨。不如我们换个话题。石秀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2个月之内，我会用尽一切手段收购你的房地产公司。什么意思？林墨并没有看出石秀的意图所在，只是觉得石秀似乎要挖个大坑等他跳。石秀继续说道：我们来打个赌如何？不好意思，本人拒绝防赌毒。林墨知道只要沾上赌这个字儿，
绝对没有什么好事，于是果断拒绝。不过石秀却不依不饶，你先听我说完，我们集团早就已经查清楚了，你在江城市的地产公司虽然说已经初具规模，但也不过40亿左右的资产，3个月前20亿，现在又翻了1倍。你应该清楚我们石氏集团的实力，想要将你们这样一个规模的公司搞垮，石氏集团只需要动动手指。我这么说，你应该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一旦到了那个地步，我就再也帮不了你了。林默摇头，不用你帮我，我自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知不知道父亲他已经在筹备对你的公司实施计划了，一旦他真的下令封锁你的商业资源，你的公司将会在1个月内破产。石秀很激动，林默体会到石秀或许真的有话要说。好了，不开玩笑了，说说你的想法吧。我们打个赌，2个月之内，我们各用10万块钱的资金，分别选取自己看好的股票或者期货进行投资。2个月之后，对比收益回报率高的胜出。如果你输了，请你立刻撤诉，只要我弟弟安全，我们就不会再对你展开针对性的策略。如果你赢了，我再也不会缠着你，让你撤诉。所有的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何？林默一听石秀提出这个建议，顿时就笑了。石秀这哪里是想打赌啊，分明就是挖了个大坑嘛！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意义？虽然你这个人还算不错，不过你觉得石氏集团还有信誉在吗？即便我赢了，难道石氏集团的老总，你的老爸就真的不会对我下手了吗？而且就算我输了，石乐志平安回到了家里，难道你能保证之后的他不会联合你的父亲对我下手吗？你这样的聪明人又怎会看不出来，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没办法和解了，认清现实吧。石秀知道林默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变量。林默，请你相信我，既然我跟你打赌，那么我就有办法在之后保你安全。父亲那边我自会去谈的。石秀，我一直以为你不是一个天真的人，但今天我忽然觉得我看人的眼光下降了。好了，这件事就这样吧。林默说完，起身就走。林默，石秀叫了他几声，他头也没回。走出咖啡厅后，林默淡淡一笑，然后抬起手机放到耳边。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甜甜的声音，正是楚依依。为什么不答应石秀啊？他也许会知道自己比不过你，才提出这个比赛光明正大让你赢吗？不是吧，依依，你真的这么想？刚才我的解释你不会没听到吧？我当然听到了啊，但是我总觉得石秀说的有一定道理，而且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受伤。万一真的完全和石氏集团撕破脸之后，他们恐怕会想尽办法对付你的。林默若有所思地笑了笑，他要的就是和石氏集团撕破脸。石氏集团不出手的话，他想对付石氏集团恐怕还得费一番功夫嘞。可一旦对方出手，林默便能有机会乘虚而入。到时候谁是黄雀，只有林默知道。不过为了事情顺利进行，他还是延续了一贯的作风，保密。依依，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不会有事的。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做事最周全了，嘿嘿，周全。上次也不知道是哪个傻蛋差点被人按在地上打。哼，上次是个意外，以后绝对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了。放心吧，这次我打算寻求楚伯伯的帮助。听到这里，楚依依嘴角露出了笑意。那好吧，我相信你。不对，我是相信我老爸。嘿嘿，依依，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调皮了啊。林默走后不久，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青年就跟在了他身后不远处。事实上，这个人早就在他与石秀谈话的时候就在不远处的座位上，只是对方当时伪装成了上班族。他的兜里还有一个相机，一支录音笔。石氏集团大厦38层董事长办公室内，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正笔直地站在那宽大的办公桌前，像正襟危坐。肥头大耳的石中天做着汇报，他简短地说了2句之后，就双手恭敬地举起一支黑色的录音笔递过去，放在了石中天的面前。董事长，这里面录下来就是2小姐和林默谈判的全部内容。石中天满意的点了点头，随手取过录音笔，玩味的看了看，然后随口说道：这件事你做得很好，回去吧，继续暗中跟着秀，记住保护他的安全永远是你的第一职责。是，董事长。保镖郑重的回答之后，转身就准备走。石中天又补充了句：这件事情别让秀儿知道，否则你知道后果。是，小人明白。此人名叫陈岩，在石氏集团待了10几年，目前是石秀的保镖。他还是头一次见到石中天对自己的这个二女儿如此防备，居然让他刻意去监视并录音。在他们石家，石秀可是一向最受他信任的。这种情况看来，石中天也已经意识到了石秀似乎喜欢林默的事实。陈岩心中有些煎熬，他在石家是看着石秀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对于石秀他也有种难以言明的感觉。不过他却不能多想，因为他知道石中天所说的后果指的是什么。在石氏集团，没有完成董事长交代的事的人，最后只有2个结果，一是告了还乡，另一种就是去国外度假。当然这2种都是名义上的，因为石家的保镖都知道，凡是走上了上面这2条路的人，再也没有人联系上过他们。保镖走后，石中天打开了录音笔，石秀和林默的声音开始在办公室内响起。石中天静静地听着石秀和林默的谈话，整个过程中他躺在自己的躺椅上，闭着眼睛，面无表情。不过当他听到石秀多次引导林默，并且承诺给林默以退路时，他还是非常生气地捶了一下扶手。肥胖的身体压得那躺椅咯吱作响，动手的瞬间肚子上的肉还颤了颤，看得出来他很生气。不过石中天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二女儿居然会向着一个外人，此前他们并不认识，也没多少交集啊。难道这就是那所谓的一见钟情？爱情真的强大到如此的地步，随意就能让他养了20多年的宝贝女儿直接缴械？啪！天降林默，好小子，我倒想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石中天猛地坐起身来，一拍桌子，整个人怒目圆瞪，望着窗外。放眼望去，整个繁华的燕京市仿佛就在他的脚下。他自信驰骋商场多年，见惯了大风大浪，可如今这情况，自己的三儿子因为这个林墨入了狱，自己的二女儿又偏偏有点喜欢这个林墨的意思。石中天感觉自己的心头仿佛堵了一块石头，堵得压抑难受。望着窗外思虑了良久，石中天的目光终于收回，他似乎下定了决心，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了一张纸便开始写画画，各种箭头交错，似乎在推演着什么。在此过程中，他还不断喃喃自语：此人不除，日后必成大患。此时林墨和楚依依已经吃完晚饭，正漫步在校园里。经过了前些天的荒诞事情，此刻的宁静显得格外珍贵。灯火通明的清北校园里，虽然抬起头看不见星星，但晚风习习，夹杂着些许草木芳香，也让人感到怡然自得，特别安逸。林墨特别喜欢这样轻松的氛围，如果可以，他真的想拉着楚依依的手，就这样慢慢的一直走下去。他们就这样携手在校园里漫步，走过教学楼，路过图书馆，又来到操场。夜晚的清北操场依然人声鼎沸，夜跑的、打球的、跳绳的，所有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东西，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在操场的正中央，还有一大群人围坐在那里，他们虽然不运动，但也在用唱歌的方式回应着美好热烈的青春。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当一位同学忽然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操场上渐渐开始有人跟唱，很快越来越多的人都朝操场中心围了过去。或许刚上大学时，同学都会不时回忆起曾经的高中时光，以及那个他。林墨和楚依依也驻足观看起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歌声悠扬婉转，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跟唱，林墨和楚依依手拉手，也随着节拍摇曳。事实上，这首歌他们早已听过，不过当初并没有觉得是有什么感觉，但现在猛然在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几乎所有人心中都是百般滋味，难以言说。歌声还在继续，不过现场的情况俨然已经从最初的一人独唱演变成了百人大合唱。灯光下，不少同学的眼睛里甚至泪光闪烁。或许每个人都有遗憾吧，林墨突然说道。是啊，谁会没有遗憾呢？如果不是重生，想来他的遗憾也永远无法弥补吧。林墨，没想到我们能从高中同桌做到了大学同桌，真幸运，嘿嘿。林墨点了点头。是啊，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做同桌，做到大学毕业。楚依依却是做起个鬼脸，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看着林墨。怎么想起安妙薇了？感觉很遗憾是吧？怎么说起她了？林墨满头雾水。再说我有什么可遗憾的？能有你做我的女朋友，都不知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了，我怎么会遗憾？高兴都来不及呢。哎呦，求生欲这么强啊！嘿嘿，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虽然你的表面上看上去非常恨安妙薇，但你心里肯定也会有那么一丝遗憾。毕竟安妙薇和你曾经青梅竹马那么多年，时过境迁，你有那种感觉也很正常。不过我能感受到你的内心中确实只有些许遗憾，并没有其他。楚依依极度认真地看着林墨说道。事实上，这还是两人之间第一次谈起有关于安妙薇和林墨之间的事，以前或多或少都有些许回避，但不知为何，他们在今夜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切似乎水到渠成。虽然这个话题看着极度危险，但林墨能感觉到楚依依并不在乎这些，而且楚依依能极度准确地将他心中所想说出来，说明楚依依对他的了解更深刻了。这是恋人之间走到了一定程度，对对方的信任和了解有了足够的认识和体会的时候，思想才能到达的高度。这也标志着林墨和楚依依的感情更进一步了。依依，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林墨认真地看着楚依依说道。他和楚依依的目光在此刻交汇，俩人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眼睛。林墨缓缓地吻了上去，楚依依轻轻回应。林墨回寝室的时候，手上拎着2个大袋子，这是他给宿舍的其他3位活宝买的吃食、自热火锅以及一些配菜。之所以在深夜搞这种小的排场，是因为林墨准备启动新计划，他决定要拉着自己的舍友开始建立新的金融公司。科技公司已经步入正轨，顾晓生虽然经验尚浅，但新平台的优化、技术方面的问题他基本都能解决。至于其他的，林早就交给了专业的人去做，自己只需抽空去看看，把握好大局便可。房地产公司那边，楚千和肯定会招抚1、2，那么现在林墨就能腾出手，开始着手搞金融了。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他预感到石氏集团很快就会有大的动作。现在他没有单独对抗石氏集团的实力，可是将战云龙拉上车，他的底蕴将又深了许多。之所以这样猜测，就是因为石秀再也没找他谈判过，这就标志着石氏集团已经放弃了和谈这条路，一场针对他的行动恐怕就要拉开序幕。林墨必须做足准备，尽量在这接下来的时间里快速地扩大自己的实力。任何时候，自己强大才是最重要的。哇塞，墨哥最好了，有啥好吃的也不忘了兄弟。吕小雨见林墨拎着2个大袋子走进寝室，他直接就2眼放光了。林墨每次给3位活宝带零食，就属吕小雨这个吃货最积极。虽然身高和体重的数值已经相等，但他并没有丝毫减肥的意思。在他看来，似乎体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找不找对象似乎也不重要。不过这在自律怪冯阳眼中实在难以容忍。我说胖子，你能不能稍微收敛那么一点点？墨哥带东西回来的，墨哥自己都没吃呢。吕小雨回头瞪了一眼冯阳，对于胖子这个称呼，虽然他听到还是感觉不爽，但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下来，他俨然已经习惯了。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不懂事似的。
多少次了？莫哥带东西回来不是给我们的。再说了，莫哥请咱吃东西，我有什么好克制的，是吧，莫哥？吕小雨一副我懂的模样。林默笑着点了点头，小雨情商见长呀，啥时候找个对象？莫哥，你也取笑我，我哭死，哈哈。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今天我请客，几位随便吃。吕小雨听到这话，立刻收起了哭丧脸，他高兴地接过林默手中的2个大袋子，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去，放到桌子上，就开始研究袋子里究竟装的是啥好吃的。冯阳见状，连忙跳下床，莫哥，你不能老这样惯着他。哎，胖子你慢着点，给我和云龙留点。上次莫哥带的东西回来，全被你一个人吃光了。冯阳不停地发着牢骚。闻言，吕小雨不开心了，瞧你说的，我在你嘴里咋就是那么自私的人了？难道我有说错吗？冯阳傲娇地反问。吕小雨白了一眼冯阳，吕小雨一开火，冯阳也不甘示弱，不是小雨，你今天晚上吃鱼没吐骨头是吧？说话老带刺儿。吕小雨和冯阳在宿舍里的日常互怼，林默已经习惯了。他放下包之后，径直走向阳台去洗了把脸，顿时感觉神清气爽，一天的疲惫也缓解了不少。新的计划也要开始准备了，狡兔上有三窟，他也要准备多个公司，让人们看不透他的真正实力。吕小雨与冯阳虽然家庭一般，但是他们的头脑聪明，与石乐志、战云龙这样的超级富二代不一样，用特招的方式进入清北。他们2人可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进来了，而且作为宿友，林默也想帮他们一把。这时战云龙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将身上的吉他直接甩在自己的床上，然后目光就放在了桌子上。只见桌子已经被吕小鱼和冯阳摆得满满当当，全是自热火锅和各种配菜。哇塞，自热火锅，今天晚上在宿舍搞聚餐，谁的主意？太棒了！老实说，是不是莫哥买的？郑云龙满脸兴奋，目光跳脱的来回在冯阳和吕小雨身上拉扯。冯阳笑嘻嘻地说，那还用说，肯定是莫哥买的呀。对，反正冯阳肯定是指望不上。吕小雨从旁补刀，你小子什么意思？冯阳急了。吕小雨嫌弃的目光划过冯阳，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你该换身衣服了，整天看你穿这身，我真是够够的了。冯阳怒道，那我也有对象了，你成天换衣服，你还单着？战云龙一脸懵逼，话题怎么扯到这儿了？林默倚在后门的门框边，看着宿舍那几位活宝，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说起来，之前一直忙于科技公司的事情和石氏集团明争暗斗的事情，也确实有段时间没有和兄弟们一起吃饭了。林默都快忘了这种感觉。林默觉得，相比商业你追我赶的生活，他还是更喜欢这种轻松的氛围，和志同道合的兄弟们聊聊天，斗斗嘴，相互之间没有利益的争斗，不用防备对方，也不用去猜忌什么，这样的生活多轻松多好啊！可是这样的生活会穷，为什么未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躺平？因为社会已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而是充满了残酷。从校园这个温柔圈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落差太大，要是没有缓冲，的确容易自我崩溃。兄弟们，今天晚上咱们就在宿舍内部吃个小火锅吧。另外有件事我想跟你们讲一下。林默出声，立刻就阻止了3位活宝竞相斗斗嘴的场面。好，听默哥的，回头再和你吵。来，欢迎默哥讲话。当当当当当当当，战云龙甚至还是人声播放背景音乐，3人简直不要太捧场。停，别闹了，赶紧收拾东西，咱边吃边说。走起！随着林默开始行动，其余3人也连忙跟上。因为是自热火锅，所以他们只需要林默买回来的其他配菜收拾妥当，一起煮进去即可。10分钟后，4人已经回到座位，林默就趁着等待开饭的时候跟他们讲起了正题。我想开个公司，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兴趣？林默此话一说，吕小雨和冯阳就面面相觑起来，不知道在考虑什么。战云龙却乐呵呵地表示，可以啊，我举双手双脚表示支持。但是你想开什么公司呢？战云龙之所以能这样豪爽地支持林默，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林默已经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后盾，而除此之外，他还背靠楚千和这样一棵大树，有这样一位大人物在林默身后撑腰，所以林默做这个决定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这样的一家公司，其发展前途自然也不可估量。就算不管以后盈利如何，就冲着林默这个人，这个面子他必须得给啊。不过看冯阳和吕小雨的表情来说，他们2个似乎没有多大的意愿。一来他们都是出自普通家庭，如果说投资的话，真的拿不出多少精力和财力。2来他们对于林默的经济实力也没有一个完全的认知，只知道林默还算有钱，而且他的对象的老爸是个集团老总。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战云龙替他们问了个问题，但是默哥，你想开什么公司呢？吕小雨和冯阳2人的目光就重新放在了林默身上。是啊，默哥，你想开一个什么公司？给咱说说，顺便科普一下，这方面我和小雨确实不懂，入股什么的我俩肯定没那个实力，但是给你打工的话应该还不算寒碜吧。冯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不过林默却没有丝毫看低他们，因为林默明白冯阳的苦衷，说到底他其实也是普通人出身，他完全能明白冯阳的想法。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哪里有钱做投资？当然吕小雨情况也相同。好，那我就大概说一说，我想开一家金融投资公司，主要是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依法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公司，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众多证券或其他资产之中。之所以想成立这样一个公司，一来是考虑到我们本身所学的专业正好可以学以致用，2来是想和兄弟们一块赚点钱，就这么简单。林默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战云龙很快就认真的点了点头，我无条件支持你，但这块有2个问题，一就是我们4人中没有相关的从业人员，没有经验的话，后期就很难开展；二就是启动资金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入股。看着战云龙期待的眼神，林默笑了笑，没有经验不算问题，我们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旁学习，并在未来超越。至于启动资金的问题，当然是我来出，你想入股的话也没有问题，但我必须拥有公司绝对的控股权。怎么样，还有问题吗？战云龙高兴地拍着手笑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莫哥都发下话来要带着兄弟们赚钱了，我还能有什么问题？就按你说的，我投钱入股。好啊，我回头把商业企划书拿来，到时候咱仔细研究研究。林默笑了，战云龙的入股代表他10年商业计划的第2步开始了，而现在他有了足够的资本，已经可以进军一个未来大爆的行业了。这也是第2步计划的关键战场，是10年大计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直播平台。